洛江，惊蛰方过，烟雨蒙蒙。容颜拿了伞出门，在小区门外街边，刚想在线上打车，一辆青色出租车便载着乘客停在了他面前。待车上的人下来后，容颜上了车，司机大叔是个热情的人，他刚上车便笑着问他：“小姐是要去哪里？”容颜淡淡笑了下回应：“到灵山寺。”他声音温柔，长相气质温婉清丽，很像是古典柔婉的江南女子，黑发如瀑，五官小巧精致，山眉水眼，一双杏眸朦胧温柔，盈盈似水，红唇微弯，虽是浅笑着回应，可眼底却无甚笑意，只是出于礼貌的回应。司机大叔看出他并非性子活络的人，也没有再打扰。要到灵山寺得要走上千级台阶，可这香客却不少。许多人说这比其他寺庙更灵验，这些年越发多的年轻人到这进香祈愿。容颜自小住在洛江，他信佛，每年都抽时间到灵山寺。自4年前外公搬回西南老家后，容颜再也没来过这里。刚进灵山寺，就见烟雾缭绕，钟声清脆幽灵。他撑着伞跨过木门往小径走去，转弯瞥见远处一抹还算熟悉的身影。男人长身玉立，挺拔如松，一身考究得体的黑色西装，内搭白色衬衣，系着领带，一丝不苟，冷玉金贵的气质与寺庙的清幽格格不入。温景初撑着黑色长柄伞，眉目沉静，凝着淡淡的疏离与清冷，目视前方，迈着长腿往外走去，步履从容。香炉顶旁，一位年轻男子同样身着西服，撑着长伞，见温景初走过来，便站直了身子，留了一步距离跟在他的身后，大概是温景初的助理。他站在侧边看着他往外走，几年不见，依旧那般冷淡，不同的是身上的气质愈发沉稳内敛。直到那抹身影消失在视线内，容颜才挪动脚步拐进小径。小径通往内佛堂，鲜少会有人到这边来。温景初早年跟着容老爷子学习书法，有着这层缘故，容颜还没上大学前，经常在容家老宅见到温景初，只是他很少跟他说话，见面也只是礼貌打个招呼，仅此而已。但他知道温景初向来不信神佛，他是温云生的长子，从小便被当作温家接班人培养，被赋予厚望，也优秀，从不让人失望。像他这种天之骄子，向来习惯于高高在上，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容颜在西北读的大学，大一寒假，他从西北回洛江，在家中遇见温景初。外公在午睡，温景初到容家来，看到他坐在庭院里，手中还拿着寺庙的祈福袋。午后阳光正好，暖洋洋的洒在种满花草的庭院里，也是第一次他与温景初讲话超过了3分钟。他还记得自己不知为何突然问他：“温景初，你信佛学里的轮回吗？”他回得干脆又利落：“不信。”比起信这些所谓的来世与轮回，他更愿意把握当下，但他也尊重别人的信仰。只是他不信佛，不信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容颜也没有因为他的回答有任何的失落，也如温景初尊重他的信仰那般尊重他的想法。他读医，往后课业愈重，沉重的学习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寒暑假也在拼命学习。而温景初也在慢慢接手家族事业，容颜再见到他的次数很少。只是从不信神佛的人为何会出现在这里？思绪回笼，容颜收了伞，在内佛堂拜见了云归大师。4年未见，施主别来无恙？容颜微微回礼：“挺好，劳烦大师挂心。”如以往那样，他在灵山寺里用了斋饭，而后抄写经书，不知不觉中过了许久。容颜稍稍转动略微酸痛的脖子，将已经抄写好的经书放到了一旁。寺庙里走动的香客比中午时少了许多，容颜起身拿了东西准备回去，这才看了下手机，已经是4点多。沈清然在1个小时前给他发了信息问：“小小，你大概什么时候过来？要不要我让人过去接你？”沈家也是书香世家，他外公与沈老爷子关系不错，他与沈清然儿时就认识，是他为数不多可以交心的朋友。今天是沈清然丈夫谢恒的生日，请了相熟的朋友到家里庆祝。容颜不爱热闹，很少会出席这样的聚会。他回了沈清然的信息，大概6点左右到，我自己过去就好，不用来接。容颜来到听水别墅区时，手里提着一瓶名贵的红酒，刚到别墅门前就看到沈清然在等着他。沈清然热情活泼，刚见面，容颜就被他一把抱住：“小小，我都快要想死你了，上次见面还是我结婚的时候，4年了。”他眉眼弯弯的笑着回报沈清然，调侃：“太忙了，当初脑袋犯傻，选了临床医学，实在是抽不出时间回洛江。”天空又飘起了蒙蒙细雨，沈清然赶紧带着容颜走进别墅。往里走时，两人遇上在门外接电话的温家2公子温书泽。见到容颜时，温书泽愣了下，完全没听到电话里他大哥说了什么，像是带着点惊讶的笑着问他：“容颜妹妹什么时候回的洛江？”容颜嘴角挂着笑，回他的话：“前天刚回。”“是打算留在洛江了吗？”他点头：“新入职了洛江医科大学第1附属医院。”“这要巧啊，我也是在那里工作，想不到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温书泽伸出手，热情笑着：“新同事你好啊。”
他还像以前那般，虽模样比以前成熟了许多，眉眼间跟他大哥有几分相像，但性子依旧开朗活泼，也带着那么一点点的二。温书泽一直都是个阳光开朗的人，看到他就莫名让人觉得开心。容颜被他逗得乐呵呵笑了下，伸出手跟他握了握。你好。温书泽是心外科的主治医师，而他是刚完成规培的妇产科住院医师，不同科室不同职称。他又转头看向沈清然，挠了挠头，略不好意思地说道：嫂子，我医院有事得回去。看着他们进去后，温书泽才想起他刚刚还跟大哥通着电话，连忙看了眼手机，通话还在继续着，笑着说道：哥，我以为你把电话挂了呢，你刚刚说了什么？我没注意听。对了，我看到容颜妹妹了，她居然跟我同一家医院工作。温书泽还想喋喋不休，却被他大哥无情打断了。电话那头的声音低沉悦耳，却带着丝丝的冷淡，我听得到。温书泽又换了个话题：哥，我医院有事，老谢30岁生日，这家伙难得庆生，你不来我又得回医院，不太好意思。随后带着些许失落地问：哥，你真的不来吗？电话那端传出窸窣的翻书声，轻碰木质书桌的声音，估计他大哥是在家里书房。片刻，温书泽才听到温景初的回答，只3个字：晚点到。第2章生日聚会。他愣愣地看着被挂断的电话，大哥还没告诉他之前交代了什么事。时间还早，客厅里谢恒跟几个朋友在。容颜带来的红酒进门前就已经递给了沈清然，进门后跟谢恒打了声招呼。容颜一袭烟柳色绣花长裙，裙摆刚及脚踝，3000乌黑烦恼丝被一只玉簪子挽在脑后。她的出现让里边几人微微吃惊，容颜鲜少会出现在这样的场合，很多豪门子弟没见过她。谢恒知道她跟沈清然关系很好，站起身跟她寒暄，清然念叨了好几天，早就盼着你来洛江。随后又对沈清然道：老婆，人还不多，你可以先带容小姐到2楼坐坐，晚点再下来也不迟。带他们上了楼，才有人问谢恒：这是容老先生的外孙女？容、沈两家都是书香门第，也经常来往，关系不错。刚刚听到谢恒叫她容小姐，只是他没见过容嫣。谢恒点头：是容嫣，书香门第出身的大小姐，举止言谈得体大方，娴静温柔，容老先生的外孙女自然不会差。楼上，容嫣问清然：沈爷爷身体好吗？沈清然叹息一声：爷爷身体大不如前了，老毛病反反复复的，入了春夏雨天多，经常咳嗽。又问容嫣：容爷爷身体怎样？挺好，他还说过些天回洛江，到时候约好友聚一聚。自从回了西南老家，外公整个人看着都比以前精神，这几年休养着，没人打搅，身体健朗了许多。对了，小小，前段时间偶然听到我爷爷说容爷爷要给你物色结婚对象，好像有温家。是温景初？容颜摇头否认，外公没跟我细说，但不可能是他，或许是温书泽吧。自从上一年温云生宣布退休后，温景初就接管了温家。作为温家现任当家人，能够成为他的另一半，那出身也必定与温家相匹配，不说旗鼓相当，那也不差。容家虽是书香门第，可比起温家这种权势之家，无论如何也不能比拟，更何况容家子嗣单薄，现在只有他跟外公2人相依为命。若是与温家联姻，他能想的也只有温书泽，2人都是医生，从年纪工作来看确实比较合适。温书泽，沈清然想到温书泽开朗乐观，有时候也傻得可爱，而容颜性子温和沉静，有事也喜欢闷在心里，快乐能传染，好像也挺相配，他也挺上进，长得也帅。容颜没有表达自己的想法，是不是跟温家联姻也还没定下，也有其他备选的。外公要来洛江，大概也是想安排我相亲的事，到时候再说吧。他尽量听从外公安排，而且外公也会尊重他的意愿。但如果安排他跟温书泽相亲，他会拒绝。2人性格不太合适，虽然他年纪比他大，可每次相处都会让他横生出是姐姐的错觉。光是想想他跟温书泽在一起，容颜就不太能接受。容颜怕沈清然还想八卦这个事，先一步打趣他：你经常跟我吐槽你老公对你没有耐心，对你不好，我看也没有你说的那么糟糕，你是不是有情况？沈清然跟谢恒也是联姻，婚后2人频繁传出离婚的消息。容颜多次听到他抱怨谢恒一心扑到工作上，没有陪他，对他也不在意。但今晚容颜看到谢恒双眼几乎要粘在了沈清然身上。沈清然脸颊微红，支支吾吾，也就那样，现在位置坐稳了，才想起要讨好。不说他，说他干嘛？听着楼下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估计人不少，沈清然忙将容颜拉着下楼。容颜笑着调侃他：口是心非的女人。我才没有，好姐妹婚姻幸福就好。容颜对婚姻没有太大的在意。容颜原名叫裴嫣，她的母亲容暖身体一向虚弱，因为丈夫背叛，抑郁成病，在容颜9岁时去世。而容颜脱离裴家，改为母姓，一直跟随外公生活。也由此，
容嫣对感情看得很淡，在他看来，找个合适的人结婚，平平淡淡就好。外公也害怕他100年后他无依无靠，所以给他找的结婚对象也必定是品行端正、认真负责的人。只要看得顺眼，他会听外公安排。容嫣刚下楼便看到熟悉的身影，他小声问沈清然：“你不是说温景初不来吗？”沈清然也纳闷：“我也不清楚，我老公想请他过来的，但被推脱了。怎么突然过来了？”沈清然要去厨房看看佣人准备的如何，容嫣只好自己走过去。温景初如今是温家现任当家人，在商业场上雷霆手段，而立之年便坐镇温氏，他一出现，直接把今晚寿星的风头都给抢了，都想着跟他攀谈一二。只不过这男人气场太过强大，本身性子也淡漠，自带威严，这些人也在克制着，不敢惹他不高兴。温景初听到动静时便看了过来，眉眼沉静，视线落在了容嫣身上，不动声色地打量她。许久未见，从前稍显稚嫩的她，如今更是娉婷玉立，温婉清丽，让人挪不开眼。沈清然不在，谢恒便想着替妻子照顾一二，不然晚上他得跟自己生气，才想着起身跟大家介绍一下，一道身影窜了起来，声音兴奋激动：“容小姐，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他走到容嫣面前，伸出手，激动到手掌微颤：“我是郑成，还记得吗？我们在容老爷子的70大寿上见过面。”容嫣，外公的70大寿来的人这么多，他怎么可能记得住？谢恒在想，他还要不要起身介绍？看样子应该也不用特地介绍了。出于礼貌，容嫣还是伸手握了握，但没想到他竟握得有些用力，他蹙着眉猛地将手抽了出来。郑成还想邀请容嫣坐他身边，这边谢恒走了过来，跟容嫣道：“容小姐，你坐景初身边吧，你们也好久没见过面了。”谢恒冷眼警告了郑成一下，郑成这才意识到自己失礼了，讪讪笑着看容嫣走去温景初身旁。他咯噔一下，温景初也在看着他，面色不愉，眉眼清冷。随着容嫣在他身旁落座，温景初收回视线，知道他爱吃甜食，给他添茶后挪了碟小点心到他面前。大家也都知道，从前温景初跟着容老先生学习书法的事，有这层关系在，没有人因为两人相处自然感到惊讶。容嫣想拿点心，伸出的手指被他轻轻握住。第3章，跟你不熟。在他疑惑侧眸看他时，耳边听到他醇厚低沉的嗓音响起：“先洗手。”容嫣不由得愣了下，刚刚跟那个叫郑成的男人那样握完手，他确实觉得不舒服。温景初给他找了个借口，他心里带着感激的看了温景初一眼，轻轻的回应：“好。”佣人领着他去往洗手间，容嫣指尖微微蜷缩着，男人的手掌滚烫，似乎指尖还余留着他的温度。很奇怪的感觉，这跟郑成以及其他人握手时是完全不同的感受。容嫣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从洗手间回来，容嫣安静在温景初身旁坐着，茶水凉了，身旁的男人给她添了新茶。容嫣道谢后浅抿了一口。外公跟温景初都爱喝茶，以前时常看到两人在家中品茶，有时看到容嫣也会叫他过来品尝。只是容嫣对茶不太感兴趣，只觉得好喝，但让他说个所以然，他说不出。景少，最近传出小道消息，政府方面打算出面促成与东南区域的战略合作项目，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温景初突然被问，容嫣离他很近，不禁抬眸看向他，只见男人面庞清俊，五官深邃冷峻，双腿交叠坐着，右手放在膝盖之上，骨节分明的手指微微曲着，有意无意地轻敲着膝盖，温润从容。不急不缓地回答男人的问题，是有听说过，小道消息是真是假，过段时间就能知道。这事也不是空穴来风，早能知道更多消息，更早做好准备，便能从中分一杯羹。温家在洛江有权有势，如果温景初不清楚这事，大概不是真的。听他这个回答，明显他不愿多讲，要是再追着问，只怕会惹他不高兴。容嫣这次伸手要拿点心时，面前的东西被人移开，他眨了眨漂亮的杏眸，顺着冷白分明的大手往上看去，样子呆萌可爱。温景初似有若无地勾了勾唇，小声嘱咐他不要贪吃。他做这件事时淡定极了，可容嫣却发觉场面一度安静下来，大家若有所思地盯着两人在看。容嫣觉得自己的脸有些发烫，也没有再拿，她确实吃了挺多，感觉吃点心都吃饱了。借助温景初高大挺拔的身影，将自己稍稍挡住。好在这些人继续着他们的话题，没有再停留在他与温景初身上。说是来给谢恒庆生，实则也不是主要目的，借着这个由头将人聚在一起，谈论商业场上的事才是第一要紧。这边郑成一直想找机会跟容嫣说声抱歉，他喜欢容嫣，自容老爷子70大寿后，一直没有再见过他，也没再听到关于他的消息，一时激动失礼了，也惹他不喜。郑成很懊恼，他坐在温景初身旁，也不敢再贸然去打扰。聚会结束，沈清然今晚喝了一些酒，人菜瘾大，几杯桂花酿就醉醺醺了。天色也不早了，容嫣抬头看向墙上挂着的欧式奢华挂钟，已经是10点半了。谢恒要照顾他，
客人陆续散了，容烟也跟在他们的后面走出别墅。雨已经停了，雨后没有了乌云遮挡，一轮弯月清晰可见地挂在漆黑的夜空上，皎洁明亮，在这雨后的夜里尤其清幽。夜灯明亮，地上有积水，容烟走得慢。走在他前面的是温景初，似乎是故意放慢了脚步。走出小庭院后，温景初在他面前停下，伴着清风，男人低沉悦耳的嗓音飘进他的耳窝里：“我送你回去。”容颜没有考虑就拒绝了：“不用了，我在外面打个车就行。”他刚回洛江不久，还没买车。温景初视线直直落在他身上，他还是跟以前一样，半点不肯与人亲近。他带着一丝挪余的意味开口：“不让我送，让郑家那小子送。”容颜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果然看到郑成。他对这个人是一点印象也没有。看着郑成带着期待的看着他，容颜蹙眉，又看了眼面前的男人，嘴角弯着浅浅的弧度，居高临下。在别墅门前，黑色的宾利早就等着他。因为温景初的话，容颜蓦然觉得有些堵着，没好气的掠过他开门上去。车内，容颜整理自己的衣裙，随着温景初开门在他身侧坐下，原本觉得宽敞的后座蓦地感到变得逼仄狭小。男人清冽的气息近在咫尺，想要忽视都不能够。他往旁边挪了下，温景初察觉到他的小动作，再看两人中间空出的距离，我是会吃人。容颜瞬间明白他这话的意思，也有点生气他上车前挪于他的话。耍了小性子，我跟你不熟，也确实不怎么熟，以前两人很少言语，也就说几句日常的问候语。温景初也不在意他的冷淡，回容家老宅。容颜摇头，不住那里，回欧华庭。温景初便吩咐司机去欧华庭。车内回归安静，许久，容颜有些昏昏欲睡，听到耳侧男人清雅低沉的嗓音：“怎么不在家里住？”被他这么一问，容颜的睡意也没有了。他抬眸看向温景初，车内淡淡的光晕落在他的脸上，面部的硬朗深邃增添了一丝柔和，可依旧讳莫如深。男人侧眸看向他时，容颜对上那双漆黑如墨的双眸，许是刚刚打完瞌睡，人犯迷糊，也比较放松，话多了起来。家里离医院远，来回一趟差不多要2个小时。外公给我在欧华庭买了房子，朋友也住那里，有伴。外公给他买的房子刚装修完不久，容颜不敢现在就住进去。回了洛江后，都在明熙家里住着，2个人的房子离得也不算远。明熙是当红流量明星，平时通告多，到处飞，很少在家里。装修豪华宽敞的房子时常空着没人住。温景初也没想到他一次性能说出这么长的一段话，似是有些意外的挑了挑眉。容颜看到他将手放于膝盖上方的腿上，手指轻点着，看着心情似乎不错。他又问：“在哪家医院工作？”医科大第1附属医院。有问有答，温景初知道这丫头是不会主动跟人讲话，除非主动问他什么时候入职。明天。温景初也没有再问，他电话响了起来，从西装外套内侧口袋拿出手机接了电话。第4章被拍。容颜也不是故意要听，实在是车里空间就这么大，手机那端的声音也能大概的听清，讲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情。末了，电话那边说了最近的行程安排，他似乎很忙，跟邵总的饭局安排到明天中午，没什么事先这样。容颜还在看着窗外夜景在发呆，这边温景初已经挂掉了电话。他接听电话时的声音比较冷淡，跟他说话时完全不是这样，明显是克制着，没有那么生猛。在他印象里，温景初性子比较淡漠，但还算温润谦和。想起温景初明明说过他不信神佛，可今天怎么就跑到灵山寺去？可自己跟他也算不上是朋友，突然间问他这个问题，好像不是很适合。算了，管他信不信，也与他无关。而温景初见容颜一直看向窗外景色，明显不想跟他讲话，也没有打搅他。车内一时安静下来。过了会，温景初将车窗降下，留了半指宽的窗缝。初春乍暖还寒，这几天不算冷，但是下雨多，连续1个星期都是烟雨朦胧。容颜听到动静转过头，余光瞥见温景初抬起手轻轻按着眉骨。今晚在席间没少人给他敬酒，车内也漂浮着淡淡的酒味。现在夜间凉风浅浅吹进车内，解了烦闷，也吹散了酒气。容颜拿起放到一旁的小包，翻了翻，将之前准备的解酒药拿出递给温景初：“要不要吃一粒？”要不是看到他轻蹙着眉头再按眉骨，他也看不出温景初有不舒服。实在是这个男人面上一如往常的沉静，让人看不出他的情绪。温景初垂眸，女人手指纤细白皙，这手柔弱细腻，在谢恒家时他就已经感受过。这里要静静地放在他的掌心里，虽是问，但容烟已经从盒子里拿了出来。温景初接过，嘴角微勾：“谢谢，容医生。”他说“容医生”3个字时声音清润，带着笑意。拿药时，手指轻轻划过他掌心。容颜有些不淡定了，总觉得他是故意的，但他没证据，他只能强装镇定：“不客气，回去让人帮你泡杯蜂蜜水喝。”说完，他就听到身旁男人轻笑了声，又听到他讲：“
回去就喝。这下容颜不自在了，后悔自己多管闲事。像温景初这样久经商场的人，饭局上自然少不了喝酒，经验十足，哪里需要他提醒。容颜不再说话，车内气氛也不太自然。温景初将要吃了后，看到容颜有扭头看着车窗。黑色轿车缓缓停在了欧华庭小区前的街道上，他提醒到了。容颜心里松了口气，道了声谢谢后麻溜的推门下车。不知道为何，跟他待在一起老是觉得不自在。人已经下了车，温景初看到他落在车上的绿色复古小方包，伸手拿了过来，也打开车门下了车。容颜走了几步，才想起落在车上的包包，又折了回来。转身就看到温景初向他走来，将他的包包递了过来。早点休息。躲在暗处的2名狗仔今晚在这里蹲了几个小时，想要拍到明熙，等了一晚上也不见身影。温景初偶尔也会出现在各大财经报道上，其中一人不经意看到了他，顿时精神万分，连忙拍了拍身边同伴：“你看那人是不是温景初？”同伴顺着指向的方向看了过去，果然是温景初。他身边的女伴像不像是明熙？女人背对着他们，身形窈窕婀娜，看身影是比较像，可身上气质跟明熙却不同。明熙美艳性感，这位明显恬淡如菊的气质。管他是不是，我们是娱乐狗仔，又不是法制频道的记者，管他是真是假，先拍了再说。光看气质也不能断定这人不是明熙，万一是他想换一种风格呢？早就听说明熙背后有大金主，说不定就是温景初。温家现任当家人温景初，如今已到了而立之年，可这些年来从没见到他身边有任何女伴。纵横商界的大佬，不少美艳女星都想跟他攀上一点关系，奈何人家心无杂念，一直孤身一人，别说搭上关系，就连晋升都难。女明星与豪门贵公子的绯闻，更何况有明熙的流量在，这条花边新闻一定大爆。这边两人丝毫不知自己已经被狗仔拍下。分别后，容颜走回家，刚推门进去，便闻到一股浓浓的酒味。家里也没有开灯，昏暗里，容颜看到角落里蜷缩着一抹身影。容颜顿时一惊，站在门口将灯打开，才发现是明熙。明熙，身体有没有不舒服？容颜蹙眉问他，将他扶起，才看到他脸上布满泪痕，艳丽精致的脸上此刻虚弱鬓白，惹人怜惜。原本还哭着的人看到容颜便将人抱住。容颜，他就要结婚了，你说这些豪门是不是都要联姻，看不上我这种混娱乐圈的？外人不知道明熙为何这样拼命工作，但容颜是知道的。明熙有一个谈了5年的男朋友，盛家独子盛哲，这两人分分合合也没有对外公布。而明熙在娱乐圈努力赚钱，都是为了能够配得上盛哲。可无论他怎么追逐，也永远不可能跟盛哲并肩，盛家也不可能看得上他。今晚盛郑两家联姻的消息传出，而联姻对象正是郑成的姐姐。今晚在谢恒的生日宴，也有人问起郑成，确实有这么回事。在豪门中，婚姻往往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牵扯着家族的利益，也的确能够实现两家利益最大化。容颜轻轻拍着他的背安抚，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刚开始时，盛哲不对外公开这段关系，容颜就劝过明熙不要陷得太深，可他不听劝。在感情中，付出最多的一方往往容易受到伤害，他的妈妈是这样，如今明熙也是这般。容颜看着明熙哭得伤心欲绝的模样，心里很不是滋味。4个空酒瓶子被凌乱地扔在地上，可知他喝了不少。等他哭够，容颜将他扶到房间的床上，又打了温水给他擦脸，忙完后坐在床边陪他睡着才离开。收拾完客厅，容颜回到自己睡的侧卧，这才拿出手机看了下。20分钟前，温景初给他发了信息，只有短短3个字：到家了。两人上次发微信还是10天前，他问外公身体怎么样，容颜当时只简单回了一句，都是客套话。容颜盯着手机看了会，想了许久，只发了个好字。第5章热搜。翌日，容颜在清晨时分就醒了。昨晚明熙喝得酩酊大醉，他怕明熙起床后身体不适，特意熬了醒酒汤，暖胃的山药粥。阵阵香味飘进房间里，明熙也悠悠地睁开了眼睛，放在床头柜的手机在嗡嗡地响。他看了下是经纪人的号码，接了。什么事？宿醉后可真难受，连声音都是哑的。看微博，你跟温总的上了热搜。你看看照片上的女人是不是你朋友？要团队怎么澄清？明熙一眼就看出来是容颜，她昨晚回来就穿的这套长裙。看了下评论，大多数网友还算是理智吃瓜，她跟容颜只是身形比较像，气质上南辕北辙。她现在根本没心情理会这些，但这是跟容颜有关，发了微博回应：谢谢看得起，我要是有这漂亮小姐姐的气质就好了。容颜出身书香门第，修养极好，身上恬淡如菊的温婉气质在娱乐圈可找不到。这条微博一出，也快速冲上了热搜，转移了网友的注意点。粉丝们除了调侃外，也鼓励他：老婆贴贴，小姐姐漂亮，你也漂亮。我不管，我家西西无人能比。小姐姐清婉可人，西西明媚娇艳，都是大美女，造谣的可不要蹭流量哦。
这事也算是解决了。明熙闻着香味，差点流了口水。简单洗漱后，推开门走了出去。开放式厨房里，容颜身穿素雅长裙，只用一根复古的木质发簪将长发挽着，正拿着汤勺搅动砂锅里的山药粥。容颜听到脚步声，转头看了过来，关切地问道：“醒了？头晕不晕？”“有点。先喝点山药粥，晚点喝醒酒汤。”明熙接过容颜盛好的山药粥，打趣道：“容大小姐这么贤惠，我都想变成男人将你娶回家了。”容颜也给自己盛了一碗，在明熙对面坐下，双眸明亮地笑着说：“这是为了感谢你收留我，投桃报李。”明熙这些年混迹娱乐圈，尝遍了人情冷暖，身边人虚情假意，利益牵扯不清，也只有跟容颜在一起时才能放心的做自己。两人也没有牵扯任何利益关系，也因为这样，关系一直纯粹。身边真正关心他的人不多，容颜是其中一个。容颜的双眸清澈温柔，他除了小时候遭遇了不好的事外，一直过得顺遂，也没有身处名利场，性情单纯。明熙不由得担心：“小小，昨晚是温氏集团的温总送你回来的吗？”“是啊，你怎么知道的？”容颜有些惊讶地问。“你上微博看看，那几条热搜还挂在前面。”容颜看了下，跟明熙解释：“他以前跟我外公学习书法，昨晚在生日宴上遇到，他送我回来。这些绯闻会对你有影响吗？”明熙也拿出手机在看，现在更多了一条新的热搜，在讨论照片中到底是谁。对我能有什么影响？习惯了。你要不要跟温总说一声？容颜想了想，这些年温景初一直都洁身自好，还是第一次传了绯闻被网友讨论，是得要跟他说一声。我晚点跟他说一下。因为工作原因，明熙也见过温景初几次，这男人高冷自律，难以靠近。每次见到他时，身边都只有男助理，圈里也不是没人想接近他，没有机会。从狗仔拍到的照片上看，他还亲自下车给容颜拿包包，种种迹象，温景初对容颜恐怕不只是看在她是容老先生外孙女的份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明熙提了句：“有关我跟温总的热搜我已经叫人撤了，剩下的你问问温总那边。”他煮了早餐，明熙坚持要去洗碗。容颜坐在客厅沙发上，抬头看了眼墙上挂钟，差不多7点了，他今天正式上班。欧华庭离他上班的医院不是很远，不塞车的情况下半小时就能到。他回房间拿了新买的保温杯，拿了包包就准备出门，看到明熙从厨房出来：“我得去上班了，有事给我打电话。”容颜见明熙神色如常，既然他不提昨晚的事，也没有问，等他想说自然会说。虽然他表现得像无事发生一样，但容颜跟他认识这么长时间，很了解他。明熙对盛哲的执念不是1天2天，这个打击对他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安心上班，不用担心我。小小，你开我的车去上班吧，我这几天不出门。容颜考虑了一下，还是拒绝了。我第1天上班，你车库里的车都是豪车，还是不要了。等休息我再去买一辆普通的代步车，这几天就先打车。明熙点头同意。人心复杂，新环境里还是低调些比较好。还是容颜考虑的比较周全。从认识他开始，容颜就是这般理智清醒，反而自己糊涂的彻底。到了医院，他得先去了科主任的办公室。站在门口，容颜稍稍整理了衣裙，平稳呼吸后，抬手敲了敲门。里边传来孙主任温和的声音：“进。”门没锁。在办公室里，新入职的几名医生已经在里面坐着。容颜略有歉意的道：“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孙主任笑了笑，安慰：“不晚，路上塞车了吧？”他跟容颜算是认识的。前年孙主任到西北第一医院学习交流，容颜研究生读的是专硕，当时正在那里规培。这个姑娘努力细心，对待病人也足够耐心，对容颜的印象很是深刻。没想到容颜没有继续留在西北，来了这里应聘。人到齐后，孙主任将新入职的医生分配给科里有经验的医生带着学习一段时间，而容颜则是孙主任亲自带。在公布这个消息后，容颜明显感觉到其他几个同事看向他的眼神带了几分探究的意味。开始时他并没有在意，上午忙活了一会，他去打水时听到他们在议论，这容医生到底是什么来头？早上主任对他那个态度明显跟对待我们是不一样，笑呵呵的。我估计是有点背景，不然怎么主任就带他一个？我们都没有这个待遇。人跟人就是不一样，这容医生不但长得漂亮，举止言谈端庄大方，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家庭出来的人。别说了，让人听到就不好了，都是同事，以后还要好好相处。没事，他不在，10分钟前我才看到他进了电梯。第6章不忙。临近中午，走廊里走动的人不少，不少提着餐盒的家属见到他穿着白大褂，都礼貌地跟他打招呼，即使对他很陌生。也没什么事，容颜将新买的水杯随意放在一个置物架上，转头便走上了楼梯往天台去。今日天气还算不错，不再是昨日的烟雨朦胧，虽还是阴沉沉，但没有雨。天台上有其他科室的男医生在抽烟，容颜微微颔首后，在远离男医生的地方站着。在医院，
忙起来时喝水都没机会，也只有临近饭点的时候可以透透气。他刚来，孙主任给他安排的工作还不算多，给他一个适应期。但容嫣对自己向来要求很高，不管做什么都力求做得最好，肯下功夫。早上，孙主任带领一众医生查房，期间他将孙主任在管的病人一一记下。结束后，容嫣又向孙主任了解他们的情况，看了检查，虽只有一个上午，但他对这些病人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细致的了解。他刚来就可以跟在孙主任身边学习，站在别人的角度想，确实会有不服，能够理解。他将头发低低盘着，优雅大方，直直站着，带着些许凉意的清风吹起了他额前的碎发，眉眼清冷，身上白的白大褂更添了神圣之感。安静地站了一会，享受初春凉风拂面而过的感觉，虽带着冷意，却让他清醒了几分。容嫣深呼吸了一口气，耸了耸肩，强迫自己不再去在意别人的话。糟糕，突然想起他忘了跟温景初说热搜的事情，看了眼手机，差不多12点。这个时间点他应该不忙吧？打电话跟他讲更能省下时间。容嫣打开了手机通讯录，翻找了好一会，也没看到温景初的名字。他没有温景初的手机号，只能给他打微信语音通话。银白的手指浮在语音通话4个字的上方，犹豫了片刻，容嫣按下了通话。深黑色的手机在宽大长方的书桌上震动着，打破了办公室沉闷严肃的气氛。温景初侧眸了眼手机屏幕，似是带了一丝不可置信，又想到今天他第一天上班，以为是遇到了什么事，抬手示意对面正襟危坐讲话的员工暂停一下，随后接了电话。容嫣，怎么了？手机里传出温景初清沉而又带着磁性的声音。不知道是不是他理解错了，他听温景初的语气里夹着担忧之意。容嫣怔了下，很快回应，问他，你在忙吗？温景初略微抬头瞥了眼对面坐着的3人，一派淡然的道，不忙。陈芳以及另外2名员工在温景初瞥过来时迅速低下了头，在听到自家老板这样的话后面面相觑。不忙吗？温景初弯起佩戴着银色腕表的手，也要到午饭时间了，他示意员工先出去。3人如释重负。陈芳作为温景初的特助，自认为在公司里没人比他更了解温景初，但刚刚他也懵了，这个叫容嫣的女人是何方神圣？他竟然消息闭塞了，一点也不知道温总身边何时出现了这么一个人。偌大的办公室蓦然的安静下来。温景初修长冷白的手握着手机放于耳边，容嫣轻柔似水的声音缓缓传出。他一直安静的听着，容嫣听不到温景初的声音，讲完后不确定的问他，温景初，你在听吗？问完，容嫣听到手机那端的他轻咳了声，随后听到他道，在听。好像温景初知道他会问什么，他的话还没问出口，这边温景初已经回了，小事，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既然明小姐已经撤掉了关于他的热搜，剩下的不用管就行。除了有关他与明熙的报道是假的外，其余的是事实。他确实送容嫣回家，网友那么爱讨论，随他们八卦就是。狗仔没有拍到容嫣的正面照片，除了相熟的人，也没有人认得出他，对他也没有任何影响。温景初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而是问容嫣，早上工作感觉怎么样？新同事好相处吗？突然被问到工作，容嫣认真的思索了会儿，挺好的，主任亲自带我，他和善温柔，很认真的在教我。他略过了第2个问题不答。这边温景初轻轻蹙着眉头，被新同事欺负了。容嫣自以为自己的情绪掩藏得很好，但每次只要遇到温景初，他就能轻而易举地看破他的心思。现在更是厉害，都能从他说话语气判断出他情绪不对了。容嫣不得不感慨，温景初不愧是温家竭尽全力培养的接班人，果然厉害，总能轻易看破人心。忽然想到大3那年清明假期时，那年学业沉重，他压力愈大，心情糟糕的时候又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无疑雪上加霜。他那时候特意请了2天假期，提前回了洛江。外公问他怎么提前回来了，容嫣只说课业不多，想回家多陪陪他。老人家没有任何的怀疑，他以为可以瞒得住任何人。直到有一天，温景初到家中拜访外公，见到他打了声招呼，他在庭院里逗着猫咪。过了半个钟，温景初从外公书房出来，来到庭院，在他身边寻了个位置坐下，问他是不是在学校被人欺负了。温景初的这双眼睛清明幽深，黑眸紧紧凝视着你时，让人无法逃避，在他面前不得不卸下所有的伪装。容嫣只得坦白，随后他安慰了几句，又叫他想开一些。他喜欢藏心事，故而他喜欢跟温景初交谈的感觉，但又抗拒与他的接近。他总能轻易将他看破，让他无处遁形。或许在温景初看来，他这些事无关紧要，没有必要纠结。但人和人的境界不一样，若是人人都能像他那般开阔，世间哪还有这么多烦心事？但在隔日的傍晚，温景初又来了一趟荣家，手里提着给他外公的茶叶，以及给他的糕点。醉香阁的芙蓉糕，他喜欢吃那里的中式糕点，而芙蓉糕是他最爱的点心。听着手机那端沉默良久，温景初唤他的名字，
容烟，其实也没什么事。容烟简单几句概括了下，不打算纠缠这个问题。他心思细腻，也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温景初也知道三言两语也开解不了他，既然他不愿多说，也没有再执着。容老先生前段时间找过他，说起了容烟从西北回洛江，大概意思是老先生先前担心外孙女，暗暗拜托了人对容烟照顾一二，只是这事被科室的同事得知，多了很多闲言碎语。容烟先前的努力被轻而盖过，就连他能到西北第一医院都被说成了走后门。按照他的性子，不肯再待在那家医院，容老先生索性让他回洛江来。第7章婚事。挂了电话，容烟从天台下来，下楼梯时仿佛耳边还回荡着温景初最后的话语。男人的声音磁性悦耳，且带着力量感。他说：容医生，用你的实力战胜流言蜚语，让他们望尘莫及，我相信你。温景初的话在理，到底是他心不够坚定，实力不足。接下来的几天，容颜一心扑在医院里，每天晚上9点后才从医院回欧华庭。每次夜里回到家，明熙都给他准备好夜宵。按照明熙的话，容颜就像打了鸡血一样，每天早出晚归，却精力十足。周五傍晚，温景初从自己的别墅回到温家老宅吃饭。今天温老爷子也从休养的宅子回了老宅，温书则还在医院工作，没有回来。温景初一身高级定制西服，西装革履，手上佩戴着名贵腕表，清贵冷峻。走进客厅，温景初依次叫人，最后才转头看向他的父亲温云生身旁。女人身着旗袍，精美刺绣，雍容华贵，虽上了年纪，但保养得当。孟秋，温云生的第2任妻子，温书泽的母亲。温景初面上依旧淡淡，礼貌地喊了声秋姨。他与温书泽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温景初虽然跟孟秋关系一般，不亲近不疏离，但跟温书泽的兄弟关系却是不错。孟秋脸上挂着淡淡笑意，微微颔首回应。而温景初在温老爷子身旁落座，他是爷爷教养长大，祖孙之间的相处既是亲人，又有一层师徒的意味。温景初重新沏了一壶新茶，多年陈的极好白毫银针，汤色清透，清鲜醇和。温老爷子浅浅地品了一口，放下茶杯，对身旁的温景初道：老友送的好茶，你带些回去，剩下的留到容老先生回洛江再带给他，他爱喝这味茶。说起容老爷子，温老爷子又问道：听说容烟回了洛江工作，你有没有问过他工作是否顺利？温景初想起这丫头自那日给他打过电话后便不闻踪影，有发过一次信息给他，中午发的信息，等到下午才见回信。话说他才刚入职不久，怎么忙成这样？是不是那日的话刺激到他了？当时只是想给他鼓励，免得他费神去想那些无聊的闲言碎语。他外表看似清婉温顺，实则骨子里却较真执着，更是倔强。按照他的小性子，估计是自己跟自己较劲，拼了命学习工作。他顿了下，才徐徐道：在舒泽工作的医院，他忙，不敢打扰。温老爷子不再谈及这个话题，安静品茶。温云生望向自己的大儿子，他2个儿子，而温景初最像他，不管是长相还是品行。这几年他将温家企业都交给温景初，他这个儿子也没辜负大家的期望，沉得下性子，手段高明，对待商业场上的尔虞我诈游刃有余。只是现在都要30岁了，身边还没有一个可心的人，温云生不免忧虑。景初，你也30了，该考虑婚姻大事了。你若实在是忙抽不出时间，我让你秋姨安排一下，洛江也有能跟你匹配的名媛。温云生又道：我看老徐家的姑娘就不错，上个月刚从国外回来，名校硕士毕业，小你几岁，样貌品行都极好。孟秋心里咯噔一下，想要开口说些什么，但此刻老爷子在场，他没有这个资格开口谈论。徐家那姑娘孟秋早就看上了，想要安排她跟温书泽见面。现在温云生说要介绍给温景初，孟秋心里肯定不乐意，但也只能附和丈夫的话。她面上依旧挂着温和的笑意。是啊，徐家的小姐知书达理，为人谦和，跟你很是般配。若是你有意，我就约徐夫人谈谈，找个时间让你们见面。温景初在淡定的饮茶，听完他们的话，他还没说什么，这边老爷子就已经出言拒绝。景初的婚事我有安排，不需要你们操心。舒泽年纪也不小了，有这个精力，可以想想他的婚事。父亲已经这样说了，温云生也只好按下自己的想法，但他面色略有不悦。年轻时对这个儿子缺少了关爱，交给老爷子来管教，跟他倒不是很亲近。原本是过问一下温景初的婚事，哪料被老爷子服了面子。孟秋心中窃喜，没有表现出来，暗暗观察着温老爷子与丈夫的神色。老爷子面色如常，左手旁放着他常用的紫檀木质的拐杖，而坐在他身边的温景初依旧一派淡定的模样，眸色深沉，面色沉静。客厅里顿时安静下来，他坐在温云生身旁，明显感觉到他的气场冷了下来，是被老爷子当众拒绝，觉得没有面子。孟秋只好缓和一下气氛，他说道：今天厨房炖了老疙汤，舒泽最爱喝这个汤，可惜医院
太忙没回来。温云生有了说话的空子，说到一向听话乖顺的二儿子，脸色缓和了些，说道：“叫人给他送去就是，天天加班，身体也吃不消，年轻也要注意保养身体。”说完这话，他看向温景初。温景初自然明白父亲也是说给他听，但他当作没明白温云生的意思。汤好了吗？我去送。说完，他没等孟秋的回答，稍稍整理了下衣袖，古银蓝发廊袖扣精美典雅，给洁白的衬衣增添了一抹色彩。拿起放挂在一旁的黑色西装外套，便起身。温景初跟温老爷子交代了声：“爷爷，我突然想起还有事要处理，顺路给舒泽送汤，过2天再陪你吃饭。”温云生刚顺缓的气又被勾了起来，正打算说他几句，就听到温老爷子的声音在客厅响起：“去吧，工作忙也要照顾好自己。”温景初走去厨房，吩咐李嫂准备一个新的汤壶。李嫂有点不理解，夫人也时常让人给二少爷送汤，有一个固定用的汤壶，为什么要换一个全新的？但大少爷吩咐，李嫂还是按照他的意思拿了一个新的汤壶，将老火炖好的老疙汤装好，递给了温景初。第8章送外卖的。医院外的街道上，司机看着人来人往，人多密集，车库已经没有空位，没有找到地方停车，只好对后座的温景初道：“先生，恐怕要步行过去，我找不到地方停车。”温景初抬眸看向窗外，淡然道：“靠边停车吧。”今天又降温，温家老宅冬暖夏凉，车里也有暖气，他根本没有感觉到冷。此刻站在街边，温景初直观地感受到了微微的冷意。他低眸看了眼腕表，6点半，天色已然逐渐暗淡下来。医院外的街边都是卖吃食的小店，大多是医院病人家属来买晚餐。温景初从西装外套口袋里拿出手机，打了语音电话。医院里，口袋里的手机嗡嗡的震动，容颜看了下。温景初给他打语音电话。他拐到少人走动的地方，按下了接听，喂了声，便听到温景初低沉的声音：“在忙吗？”容颜向来觉得温景初的声音很有质感，清冷温沉，语调不急不缓，听他说话是一种享受。他老实回答：“不忙，准备去吃饭。”容颜本来打算回办公室脱下身上穿的白大褂就去饭堂吃饭，恰好这个时候接到温景初的语音电话：“方不方便出来下？我在医院门口等你。”容颜诧异：“啊，你现在就在门口了吗？”他听到男人低声的嗯了下，听到他的回应，容颜也顾不得问温景初是因为何事，忙不迭的回：“好，我现在就下来。”刚想挂断电话，肩膀被轻轻的拍了拍，接电话时过于集中注意力，突如其来的被拍了下，容颜受到了些许惊吓。被吓到了？不好意思，我本来是想逗你玩的。是赵暖，急诊科的医生。前2天因一场车祸受伤的孕妇被送到医院，容颜参与了急救，认识了赵暖。她的名字跟母亲容暖只相差了1个字，容颜觉得亲切，而赵暖活泼爱笑，两人一见如故，时常约着一起吃饭。没有，有点惊到而已，没什么事。在跟男朋友打电话？容颜直摇头，不是，可不要瞎说，是外卖的电话。站在冷风中的温景初在听到容颜这句话后，默默地将通话挂断，垂下眼眸看了眼手里提着的汤壶。送外卖的。而赵暖将信将疑，细细观察了下容颜的神色，笑道：“你接个外卖电话怎么神秘兮兮的？”“你看错了。”容颜脱下身上的白大褂递给赵暖：“你帮我拿到办公室，我在外面吃，回来帮你打包晚饭。”人跑了，赵暖只得冲着容颜的背影喊：“容颜，我要医院门口那家瓦罐汤饭。”赵暖觉得奇怪，小声的嘟囔道：“不是说接了外卖电话吗？怎么还在外面吃啊？”容颜小跑出去，脱下白大褂，她只穿着一件浅色的绒毛衣，不是很厚。出了医院，直面冷风，微微的缩了缩肩。她一眼就看到了温景初的身影，男人修长的身影伫立在街边，淡黄色的灯光落在他的肩上，他的周围是步履匆匆的路人，街道嘈杂的声音滚滚而来，而他却像独立于繁杂外，长身玉立，清风霁月，在吵闹的环境好像也与他无关。他工作的医院坐落在洛江市中心，并不偏僻，周围设施齐全，故而人车都往来密集。容颜呆愣地望着不远处的身影，如同过往的行人那般。他确实是佩服温景初的从容淡定。男人过于抢眼，路过的人都看他几眼，他却根本不在乎，像棵玉松伫立在街边路灯下。身后电动车滴了一下，容颜回过神来，加快了步子走到温景初身边。还在医院时满心疑惑他为什么会来，此刻看到他手里提着的汤壶，容颜明白过来，但心中的疑惑却一丝不少。容颜轻声唤他，从医院小跑出来，呼吸不稳：“温景初。”闻声，温景初转过头来，他身材高大，身高在1.85米以上，容颜穿着平底鞋，两人的身高差使得容颜得仰着头看他。温景初垂眸看他，冷峻的脸上稍稍缓和，随之剑眉轻蹙：“怎么穿这么少？”眼见他要脱下西装外套给他，容颜赶忙阻止：“我不冷，你穿的也不多。”
天气一直没有转晴，雾气也重，容颜细长的睫毛上像是卷着一层水雾。温景初看他鼻尖泛着丝红，去店里。去那家。容颜指着一家老店道。赵暖说要瓦罐汤饭。这家店人不少，温景初原本打算找家稍微人少的店，随了容颜的意思带他走去这家店。他先跟老板说要打包一份汤饭，随后带温景初到2楼。2楼环境比楼下好许多，没有预想中的吵闹，人也不多，只是楼下等候打包的人比较多。两人在角落面对面坐下，容颜有点想笑，这里桌椅明显对于温景初来说小了些，他估计30年以来是第一次到这样的小店来。格格不入，邻桌的几个小姑娘都在偷偷的打量他。容颜终是忍不住轻轻笑了声。温景初的视线直直落在他身上，只见他眉眼弯弯，脸上笑意盎然，几缕细碎的青丝垂在耳旁。他皮肤瓷白，一双杏眸水意朦胧。他转移开视线，垂下眼睫遮掩深邃墨瞳，问他笑什么。他摇头，在这里会不会委屈了你？温景初不解，反问为什么这么问？我也只是普通的人，何来委屈一说？他一本正经的答话。容颜想了想也是，他老是觉得温景初跟他不一样，从心底里将他划到一边。是他想的狭隘了。温景初将汤壶打开，上面一层是饭，底下才装着老疙汤，放着勺子。容颜问出心底疑问，怎么突然给我送汤？爷爷让我送来。他低低的哦了声，原来是温爷爷让他送的，心里的疑惑也消散了。要不要让温叔泽过来喝汤？这汤也不少，香味浓郁的老疙汤，光是闻闻味道就食欲大开。温景初将东西都推到容颜面前，听了他的话，不假思索的拒绝，不用，他不喜欢喝。第9章变化。听了温景初的话，容颜眨眨眼，表示那真可惜，这么好的汤。温景初无所谓的嗯了声，快喝吧，天气冷，待会汤凉就不好喝了。容颜听他的话，良久，他才想到问他，你吃晚饭了吗？现在也就7点，温家老宅离这里也有一段距离，他这么早就给他送汤，估计是还没吃晚饭。还没，晚些有饭局。原本今晚打算在老宅陪爷爷吃饭，只不过他看气氛冷了下来。温书泽这个惯会活跃气氛的人也不在，也懒得再待在老宅，还不如过2天再去爷爷那里。过来医院时，恰好朋友邀约，索性应了下来。容颜还想着给赵暖打包晚饭，加快了速度，吃完后将东西收拾好。我得回去了，这汤壶我拿回去洗干净再还你吧。温景初也随他站起了身，伸手将汤壶接了过来。不用，待会我放车上，让司机带回家里给阿姨清洁就行。他与他肩并肩走着，到医院大门口外，容颜伸着葱白的手指指向里边，那我先进去了。温景初颔首，最近降温，上班带件外套，免得感冒。容颜点头，他已经转身走了，边走边打电话叫司机过来这边接他。容颜也转身进医院，手里提着给赵暖的晚饭。他有带外套，只是出来的比较匆忙，没有回办公室拿外套。晚上没什么事，容颜坐在办公桌前，单手撑着下巴，另一只手把玩着黑色钢笔，目光却没有聚焦，纯纯在发呆而已。他在回想今晚与温景初的相处，自然和谐，好像跟他待在一块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以前他总想跟他保持距离，他性子清冷，他也是个慢热的，而温景初也向来比他站得高看得远，两人思想境界不一样，在他面前自己像是低了一截，也藏不住心思，故而刻意疏远。自从上次给他打了语音电话，两人相处的氛围像是悄然之间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他好像没有以前那般抗拒他的接近了。容医生，容医生。容颜回过神来，听到小护士在喊他，便回，怎么了？16床的孕妇说有些不舒服，让你过去看看。容颜放下笔，立即起身，好，我现在就过去。等他走后，两个小护士讨论起来，我还是第一次见容医生在办公室里发呆，觉得有些稀奇。有什么好稀奇的，人总有累的时候，他这个星期这样努力，孙主任都在劝他放松一点。我看住院的孕妇、病人都很喜欢容医生，有事就喜欢叫他，他比其他医生更有耐心，这点跟孙主任倒是很像，也难怪孙主任这么喜欢他。确实是。其中一人提起16床孕妇好像不是孙主任跟容医生在管，秦医生不在吗？秦医生是跟容颜同时应聘进医院，自那天容颜听到秦医生跟另外2名医生在讨论他后，除了工作外，私底下容颜鲜少跟他们相处。这时他推开门进来，在门外隐约听到护士叫他的名字，问护士叫我什么事吗？16床的病人说有点不舒服，叫了容医生过去。秦医生停住脚步，淡淡道，他归容医生管了，那牌子还没来得及换掉。这个孕妇住院保胎，过度紧张，是个难伺候的，一天下来要喊好几次医生，有时叫他的管床医生，秦医生懒得理，他就叫容医生过去。容医生也是傻憨憨的，每次都认真过去给他检查，耐心安抚。
妇产科一天这么多事，哪有这么多精力去应付？夜里下班时，那2个护士要值班，见容颜出来便跟他打招呼：“容医生，要下班了。”容颜浅浅的笑着点头：“下班了。”见四下无人，秦医生也在半小时前下了班。这护士想了想，还是婉言提醒容颜：“容医生，其实16床的孕妇之前是秦医生在管，病人要求换医生，你也可以说忙不过来拒绝的。”容颜笑着谢谢他的关心，道：“我有分寸的。”随后将手上买的2个精致小蛋糕递给他：“你们值夜班辛苦，晚上饿了当宵夜。容医生，你拿回家吃吧。怎么好意思拿？没事，拿着吧。本来是买来当宵夜的，实在是晚饭吃撑了，还在想留到明天不新鲜，麻烦你们替我解决了。”护士跟容颜道谢，收下了蛋糕。跟温景初从小餐馆出来时，在外边的甜品店买的，本来打算拿回家跟明熙一起吃。容颜自然知道护士也是好意提醒他。他的外婆以前是名中医，最是擅长妇产科方面。外婆跟他说，女子生产本就是对身体的极大消耗，不管如何，当医生一定要耐心对待病人，每一个妈妈都是很伟大的人。又跟他谈起从前妈妈在怀他时也是时常紧张害怕，妈妈胆子本就小，总是提心吊胆，好在有外婆的悉心照顾，总算能安全度过难关。人对未知总是恐惧的，第一次经历难免会感到害怕。这个孕妇刚住进来的时候，隔3差5就喊医生，可这2天喊她的频率明显减少了许多。回到欧华庭，小区夜灯淡光投射在地方，空气带着几分湿润，夜里温度好像又降了一些。容颜在单元楼下时，隐约听到楼后拐角传来了谈话声，他顿住了脚步，好像是明熙的声音，而后又传来成熟男士低沉的声音，估计是盛哲找来了。明熙要跟他分手，但盛哲似乎不同意。2人谈恋爱期间，盛家确定了盛2家联姻，盛哲要娶郑家小姐。容颜心里也有气，为明熙抱不平，明明都已经决定要娶妻了，为什么还不愿分手，还来纠缠？第10章，为自己而活。容颜没有再停留，迈步走进去，上了电梯。明熙能自己解决。容颜相信明熙，他一向都很清醒，只是遇到有关盛哲的事，偶尔会犯糊涂。其实他也不懂明熙的执着，只有明熙自己知道，再深的感情消耗了5年，恐怕已经不再是喜欢，而是不甘心。明熙面向墙壁站着，这个角落隐蔽，他下来时有细细的毛毛雨，带了把伞出来，将伞沿压低，根本看不到他的脸。面前的男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他。盛哲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也就不清楚他此刻的态度，不确定的问他：“小希，你能明白我的无可奈何吗？”沉静了片刻，明熙不冷不淡的声音在沉寂的春夜里响起：“所以你打算怎么做？”男人松了口气，他了解明熙，只要他这么问，就证明他肯退让一步。盛哲前进一步，不料明熙却退了一步，他只好不再向前。如是说出了他的打算：“我们还像以前一样，相信我，从始至终我爱的只有你一个，我跟他只是商业联姻，纯粹是为了家族利益，没有任何感情，给我5年时间，我一定会跟他离婚，继而娶你。”在家时，他只穿着一件轻薄的贴身保暖衣，出门时顺手拿了披肩。这狗男人发疯似的给他发信息，让他下来。他也想着跟他做一次决断，从此以后，桥归桥，路归路，你娶我嫁，再无干系。初春的冷风再冷也不及他的话。明熙抬起伞沿，微微仰着头，定定地看着面前的男人，这就是他追逐了5年的人。他刚毕业时初入社会，单纯无措，什么也不懂。他长得明艳漂亮，时常被上司拉着去谈生意。最危险的一次，喝了几杯酒晕乎乎，根本没人管他，显然是故意为之。也就是这次他们做的明显，明熙才意识到被坑了。盛哲帮了他。离职后迷茫了一段时间，他没有父母帮助，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这个男人是皑皑白雪中的一枝红梅，他白淡无色生活中的唯一色彩，无微不至的关怀，即使他的心再冷硬，也慢慢被融化。他确实对他很好，可惜是个永远活在父母掌控下不敢反抗的人。可直到今日，他对盛哲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自私懦弱，浅浅的光晕落在他的脸上，这张精致妖艳的脸如水般沉静。明熙对上盛哲的眼，他生了一双像容烟一样的杏眸，不同的是，容烟的眼眸清透澄澈，看人时总是温温柔柔，而盛哲眼里除了自私，他再也看不出别的。蓦地，他嗤笑一声，嗓音冷淡：“盛哲，你凭什么认为我会愿意做你的情妇？”情妇2字从明熙的嘴里说出，盛哲明显的皱着眉头，他也没有说错，但他不愿承认。小希，只要5年，够了。啪的一声，清脆的声音在冷夜中响起。明熙忍着掌心的痛跟他说了最后一句话：“盛哲，给彼此最后的尊严，你滚吧，以后见了我，不要说认识我。”说不生气是不可能的，他活了这么多年，在家里万般宠爱中长大，第一次被人扇了巴掌。盛哲抬手摸了摸火辣辣的左脸，轻嗤了一声，早已不见明熙的身影。明熙原以为自己会很生气，
可在回家的路上却异常平静，内心竟无一点波澜。自我感动了5年，换来了他无数次的得寸进尺。容颜洗完澡从浴室出来，手上拿着干毛巾在擦拭乌黑长发，听到门口传来动静，转头看了过去，问明熙还好吗？没什么事，不用担心。而且你应该恭喜我，我自由了。容颜眉眼弯弯的笑着，略有遗憾地说，我应该再去买2个小蛋糕的，不然就可以为你庆祝一下。明熙走去酒柜，轻笑着回道，没关系，开瓶红酒庆祝也一样。考虑到自己明天还要去上班，容颜只小酌半杯，而明熙却喝了不少。但他在娱乐圈混了5年，酒量早就练出来了，这瓶红酒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明熙将头轻轻地枕在容颜的腿上，在沙发上侧躺着，红酒瓶已经空了，他盯着空空的瓶子，突然的感慨，容颜，你知道吗？我好羡慕你，有疼爱你的外公一直关心着你，无论你做什么，总有底气去做，也知道自己努力的目标。不像他，从前是为了追逐盛哲而奋斗，现在决断，突然感觉内心空空，站在高点，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容颜像哄小孩似的轻轻拍着明熙，闻言也回道，你羡慕我，我也在羡慕别人。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叫沈清然，她从小就有父母兄长宠着，家里长辈疼爱，青春期少女满心心事，我无人诉说，妈妈、外婆都已经去世，只能藏在心里。而清然则不同，我那时候是好羡慕她，我总是在想，我的妈妈为什么不在我身边？我喜欢安稳的生活，不喜欢生活出现任何的变故。明熙，我们没法决定除了自身外的其他人与事，何不如为自己活着。客厅里重归安静，明熙回了房间睡觉，容颜却很清醒，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怎么一闭上眼睛就是温景初站在街边等他时的身影。强迫自己入睡，容颜一直在数数，从1到1000再重复，终于酝酿了些许睡意，跌入梦乡，却在深夜里做了让人面红耳赤的梦。画面里竟是男人清俊的面庞近在咫尺，他不断的靠近，让容颜清晰地观察到他深邃的眉眼。他眸色深沉，蓄着无尽暗色，晦暗如深。而此刻他却大胆地抬起玉白的手臂，葱白的指尖从他的眉骨一直往下探到线条流畅利落的腹部肌肉上。男人几乎发哑的嗓音在耳畔响起，低低地唤着他的名字，容颜。手背握着，身影交叠，滚烫的气息拂过耳际，刺激着他的感官，让他误以为是真实。清晨，天际泛着鱼肚白，石容颜猛然地睁开双眼，心脏砰砰直跳。梦里的男人不是别人，而是温景初。第11章，亵渎神明。容颜只觉得要崩溃了，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而且还是跟温景初？容颜觉得心里不安，温景初对于他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犹如神明般的存在。虽然没有从前那样抗拒与他靠近，但对于温景初，容颜心里更多的还是敬意。他竟敢亵渎神明，容颜觉得自己疯了，才会做这样的梦。果然，睡觉前不能想太多东西，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他也不应该梦到跟温景初做这样的事。早上他心不在焉的，孙主任见他面色没有昨日般红润光泽，精神也不好。查房后便关切道，容颜啊，是不是前几天工作太辛苦了？我看你脸色苍白，没什么精神一样。虽然说年轻就是资本，但也要注意身体，我们这份工作是持久战，只有自己身体健康才能保障其他人。容颜摇头否认，笑着回道，不是的，不是工作原因。他很不好意思地说了下，是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孙主任又以为他是因为工作压力大导致睡不好，让他去中医院开2剂安神的药茶。容颜道谢后应下，这又让他想起昨夜的梦，脸上一热，绕道去卫生间用清水洗了洗脸。对着镜子，容颜看着自己的白净的脸颊，比以往多了一丝憔悴，眼下还多了一层淡淡的乌黑。洗完脸后人精神了许多，勉强能撑到下午下班。今天外公从西南回洛江，中午的时候已经回到了荣家老宅。容颜没有加班，下午跟孙主任说了一下，提前1个小时回去。从医院回荣家老宅开车要1个多小时，他怕外公等得久，明天星期天他休息。停好车，容颜迫不及待往家的方向走去，站在不远处看着荣家老宅。门口两侧高高挂着2个暖黄色的大灯笼，灯笼上是他外公亲自描画的中国山水画，惟妙惟肖。厚重的木门被推开在两边，容颜刚进家就听到陈叔夫妻2人的对话。天黑了，小小不知道是不是堵在路上了。容颜跟外公搬回西南老家后，陈叔夫妻2人没有跟着回去，而是留在了洛江打理荣家老宅。这宅子虽占地不是很大，但胜在精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江南特色的宅院布置紧凑，一踏进去便能感受到这种悠然的气息。陈叔的妻子林婶在挑选着青菜，厨房里还在慢火炖着给容颜的汤。放心不下，医院工作这么忙，要是在离家近点的医院工作就好了，这样我还能每天给他煲汤喝。
她把青菜丢给丈夫，你帮我处理一下，我回厨房看看汤。庭院里圆球状的草坪灯点缀，犹如一轮轮圆月，在这里总能享受到夜间的安逸。这里是她从小长大的地方，处处是她成长的回忆。容颜见到陈叔坐在亭下，脸上逆着笑意，喊他：陈叔，我回来了。陈叔放下手中的活儿，他年轻时就在容家工作，也算是看着容颜长大，心里面可是把容颜当作亲女儿般疼爱。看到容颜便呵呵笑着：小小回来了，路上堵车了吧？累不累？容颜摇头：还好，就堵了一会，也不累。陈叔，外公呢？老先生在书房。陈叔去了厨房帮妻子准备晚上，而容颜则去了书房。站在门口，他稍稍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物。他今日穿了一件暖白色的长款针织外套，优雅别致。抬起手，手指微曲，轻轻地敲了敲门，里边传来容老先生略显苍老却包含力量的声音：进来吧。在这个疼爱他多年的老人面前，容颜总是放松自在的。他欢欣雀跃地推开门，语调轻轻柔柔，似小孩子撒娇地喊道：外公。容老先生戴着老花镜，身姿如鹤，举止言谈之间无不透着浓郁的书生气，一身文人风骨，目光悠远，正站在书桌前作画。平时不喜别人在他作画时打搅他，但容颜除外。他抬起头，目光转而慈祥地笑道：丫头，等外公做完这幅画。容颜浅笑地应道：好。而后在书房转了一圈，书房很大，古朴典雅的柜子里摆放着许多书，一整面打理整齐的书墙。容颜寻了本自己感兴趣的书，便在椅子上坐下，安静地看书。祖孙二人互不打扰地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老爷子将画笔都收起来后，抬头看到容颜看书入迷，也没有打扰他，在书桌上也拿了本书在看。10分钟后，林婶过来敲门：老先生，小小出来吃晚饭了。祖孙二人才放下手中的书，走去餐厅。饭后，容老爷子找了容颜谈话，他明白外公是想跟他说相亲的事。不出他所料，外公心中的第一选择是温家。老人家将茶泡好，容颜起身给他倒茶，也给自己倒了一杯。他望着青花茶杯中清透茶水荡起细细水纹，听到外公讲道：小小，明天你温爷爷上午过来。容颜垂下眼眸，听及此，脸上却无甚波澜，语气平静地说道：外公，我跟温叔则不合适。他知道外公是为他考虑的长远，外公与温爷爷交好，等到那一天外公不在，他就是孤零零一个人，孤女无助。外公不想陪家的人来搅乱他的生活，唯有温家势大，才有足够的能力将他护住。虽然嫁谁都是将就着过日子，但也得自己不觉得别扭才行。他对温淑泽实在是生不起一起过日子的感觉。容老爷子还未说是谁，这小丫头就说跟温淑泽不合适，见他低着眼眸，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像是在发呆。老人家却调皮起来：不相处相处，你怎么知道不合适呢？我已经跟你温爷爷约好了，不管怎么样，明日见一下，合不合适待日后再说。庭院门廊上挂着一个竹子编制的鸟笼，陈叔夫妻二人养的一只金丝雀，偶尔有短促清脆的叫声。庭院离卧室有一段距离，他声音不大，并不吵闹。容颜拿了一瓶桂花酿，外公跟陈叔夫妇都休息了，他一个人在庭院里小酌。他坐在亭子里，手机放在石桌上，忽然嗡的一声震动。温景初发信息问他想吃醉香阁的芙蓉糕吗？外公回了洛江，估计温景初是过来看望外公，只是明天上午他要跟温淑泽相亲，虽然不能接受，但外公已经安排，明日也只能跟他见一面。他回温景初的信息：你明天下午再来吧，上午温爷爷跟温淑泽过来，你来不方便。第12章，情从何时起，说不清。容颜刚想退出聊天界面，便看到上边对方正在输入几个字，指尖微微停住，在等温景初的回复。他也不知道温景初在酝酿什么，几分钟后只收到了一个字。而温景初正坐在包厢里跟好友品酒闲聊。出神了片刻，温景初发信息给助理陈芳，让他明日早上到醉香阁去拿芙蓉糕。信息发过去，陈芳也立即应下，只是不到1分钟，温景初又给助理发信息：不用了，我自己过去拿。而陈芳也猜不准自家老板在想些什么，原本要舍掉周日早上睡懒觉的时间去给温总跑腿，又突然告知他不需要了。这边温景初将手机放回口袋，抬眸发现好友唐木川正盯着他看，戏谑地问：我脸上有花？花倒是没有，但肯定有事情。唐木川一直在看着温景初，看到他再回信息时眉头紧锁，神情认真，又不像是工作。旁边的徐有燕门比唐木川轻，似是谈起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听说今日荣老先生回了洛江，是为了他外孙女的婚事，也不知道谁家能被老先生看上。唐木川也不蠢，被徐有燕这样一提，心里也有了猜想，胳膊肘碰了碰温景初：你一向跟荣家走得近，平日里大家想约你出来一趟都难，前些天突然跑到谢恒的生日宴，是不是因为容颜在所以才去？不等温景初回答，唐木川拍了拍大腿：肯定是了，什么时候看上荣家这小丫头的？他作为温景初的好兄弟，竟然一点也没有察觉到。
难怪温景初从前时不时就给容颜带醉香阁的芙蓉糕。有一次他偷偷把温景初给容颜准备的糕点吃了，结果便是被温景初冷落了大半个月。难怪见色忘友。温景初拿起雕花的玻璃酒杯，抿进大口烈酒，酒水度数极高，像火灼烧着喉咙。思绪回到从前，在想怎么回答唐木川的话。说实话，如果问他对容颜动心的具体时间，他自己也记不清。很早之前，初初见他时是在容阿姨去世后，温景初那时刚跟容老先生学习书法，这也是老先生看在他爷爷的面子上，才让他跟在身边。他少回容家，跟他同年纪的小伙伴见他性子安静、乖巧的好欺负。有一次，他将那些欺负他的人赶跑，小姑娘低着头，很有礼貌地跟他道谢。见容颜受了欺负也不哭，温景初觉得他倒是很坚强。他走后，温景初捡起容颜落在地上的物品，循着他回家的路，想将东西还给他。大中午的，家里大人都在午休，那条街上安静。温景初越走近越清楚地听到滴滴的哭声，原来小姑娘躲在角落里偷偷抹眼泪了。她比同龄人成熟，也懂得许多事，知道容颜自尊心强，没有上前安慰，她也不擅长跟女孩子说话。只是从那时候起，温景初时常暗中注意着容颜，帮她教训那些爱欺负她的男孩子。这些年纪小的男孩子可能只是看容颜长得好看又乖巧，想要逗一逗她，心智不成熟，也不明白这些行为会对她造成伤害。容颜一直抗拒她的靠近，温景初是能感受到的，故而每次的接近都控制在适当的范围里，不让她觉得不舒服。让她惊讶的还是容颜大一寒假回洛江，她到容家，在庭院见到她安静的晒着太阳，冬日的暖阳温柔地扑在她的身上，她只穿着不厚不薄的毛衣，长发落在精致的披肩上，一人一猫，温和从容，岁月静好。她手中还拿着从寺庙求来的祈福袋，突然问她：温景初，你信不信佛学里的轮回？她待在老先生身边的时间也不比容颜少，自然是清楚老先生一直都有午睡的习惯，是在哪个点午睡。那天他是特意这个时间点过去。自这一次后，温景初时常想起他的身影，越发的想念。只是他有学业要忙，他得接手温家家业，联系并不多。情从何时起，说不清。徐有燕的话打破了温景初的回忆。景初，我前几日听到几个老头子在聊天，温叔叔似乎是想要跟我家联姻，是想撮合你跟我妹妹有约。我知道，还有事要忙，先回去了，酒水都记我账上。说完，温景初便起身，提起外套走出了包厢。看他毫不在意的样子，徐有燕跟唐木川也不担心，作为一起长大的好兄弟，自然是希望温景初能如愿。唐木川则笑着说道：能跟温家联姻，日后必定是能注意徐家生意，现在没了，心痛不痛？徐有燕却无所谓。你怎么知道温徐两家没有机会再联姻呢？温家不止温景初，还有温书泽，更何况他询问过徐有月的意思，他对温景初不怎么上心，倒是对温书泽有几分兴趣，毫不吝啬的夸赞。他讲起温书泽时，双眼有光，说他心胸开阔，对于温家家业能做到不在意，养尊处优的公子哥，最后选择了从医，不怕苦累。温书泽的母亲孟秋这段时间也常来家里，拉着徐有月聊天，对徐有月的喜欢丝毫不掩藏。温云生再婚后，温景初跟他不亲近，父子两人的亲情很淡，心里对对方都有关心，但时常意见不合，鲜少沟通，故而温云生将满腔父爱都倾注在温书泽的身上，对小儿子关爱十足，把对大儿子的爱意都弥补在了小儿子身上。也只有温老爷子怜惜温景初。好在温景初与温书泽两兄弟之间的关系一向很好，没有因为长辈的各自偏心而心生怨怼。若是老爷子知道温景初对容颜的喜欢，是不会袖手旁观，也不会理会温云生是否同意。如今只差温书泽，若他对妹妹也有意，温徐两家这门亲事就稳妥了。此时温家老宅，孟秋一晚上惴惴不安。他也是今日下午才得知老爷子想要跟容家联姻的想法，不敢直接问老爷子。思来想去，猜想老爷子是想让撮合温书泽与容颜。就这么一个儿子，做母亲的怎么也得为他筹划。容颜出身还算可以，但这种人家自命清高，眼睛长在头顶上，最是瞧不上他这种人。娶她回家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吗？孟秋越想越觉得心里堵得慌。第13章，何必呢？到了夜里11点，温书泽踏着夜色回到了温家老宅。他见客厅亮着灯，轻轻皱眉疑惑。爸妈作息规律，往常这个时间点他们早就休息了，难道是大哥在家？妈，你怎么还不睡？闻言，孟秋醒了醒神，等了这么久，泛起困意来了。见了儿子，他忙站起身去，拉着他的手问：书泽，最近你爷爷有没有找你说过什么？不同于孟秋的焦虑，温书泽很是淡定，他给自己倒了杯温水喝下。今晚科室聚会，同事点的菜油盐比较重，一直觉得很渴。温书泽也给孟秋倒了杯水，不先回答他的话，反而问他：妈，你又从哪里听了什么话？你先回答我，
老爷子有没有找过你？温叔则摇头，没有，上次见爷爷还是半个月前。周五那日，大哥回了老宅，却没在家里吃饭，爷爷夜里也没留在家里住，而是回了自己休养的宅子。他下班回来时，爷爷已经回去了。温叔则也猜想到这几人闹了点不愉快。孟秋听到温叔则的回答后，大大的松了口气，或许跟荣家联姻的事不是真的，只是没到容烟的婚事尘埃落定，孟秋都不敢完全放松。我今天在外头听到了一些传言，是说你爷爷打算跟荣家结亲的事，我猜你爷爷是要你娶容烟。温叔则才喝进口的水险些喷了出来，被母亲的话吓得不轻。你在想什么呢？怎么可能让我娶容烟妹妹？她也不可能看得上我。开什么玩笑？爷爷想跟荣家联姻，也是大哥跟容烟妹妹，怎么可能是我？孟秋却有点不高兴了。你怎么这样贬低自己？你可是温家二公子，也只有他容烟配不上你的份。你爷爷只疼温景初，给他挑的媳妇必定是顶顶出色，徐家他都看不上，更何况是荣家。温叔则皱眉，不满地说道：妈，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容烟妹妹很优秀，才能相貌样样出挑，反而是我没什么特点，看人不能只看家世。而且爷爷也很疼我，怎么可以说他只心疼大哥呢？反而是爸爸不怎么关心大哥，我是这个家里最幸运的那个了。孟秋自然是不同意他的话，不想跟他辩论，忽地扯开了话题，语气温和了许多。儿子，你打算什么时候辞职？总不能一直在医院工作，我改天问问你爸，让你到集团去工作，或许你去跟温景初说说。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听到这些话了，温叔则也渐渐不耐烦起来。能不能不要再说这件事？我喜欢医院的工作，更何况我也不可能去集团工作。明明你跟爷爷都协议好的，为什么还要给自己找不痛快？孟秋情绪也激动，我是在为你鸣不平，都是温家的子孙，凭什么家业都是温景初的？既然觉得不公平，那当初为什么要同意？温叔则并不想谈论这些，也并不是揭母亲的伤疤，实在是不喜欢母亲一而再再而三的逼他去集团工作。看着母亲眼里蓄起盈盈的泪光，温叔则稳定了情绪，语气平静地说道：妈，我从来就没想过要去跟大哥争什么，这些本来就应该是他的，大哥也不会亏待我，以后就别提这事了，行吗？孟秋原本只是温云生的秘书，出身在普通的职工家庭的他，靠自己努力才留在了温氏集团，继而到了温云生的身边，成为了他的秘书。恰逢温云生与温景初母亲离婚，一次出差喝醉，他与温云生发生了关系。开始他只是想花钱了事，但幸运的是他有了孩子。在温云生面前，孟秋总是温柔善解人意，这跟他第一任妻子强势的性格完全不同，他更喜欢孟秋这样依附于他的性格。但他要进温家，还得让老爷子点头，不得不同意他的条件。日后不管他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不得继承温家家业，而他也不能再继续待在集团工作，只得规规矩矩的当温夫人。这个圈子一向看重出身，像他这种生在普通人家，又是未婚先孕嫁进温家，连一个正经的婚礼也没有，这么多年一直被人看不起。这些人明面上尊他是温云生的夫人，人前陪着他笑，暗地里却对他嗤之以鼻。他不想让他的儿子也被人看不起，可他的儿子却处处比不上温景初，更没有与温景初争一争的心。跟孟秋不同，温叔则对于现状很满足。虽不能继承温家家业，这些年大哥也给了他不少房产、投资以及各类产业，名下财产足够他富贵荣华一生。他也没什么能力，就算温家家业允给他，他也无法守得住。何必呢？母亲执念太深，总觉得爷爷对他不公，其实不然，爷爷对他的爱也不少，只是他有爸爸格外的疼爱，而爷爷更怜惜大哥，这很公平。孟秋正想反驳他的话，便听到楼梯那头传来脚步声，他及时收住了话，母子两人同时转头看了过去。温云生沉着脸色问：夜深了不休息，在吵什么？他双眼紧盯着孟秋在看，久经商场的人眼神锐利，一个眼神过来就让他害怕。他说夜里睡不着出来透透气，结果却是在这里跟儿子争论。这几年他愈发不安分，温云生先前还睁只眼闭只眼，此刻见他神色慌乱，毫无往日的温柔恬静，心里更生了几分不满。孟秋也很快调整过来，挤出一抹笑来，难得叔则有空跟他聊聊而已，年纪也大了，还没个女朋友，想要他相亲他又不愿意。温云生转头看向小儿子，面色缓和了许多，等你大哥定下来，你也该考虑考虑终身大事了。温叔则也顺着答应，好，听你们安排。好了，不早了，上去休息吧。温叔则走后，孟秋也跟在温云生身后回了房间。纵使心中很想问一问他是否知道老爷子的打算，但也只能压下这个想法。方才明显感觉到温云生的不悦，在心急对他无意。春夜里老宅回归平静，只是这平静只堪堪维系了一晚上。第二日里，夫妻两人同样被震惊到。听完管家的话，温云生怒火丛生，一把将做工精致的陶瓷茶杯摔到了地上。他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第14章，跟我结婚。
荣家老宅，容颜昨夜里准备了生日常工作穿的衣服。林婶告知他，温家老爷子与温景初一同来拜访外公。听到这个消息时，着实震惊了会儿。林婶不知事情原委，以为只是普通的拜访，不是温书泽，而是温景初。着急慌乱，容颜翻找衣柜，换了深玉色的缎面绣花的中式长裙。换完衣服，又被自己的这个行为感到惊讶。容颜也想不明白自己到底为何这般。客厅里，两个老头子侃侃而谈，外公在跟温爷爷讲他在西南老家生活的趣事，引得温爷爷心生向往。温老爷子给他使了个眼色，话也讲得差不多了。荣老爷子会意，及时收住了话题。小小，外公跟你温爷爷好些年没过过招了，我们去下2盘棋，你带景初去庭院走走也可，院里桃花开得正好。容颜乖巧的应下，只是双眼始终不敢正视温景初。他前日才做了这样的梦，如今正主正在他面前，总觉得不自然。看到他就想起梦里的景象，心间微热。温景初看出了容颜的不自在，他以为来的是温书泽，看到他是不是觉得失落了？男人的手指修长，指甲修剪得平整，见他伸手将传统手工纸包着的点心挪到他面前，又听见他轻咳一声，似乎带了一点点紧张的嗓音响起：“早上刚做好的芙蓉糕，要不要尝一块？”容颜接过，将包在外面的纸张打开，拿起一块尝了下，抬头看向温景初，跟他道谢：“很好吃，谢谢。”这才细看他的穿着，他今日穿得很正式，考究得体的西服，胸口别着深蓝色宝石镶嵌的精致胸针，腕骨上佩戴着黑色系的名贵手表，一如既往的冷静沉稳。他应该早就知道要跟他相亲，昨夜他还说今日温爷爷要带温书泽来荣家，叫他下午再过来。难怪昨夜等了几分钟，只收到他一个字，忽然感到一阵尴尬之意。正想着怎么跟他解释，温景初先一步讲话，他的话问的直白：“是我而不是温书泽，是否会觉得失落？”他深沉的眉眼直直的凝着他，容颜对上他的视线。温景初的五官面庞都生得冷峻，性子也冷，这些年的历练让他看起来更加成熟内敛，气场也强大。说实话，若不是从小就认识他，容颜是不敢这样直接与他对视。他的双眸像深不可测的幽海，让人害怕，不敢与他对视，却又可温柔如玉。容颜很明白自己，他对温书泽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意思。没有，我跟他不合适。跟我呢？客厅里顿时安静了下来。容颜左手紧紧地攥着右手手指，温景初过于直白的问题让他呆愣了片刻，一下子转变得太快，容颜适应不了。从前跟他相处都保持着合适的距离，突然变成了相亲对象，有点接受不了。思忖了片刻，容颜将内心的真实想法告诉他：“温景初，我只是想找一个合适的人过日子，你很好，能找到更好的。”闻言，温景初唇角微勾，语调轻松了许多：“正好，我与你想法一致。”人已经离开了，容颜还坐在客厅里，脑子里一遍遍回想温景初的话。他说：“容颜，跟我结婚，婚后你可以自由地做你想做的事，我不会干涉你的想法，也不用急着回答我，人生大事得慎重考虑，我给你时间，想好后再给我答复。”温老爷子也没有料到这小年轻俩这么快就谈完了。被温景初带出荣家后，他拿着拐杖轻轻打了下孙子的手臂：“臭小子，是不是你嘴笨不会说话，惹容颜不喜欢？”“不是，不是。”“那怎么这么快就说完了？好歹得带人到庭院里赏赏花谈心啊。”“你倒好，半个钟不够就出来了，人家容颜肯定是没瞧上你。”老爷子噔噔地拄着拐杖走得飞快，走到了温景初前面，嘴里还在碎碎念：“你奶奶说的对，你这孩子就是嘴笨不会说话，不会哄女孩子，娶不到媳妇儿。想当年我追你奶奶，还爬过墙去找她，每天给她送好看的花，不然就得被别的毛小子给追去了。”温景初静静地听着，也不解释。容颜性子温吞，喜欢安稳，在他没喜欢上他之前，温景初不敢过早地表明心意。润物细无声，过急反而会给他心理负担。爷爷嘴里还在说着当年追求奶奶的英勇事迹。温景初忍了一路，将他送回休养的宅子时，才打断他的话：“爷爷，我约了人谈事，我爸那边就交给您了。”温老爷子没忍住，又拎起拐杖打了他一下：“臭小子，媳妇儿没追到，还敢让我应付你爸？”温云生得知此事后，便发了信息让温景初今天内回温家老宅见他。温景初知道，只要他回了家，父子两人免不了一顿争吵，不想给自己找不痛快，索性让爷爷来处理。正说着，温书泽从里面走出：“爷爷，大哥。”老爷子见着温书泽不搭理温景初了，笑呵呵的应道：“书泽来了，大半个月没来看爷爷了，今天可得好好陪陪爷爷下下棋。”温书泽原本是在听墙角，特意出来解救温景初的，他搀扶着老爷子进去，悄悄给温景初比了手势。带人进去后，温景初上了车离开。接下来的几日里，容颜工作忙碌，将温景初的话搁到了脑后，而温景初等得也焦虑，他嘴上说的坦然，心里却也害怕容颜拒绝。周四中午，容颜在饭堂吃饭时，收到陌生号码发来的信息：“小小，我是爸爸，
这星期有空吗？爸爸想跟你吃个饭。你妈妈从前有些旧物落在了裴家，吃完饭我把这些东西如数还给你。意思是得他同意吃饭才肯将母亲这些旧物交还给他。他有2个号码，一个是用来方便与患者联系，一个是私人号码。本来过几天再买一个新手机，工作与私人分开，而现在收到信息的是工作用的号码，所以裴家人已经知道他在这家医院工作。容烟秀眉轻蹙着沉思，忽然耳边有人叫他：“容医生。”容烟猛地抬头看去，脸上忧思的神色还未来得及连起，又在想他是哪个科室的医生。周明笑笑：“容医生又忘了我是急诊室的周医生。”容烟恍然大悟般，这才想起来是跟赵暖同一个科室的周明周医生，略有尴尬，他不好意思地回道：“我觉得面熟，一时没有想起来。”周明也不在意，左手端着托盘，右手指了指容烟对面的位置：“容医生，介意我坐这里吗？”“不介意，你请坐。”容烟也吃得差不多了，他站起了身，客气地说道：“周医生慢用，我先回科室了。”身后赵暖的声音响起：“周明，你盯着容烟的背影在看什么？”他与周明是同学也是同事，关系比较铁，也了解他。我问过了，容烟不想另一半也是医生，你死心吧，别越陷越深。第15章，没有结果的喜欢注定是遗憾。周明收回目光，甚至没有转头看赵暖，语气平淡地问他：“老同学，你谈过恋爱吗？”赵暖端着饭盘在容烟原先的位置坐下，略带愤恨地说：“哪有时间？我甚至没有和男人亲过嘴，都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周明，所以你不知道心动是控制不了的。他第一次见容烟是在天台上，不经意看见，美得让人惊艳，让人一眼便被吸引。周明第一次见到像容烟这般气质清丽脱俗的人，很有东方古韵之美，明眸皓齿，清静如菊，一颦一笑都让他动心。医院里对容烟有喜欢的男同事不止他一个，但容烟清冷寡言，除非是工作上需要沟通，平日里几个人在一起聊天，他都极少参与。对待男同事更不用说，稍一靠近他就远离。赵暖跟容烟的相处并不久，但对他也有一些了解，语气严肃地对周明说：“周明，我管你心动不心动，容烟不喜欢别人多打搅他的工作生活，希望你不要拿着你的喜欢去打扰他。”周明不语。没有结果的喜欢注定是遗憾，还只是自己的遗憾。他可是看得出来，容烟对周明跟对其他男同事没有任何区别。虽然跟容烟认识的时间不算长，但容烟身上的气质以及言谈举止都可以看得出他出身不平凡。像他跟周明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见识上就比不上容烟。见过了珍珠，怎么可能会喜欢榆木？同学一场，该劝的都已经劝过了，听不听就由他。趁着午休有时间，赵暖去找容烟，手上提着家里带来的水果。见容烟在办公室里双眼直直地盯着桌面的手机在看，像是在沉思。赵暖在他眼前挥了挥手：“容烟，你在发什么呆呢？”容烟将手机收好，看到赵暖手里的水果，笑意盈盈道：“专门给我送水果来。”“是呀，我妈从老家寄过来的，带给你尝尝。”容烟也没跟他客气，将水果收了下来，从抽屉里将明熙的签名照拿了出来。“赵暖，你闭上眼睛，给你个惊喜。”赵暖照做，嘴角弯起弧度：“什么惊喜？这么神秘？等会你就知道了。”他将签名照用礼物袋子装着，拿了出来，摆在赵暖的面前。“好了，可以睁开眼睛了。”赵暖睁开眼睛看了一眼，立即惊出鹅叫声：“啊！明熙的签名照！天哪，你从哪里搞来的？”他激动地捧起容烟的脸要亲下去，吓得容烟连忙躲开。“哎，不用这么惊讶，淡定淡定。”看着赵暖开心地在办公室里直蹦跶，幸好没其他人在这里。这可是明熙的签名照，明熙的亲笔签名，上面还有给我的鼓励。你还没告诉我是怎么拿到的？容烟也坦然，不打算瞒他，我跟他是朋友，但这事你不要跟别人说。明熙是当红的一线流量明星，他担心被其他人知道了，会有一堆人要问他拿签名。赵暖好奇但不惊讶。容烟，谢谢你，放心吧，我不会说出去的。他只跟容烟提过一次喜欢明熙的事，没想到容烟就放在心上了，还帮他拿了签名照。不客气，就当是答谢，你给我带水果。赵暖不打扰容烟休息，蹦跶蹦跶的离开了。容烟一脸无奈的笑着，他打开手机再看了眼裴端的短信以及那几张照片，是怕他不相信，裴端才特意拍了几张照片。这些的确是妈妈的旧物，妈妈有写日记的习惯，静下来时也喜欢作诗。当年妈妈去世后，容家也乱成了一团，外公外婆忙着料理后事，还得分心照顾她，裴家却也不打算理会。过后裴家也将妈妈的东西都整理出来归还给容家。容烟是知道有这些东西的，他找不到以为是被烧了，原来是被裴端收着。现在他要用这些旧物威胁他去吃饭，又是为了什么？想必是有求于他。容烟没有着急着回信息，该急的人不是他。晚上下班回到欧华庭，刚进门就闻到一股烧糊的味道，
厨房里传来叮当叮当的声音。容颜赶紧换了鞋子进去，快步走到了厨房，果然看到明熙在厨房忙活。大明星怎么心血来潮亲自下厨了？看到原本收拾干净整齐的厨房已经完全变了样，容颜无奈又觉得好笑，还是第一次见明熙无措的样子。他撩起袖子过去收拾残局。明熙见他过来也松了口气，擦了擦额头冒出的汗。以前我还是可以简单做几个菜的，久了不做饭，水平都打回去了。久了不做就生疏了吗？容颜有条不紊地收拾着被弄得乱糟糟的厨房。明熙买了一条鱼，幸好他还没霍霍这条鱼，晚上还有肉可以吃。也是自打进了娱乐圈，没有好好享受过生活，也没再进过厨房。他也帮着容颜收拾，略带遗憾地说：“哎，我还打算跟你学做饭。休息了这么久，我经纪人看不下去，给我接了综艺。原本今晚想给容颜做一顿饭的，感谢容颜这段时间对他的照顾。没想到对自己的厨艺一言难尽。”容颜笑着安慰他：“没事，等你以后有空我再教你，来日方长。”容颜，你太好了，要是能把你带在身边就好了。容颜调皮的回：“要不你招我当助理吧，给我开高点的字，我天天给你煮好吃的。”算了，容医生救死扶伤，我哪能这么自私？明熙给容颜打下手。半小时后，一桌热腾腾且冒着香气的饭菜被搬到了餐桌上。明熙开了瓶极好的红酒。容颜周五周六这2日轮休，明天不用去医院，他给自己与容颜的杯子里都倒了半杯。过了会儿，容颜将最后一道菜拿了过来，在明熙的对面坐下。在容颜拿起酒杯时，听到明熙说道：“我先拍张照片发微博。”这段时间他一直休息，粉丝们也不知道他的安排，一直催着工作室发行程安排。他特意将2人的手拍了进去，省得让人以为是谈恋爱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容颜等他发完微博才举起杯，手机嗡的响了一声。温景初，明天有空吗？朋友送了我一串佛珠手串，我拿给你。第16章相亲。容颜现在还不知道怎么面对温景初，他还没有完全想好，这几天工作也忙，本来打算休息的时候静下心考虑好再找他。敲了一行字后，容颜觉得这个回答不合适，又将它删掉，轻蹙眉头重新敲字：“我明天约了人，要不周六吧？能拖一天是一天。”下班的时候，他还是给裴端回了信息，约了他明天晚上在醉香阁见面。这头温景初看到容颜说明天约了人，皱着眉头在想他约了谁，想发信息问，但好像没什么立场去问这个问题，忙不迭将信息删掉。周六也行，不是躲着不见他就好。温景初：好，周六见。他刚发完就收到谢恒的信息：怎么样，成功了没？相熟的几个好友里面只有谢恒有老婆，徐有燕跟他一样单身，而唐木川不靠谱。温景初焦急地等了这些天，完全没收到容颜一条信息，突然后悔那日说那些话了。万一他还觉得跟他不合适怎么办？佛珠手串是他综合了谢恒的建议，找个借口跟容颜见面。佛珠手串是他几年前有缘从一个合作商手中买下来的。既然容颜不给他回答，就主动找机会见面。温景初也回了谢恒的信息，成功了，但他却没有预想的高兴。容颜明天约的到底是谁？是男是女？而容颜将手机放好抬眸，却看到明熙意味不明的轻笑着看他。听到他问是在跟温景初发信息，容颜下意识地问：你怎么猜到？明熙一脸看破不说破，因为我有火眼金睛。身为局外人更清醒，容颜可能自己都没有发现，只要跟温景初有关，他都会格外在意一些。刚才看到他神情认真的回信息，明熙就知道肯定是温景初在找他。明熙问容颜：你心里有没有想法？容颜跟他提起过这件事，作为朋友可以适当给他一些建议，却不能干涉，也不能将自己的想法过多强加到他身上。容颜捏着筷子将鱼头挑进碗里，垂下眸，也将心里想法说给他听。我怕耽误他，说实话，我心里有点矛盾。温景初从小也就他爷爷奶奶疼他，容颜觉得自己跟他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像的，他应该娶一个能给他关爱的妻子。明熙却一针见血地说了出来：怕什么？结婚是他提出来的，他一个30岁的大男人，既然敢跟你提结婚的事，说明他肯定是考虑仔细的。你要想的是温景初到底合不合适你。容颜眨巴着大大的杏眸，双眼噌的一下淬着光亮。我觉得你说的好有道理。他一脸崇拜地望着明熙。明熙觉得好笑，真是单纯又执拗的傻姑娘。怎么就这么单纯呢？果然是没谈过恋爱的傻姑娘。明熙心里叹息，自己也傻。又提醒了一句：这2天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吧，毕竟是终身大事。容颜点头：好，我再想想。其实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先前他还在扭捏，但刚刚明熙的话就像醍醐灌顶。温景初也不是小孩子了，是他觉得他合适想跟他结婚，既然他都想好了，他没必要再替他考虑这些。他该想的是自己能不能接受跟温景初结婚。明熙打算周5回以前收留他的孤儿院看看，他的车都是豪车，太过高调，
只好借了容烟的车。容烟没说裴端来找他的事，到了约定的时间，到小区门口打了车过去。裴端跟他约在醉香阁见面，3楼包厢门外，容烟隐约听到里边传出谈话声。容烟心里疑惑，从包包里翻出手机对比了一下信息，抬头看了眼包厢号，确实是这间。敲门进去后，容烟的脸色彻底的冷了下来。裴端看到容烟穿着简单，颜色素的不行，顿时皱了皱眉头，碍于外人在场，也只好将心里的不悦压下。李父打量了眼容烟，心里惊叹，书香门庭养出的孩子果然不同，模样也天仙似的。他笑了笑说道：“是裴烟吧？跟小时候一样的好看，还记得我不？我是李叔叔。”他伸手推了下坐在身边的儿子，赶紧给小烟倒杯茶。李人看呆了，好在父亲提醒才反应过来，连忙起身给容烟倒了杯茶水。容烟冷眼看着他们自说自答，明白了裴端为何突然约他来吃饭。见他站着不动，裴端心里也来了气，跟他妈的性子一样的不讨喜，勉强维持着好脸色。这是你李叔叔的儿子，李仁，你们小时候见过的。容烟轻嗤一声，我是答应了跟你吃饭，但不代表我愿意跟旁的人一起。还有，我叫容烟。裴端觉得面子挂不住，脸上的笑敛了起来。这个态度跟自己的父亲说话，这就是容家的教养。父女2人16年没有见过面，原本就少得可怜的父女情到了现在只剩下陌生。容烟没了所谓的温婉有礼，丝毫不给面子。他讨厌裴家人，讨厌跟裴家有关的一切。他也冷着声音回道：“我的教养是对正常的人，而不是畜生都不如的人。”被自己的女儿这样说，裴端也顾不得有旁人在，怒道：“不管你认不认我这个父亲，你身上流着我们裴家的血，这是事实，你永远抹不掉的事实。”对自己的父亲这样不敬，他当初就不应该同意让女儿回到容家。如今被教养成这个样子，裴端心里原本对容家还有几分愧疚，现在愧疚也没了。这样想，他心里却是松了一点。他看容烟的性格像了他的母亲，知道他肯定不会情愿吃完这顿饭，只好跟好友抱歉，让他们先离开。李家父子也不想参与他们父女的争吵。李父心里也有气，之前他还疑惑容烟为什么同意来相亲，这裴端再三跟他保证容烟已经同意，他才会带着儿子过来。裴家生意资金周转上出现了窟窿，裴端想让裴、李两家结成亲家来解决这次的危机。小女儿裴以宁今年还在读大4，看了李人的照片后对她没有兴趣。裴端想到了远在洛江的大女儿，想不到从前懂事乖巧的女儿现在却像变了一副样子，竟然一点也不顾及父女情分。李家父子走了，李人其实不大想离开，他心里也知道这次离开了，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找他。他对裴、容烟是喜欢的。包厢里只剩容烟与裴端，他面无表情的在远离裴端的位置坐下。裴先生，请你遵照约定，吃完饭把我母亲的遗物还给我。第17章，他也不能免俗，他毫不畏惧的直视裴端。想起小时候，父亲在他心里也是像山一样的存在，他渴望父亲关注他多一点，故而他学着懂事，乖巧听话。那时候还小，不懂得越是懂事越得不到关注。姑姑的女儿画画好看，他看到父亲拿着表妹的画，高兴的笑着，还问表妹要什么奖励。容烟以为学会了画画就能得到父亲的喜欢，他就拼命的学，画好了给他看，希望他能夸夸他。当他满怀希望的将画好的画拿给父亲看，结果只是听到他说还行，没有期望中的夸奖，什么也没有。妈妈身体不好，他怕妈妈担心，只得晚上躲在被窝里偷偷的哭。往事涌上心头，容烟心里止不住的酸胀。他这辈子注定与父爱无缘，没有一个孩子不渴望父母的爱，他也不能免俗。裴端被容烟盯得心里微微发怵，本来自己就对不起他们母女俩，现在也是有求于他。缓和了语气，裴端耐了几分心思说话：“小小，不管怎样，我都是你父亲。我知道你外公让你跟我们疏离，但始终我们才是最亲的亲人。你永远都是裴家的女儿。”容烟放在桌下的手握成了拳头，忍一下，不生气。吃完这顿饭，把妈妈的旧物拿回来，以后不用再见裴家人。他深呼吸了一口气，将手指松开。而裴端见他静静地坐着不说话反驳，以为他听进去了，又继续说道：“这些年我一直都想来洛江看你，是你外公不许我见你，家里爷爷奶奶也很想你。你外公年纪也大了，等他不在，你也只剩下我们这些亲人，亲情是割舍不掉的。你李叔叔的儿子人不错，上进，是家里的独子，将来要是你们有缘分做夫妻，这李家的一切也都是你们的。你年纪也不小了，可以考虑考虑跟他相处，爸爸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你说完了没有？”容烟出言打断他，他说什么也不会相信裴端做这些是为了他好。裴先生，我纠正几点，外公从来没有说不让我见你，而是我不愿意。另外，我的婚事外公会为我考虑，不需要外人来插手。说了大半天也没有见人上菜，容烟问了句：“饭还吃吗？不吃的话，
麻烦将我母亲的东西还给我。东西我忘了拿。容颜冷笑了一声，精致的脸上努力克制着怒气。他看着自己所谓的父亲，不知道母亲当初为何会看上他，大概只是被他的外表迷惑了。虽然已经上了年纪，但这张脸依旧好看。他的外表很有迷惑性，看着温文尔雅，实则自私狭隘。容颜拿起包包站起了身，忍着情绪冷冷地说：既然你忘了拿，我也没有必要再留在这里，东西我会叫外公让人去取。料他裴家再有能耐，容家也不是好欺负的。裴端的脸都气绿了，叫了秘书进来，把东西给了容烟。时隔16年才见一次的父女两人，最终闹得不欢而散。走出醉香阁，外面下起了大雨，他带了伞的，但放在了包厢里，忘记拿了。容颜手里捧着一个塑料箱子，箱子不大，但沉甸甸的。他在醉香阁外找了个角落躲雨，把箱子紧紧地护在怀里。容烟打开箱子，拿出容暖的日记看。夜黑了，天边偶尔轰隆一声，打着车灯的轿车一辆一辆的从前面路上过去，飘进来的雨水打湿了裤脚，他也置若罔闻。日记里大多是关于他的事。容烟翻开了一页，他满月那天，今天小不点满月了，都是妈妈的不好。要是我身体健康的话，你也不会像这样小小的一个，就叫你小小吧，我可爱的女儿。拿起笔时，心情也依旧激动。今天我的小宝贝开口叫妈妈了，前些天还在担心怎么还不开口说话，今天听见你咿呀咿呀的叫妈妈，我还以为是幻听，谢天谢地。容颜安静地看着，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妈妈的高兴，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容颜笑了声，抬手抹掉了泪水。再往后翻，大多数还是关于他，只是看着妈妈的文字，感觉到他越来越不开心。容颜的手停在了那一页。今天小小3岁生日，吵着问爸爸今天会不会回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也不确定爸爸会不会回家陪你过生日，怕期望高了你会失望。他还是没有回来。夜里你守在蛋糕前不肯许愿，一定要等到爸爸回来，等着等着，竟然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容颜打开了箱子，从里边翻了一会，找到了另外一本跟他手上这本差不多的笔记本。他翻开了下里边的内容，这本写的是妈妈自己的一些琐事，有一些时间大抵相同。他往后翻看，找到了他3岁生日前后的内容。女儿这几天吵着要爸爸回家，我打电话请求他回家一趟，他嘴上敷衍着有时间就回。电话那头方敏催促着他挂电话，他匆匆将电话挂掉，心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了，只希望自己的身体还能再多撑几年，能陪女儿再久一点。方敏这个女人正是裴端的出轨对象，原来妈妈早就知道了。他以为是裴端将方敏生的2个孩子带回裴家时才知道出轨的事。容颜哭得更凶，雨声遮住了哭声，让他更肆无忌惮。妈妈是那么骄傲的人，他想象不出妈妈为了他能见父亲一面而卑微的去求裴端，即使低下头去求他，他也不回。容颜不敢再看，将笔记都放回了箱子里面，抱着箱子无助地蹲在了地上。有人路过时看到他这样过来询问：小姐，需要帮忙吗？容颜咬着略显苍白的薄唇，忍着哭泣摇头：不用，谢谢。路人不放心，偶尔还侧头看他一眼。10几分钟后，路人撑伞离开，只剩他一个人坐在这里。大雨下个不停，温景初刚结束一场商谈，席间喝了几杯白酒，身上溢着酒气。陈芳站在温景初身旁，打着伞给他遮雨，两人站在檐下等车。温景初抬起修长分明的大手按了按眉骨，忽然瞥见不远处一抹熟悉的身影，他心口一紧，侧眸再看了一眼，确认了是容烟。温景初拧着眉，神色略显急乱：伞给我。陈芳今晚也喝了不少，头痛欲裂，听到温景初急切又带着慌乱的声音，瞬间清醒了。温总。第18章色令之婚。陈芳顺着温景初的视线看了过去，也看到那边角落里蹲着的女人，将伞给了温景初。后车也到了，陈芳回了车里，跟司机两人悄悄往回看。司机知道的比陈芳多，显然比陈芳淡定多了，而陈芳则心里在猜测，这是不是之前跟温总一起热搜上的那个女人？难道温总谈恋爱了？不过看温总神情慌乱的样子，就算还没谈恋爱，估计也快了。这边温景初接了伞后，便快步流星地往那里走去，锃亮的黑色皮鞋踩在积满了雨水的地方。他怀里抱着个小箱子，不知道装了些什么东西，护得很紧。容颜一向都很坚强，为了不让身边的人因为他而担心，这丫头即使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也会憋在心里自己消化。容颜听到脚步声，抬起了头，好看灵动的杏眸湿漉漉的，满是伤心委屈，精致小巧的脸上还挂着泪痕，抬眸茫然无措地望向他。温景初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脆弱易碎的模样，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心疼、担心。他把西装外套脱下披在容颜的身上，在他面前蹲下与他平视。男人温热的手掌附在他的脸上，指腹轻轻地将泪痕抹掉，柔声问他被谁欺负了，哭得这般伤心。看到他时，容颜努力让自己不再哭，但听到他的问话，容颜蓦地鼻子一酸，眼泪很不争气的又往下掉。他现在需要温景初给他安慰，
哪怕一点点。温景初，呜！温景初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不知道怎么哄女孩子，有点手忙脚乱，皱着眉轻声地问：“发生什么事了？”“我想我妈妈了。”容烟哽咽地说道。“不是被人欺负，而是想妈妈了。”温景初轻轻地把她怀里的小箱子拿了出来，放在旁边。容阿姨已经去世，她帮不了她姐这思念之情，只得将人搂进怀里。容烟顺着靠在她的肩头上，男人的大手很温柔地拍着她的后背，像极了在哄哭泣的孩子。她身上的衣物被雨水打湿了，带着湿气，在冷风中待了许久，身体冷得发颤。温景初的怀抱很暖和，是她此刻唯一的温暖源。容颜哭够了才直起身，阴湿的眼角还凝着泪珠。她吸了吸鼻子，问他：“你怎么在这？”“有饭局，出来看到你蹲在这里。”他今天没有将乌黑的长发盘起，而是自然垂下，湿了雨水，凌乱地散在肩侧，几缕青丝湿漉漉地粘在白净的脸上。温景初动作轻缓地将他脸上的头发勾起，挽在耳后。他看容颜情绪稳定了，才弯着身把容颜的箱子拿了起来，但被容颜揽了过去。容颜嗡着声音：“我拿，这是我妈妈的东西。”难怪他护得这么紧。车上，容颜伸手摸了摸温景初身上的黑衬衣：“你的衣服湿了。”回车上时，温景初将伞都倾到他这边，他整个人被温景初护得很紧，但他半边身子都没在雨水里。男人穿黑色衬衣时，似乎有一种特别勾人的魅力，尤其像他这样领口还解开2颗扣子，性感精致的锁骨若隐若现。许是因为衣袖沾了雨水，他将袖子卷起，露出结实流畅的小臂，手背上青筋微微浮起，有股子野性十足的张力。他们上车时，司机已经将车内暖气调高了一点，并不冷。温景初侧眸看了眼搭在他手臂上的细手，见他轻蹙着眉眼关心，无声地勾了勾唇，不打紧。容颜也在这时抬起头，刚好撞入男人漆黑的双眼中，像暗黑的夜，深沉无边。他长得极好看，五官立体深邃，线条流畅硬朗，即使是侧颜也能让人惊艳。容颜知道自己有一点很不好，像了妈妈，也是个颜控，看到帅哥也会忍不住多看几眼。但他比妈妈清醒克制，另外就是他从小就认识温景初，帅哥窝里的极品，自然也提高了他看人的标准。上学工作这些年，还真没见过比温景初更有魅力的男人。他的手还搭在温景初的手臂上，隔着薄薄的衣料，指尖下男人身上滚烫的温度提醒了他。容颜慌张地将手拿开，色令智昏，静心，静心。温景初见他忽地挪到窗边，闭着眼睛，不知道在想什么。细细看了眼，这才发现他2只小巧的耳朵上泛起淡淡的酡红。看着他小嘴闭闭合合，温景初不解地问他：“你在念什么？”静心咒。车内挡板早已经放下，后边有限的空间里只有他与温景初。容颜恨不得将眼睛缝起来，没过脑子就说了出来。空气中寂静了几秒，他听到温景初颇为愉悦的轻声的笑了声。知道他脸皮薄，温景初也不敢惹恼了他。朋友在家吗？容颜摇头。我送你回容家老宅。容颜想也没想，不要，今晚我不要回家。要是让外公看到他这个样子，又该担心了。外公好不容易调养好了身体，不想让他知道今天的事。10几年没有见过面，一上来就是给他安排相亲，换谁都会生气。他不想外公因为这件事动气而伤了身体。他每年都去寺庙祈福，就希望外公身体安康，能陪他久一点。温景初也料到他会拒绝。我不放心你一个人，给你多一个选择，要么回老宅，要么跟我回家。他2个都不想选，轻声道：“我自己一个人也是可以的，我不是小孩子了，不需要有人陪。”不行。温景初态度也坚决，丝毫不给容颜商量的余地。容颜就稀里糊涂的跟着温景初回了他的家。他住在半峡湾的高档别墅区内，在这里住的人非富即贵，温景初的家更是气派高雅。容颜打量了四周：“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不觉得孤独吗？”温景初似乎没想到他会说这个，语气平淡：“爷爷送的。”2人都淋了雨，温景初让他先洗澡，免得着凉。今晚你就睡主卧。那怎么可以？我睡客房就行。来到别人家睡主卧，这不合适。温景初凝着他的眸子，倔强坚定。他就是这样，看似温顺从容，实则很是坚定自己决定的事情，别人轻易改变不了。他妥协，没有其他人在这里留过夜，客房也没人住过。你要是不愿意睡主卧，我叫人过来给你收拾一下，但先去主卧洗个热水澡，行吗？容颜点了点头，手里提着来前买好的新衣服，跟着温景初上了主卧。第19章不诚实。秉持着礼貌，他没有打看别人的房间，垂着眸，但出于好奇，还是忍不住瞥了一眼。他这是第一次进男人的卧室，实在是好奇跟女生的房间有什么不同。简洁干净，冷色系，就连床单也是浅浅的灰色系列。嗷！容颜没想到温景初突然停了下来，重重地撞到了他的后背上。他讪讪地摸了下被撞疼的鼻子，男人身体倏地僵了下，温香软玉的感觉转瞬即逝。他转头有些不自然地问：“
有没有撞疼？是挺疼的，但容颜不好意思说。他摇头，不疼。温景初居高临下的睨着他，看到他鼻尖红红的，不诚实。闻言，容颜抬起了头。女孩泼墨般的长发落在肩下，漂亮的杏眸子清透干净，今晚还哭过，此刻看着格外的乖，又乖又软，令人心猿意马，好想抱抱她。温景初强迫自己转移视线，指了指前面，这间是浴室，浴缸你可以用，我没用过。随后他走进衣帽间，拿了条新的毛巾给容烟，便退出了卧室。浴室里，容烟站在镜子前看了看自己，她的双眼因为哭过带着点红，微微水肿，很像是被人欺负后委屈的样子。难怪温景初见到他时会问他是被谁欺负了。他注意到鼻子还微微泛红，是刚刚撞到温景初后背给撞疼的。想起温景初方才说他不诚实，容烟老脸一红，果然在他面前不能说谎。将浴缸的水放好，把置物架上的沐浴露跟洗发水放到浴缸旁，挤了点沐浴露到掌心，容烟放在鼻前闻了下，这个味道有点跟温景初身上的气息有点像。他身上总是有股好闻的冷香味，干净舒心，跟他上学时身边的男生不一样。尤其是夏天，他们爱打篮球，有时候会闻到他们身上的汗臭味。容颜有点洁癖，不喜欢那种臭烘烘的味道。当了医生后，他的洁癖比读书时还严重了一点，其实是不太喜欢跟别人太过亲近。医院的男医生知道他单身，老喜欢往他跟前凑，除了工作需要相处外，他只能想方设法离他们远一点。在他泡澡时，温景初也拿了身干净的衣服，随便找一间客房冲了个澡，下楼在客厅等了半小时，也不见容烟下来。客厅内的复古挂钟刚好指向9点。家里佣人过来问：“先生，姜汤跟晚餐都好了，需要现在端出来吗？”温景初抬头看向楼上，语调淡然：“再等一会。”他也不懂女孩子洗澡要多久，距离容烟走进浴室已经过去1个小时了。正想着，容烟给他发了信息：“有吹风机吗？”“有，我上去给你找。”容烟收到信息后，又跑到镜子前照了照，这身衣服是很规矩的长袖长裤，领口也不低，这才没有紧张的松了口气。很快便听到敲门的声音，容烟过去将门打开。温景初入眼便见容烟拿毛巾包裹着头发，刚洗完澡，白净的脸上水润清爽，几绺阴湿的青丝掉落粘在白皙细腻的锁骨上，光亮的灯下，女人精致的锁骨白得发亮。两人靠得近，温景初闻到了她身上干净清香的气息，眸色微动。明明她用的是她日常用惯的沐浴露，但似乎她身上的味道却格外勾人，极力才克制住的躁动又轻易被勾了出来。温景初有些无奈，容颜侧开身，讪讪地笑了下：“进来吧。”说完话又觉得不对劲，这好像是温景初的房间，而他才是客人。温景初却并不在意，边走边说：“吹风机我不怎么用，也忘了放在哪里，我去衣帽间找一下。”容颜没跟着进去，而是在外面等着。很快，温景初拿着吹风机从衣帽间走了出来，吹干头发到楼下喝碗姜汤，晚饭也做好了。好，他没有耽误时间，将头发吹得半干就下了楼。走下楼梯便看到温景初端坐在沙发处，长腿随意搭着，见他下来便起身。佣人已经将东西都端到了餐桌上，先把姜汤喝了。容颜视线落在这碗浓浓的姜汤上，艰难地咽了咽口水，目光转向温景初身上，小眼巴巴地看着他，带着乞求的意味：“温景初，我能不喝吗？”这姜汤一看就很辣嗓子。容颜全未察觉自己的语气是在撒娇。温景初刚碰到婉言的手顿了下，抬眸看去，嘴角勾起。他以为温景初是答应了，哪料他语气带笑的说着狠心的话：“不行，要喝，今晚吹了这么久冷风，衣服也湿了，得驱寒。”容颜自然知道，但他不想喝。看他抿着唇，一脸不情愿，温景初轻笑了声，打趣：“容医生，要是你的病人不肯吃药，你怎么做？”容颜想没想就反驳他：“我又不是病人。”他是难得的露出这样娇憨的一面，平日里清醒克制，即使是不喜欢，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把真实的情绪露出来。想到容颜一个人蹲在地上无助的大哭，温景初心脏没来由的抽痛了一下，眸底神色暗了暗。此时，容颜将碗端了起来，蹙着眉头，伸出舌尖轻轻的舔了下，又连忙缩了回去。见状，温景初起身拿了盒糕点来，嗓音温和：“忍一下，喝完吃块糕点，缓和一下味道。”他一直监督着，容颜只好闭上眼睛喝下，咕噜咕噜喝了几口，口后眼睛开了条缝隙，眯了眼，发现已经喝了一半了，一鼓作气喝完时，喉咙已经辣得不成样子。视线里出现了男人修长干净的大手，不多时嘴里被塞了块甜腻的糕点，身上起了层薄汗。他拿了张纸巾擦了擦额头的细汗，看到温景初眼睛也不眨的将满满一碗姜汤喝下，容颜心里忍不住给温景初竖起大拇指，满眼敬佩的说道：“你厉害。”闻言，温景初差点被姜汤呛了喉咙，他哼笑了声：“这算厉害。”容颜重重的点头。温景初不可置否，拿起筷子
给他夹了他爱吃的菜，吃饭吧。容颜肚子也饿了，跟温景初道谢后也拿起了筷子。饭吃到一半，温景初接了电话，要回书房处理事情。容颜连忙叫住了他，问他：“你晚点有空吗？我有话想跟你说。”温景初点头：“有，书房在主卧隔壁，你吃完饭随时可以来找我。”正好他也有话要问他。第20小可怜。书房里，书桌的电脑开着，温景初将事情处理完，拿起手机看了眼，手机一直嗡嗡的震动不停。唐木川在群里轰炸：“唐木川兄弟，今天老子见义勇为了，光荣负伤。”随后在群里甩了一张他左手打着石膏的照片。徐有燕，想不到你还是位热心肠的人，说吧，在哪个路口扶老奶奶过马路？唐木川，神他妈扶老奶奶过马路，老子今天教训猥琐男，只不过运气不好，搏斗的时候摔了下。他觉得最近运气不怎行，上次也发生意外受了伤。唐木川，给我打石膏的还是上次那医生，我现在严重怀疑他存在报复心理，打石膏的时候搞得我贼疼。急诊科的赵医生。徐有燕，你不会是看上人家了吧？故意把自己弄伤，就为了去见面？唐木川，徐有燕，你是不是有病？老子摔伤的是手不是脑子，看上谁也不会看上他，跟他说话只会气得脑袋疼，哪里有一点女孩子的温柔，咋咋呼呼的。第一次去急诊科，只不过说话有点不耐烦，才刚说了一句就被他机关枪一样对了回来，是他理亏在先，忍了这口气。他懒得理徐有燕，看到温景初一直没有发信息，特地艾特了他一下：“你跟容嫣的婚事成了没？他那么信佛，肯定知道哪个庙最灵，有空帮我问问，我想转转运。最近真的是倒霉到家了。”温景初耐着性子将信息看完，看到唐木川给他发的信息后，思忖了片刻，回他第二个问题：“我觉得你应该去脑科拍一下 CT。”这边唐木川盯着手机信息，啧啧两声：“得，看来是婚事还没成，指定不了温景初帮他。”唐木川决定自己去问，要不是他没有容颜微信，早就问了。想想容颜平日里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疏离模样，唐木川叹息了声，还是等温景初的事尘埃落定再让他问吧。书房的门没关，温景初听到有脚步声传来，便将群聊设置为免打扰。容颜站在门外，看到温景初端坐在书桌前，吃饭前他已经洗过澡，换了身新的衣服，额前黑色的碎发垂下，没有白日里的端肃，看起来慵懒随性许多。他坐到书桌对面，直接开门见山：“之前你说结婚的事，我考虑好了，我想跟你结婚，越快越好。”温景初抬头，漆黑的瞳眸定定地凝着他，修长脖颈上的喉结微微滚动。书房内蓦地静了下来，他不想放过容颜脸上任何的细微表情。沉默了几秒，温景初才缓缓开口：“是因为今晚发生的事，裴家的人来找你了。”是陈述的语气，什么都瞒不过他。被提起伤心的事，容颜垂下长睫，遮住悲伤的情绪，放在桌下的手抠着指尖：“我答应跟你结婚，不是因为裴端来找我，他还不至于能让我改变自己的决定，是因为我觉得合适。”他声音一顿，继续说道：“裴端昨天发信息约我吃饭，说是将我母亲的遗物给我，其实是安排了相亲。”容颜抬头看向对面的男人，发现温景初眸色冷了下来，急忙解释：“事先我不知道相亲的事，我以为只是简单吃个饭。”容颜，这不怪你。温景初沉声道。看到容颜眼尾还泛着红，眼睛肿肿的，温景初心里暗暗叹了口气。他比谁都知道容颜其实很看重亲情，小时候的遭遇让他变得敏感，不管什么事都喜欢憋在心里。小可怜，容颜。容颜抬眸看他：“怎么了？过来，有东西给你。”容颜想起来他说过有佛珠手串给他，便站起了身走到他身边。温景初拉开了书桌抽屉，从里边拿出了个紫檀木的小盒，18颗的沉香佛珠手串。温景初执起他的左手，将手串戴了上去。他的骨骼较小，皮肤细腻，颜色深沉的手串戴在他的手上，更衬得他的皮肤瓷白润泽。谢谢，手串很适合。他的掌心太烫了，虽然答应了他结婚的事，但是两人没有谈过恋爱，直接跨了这一步，还不习惯这么亲密接触。手腕被温景初握着，容颜想抽回来，不料被他用力扯了过去，没有防备的跌坐在他腿上。容医生，加深一下了解。看到容颜慌张失措，温景初勾唇，眼里都是笑意，低头吻了下去。他的腰间被他的大手扣住，容颜僵硬了身体，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仰头承接温景初的吻。唇齿触碰的那一刻，陌生的触感让他呼吸一紧，酥酥麻麻的感觉像一股电流流进身体。闭着眼睛，感官无限的放大，难以言说的感觉，鼻尖都是男人身上淡而冷冽的味道。容颜第一次跟人接吻，完全没有经验，只能跟随着温景初的节奏，指尖紧紧地攥着他的领口。但渐渐的节奏也乱了，连呼吸也被夺去。原来接吻是这种感觉，很奇妙。温景初也没好到哪里去，原本只是想浅尝辄止，不想吓到他。
他高估了自己对他的克制，掌心下清晰地感知着他腰肢的柔软，忍不住地箍得更紧，眸底的隐忍与理智一点一点地丧失。容烟伸手推他，够了，他要呼吸不过来了。温景初额头抵着他的胸膛，因呼吸不稳起伏强烈。他抬起手，微微粗糙的指腹抚过他柔软的薄唇，声音微哑：“感觉还好吗？”问他接吻体验感。容烟回味了下，吸吸鼻子，呆萌地回他：“挺好的，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这话惹得温景初愉悦地轻笑了几声，他感到脸上一阵发热，耳尖泛红，从他腿上下来。我去睡觉了，晚安。看着他害羞慌乱，温景初眼里的笑意收都收不住。晚安。跑出去后，容烟又返了回去。温景初，我睡哪间客房？他家的房间很多，他第一次来根本不知道客房在哪里，也不知道今晚阿姨给他收拾的是哪间。睡主卧，我睡客房。温景初洗过澡后换上的是白色的衬衣，领口刚刚被他扯乱了，这让容烟想起了之前做的梦。他从进门开始就没想过要他睡客房，之前的话只不过哄他先去洗澡。他深知温景初决定的事不会轻易改变，没有再跟他争辩，反正都说开要同他结婚了，是睡一下他的房间，又不是睡他的人，没什么大不了的。哦，好，主卧就在隔壁。容烟穿着不合脚的拖鞋逃离了书房这个地方。第21章，这些就是我们给你的底气。容烟闭着眼睛，没有一丁点的睡意，脑子里不断的浮现着今天发生的事，被窝里都是温景初的气息，又让他想起很多关于温景初的事。啊，不要想了，快睡，快睡。容烟捞过放在床头柜的佛珠手串，一颗一颗的捻着，一遍又一遍。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将手从被窝伸了出来，摸了摸自己的唇。既然答应了他结婚的事，接个吻也是很正常的吧。书房里，温景初起身去了阳台，节骨分明的大手搭在栏杆上。大雨刚停，空气都是潮湿的，暗暗的灯光照在男人深邃的侧脸上，更加的讳莫如深。手机响了下，他从口袋掏出手机看了眼，陈芳发来的关于裴氏最近几年发展的情况，千疮百孔。呵，温景初冷笑了声，婚后出轨，妻子在病榻上就把私生子领进家门，对妻女不管不顾。虽说容烟不想见裴家人，可真的想看女儿，不会10几年不来看一眼。现在需要他了，才想起来，妄想拿他的婚姻换回富贵生活。同是男人，温景初对裴端嗤之以鼻。夜色里，男人清俊的脸庞在湿润的凉风中更加冷厉。翌日，容颜留在温景初家里，吃完早餐才跟他一起回了容家老宅。进门前，容颜伸手扯住了男人的衣袖，纤细白皙的手捏着他黑色西装外套的衣袖。温景初垂眸看他，怎么了？容颜只是想叮嘱他，你别跟外公说昨天裴端来找我的事，我怕外公生气伤了身体。我知道。见他轻蹙着眉头，欲言又止的样子，温景初问他，怕裴家人来找老先生？温景初沉声，放心，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也不用再想这事，交给我来处理。容颜抬起头看他，眉眼弯弯的笑了下，谢谢。他一直都觉得温景初就是他肚子里的蛔虫，看吧，他没想错。温景初勾起唇角，抬起手在他头顶揉了揉，进去吧，他们该等急了。他们？容颜只疑惑了一会，便明白他说的他们是什么意思。刚进客厅，他还没开口叫人，温老爷子便笑呵呵的道，容颜回来了，快来坐，来温爷爷旁边坐。容颜侧眸，压低声音问身旁的温景初，你怎么这么快就告诉温爷爷了？容医生，应你的要求，越快越好。容颜哑言，这确实是他要求的，但这效率也太高了。两个老人家颇感欣慰，脸上止不住笑。外公，温爷爷。容老爷子从桌旁拿起一张红色的纸张，递给了温景初，这是我跟你爷爷挑的2个吉日，你们2个年轻的看看选哪个日子，一个是谷雨后，另一个便是年末。容颜觉得2个日子都不太好，一个早了点，另一个又太迟。外公，现在离第1个吉日也就1个多月时间，来得及吗？容老爷子还未说话，这头温老爷子便急着说道，来得及，来得及。容颜啊，你尽管放心好了，好好工作就行，剩下的都交给我们3个来安排，该有的流程细节一个也不会少。容颜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交给了温景初决定。那就谷雨后。温景初将红纸还给容老爷子。温景初拍板定下日子后，客厅里他们3人聊得火热，偶尔会问一下容颜的意见。外公，温爷爷，我想婚礼尽可能低调些，中式婚礼就行。那怎么可以？就结这么一次婚，怎么也不能亏待了你。温老爷子道，一定要风风光光的搞一场盛大的婚礼。容老爷子太明白容颜的性子，他习惯了低调行事，不喜奢靡。低调又不是简陋，按照年轻人的喜欢吧，毕竟是他们的婚礼。
温老爷子转头看向自家孙子景初，你觉得如何？我听容烟的。容烟不敢抬头跟温景初直视，两个老人家也转头看向他。温老爷子笑呵呵的，温景初有他当年的风范，听媳妇儿的话才好，婚姻家庭和和美美。行，按你们的想法。他又交代温景初，但也不能委屈了容烟。婚事都定下了，但温爷爷跟温景初一句也没提起温伯伯。容烟知道温景初跟他父亲的关系也很僵，但毕竟是婚姻大事，怎么也得听听他的意见。他不同，他早就跟裴家脱离了关系。他们聊得热闹，容烟也插不进话，只能等他们聊完，才找了机会跟温景初说话。我们的婚事温伯伯知道吗？知道，爷爷做主就行，他没什么意见。温云生生气只是气温景初，气他连结婚这样的大事也不找他商量一下就决定，认为温景初不把他这个当父亲的看在眼里。儿子是什么性格，温云生也清楚，但凡温景初决定的事，谁也改变不了。容家是书香世家，家世清白，家风端正，他对这么婚事也是喜闻乐见的。但温老爷子不让他插手温景初的婚事，更让他憋着气，索性放手不管。你也别跟温伯伯犟，婚姻是大事，怎么也得跟他好好说一下。温景初轻笑道，行，听你的，晚点我回家跟他好好说，他骂我，我也不还嘴，那也不至于这么卑微。他存心逗他。容烟抿唇不语，见他眼里蓄着笑意，他板了板脸色，正经道，温景初，我说认真的。温景初笑意更甚，容医生，你哪里看出我不认真？他敛起了笑，神色认真的跟他道，容烟，娶你是我这辈子最认真的事，不敢有任何的不认真。容烟怔了怔，抬眼看他，但温景初显然没想再纠结这个问题，跟容老爷子去了书房。容烟也不知道外公要跟他讲什么，大概商量了一些细节，温景初跟温老爷子便离开了容家。他跟容烟的事决定的突然，容老爷子昨天约了人，没有留他们在容家吃饭。出了门，温老爷子交代温景初，景初，我跟你爸提过，让他别插手你的婚事，但你也要跟他好好说说，等容烟有空，还得要他跟你一起来容家，正式上门提亲。容家是书香门第，重礼节，虽然容烟说要低调，但这些一样也不能少，聘礼也不能少了，不然让外人觉得我们温家不看重他，以后受委屈，明白吗？温景初自然明白，我来安排。这边容老爷子把容烟叫进了书房，小小，跟外公来。他从书柜中挪出一个保险箱，告诉了容烟密码，打开给容烟看。这些都是你外婆跟我给你准备的嫁妆，我们容家人丁单薄，所有东西都是留给你的，以后就算外公不在了，你也不能让自己受委屈，这些就是我们给你的底气。第22章，别学我。容家人丁不旺，但家底厚实。容老太太在世时就考虑到容烟的婚事，夫妻两人早已经将她的嫁妆备好。容烟眼眶酸酸的，眼泪在眼睛里直打转。她嗡着声音，外公，你一定要好好的，不然就没亲人疼我了。外公年纪大了，早晚有一天会离开，你也不要老想着这些，生活过得开心点。你这孩子就是心里装的东西太多，这习惯不好。他让容烟将东西看一遍，我们家祖传下来的古董字画，外公也帮你整理好了，这些都是你的，我跟景初说了，你们领证前去做婚前财产登记。难得有这个空闲跟容烟聊天，容老爷子心里有感慨，说了就停不下。景初也算是我教出来的学生，他的品行外公了解，你们以后就好好过日子，有他在，外公也能够放心。容烟还是忍不住掉了小珍珠，他将眼泪擦掉，外公，你一说这些我就想哭，像是离别前的交代，他听不得这些。傻孩子。容烟将保险箱锁了起来，放回了原位。书房里书香气很重，这里边也有不少名贵的字画，他从小就喜欢待在这里，安安静静的，有时候一待就是一下午，是他静心独处的小天地。容老爷子拄着拐杖回书桌前，突然想起来老婆子以前交代的事。小小，你外婆从前给你准备了嫁衣，可能有点不合身，你问问林婶哥在哪里，不合适就让林婶找人改改。容老爷子瞧着眼前亭亭玉立的外孙女，心中特别骄傲。等容烟成了家，日后他去见老婆子也能有交代了。外公跟你沈爷爷约了见面，中午饭你自个儿在家吃，先不跟你说了，我得过去了，不然他又得说我不守时。容老爷子出了门，容烟也离开了书房。路过庭院，昨天晚上下了大雨，今天天气倒是不错，暖阳高照，天气也升温了。看到林婶在庭院里打理花草，容烟想起外公提起的嫁衣，问林婶，外公说外婆以前给我准备了嫁衣，能找出来吗？林婶笑意满满，她知道了容烟定下了婚事，已经找出来了，放到你房间了。温景初离开容家时，他就上了阁楼，将老太太给容烟准备的礼服找了出来。昨天晚上的雨下得大，才开的花来不及搬走，被雨打得不成样子。容烟看了一眼，觉得有些可惜。外婆给她准备的是传统的中式嫁衣，一针一线都是外婆亲自绣上去。
喜红色的凤冠霞帔，她是穿了一下，估计外婆是按照从前妈妈的身形给她做的嫁衣，不需要再改。但温景初没有。容嫣对着嫁衣拍了张照片发给他，温景初很快回了信息：我让人赶制，来得及。温景初跟温老爷子回了温家老宅，今天温书泽也在，一家人难得凑齐。温景初跟温云生上了2楼书房，孟秋也不知道父子2人到底谈些什么。这都半个小时了，怎么还不下来？孟秋时不时的转头往2楼看一眼，书房的门紧闭着。老爷子又拉着温书泽去花园下棋，就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温景初跟容嫣的婚事也算定下来了，这也了他一件心事，这样他就能想办法撮合儿子跟徐有月。书房里，温景初垂眸看着手机回容嫣的信息。温云生找来了一份文件推到温景初面前。当年我跟你妈结婚时，你奶奶给了她集团下面恒月公司的股份，她跟我离婚的时候还了回来，按照你奶奶的意思是将来留给你媳妇。温景初看向桌上的文件，伸手将文件拿了过来。书房很安静，纸张翻页的刷刷声清晰听得见。他坐在檀木椅子上，长腿交叠着，优雅慵懒，将文件看了后重新放回桌面上，还给了温云生。黑眸直直的看向温云生，这么多年来，他跟父亲还是第一次这么相安无事的坐着谈话。可能是温云生上了年纪的原因，温景初看着父亲比从前腿老了许多。窗外阳光灿烂，温景初冷峻的眉眼也少了一丝冷意。他放缓了语气，分成2份，留一份给舒泽将来的妻子。温云生点头，按照你说的办，2兄弟我一视同仁，现在给荣家的聘礼，日后也会同样给舒泽那边，但是你爷爷另外给你的我就不管了。当初他再婚时，老太太没有将恒月的股份给孟秋，这已经表明了老太太的态度，不认可孟秋这个儿媳妇。温家家业只留给温景初，这是孟秋同意了的，没什么好说。这些年温景初给弟弟的产业也不少，温云生自然明白，就算他跟温景初不亲近，但这2兄弟的关系确实不错。温景初不会亏待了温书泽，荣家就只有容嫣这一个小外孙女，他结婚，荣老爷子必定是倾尽所有给他当嫁妆，温家给的聘礼也得拿得出手。你们工作忙，婚礼的事忙不过来，我也可以搭把手帮忙安排。温云生觉得自己说得很明白了，他抬头看向温景初。温景初表情淡淡，没有应下，反问他：你来搭把手，是不是秋姨也要过来帮帮忙？他并不想孟秋来插手他的事情。他跟温书泽的关系不错，但不代表孟秋有过一刻真心待他这个继子。这些年他越来越眼红他能继承温家家业，而温书泽不能，明里暗里一直挑拨他跟温云生的父子关系。他从来没回应过，但不代表他不知道，只是看在温书泽的份上并没有理会他。温云生叹了口气，摆摆手，罢了，随你们吧，我老了也懒得管了。温景初起身走到门前时，身后的温云生喊住了他。景初。他转头，目光沉沉地落在书桌后神情有些失落的父亲身上。温云生声音一顿，他这个儿子非常的出色，早已经能独当一面，比他出息多了。但这么多年，除了工作上的事，儿子好像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自己的私事，就连这次的婚事，他也是从管家嘴里得知，很失败。温云生也老了，鬓边已经长了白发，年纪越大就越爱回想以前的事情。倘若当初他能多陪陪江源，支持他的追求自己的事业，他就不会做那件错事，2人也离婚。又或许离婚后，他没有跟孟秋酒后乱性，没有将她娶回家，没有生下小儿子，那么现在儿子会不会对他那么冷淡？成家了好好对待容嫣，别学我。第23章，跨过了恋爱，直接结婚。温景初开门出去，他与容嫣的成长都有类似的经历，所以他懂他。父母婚姻的不幸，最终都是儿女承受了伤害。温景初能理解母亲追求自己的事业放弃了他，也能理解温云生有再婚的权利，但不代表他能原谅。既然他们已经做出了选择，那就保持相安无事的状态，谁也不干涉谁。年老了才来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何必呢？回不去。温景初不让温云生插手婚礼的安排，儿子都要结婚了，温云生心生愧疚，又总想弥补些什么，思来想去，也只能帮温景初减轻一点工作上的负担。于是乎，退休好几年的他又回到了公司，好让温景初有更多的时间去安排他的婚礼。他一出现，公司里流言四起，都在猜测到底是出了什么事，而温景初干脆把公司的事务全都丢给了老父亲，连公司都没去。陈芳也接连几天没来公司，集团的人惶恐不安。这天中午，好几天不见身影的陈芳突然回了公司，恰好是午休时间，一堆人将陈芳团团围住。陈特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温董都退休好几年了，怎么突然跑来公司？温总呢？是不是出什么事了？难道是温总犯了重大错误，惹怒了温董？你怎么也没来公司？陈芳被吵到耳朵嗡嗡的，停，没什么事，有事也是喜事，温总过些天就会回来。
他只是回来一趟拿东西。陈芳开始也懵逼，温总突然说要结婚，婚礼事宜他还亲自上场安排。身为温总的特助，自然也是要鞍前马后。总之比在集团工作还累。我赶时间，有空再跟你们说。他边快步走边回头说道，安心工作。大家伙面面相觑，听了陈芳的话后更是一脸糊涂。夜里容嫣值班已经是11点半，收到温景初的微信，他便从医院小跑出来。赵暖刚想去门口买点夜宵，在医院大门口看到容嫣的身影，喊住了他。容嫣，发生什么事了？这么着急？容嫣停住脚步，她讪讪笑了下，没什么事，去拿点夜宵。刚好我也是去买宵夜，一起。说完，赵暖便走过去搭上容嫣的肩膀。容嫣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身旁的赵暖又继续说道，你想吃什么？门口那家煎饼果子，我请你。不用，不买，我未婚夫给我送。赵暖，未婚夫？容嫣眉眼弯弯的对他笑着，一起吃吧。这个时候哪里还顾得上夜宵？即使这个时间点了，医院门口来往的人也不少，前面开来一辆救护车，两人让开了道。赵暖将容嫣拉到旁边，皱着眉问他，你不是单身吗？什么时候来了个未婚夫？前几天才定下的。他也不打算瞒着赵暖，难得遇到能分享心事的朋友，除了明熙跟沈清然，赵暖是他难得可以交心的朋友。晚点跟你解释。容嫣牵着赵暖的手往外走。温景初该等久了，你几天时间里就从单身到订婚了？赵暖止不住惊讶。容嫣看他满脸惊讶，觉得好笑，逗他，我下个月26号结婚。赵暖无语片刻，赵暖淡定地说道，容嫣，还没到愚人节，开玩笑还早了点。容嫣笑笑不说话。出了医院大门，他便寻找温景初的身影。男人西装笔挺，身形修长，很容易就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他。温景初也看到了他，视线首先落在了容嫣的身上，随后才看了眼容嫣身旁的人。他喊他温景初。容嫣向温景初介绍，这是我朋友赵暖，急诊科的医生。既然都决定结婚了，容嫣觉得没什么好别扭的，大大方方的跟赵暖介绍温景初，这是我未婚夫温景初。听到容嫣跟他朋友这样介绍自己，温景初唇角扯开了一抹好看的弧度，目光从容嫣身上收了回来，跟赵暖打招呼，你好。赵暖愣愣的，他不敢想容嫣是来真的。哦，你好你好。他的视线在容嫣跟温景初身上来回看了下，眼前的男人气质决然，冷玉金贵，外表更是没得说，深目挺鼻，五官深邃，身形高大挺拔，身上有一股温润儒雅的贵公子气质。他还是第一次见这样的极品帅哥，比前几天嘴臭的叫唐木川的病人还要帅。容嫣什么时候找了个这么帅的未婚夫？不过跟容嫣倒是很般配。赵暖悄悄往后退了一步，好让这两人讲话。温景初将准备的东西递给了容嫣，明天早上几点下班？我来接你。8点，我有开车来，明天休息。这些天都是温景初在忙婚礼的细节，有时候他会问他的意见，但也得等上许久他才有空回他信息。温景初了然，好，那我明天晚上去欧华庭接你，先回去了。原本还想跟容嫣多待一会，但他身边有朋友在不方便。容嫣点头，看到温景初上了车后，才跟赵暖往医院走。赵暖有一堆话想问容嫣，待会跟我说说你怎么找了个这么帅的未婚夫呗？你这速度够快的呀，跨过了恋爱直接结婚。行，待会跟你说。两人又在街边给值班的护士买了点宵夜。夜深了，医院走廊开着灯，比白天里安静了许多，许多病人已经睡下。赵暖跟容嫣来了妇产科，路过护士站，两个小护士在那坐着聊天。他们听到脚步声也抬起头看了过来，容医生，赵医生。容嫣浅浅的笑着，值班辛苦了，刚从外面回来，顺路给你们买了点宵夜。护士接过容嫣递来的东西，惊叹道，哇，容医生，你也太好了，谢谢。不客气。他们走后，两个护士感叹道，容医生也太大方了，上次还请我们吃醉香阁的糕点，这次又请我们吃宵夜，我都不好意思了。醉香阁的糕点不仅贵，而且难买到，他都舍得分着一起吃。那我们下次也给他带点吃的。了，行。办公室里，赵暖帮着容嫣将几个盒子打开，你未婚夫也太细心了吧，连水果都准备了一盒子的车厘子，而且还洗好了。他确实比较细心。第24章，温景初喜欢他。赵暖拿了颗车厘子吃，对着容嫣抛了个媚眼，姐妹赶紧从实招来。这事解释起来也简单，家里安排的，觉得合适就结婚了，没什么复杂的。有母亲的先例在前，容嫣对自己的婚姻看得很淡，不会像母亲那样一颗心都挂在男人身上。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她一直觉得自己骨子里是个自私的人，她只想要外公身体安康，生活安稳，不会像母亲以及明熙那样去追求轰轰烈烈的爱情。同意跟温景初结婚，一是考虑到自己的性格跟他确实很合适，温景初尊重他，支持他的工作；
二是他长得是真的帅，反正都是要跟人结婚，还不如找一个长得帅的，每天看着也开心。温景初是外公教出来的人，品行不会差，不会像裴端那样不负责任。当然了，他也会对他好，只要温景初不负他，他会跟他好好过日子，就这么简单。赵暖狐疑地盯着容烟看，不应该啊。他看容烟未婚夫看着容烟的眼神就不简单，温柔缱绻的，从看到容烟的那一刻起，目光一直在容烟的身上。要说没点什么，赵暖绝对不相信。赵暖凑了过去，烟烟啊，我看你未婚夫绝对是喜欢你。还可。容烟差点被吃进嘴里的东西噎到。赵暖赶紧起身给他倒了杯水，帮他顺了顺背，没事吧？没事，你不要说这样的话，下午就没事。他被赵暖的话吓到了。温景初喜欢他？容烟不敢想这个，他跟温景初很久就认识了，两人的相处一直都很平淡，也就确定了婚事后才亲近了许多。平日里温景初对他的行为都很克制有礼，两人做过最亲近的事也就是在他书房的亲吻。他能理解的，总不能把初吻留在新婚之夜，那多别扭。趁着婚礼前多亲近了解，这很正常。至于喜欢，容烟觉得没有。温景初找他结婚也是因为觉得合适，这是他说的。也幸好没有喜欢，这样他没有心理负担，不然他会觉得婚姻里两人的关系不对等。赵暖也没有再说什么，毕竟只是他觉得，如果他没有看错，那也是时间问题，时间久了容烟也会感受到。别人的事作为外人不好说太多，适可而止。赵暖坐下后，有人推开办公室的门走了进来，两人听到动静时就抬头看了过去。秦医生，要一起吃点吗？容烟问。秦医生摇头，不了，你们吃吧，我也准备了宵夜。他看着容烟跟赵暖的眼神淡淡的，并不想跟他们走得近，这么明显，想要人看不出来都不行。容烟也只是本着礼貌问一下而已，都是一个科室的医生，抬头不见低头见，容烟并不想大家关系那么紧张，但不是他想这样，而是秦医生想孤立他。既然这样，容烟也没什么好说的。秦医生拿了本笔记本就出去了。赵暖这才小声说道，怎么感觉现在他藏都不想藏一下了？容烟语气也平淡，无所谓的解释了下，过几天有台大型的手术，跟新外那边合作，孙主任跟新外的主任一起亲自上场，他点名要我当二主。赵暖明白了，都是同一时期进来的，孙主任看中容烟，他们新医生的试用期还没过，这么好的机会可以参与这样重要的手术。容烟也不管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新入职的几个医生里，孙主任喜欢他也是因为他的能力。以前在西北的时候，外公确实托了关系，让人格外照顾他。开始的时候他不知道，知道后也不想再待在那里工作。而这一次他面试进来全是靠自己的实力，他不用心虚。赵暖也不知道容烟在想什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想了想，一直觉得在哪里见过容烟的未婚夫。他看到桌上放着的明熙的照片，猛地拍了拍桌面，就说嘛，总感觉他的名字有点熟悉，一时又没有想起来。温景初，温氏集团。前段时间跟明熙传了一下绯闻，但很快被澄清了。赵暖赶紧掏出手机翻了翻之前的绯闻，这明明是容烟呀。赵暖心里波涛汹涌的，家里边安排的相亲对象是温氏的总裁，那容烟的家境，他就觉得容烟出身不平凡，也没想到这么厉害，难怪容烟叮嘱他不往外说。赵暖给容烟发信息，原来你未婚夫是温氏的总裁。容烟想起之前狗仔乱报道温景初跟明熙的事，赵暖又这么喜欢明熙，知道了也不奇怪。他交代赵暖先别跟其他人说，免得又有人说些乱七八糟的话。自他进医院工作后，关于他走后门的流言不断，大家看到他的实力后才勉强将流言压下。要是让人知道温景初的身份，又该有人说了。赵暖，好，放心吧，我会守口如瓶的。容烟抽空回了信息，谢谢，我婚礼在下个月26号，请柬做好了再拿给你。婚礼就请些亲近的亲戚朋友，容烟并不打算邀请医院的同事。赵暖回，好，我提前跟人调好时间。容烟第二天10点左右才回到欧华庭，开门时听到里边传来动静，进去便看到明熙坐在客厅里，怀里抱着一只小小的萨摩耶。今天早上回来的吗？怎么买了只小狗？容烟知道明熙不怎么喜欢动物，昨天晚上回来的，录综艺时捡到的小狗，可怜兮兮的，反正养只小狗也费不了事。容烟走过去摸了摸它，打疫苗了吗？打了。明熙看到容烟眼底下淡淡的乌青，值夜班辛苦，医生这份工作不容易。他刚认识容烟的时候，想不通一直养尊处优长大的千金小姐为什么选了一份这么辛苦的工作。我让助理买了早饭，在厨房温着，吃了早餐赶紧休息吧。容烟嗯了声，去厨房将早餐拿到客厅来吃。明熙从旁边桌子拿了2张电影票给容烟，圈内人送的票，江导的新作品，内容是关于婚姻生活的思考。
你可以跟温景初去看看。这是点映场，这场主演跟导演会来跟观众互动。刚好今晚约了温景初，也好久没有看过电影了。我问问他想不想看。对了，我婚礼定在下个月26号。下个月26号，行，到时候我让经纪人空出时间去参加。容烟又困又累，吃了早餐逗了逗小狗就回了房间。洗完澡躺在床上时，才给温景初发了信息。第25章，能接吻吗？温景初今天回了公司，不过能推的工作都推给了老爹。他悠闲自得，一副心思都放在了婚礼上，只是辛苦了温云生，一把年纪了还每天加班。虽然是自己提议要来公司帮儿子减轻工作，但温云生第3天的时候就后悔了，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只能硬着头皮忙碌加班。这些年集团的业务在温景初手上拓展了不少，工作量可比当年多了。出门前，温云生特地让孟秋给他准备一瓶速效救心丸。温景初开完一场会议后才回到了办公室，开会时习惯了手机静音，现在才看到容烟的微信信息。容烟，今晚要去看电影吗？明熙送了我2张电影票，后面是他拍的一张照片。他对电影并不感兴趣，也从来没去过电影院，不过容烟喜欢的话，倒是可以陪他去看。回了容烟的信息，可以。外边陈芳一手拖着个纸箱子，另一只手揽着一堆文件，路过总裁办时，员工纷纷侧目看了过来。员工见他吃力地搬着东西，问他：陈柱，要帮忙吗？陈芳摇头，不用，帮我敲一下温总办公室的门。哦，好。员工立马从位置上站起身，快步走了过去，替陈芳敲门。温景初清冷无温的声音从里边传出：进来。陈芳进去后，门外的员工替他将办公室的大门拉上。温总，请柬都印刷好了。他将纸箱放在办公桌上。闻言，温景初半掀眼皮看了过去，伸手将箱子挪到自己面前。打开箱子，里边酒红色烫金请柬映入眼帘。请柬样式是他亲自设计，里边还无字。温景初准备自己手写请柬。虽然容烟要求低调，但就算只邀请走得近的亲戚或朋友，单温家这边就不少人，更何况容老先生许多至交。估摸了下，婚礼至少也得备上几10桌，已经是尽量控制了。低调，但不能敷衍，精致讲究的一场婚礼。温总，这是婚庆公司按照您的要求重新做的策划，您看一下还有哪里需要再改。这已经是第9版方案，洛江最有名的婚庆公司。因着温景初使用了超能力，婚庆公司最近只接这一场婚礼策划，整个团队不敢有丝毫倦怠，日夜赶工，奈何做出的方案一直没能让温景初满意。陈芳低头看了眼手边还有一堆文件，抬头悄悄地看了眼端坐在办公桌后的温景初。温总，这些文件合同需要您处理一下。温景初正低眸写着请柬，头也没抬，给温董。他咽了咽口水，低声地说道：温董说让我交给您。妈妈，打工好难。偌大的办公室瞬间安静了下来。片刻，温景初抬眸瞥了过去，面色沉静，没有为难他，抬了抬下巴，先放那。陈芳一刻也没想多待，麻溜地退出了办公室，到了门外才大大的松了口气。温董跟温总父子2人的关系并不怎么好，这点陈芳是最知道的。听同事说起，这几天温董在开会时越发不耐烦，只要做错事都逃不了被训。好在温总还是念一点情分的，也不枉自己跟在他身边当了那么多年的助理，尽心竭力，没有为难，不然得变成夹心饼了。下班时，温景初自己开了车去欧华庭接容烟，这算起来是2人的第1次约会。容烟从小区小跑出来，站在门口寻找温景初的车，定眼一看便瞧见了路边那辆黑色的劳斯莱斯。他走到车侧开门上车，等久了吧？你应该再早点给我发信息的。女孩子约会前需要准备很久，得搭配好看的衣服，得化妆。容烟怕温景初等久了，只简单整理了一下就出了门，垂眸看了眼自己选的这身复古森系的长裙，外面搭的是一件薄薄的针织外套。他蹙起秀眉，总觉得不太满意。温景初抬手给他整理微微凌乱的长发，柔声道：也才刚到，抱歉，第1次约会没有经验。他算了从公司到欧华庭的路程，以为1个小时给他准备也够了。容烟侧眸看去，刚刚没有控制情绪，让温景初误以为他是在怪他。我不是，我知道。男人温热的手掌轻轻地放在他后脑勺的位置，漆黑的瞳眸盯着他水润的红唇在看，喉咙干涩发紧。容烟，容烟又抬头看他，便听到温景初清润的嗓音钻进他耳窝里：能接吻吗？容烟。闻言，容烟情不自禁地舔了舔唇，不知道该怎么回话，最后还是红着脸提醒他：这个不用打申请，提前问他一下，怪不好意思的。温景初薄唇勾了起，声音愉悦：好。话落，他便低头贴了过去，触碰到那半柔软时，使坏的故意轻咬了下。有了上次在书房亲吻的经验，容烟也没有那么害羞了，情到浓时，双手攀上了男人的脖子上。
温景初对他的反应也是欢喜极了，耳膜撕病了许久也不肯放人。蓦地，咕噜声在车内不合时宜的响起，两人都怔了下。容烟摸着肚子，尴尬的要紧。这也不能怪他，从医院回来就吃了点东西，一直睡到5点。指腹轻轻地擦过他的唇，温景初哑着声音问他想吃什么。容烟抿了抿唇，出门前涂的润唇膏刚刚都被温景初给吃光了。听到他的话，容烟将害羞抛到了脑后，他眸光亮亮地看着他，吃什么都可以吗？男人轻声笑了下，大手揉了揉他的头顶，都可以。火锅。容烟没有丝毫犹豫的道，他最爱吃火锅，尤其喜欢吃辣的，但是外公觉得吃这些东西不健康，容烟也就很少碰，一直克制着。上一次吃还是他从西北第一医院辞职时，几个交好的同事请他吃了顿。温景初的口味跟他外公一样，都偏爱清淡的。容烟以为他会劝他，哪料男人声音含笑的道，行，带你吃火锅。启动车子前，温景初侧眸凝着他，容烟，以后不管做什么，只要你觉得开心都可以，不用压制自己的喜欢。落日西沉，夕阳的暖光悄悄地钻进车窗，落在男人轮廓清晰的侧脸上。容烟沉默了会，应下，好。第26章，婚姻需要经营。容烟带着温景初到正盛广场一家比较出名的火锅店，不少网红到这家店打过卡，都说不错。她老早就想来试试了，一直没找到饭搭子。沈清然现在跟她老公感情正浓，谢恒出差她都跟在身边，想约她，但她人不在洛江。而明熙是大明星，不可能跟她一起吃火锅。前几天想约赵暖的，但两人休息的时间撞不到一起。这家只是普通的火锅店，没有大酒楼的包厢，两人只能在相对安静一点的角落里找了张桌子。温景初一身昂贵的手工定制西服，西装革履的，像是参加完商务活动，一派正经的样子，跟店里火热的气氛格格不入。容颜有洁癖，想用开水烫烫碗筷，手刚碰到水壶就被温景初握住。我来。容颜也就放手让他来。温景初慢条斯理的捏着筷子在杯里搅动，指节干净修长，腕骨上戴的是价值千金的黑曜石名表。男人好像都特别喜欢戴手表，他身边的男医生就是。温景初更甚，还经常换着不同款式的腕表带。他侧眸看到容烟的视线落在他的手腕上，问他怎么了？没什么，手表挺好看的，跟昨晚戴的那个不一样。表挺多，喜欢？不喜欢。容烟老实的说。温景初，他刚把手表摘了下来，略有无奈的重新戴好，不喜欢怎么一直盯着他看。容烟目光落在远处，客人太多了，估计要等好一会才能吃上，但他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店里浓浓的火锅香味更是引得他的肚子咕咕叫。我是觉得他戴在你手上好看，他的手长得好看。光想着吃的，把心里话都讲了出来。这话惹得温景初轻笑了声。他站起身，我出去一趟。容颜以为他是有工作上的事要出去打电话，点点头，你去吧，不用管我。不到10分钟，温景初就回来了，手上提着一个包装精致的小蛋糕。先吃个蛋糕垫垫肚子。容颜眼眸顿时水光盈盈的，他弯唇笑着，脸上挂着浅浅的笑意。温景初，谢谢你。容颜一直是个很容易满足的人，看似清冷难以接近，但熟悉的人都知道其实他很好相处。温景初笑了声，快吃，再饿就要胃疼了。也怪他没有考虑周全，应该事先备一些吃的。天色渐渐暗淡下来，外面霓虹灯璀璨夺目，店里也已经没有了空桌子，热闹嘈杂。门口不少人坐着在排队。容颜刚吃完蛋糕，服务员就端着鸳鸯锅走了过来，陆陆续续上完了菜。温景初饮食清淡，几乎不吃辣，差不多快要吃完了，他的筷子硬是没沾一点红油，调味料他也没放一点的辣味。容颜夹了颗牛肉丸子，转眼看他，笑意盈盈地问他要不要尝尝辣锅的，很香。温景初本来想拒绝，但看到容颜眼里的期待，还是把碗拿了过去，一个就行。还没吃他就开始拧着眉了。容颜忍不住笑着，放心吧，我觉得不怎么辣。容颜就一直盯着他吃，看着他咬了一口丸子后眉头拧得更厉害，帮他倒了杯温茶。好吃吗？挺好吃，就是有点太辣，他受不了，可能是跟自己常年吃的清淡有关，吃不得这么重味的食物。看来他真是一点辣也吃不了，才吃了一颗丸子，唇上就染上一层嫣红似的。喝杯茶水解解辣。容颜把茶杯推到他面前。电影要到8点半才开始，走出火锅店顿时感到一阵清爽。店里有点闷闷的，容颜额头微微出了些汗，拿着纸巾擦汗时看到对面的奶茶店，他都忘了上一次喝是什么时候了，其实挺好喝的，只是不大健康，他能克制得住。温景初顺着他的视线看了过去，你刚吃了辣，不能喝冰的，不然胃受不了。容颜学医的，他当然知道，只是今晚开心，比以前放肆了许多，把自己的欲望压制的久了，一旦想放肆就想要释放的更彻底。你不是说只要我觉得开心都可以做吗？
他突然有点无理取闹地说道。温景初眉眼带笑地凝着他，看得容嫣都不好意思了，想收回自己的话。他想躲开，偏偏温景初握住了他的手，饶有兴趣地看着他。容医生，你要是学那小孩一样，我去给你买一杯。那小孩正躺在地上打滚哭闹，嚷嚷着要大人给他买东西。容嫣看看躺在地上的小孩，又瞧了眼存心要逗他的温景初。是你脑子不大正常，还是我不大正常？温景初勾着唇，那就不买，不买就不买。虽然没有买奶茶，但温景初给他买了瓶常温的饮料。两人在商场逛了一圈，到电影院时刚好到时间。验票进去，温景初牵着容嫣的手找到了相应的位置坐下。电影还没开始，温景初再回信息。等他收好了手机，容嫣才跟他说道，这是姜源导演的新作品，他的电影都有质量保证，应该好看的。如果你不喜欢，就提前告诉我，不看也行。今晚温景初已经陪他吃他不喜欢的火锅了，要是再让他忍着不喜欢无聊的陪他看电影，容嫣觉得心里过意不去。温景初听到姜源这个名字时，脸色骤然一变，浑身气息冷了下来。容嫣说着话，侧头看过去时停了下来，担忧地问道，怎么了？他捏了捏他细软的手指，没什么。电影开始了，容嫣时不时瞧他一眼，好像很正常，但好像也不太正常。他在认真地看着电影，容嫣也将心里的疑惑放了下来。1个半小时的电影，可能是自己即将步入婚姻殿堂，容嫣觉得看完电影收获颇丰。婚姻需要经营，夫妻之间要互相体谅理解。可以说婚后，尤其是有了孩子后，有了羁绊，女性追求自己的事业更是困难。电影中有姜源导演对婚姻家庭的思考，更是鼓励女性勇敢地追求自己热爱的事业梦想。电影落下帷幕，一众人员走了进来与观众互动，导演、电影主演、主要配角都到场了。明熙给他的是电影路演的票。容嫣不追星，看到明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看完电影也想走了，但又觉得这样做有点不礼貌。他侧眸看向身旁的温景初。温景初，容嫣这才发现身旁的男人一双黑眸定定地直视前方，眉眼沉了。第27章，不想他带着恨意生活。他的情绪明显的不对。容嫣顺着他的视线看了过去，细细的看了眼台上的姜源导演，也魂不守舍的。他以前听外婆说过，温景初的母亲在他还不满3岁的时候就离婚了，进了娱乐圈当导演。当年温景初的母亲铁了心要离婚，温奶奶跟温爷爷考虑到温景初年纪还小，让他别离婚，孩子需要母亲。只是他狠下了心，什么都不要，只要自由，答应了温家的要求。离婚后，温景初归温云生。温云生气他的决绝，答应离婚的前提是以后不许他再出现在他们父子面前。他答应了，连儿子也不要了。容嫣只知道这么多，因着温家不愿意提起，也没有人敢谈论这件事。姜源就是温景初的母亲，难怪温景初看电影时脸色异常的冷淡。这件事站在不同的人的角度看，也都能理解，但最无辜的无疑是温景初。父母离婚时他还不满3岁，这个年龄还不明白母亲为何那样无情的离开他，也不明白为何要离婚。如果温景初的母亲真的是姜源，看了这场电影后，容嫣大概能明白他当年为什么那么坚决要离婚。姜源导演是个有野心有追求的人，容嫣也明白温景初的感受，他也曾那样被抛弃。他心疼的将手伸了过去，轻轻地握了他的手。男人的手掌心气息滚烫，骨骼也大，轻而易举的可以将他的手包裹住，有些用力的攥着。容嫣低声问他，温景初，我们先走吧。温景初薄唇紧抿，须臾他才低沉的嗯了声，牵着容嫣的手往外走。两人的位置就在过道旁，周围的人的注意力都在台上与明星互动，也没人注意他们的动作。台上姜源看到温景初带着那个女孩离开，瞬间慌了神，耳朵嗡嗡的听不进别人的话。主持人再三喊了他，姜导演。身边人碰了碰他，姜源才反应过来，匆匆回答了问题后，交代了声就追了出去。温景初牵着容嫣的手出了放映厅，身后传来一阵慌乱的脚步。姜源看到前面的人后，声音焦急地喊道，景初。不难听出他声音的哽咽。容嫣回头瞥了眼，身旁的男人虽然没有回头，却慢下了脚步，握着他的手也更紧了些。他仰头看向温景初，只见他紧绷着的下颌线，面容恬淡如水，但从攥着他手的力度可以感受得到他的情绪。我去外面等你。容嫣轻声细语地问道。思忖片刻，温景初松开了他的手，语气缓和，到大厅坐着等我一会。好。这边鲜少人走动，温景初看着容嫣离开后往旁边走去。姜源会议也跟着过去，他的手都在微微颤抖，极力克制也无法压下心中的波涛汹涌。没有母亲是不爱子女的，他跟温云生的婚姻失败，他不后悔离婚，但这么多年过去，内心没有一刻是安稳的。他唯一对不起的人就是温景初。眼睛湿润，姜源哽咽的再次喊他的名字，景初，妈妈没想到你会来看我的电影。
温景初单手扶正腕表，倚靠在墙边，不冷不淡的开口：“陪未婚妻，不知道是你的电影。”如果事先知道会在电影院看到他，温景初想，或许他不会来。那女孩是儿子的未婚妻，也对，下个星期他就满30岁了。儿子都30岁了，当年他离开的时候，他不过才3岁。27年过去了，眼前的人已不再是哭闹着要他抱抱的小孩子，而是经历了商业场上的洗礼，沉稳不惊的温总。明明是最亲的母子，却疏离得很。这不怪他，只怪他这个做母亲的太过自私。温景初愿意停留一会，已经让江源惊喜。他原以为温景初会快步离开，没想到他会愿意停下脚步。他想问问儿子的未婚妻是哪家的姑娘，但想想自己没有资格问这个问题，沉默了会儿，他只能说了句像外人才说的话：“你未婚妻跟你很般配。”江源想起那女孩子的面容，生得屹立，细眉柳腰，乌发红唇，气质清绝脱俗。他在娱乐圈这么多年，也很少见到能够跟这女孩子相媲美的美人。长相还是其次，她身上难得的温婉恬淡的气质，举止得体有礼，可知家中教养极好。温景初眼皮半撩，谢谢。他看着眼前女人历经岁月后的容貌，可能是经常在外拍戏的缘故，保养没有孟秋那般好，可是阅历丰富，身上的气韵是养尊处优之人比不了的。江源早已有了新的家庭，生了个女儿，这段婚姻也是幸福美满的。温景初垂眸看了眼腕表，已经10点半了。我婚礼定在下个月26号，如果有空欢迎过来喝杯喜酒。有空，我有空的，一定去。江源声音难掩的激动，带着哽咽。温景初颔首，好。他站直了身体，先走了。江源还是忍不住掉了眼泪，他伸手擦了擦，看着儿子从他眼前走过。蓦地，温景初在距离他1步的地方停下了脚步。电影不错。话落，温景初抬脚离开。身后的江源眼泪掉得更厉害，他看着温景初的背影，突然的跑了上去，抓住他的手臂。江源声音颤抖，别恨妈妈。他不想儿子带着恨意生活，他宁愿温景初已经将他淡忘。都过去了，不知道是安慰他还是安慰自己。说完，温景初这次没有再停留，迈着大步离开了这里。视线里已经没有儿子的身影，江源再也忍不住情绪，蹲在地上狠狠地哭了起来。他跟温云生在读大学时就认识，相爱相恋，毕业2-3年就结了婚。婚后，温云生工作忙，经常出差，夫妻2人聚少离多，而他被困在豪门中，当着养尊处优的温太太。这样的生活不是他想要的，他有野心有追求。儿子出生后，他产后抑郁，感受不到当母亲的喜悦，只觉得压抑。权衡之下，他执意要离婚。为了能够离婚，更做了一件对不起温云生的事，婚内出轨。这件事被温家瞒了下去，温家丢不起这个脸。即使到了今天，这件事连孟秋与温书泽都不知道。温云生也自知，在这段婚姻里，是他没有做好丈夫的责任，才导致了后面发生的事情。为了挽回，温云生开始选择原谅他，但他不想回头。这么多年了，即使后来温云生同意他来看儿子，他看了一次，儿子对他极是排斥。江源也不敢再来，心里愧疚，不见他，这份愧疚压在心底，没有人提起，也渐渐淡忘。没想到今晚会见到他。他说电影不错。第28章，以后我会对你好的。温景初开车送容嫣回欧华庭，一路上安静的没有说话。容嫣摇下车窗，夜风清凉的吹进车内，春日的夜里月光皎洁清冷。他靠在窗边看外边的夜景，偶尔转头瞧一眼目视前方专注开车的男人。他双手搭在方向盘上，神情认真的不能再认真。半小时后，黑色的轿车缓缓地在小区街边停下。温景初侧头，目光落在容嫣白皙的脸上，他靠在车窗睡着了。他抬起手，将她落在脸颊的几绺秀发轻轻地挽到耳后。容嫣动了下，他下意识地收回手。温景初轻笑了声，不用再小心翼翼了，她是他的未婚妻，再过1个月她就是他的妻子。容嫣揉了揉惺忪迷离的眼眸，到了。到了。容嫣解开了安全带，侧眸看向温景初，他已经恢复如常。男人情绪极少外露，回来的时候，容嫣不想打扰他，想给他空间静一静。他将手搭在温景初的手臂上，你靠过来。虽然不明白他想做什么，但温景初很听话的解了安全带，轻身过去，然后他的脖颈被一双柔软细腻的手臂圈住。容嫣一只手伸到他背后，像安抚受伤的小孩一般轻拍着男人的后背，并且郑重其诺地说道：温景初，你放心，以后我会对你好的，只要你不做对不起我的事，我都不会抛弃你。容嫣今晚才朦胧地意识到，温景初在他心里是特别的。以前2个人的距离太大，温景初对他来说是难以触碰的存在。自从他说要跟他结婚后，2人接触多了，也更亲近，越来越发现自己会轻易被他的情绪牵动，怕他伤心，想对他好。他对别人不是这样。如果结婚对象不是温景初，
容颜想自己是不会有这些感觉的，只是不知道这份特别是因为两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容易产生共情，所以比较心疼他，还是因为日积月累的相处里，对他早就有了不单纯的想法，但自己不自知。温景初凝着他，忍不住的笑出声：“你要怎么对我好？”容颜松开了他，原本白皙的脸上瞬间染着嫣红，磕磕巴巴的回道：“就那样，对你好。”男人却不肯放开他，追着问：“那样是怎样？”容颜看着我，这怎么能具体的说得出？容颜 CPU 都干烧了，也没想出回答他的话。良久，容颜憋出几个字：“做饭给你吃。”家里有阿姨，容医生的手是要拿手术刀迎接新生命，而不是在厨房拿菜刀。温景初执着他的手放到唇边落下一吻，容颜的脸都烧了起来，手指酥酥麻麻的，忙不迭的抽了回来。那你想我要怎样对你好？把问题丢给他好了，只要他能做得到，都可以满足他的要求。温景初唇角扯出一抹好看的弧度，黑眸深深的凝着他：“容医生，我不需要你做什么，只需要黏我一点就好。”容颜，这是什么要求？她不是爱黏人的女生，这题超纲了。我不行吗？温景初忽然失落的问道。容颜刚到嘴边的话默默的憋了回去。我尽量再加深一下了解。温景初问。什么？容颜的不解只是一瞬间，卷翘的睫毛轻轻的颤了颤。温景初已经稳了下来，前两次他都是吻得很温柔，会照顾他的反应，这次他的吻迫切又热烈，容颜只得微微仰着头去迎合他的唇。车内空间有限，容颜的腰被他大掌紧紧的箍着，也愈发的不安分。察觉到温景初的意图，容颜惊慌失措，侧开头躲开他的薄唇。会被人看到。温景初的声音低又哑，气息灼热的撩过他的颈肩。不会看到。薄唇贴了过去，落在了他的脖颈上，慢吞吞的游移。不安分的手从腰间慢慢的往上移。容颜觉得自己也疯了，才会默认了温景初的胡作非为。温景初，够了，我得回去了。温景初将头埋在他的颈上，调整呼吸，声音暗哑：“下周3我生日，我们能不能在那天把证领了？”行，到时候我请半天假。容颜的呼吸也乱，伸手将他的头推开，低头面红耳赤的整理裙子。我先回去了，你开车注意安全，再陪我一会。温景初突然有些后悔在车上乱来了，指尖触碰到的细腻感仿佛还停留在上面。容颜不假思索的拒绝：“不行，夜深了，我明天还得上班。”他现在也怕了男人嘴里所谓的加深了解，再待下去他怕回不了家。也算是知道了一点，不管修养多好，男人骨子里的恶劣性根深蒂固。之前还以为温景初是克己手里的人，不会胡来，他是想错了，之前克制只是不想吓坏他而已。我走了。容颜回头看了眼正靠在椅背上调稳呼吸的男人，又一丢丢心疼他，伸手摸了摸他的头，提前跟你说声晚安，再见。还是明熙的萨摩耶摸起来更舒服一些。他收回手，头也不回的走了。温景初简直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但是火是他自己惹出来的，能怪谁？只能怪自己没能忍住。车内还弥漫着一股旖旎的气息，温景初降下车窗吹了会凉风，看着容颜走进小区后才开车离开。回到明熙家里，看到一人一狗安逸地窝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怎么还没睡？差不多12点了。明熙侧眸看了过去，还早着呢，习惯了1、2点才睡，现在12点还没到，哪里睡得早？容颜换完鞋子走了过去，抱起小狗撸了几下。明熙，你给它起名字了吗？起了，叫嘟嘟。嘟嘟。容颜叫他一声，他就往他怀里蹭了一下。我都想养一只了。他工作太忙，没空照顾小狗。不过结婚后搬去跟温景初一起住，家里有阿姨照顾，或许可以养一只，但养了又丢给家里阿姨照顾也不好，不负责任的行为。明熙看出来容颜在顾虑什么，你跟我一起养它得了，我要是去拍戏不方便照顾它，你就接回你家里，反正嘟嘟跟你也亲。说起来也怪，嘟嘟排斥陌生人接近他，却很喜欢容颜，才认识一会的功夫就黏住他。容颜笑着道：“行，你当妈妈，我当干妈。今晚约会怎么样？”明熙突然八卦地问道。挺好的。想起在车里胡闹，容颜耳根子倏的一下起了红晕，那娇滴滴的模样已经把他心中所想都表达出来了。明熙也谈过恋爱，自然也是懂的，他伸手揉了揉容颜的头，希望你幸福。你也是。容颜没再陪明熙看电视，回了房间洗澡睡觉。浴室里，他对着镜子看了眼自己，白如凝脂玉的精致锁骨上赫然地挂着一抹淡淡的红痕。想起之前的梦，好像也是这种感觉。容颜不敢再想，他怕今晚会失眠。第29章，哥，居然有人暗戳戳的想撬你墙角。容颜换回白班，跟着孙主任准备手术的事。工作太忙，难免忽略了温景初，2、3天都没有见过面。虽然没有见面，但两人发信息打语音的频率可以说是大大超过了以前。
晚上他回来的晚，吃完饭就洗澡睡觉，睡觉前温景初都会打语音电话来。有时候他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看一眼微信才知道通话在半夜才被挂断。中午，容颜去了趟心外科，出来时碰到了温书泽。两人虽然同一家医院工作，但很少碰到面。温书泽一见到他就热络的招手打招呼：“容嫂子。”以前叫惯了容颜妹妹，突然改口叫嫂子，温书泽还不适应。容颜看了眼四周，幸好没有医生护士在医院叫我容医生，也别说我们认识。温书泽一脸茫然，转念一想，大概也明白了点。两人站到一旁，温书泽神情认真问他：“嫂子，你们科室有人说你闲话吗？”“没有。”容颜不想跟他说这些，也到了午饭时间了，又问他：“是要去吃饭吗？”“等下去，我还有事要忙。”温书泽思索了下，开口说道：“嫂子，我想求你件事。”“什么事？”温书泽挠了挠头，问他：“大哥有没有跟你提过恒月股份的事？”容颜想了下，好像温景初给的聘礼里面是有一个公司的股份，嫁妆、聘礼这些都是外公帮他处理，他只是过目了下。好像有，怎么了？是这样的，这原本是江姨跟我爸离婚的时候说留给大哥老婆的，但大哥分成两半了，留了一半给我以后娶媳妇，我觉得不合适，你能不能跟大哥说一下？他有跟爸妈讲过这事，说是大哥的决定。温书泽又找了温景初，让他收回去，没劝住。想了许久，觉得能让大哥改主意的，或许只有未来大嫂了。容颜还以为是出了什么大事，安慰温书泽：“既然你大哥都决定了，自然是有他的考量的。温家给我的东西已经够多了，而且我觉得这是你大哥做的是对的。我有的东西，你以后媳妇也要有，这样我们两个以后的相处才能和和睦睦的。”温书泽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可这原本是江姨的东西，说白了是江姨觉得愧疚了大哥，离婚后给大哥的一点弥补。其他东西他可以拿，但这是一个母亲特地留给儿子的。但这是你大哥的决定，不是温伯伯，也不是孟阿姨，你也别想太多，听你大哥的吧。嫂子，温书泽停住了话。周明走了过来，远远就看到温医生跟容颜讲话。容颜一袭白大褂，一头乌发低低盘着，身姿优雅，清冷决然，却又很轻松随遇的状态。平日里，容颜很少这样自然放松的跟别人聊天，不像是在讲公事。周明看着这两人的相处，很像是早就认识一样。他走了过去：“容医生，温医生，周医生。”容颜以为周明是找温书泽，便道：“你们聊，我先去吃饭。”周明：“刚好，我也准备去吃饭。”温书泽刚还觉得奇怪，他跟周明也不熟，突然跑过来。他眯了眯眼，发觉周明的眼睛都要粘在容颜身上了。同样作为男人，温书泽瞬间明白过来。他快步走上去：“那就一起吧。”“容颜，你不是有事要忙吗？”温书泽无所谓道：“吃完饭再做也不迟，也不是很重要的事。”容颜懒得管他们，也根本没想跟周明一起去吃饭。他绕道去急诊找赵暖，回头看了眼：“你们去吧，我等赵暖一起。”周明推了推眼镜，笑道：“我跟赵暖是老同学，一起吧。”随后他别有深意的瞥了一眼跟在一旁的温书泽：“嫂子不许他跟别人说两人认识。”温书泽苦恼又气周明，这不是明晃晃的要撬他大哥墙角吗？温书泽委屈的看着容颜，容颜觉得好笑，无奈又略带宠溺的语气的道：“温医生也一起吧。容家小辈就他一个，容颜自小没有兄弟姐妹，以前老是羡慕温景初有个弟弟跟在身后，因为温书泽小时候比他幼稚，他也老是把温书泽当成弟弟看。周明这些天都故意找借口找他，容颜也不是没有察觉到，只是他没有挑明，他也不好说些什么，只能保持距离。温书泽得意洋洋，拿了手机给温景初发信息：“哥，居然有人暗戳戳的想撬你墙角，我帮你盯着他。”赵暖出来后，看到跟在容颜身后的两人，小跟班似的，尤其温书泽防着周明防贼一样。他勾着容颜的肩，小声问：“待会要不要我帮你？”容颜点头，眼里充满感激：“要。”打完饭，四个人找了位置坐下，容颜与赵暖面对面坐，而温书泽坐在容颜隔壁。赵暖看了眼容颜的饭盘，这量才是往常的一半，你怎么打这么少？早上吃多了，不怎么饿啊。我办公室有面包，要是饿了下来找我。容颜应下：“好。”赵暖瞟了眼两位男士，气氛明显不对付。温书则是温家二公子，在医院里已经不是秘密。赵暖能理解容颜不想让同事知道他的未婚夫是温景初，不说也好，现在工作还不算稳定，早就劝过周明了，怎么就听不进去呢？他摇摇头，收好情绪，如平日聊天的语气问道：“对了，容颜，你是明天请假去领证吗？”容颜没看周明，抬眸眼里带笑的道：“是呀，明天上午，到时候给你们带喜糖。”周明拿着筷子的手直接顿住了，不敢相信的问：“容医生，你要结婚了？”之前容颜刚进医院的时候，妇产科的护士问过容颜，她那时候还说单身的。
要结婚了。容嫣并不想提太多关于私人的事，原本她是打算领完证带些喜糖来，这样不费力就能解决掉问题。今天遇到温书泽，借着赵暖提前把领证的事说了出去，免得温书泽去找温景初打小报告。在圈子里谁都知道温书泽是个歌控，什么都跟他大哥说。容嫣以前听过八卦，温书泽的母亲总是想让温书泽跟温景初争家产，不给两兄弟亲近。不料温书泽最爱跟着他大哥，恨铁不成钢，孟秋没少为这事生闷气。周明失魂落魄，整顿饭吃得无滋无味。温书泽心里暗笑，恭喜啊，容医生。想了想又补了句，容医生你这么优秀，长得又这么好看，你先生也一定是个万里挑一的人，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容嫣，他无奈的点头，是。赵暖要憋不住笑了。歌控上线，这是夸了未来大嫂，又赞美了一番自家大哥。周明看着他们三人的反应，看温书泽笑的那叫一个得意，这很不正常。第30章要去接老婆下班。吃完饭后，温书泽才想起来给他大哥汇报后续。15分钟前大哥回了他信息，温景初。温书泽，没什么事了，危险已解除。温景初这次秒回，说清楚。趁着午休，温书泽直接一个电话打了过去，细无巨细的把事情全部讲给了温景初听。大哥，你放心吧，估计现在大家伙都知道嫂子要领证的事了。温景初手拿着钢笔在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不紧不慢的嗯了声。这是小事，容嫣性格温吞爱静，但只要他下定主意就不会改变。温景初根本不担心。温书泽爱讲，温景初也随了他，把手机开了免提放在桌面上，偶尔也会回他一两句。大哥，明天晚上你带不带嫂子回家吃饭？明天是温景初生日，同一天他跟容嫣去领证，往年他生日都会回老宅吃顿饭。温景初要回。陈芳敲门进来，将婚庆公司最新版的策划递给温景初。温总，我看了一遍，已经很接近您的要求了。陈芳也替婚庆公司偷偷抹了一把汗，再改下去估计人家整个团队的人都要疯了。温景初睨了眼，先放这吧。这头温书泽还想再劝温景初收回恒悦公司股份的事，听到他那边有事要忙，只好作罢。那大哥你先忙，明天见。书泽，温景初叫住了他。大哥，有什么事吗？温景初想了想，还是交代道，你也在医院工作，平时方便的话帮我打探一下你嫂子在工作中有没有受委屈，要暗暗的来，不要被她发现。即使婚后他也不会去干涉容嫣的工作，但容嫣的性子就算受了委屈也只会往肚子里咽，也不会跟身边人说。温书泽一下子就来劲了，信誓旦旦，好，大哥你就放心吧，交给我。温景初嗯了声，挂断了电话。他抬眸看了眼站在办公桌前的陈芳，见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淡声问道，还有什么事？温总，下午的会议可能需要您过去。温董呢？温董午饭后说心脏疼得厉害，已经回家休息了。温景初，老头生龙活虎的，骂起人的时候可没见他说心脏疼。昨天晚上听徐有燕说他家老头买了根新鱼竿，约了3、5好友今天去钓鱼，估计是看别人这么悠闲，坐不住跟徐伯伯一起去钓鱼了。温景初摆手让陈芳出去，老头年纪大了，也不好压榨得太厉害，温景初也怕他万一真的心脏病复发。4点半左右，容嫣跟着孙主任从手术室出来，回办公室前，孙主任温柔地笑着对他道，容嫣这次表现不错，好好努力。容嫣谦虚地回道，谢谢主任。虽然只是一句简单鼓励的话，容嫣十分感激孙主任对她的看重。两人一起走着，孙主任又对容嫣说道，对了，你明天上午是请了假去领证是吧？那今天下班就早点回去，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他对容嫣突然要结婚也是很好奇，有问过一句，容嫣只是简单说了下是家里安排相亲，觉得合适就结婚。两人是上下级同事，也难得有缘分，有一段师徒情谊，但私事也不好多问。这孩子还不到26岁，但遇事冷静有方寸，应该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的事。回到办公室，容嫣再也难掩心里的激动，她立马拿出了手机给温景初发信息，手术完成了，很成功，我今天不加班哦。这边温景初收到信息，刚端起咖啡杯，看到是容嫣发来的信息，又将杯子放下。单单看文字就能感受到他很开心，后面还发了一个可可爱爱的表情包。温景初止不住的勾起唇角，对面的徐有燕瞧着好兄弟，笑得一脸不值钱的样子，不用猜就知道是容嫣发来的信息。他今天有空过来温氏转转，主要还是找温景初谈一下两家要合作项目。两人正坐在沙发区，徐有燕手端着咖啡，瞧着还是忍不住吐槽，就发个微信，至于吗？温景初精准打击，你个单身狗当然不了解。容嫣今晚想回容家老宅吃饭，温景初，我跟你一起回去，也好久没陪老先生下棋了。容嫣，好，
今晚你回老宅住还是回半峡湾？温景初，回老宅住一晚吧，明天早上去接你领证。容烟，行，那我把车留在医院，下班你来接我，或者我打车回去。温景初低眸看了眼腕表，现在也快5点了，我等会过去接你。容烟，好，我先去忙了。徐有燕看到温景初关了手机屏幕，明知故问地说：聊完了？跟我谈谈项目？没空，要去接老婆下班。徐有燕啧啧2声，兄弟，你明天才领证，证还没领就喊起老婆来了，容烟知道吗？看他显眼包的样子，是真不打算跟他谈事。得，这趟白来了。没想到啊，你是我们3个里面最早结婚的。温景初跟徐有燕、唐木川3人年纪相仿，从小一起长大，彼此了解。读大学的时候，除了温景初外，都谈过恋爱。温景初一直单身，以前唐木川劝过他，让他在大学谈一段，人家压根就没听，一心扑在工作上。大3时，温景初带了个女孩子回来见温奶奶，那时候温奶奶重病在床，遗憾没能看到孙子成家立业。温景初不知道怎么想的，在班里找了个女同学，假装是他女朋友去医院见奶奶。当时徐有燕跟唐木川都以为他真的谈了个女朋友。没过半个月，温奶奶就去世了，他们才知道根本就是假的。温景初对容烟的心思藏得很深，作为好兄弟都不知道。徐有燕也是自己推敲才猜出来，都以为温景初单纯是把容烟当成妹妹看待。老狐狸似的，早盯上人家了。等我忙完这几天再找你谈项目的事。温景初起身到办公桌的抽屉里拿了张请柬给他。难得来一趟我这里，也不能让你空着手回去，先把请柬给你。徐有燕，行，恭喜温总好事将成。温景初拎起西装外套，闻言拍了拍徐有燕的肩膀，记得备好大礼。又道，按容烟的喜好送，过2天给你列份清单，按清单送也行。徐有燕决定先走一步，先绝交吧。最后还是2人一起走出温氏大楼，温景初自己开车去医院接容烟下班。第31章，男人都喜欢这样的。温景初这次学聪明了一些，事先让容烟下班给他发个信息，自己到了先找个地方停车等着。他将车停好后就坐在里边等着，约莫10分钟后，容烟给他发了信息：容烟，下班了。容烟让温景初在医院前一个路口等他。每天一到下班这个时间点，医院前面的路人来车往的，过来难，出去也难。刚走出医院大门，身后有人在喊他：容医生。容烟回头看到周明换上了便服，正朝着他走过来。周医生叫我是有什么事吗？这里人来人往，2人往旁边站去。周明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容医生，跟你结婚的人是温医生吗？不是。容烟有些不悦，见他还想说些什么，便打断他道：周医生，这是我的私事，我们只是普通的同事，我想我们还没熟到可以聊这个问题的地步。周明愣怔一下，对他冷淡的话语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回复。容医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急糊涂了才会这么鲁莽，心里的不甘心使然。容烟不想再聊下去，我先走了，我未婚夫在等我。周明眼看着那抹清冷傲洁的身影越走越远，经过十字路口后走进右边街道，直至消失在他的视线里。赵暖在他身后出现，别看了，都看不见了还看。周明还是跟柱子似的杵在那里。你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执着呢？听说神经外科新来那个实习生对你很喜欢，可以考虑一下他啊。赵暖劝他。周明还在望着容烟离开的方向，语气冷淡地说道：我又不喜欢他。容烟也不喜欢你啊，纠缠毛线。赵暖没好气的道：别人喜欢你来找你，你不待见人家，觉得烦就不能推己及人吗？容烟也烦你啊。被赵暖教训一通，周明也反驳不了，被噎了一下，干脆沉默不语。不打扰他继续当门神，赵暖先走一步，哼着小曲从周明身边走过，快快乐乐的下班回家。这边容烟走出路口，在街边看到了那辆熟悉的车，他小跑过去，走到车旁敲了敲车窗，随后打开车门坐到了副驾驶座位上。刚上车他就盯着身旁的男人看，白色衬衣，黑色西裤，外套也是黑色，头发好像比之前干净利落许多。你剪头发了？他伸手摸了摸头，前2天简单修理了一下，毕竟明天要去领证，饿了就先吃点零食。温景初将买的东西递给他，随后启动车子。容烟打开袋子看了下，有面包，还有一盒酸奶。中午吃的少，还真有点饿了。他抬眸看去，眼底笑意盈盈，谢谢。红绿灯停车时，容烟掰了一块递到男人嘴边，你也吃点。医院离容家老宅可远了，等他们回到家，天都黑了。温景初唇角微勾，低头咬住他递来的面包，薄唇擦过他的指尖，短暂的触碰像有一股电流经过的酥麻感。容烟收回手，手指蜷缩，侧头看他嘴角噙着笑意，慢嚼细咽。你是不是故意的？故意什么？故意亲他的手指。
容颜没这个胆子直说没什么。他吃到一半，口袋里的手机在震动，只好将面包收好，擦了擦手，才拿出手机。外公给我打电话。温景初在开着车，转头瞥了一眼，可能是问到哪里了。容颜猜也是，果然才接了电话，容老爷子开口就是问他们到哪里了。外公，路上塞车，我们大概还要1个小时，你要是饿了，先吃点东西。容老爷子笑呵呵的道：外公不饿，你们好好开车，注意安全。自从容嫣跟温景初确定结婚后，容老爷子肉眼可见的比从前爱笑了许多，整天乐呵呵的，跟沈老爷子下棋输了也不郁闷。他跟温老爷子本来想要帮忙安排婚礼的事，温景初怕他们累坏了身体，没让他们插手。路上车多，容嫣觉得无聊，也不敢跟温景初说话。明天就是他30岁生日了，现在身份转变了，除了领证，他也得给温景初准备一份生日礼物。但送什么好呢？两人虽然认识很多年了，但还是第一次给他送生日礼物。往年他生日，温景初倒是每一年都给他备一份礼物，但是他是交给外公，让外公给他。他每年生日都会收到很多叔叔伯伯的礼物，这些叔伯都是外公以前的学生，跟外公经常联系。也是可怜他从小失去母亲，所以每年他生日，这些叔伯都给他送礼物，都是交给外公。温景初给他的礼物就混在其中，因为他不是当面给他送的礼物，容嫣就把他的礼物跟那些叔伯给得一概而论，也就没给温景初回礼。而他根本就不知道哪些是温景初送的。温景初生日的时候，外公会给他红包。容嫣又侧头看了眼正认真开车的温景初。天色逐渐暗淡，道路两旁的路灯从车窗外掠过，光影交替，男人的轮廓也忽明忽暗。直接问他想要什么，好像没有诚意。容嫣收回目光，有点苦闷。他没谈过恋爱，身边算得上熟的男生也就温景初，不太了解他的喜欢。送手表，但他好像很多名贵的手表，有时候一天换一只，也不缺他这一只。要不问问沈清然跟明熙？容嫣立即拿出手机给他们发了信息。他先问了沈清然：清然，你老公生日一般送什么礼物？又问明熙：明熙，明天是温景初生日，我不知道要送他什么礼物好。沈清然秒回了句废话，至少容嫣认为是废话，只5个字：你真想知道？容嫣：当然。沈清然，你等等，我找给你看。大概2分钟后，容嫣收到了几张图片，清一色的性感热辣吊带款睡裙，这能遮得住剂量肉？容嫣顿时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不愧是真夫妻。还没消化完，沈清然又给他发了信息：我跟我老公也没谈过恋爱，但信我，比起其他昂贵的礼物，男人都喜欢这样的。容嫣艰难地咽了咽口水，决定不听沈清然的建议。车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下来，容嫣抬起头看向前方，在等红绿灯。她慢慢侧眸，对上了温景初的目光。她低头看了眼他的手机屏幕，而他的手机屏幕上赫然是沈清然给他发的照片。容嫣将手机放下，结结巴巴解释：不是我不是你想的那样。男人眼底情绪波涛汹涌，但还算淡定。你要是喜欢，可以多买几件。第32章，自己对他来说仅仅只是因为合适吗？容嫣，我不喜欢。闻言，温景初蛮失落的哦了声，他以为他要买了新婚夜穿，看来是他误会了。容嫣的脸、耳根、脖子全都像有火在烧似的滚烫，偏偏温景初淡定极了，不轻不淡的让他多买几件。他又瞄了一眼沈清然发的那句话：男人都喜欢这样的，是吗？手机又震动了下，容嫣这次长了心眼，微微侧了侧，不给温景初看到。明熙，可以送手表、领带、袖扣、胸针、打火机之类的，或者你直接问他喜欢什么，其实不管你送什么，温总都会喜欢的。看得出来明熙是认真给了建议，他的这些建议可比沈清然正经多了。温景初好像不吸烟，打火机就不要了，要是买手表就得拿得出手，明天就是他生日，要挑一只好的手表好像来不及了。容嫣想得脑瓜子疼，打算直接问温景初：明天你生日，你想要什么礼物？车子已经下了洛江大桥，前面车流量不大。温景初侧头看了他一眼，弯唇道：结婚证。容嫣，说点别的。温景初本来想说不需要别的，但见容嫣一脸认真，不说一件礼物不来，他就不肯。认真想了下，温景初觉得只要是他送的都可以，于是乎回答道：你送什么我都喜欢。又把问题抛给他了。他正是不知道要送什么，又怕送的轻了。温景初看他还在纠结，趁着等红绿灯的间隙，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我剃须刀也用久了，要不你给我买一个？你我之间不用那么讲究，自己喜欢就行。剃须刀，这也太普通了。容嫣摇头：我给你买剃须刀，再送一个生日礼物，礼物晚些时候再给你行吗？温景初轻笑道：好，随你。想来想去，容嫣觉得送手表比较好，能拿得出手，
等他休息再去灵山寺求一个平安符给他。工作的医院是洛江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很多大学里的本科生、研究生在这里实习或规培。医院也舍得花钱请人，医生资源充足，虽然也很忙，但每个星期都有休息日。不像他在西北的时候，研究生那3年不但要完成学业，还得规培，简直是魔鬼地狱，差点把身体都给熬坏了。来洛江时就是看上这家医院这个特点，每年应聘的医生不少，更何况还有医科大学的学生毕业后留在医院工作的。容颜可谓是过5关斩6将才考了进去，每天过得充实，但不至于忙得连轴转。他看了眼自己的排班，过几天就是清明假期了，他得值班。清明前有一天休息，趁着休息的去扫墓，应该还有时间去趟灵山寺。到家了，天也黑了。下车后，温景初走到后备箱，提了不少东西出来，是给外公的礼品。家里的东西都快堆不下去了。自从外公回到洛江，登门拜访的人络绎不绝，送的礼品更是堆成小山。林婶让人送了不少到欧华庭。温景初单手提着东西，空出另一只手去牵他的手，几罐茶叶而已，让老先生送人也行。两人这个状态给容颜一种错觉，是丈夫带着妻子回娘家，真的很像。走进回家的巷子，容颜想将手从温景初的手掌心里抽出来，他又握得更紧。容颜委婉道：“我们2个并排走，对面有车走过来不方便。”“没事，我们往旁边让一让就行。”温景初淡定道。巷子两旁住的都是熟人，很多老人看着他长大，从这里经过，被他们看到他与温景初牵着手回家，难免会打趣几句。容颜最不擅长应付这些，正想着，旁边人家打开了门，李奶奶瞧着他与温景初笑盈盈的道：“容颜回来了，真是乖孩子，一有空就回来看你外公。”容颜讪讪一笑：“下班早，回家吃饭。”李奶奶盯着小年轻牵着的手：“难怪你外公最近笑得很不拢嘴的，结婚那天可不要忘了请我们去喝杯喜酒哟。”温景初稍稍往后退了半步，大手依旧牵着容颜的手，难得浅笑道：“一定。”容颜本来就脸皮薄：“奶奶，我们先回去了，外公等着我们吃饭。”“好好好，傍晚下了雨，地上滑，小心看路。”“好的，谢谢奶奶。”等两人走了，李奶奶才觉得这帅气的小伙子瞧着眼熟，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想了半天也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容老先生又4年没有回洛江，温景初也少来这边。刚进家门就闻到从里边飘出来的饭菜香味，温景初也松开了他的手，容颜便雀跃地往客厅小跑过去：“外公，我回来了。”容老先生起身，边吩咐陈叔：“我听到丫头的声音了，将饭菜都端出来吧。”陈叔刚走出客厅，就碰到容颜：“小小，洗手吃饭了。”“哦，好。”容颜往庭院走去：“温景初，你把东西给陈叔，我们去洗手。”林婶做了几道辣味的菜，容颜爱吃，其余都是比较清淡的。现在天气不热，容老先生也随了他，忍不住叮嘱：“小小，过段时间天气热了，可不要再吃这么辣的东西了，不要贪一时口腹之欲。我们这边不适合这么重口味。”温景初替他说话，平日里他不吃，偶尔吃一下也没关系。容颜偷偷瞄了一眼，男人一脸淡定从容。前几天两人才吃了火锅，外公年纪大了爱念叨，但是关于身体健康的事情还是要注意，吃饭吧。容颜心虚应下：“外公，我知道的。”饭后，容老先生让林婶将户口本找了出来给温景初：“你们明晚回温家吃饭，你爷爷唠叨着让我也去，我就不跟着去了。”话落，他又从旁边书本下抽出一个红包，先提前把生日红包给你，望你工作生活顺遂，日后你们2个也要互相体谅，互相照顾。谢谢外公。温景初接过户口本与红包，语气郑重道：“我们会的，我会照顾好容颜，请您放心。”温景初改口叫了外公，容颜也被他的语气惊到，他相信温景初会做好丈夫这个角色。结婚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的事，温景初说过，他跟他很合适。不知道为何，容颜心里有淡淡的失落。温景初在他这里是特别的，或许自己对他是喜欢的。那温景初呢？自己对他来说，仅仅只是因为合适吗？第33章，什么都抵不过他喜欢。小小，容颜回过神来，看到外公与温景初都在盯着他看。怎么了？你这孩子在发什么呆？婚后是搬去你温爷爷准备的新别墅住，还是去景初现在住的半峡湾的房子？温景初抬手抚在他的发顶上，是不是累了？有点。容颜想了想，回答容老先生的话：“我搬到半峡湾就好了，那里离我工作的医院近。半峡湾距离医院的车程也就20分钟左右，比欧华庭还近一些。累了先去休息吧，我陪外公再下几盘棋，明天9点左右我来接你。”温景初轻声道：“也好。”容颜点点头：“外公，那我先回房间休息了，你们也别下太晚了，注意时间。”他离开客厅后，容老先生略有无奈地说：“在医院工作那么累，这孩子非得要选这行，在西南老家好不容易才养好了身体，才那么短一段时间又瘦下去了。
老人家更多的是心疼外孙女。温景初也心疼她工作太过辛苦，尤其是年轻的医生，刚进医院工作，什么苦活累活都是他们的，熬得下去才有资历。每次看到容颜值完夜班被抽走精神的憔悴模样，温景初心里不舍得让她这么辛苦，心里无奈叹息一声。男人骨感分明的长指执着白棋落下一子，容颜喜欢，什么都抵不过他喜欢，心疼也只能收在心里。受他外婆的影响，容老先生不放心地交代温景初，你以后也得约束约束他，不能因为年轻就拼命工作，等以后老了可怎么办？温景初应下，这头容颜回到房间就窝在沙发上，他伸手将纯白色的可爱兔子抱枕抱在怀里，纤细的手指轻轻捏着兔耳朵，轻声细语道：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什么才算喜欢？对温景初的这种特别算是喜欢吗？读书的时候一头扎进了学习里，根本就没有想过这方面的问题。身边不少同学甜甜蜜蜜的谈恋爱，也有男同学追她，但那些男生见她过于清冷疏离，很快就放弃了。另一方面就是她眼光也高，从小就认识到圈子里优秀的人物，自然也看不上学校里比较平凡无奇的男生。要不问问明熙，明熙比他懂。这么想也这么做了，容颜立即丢下了兔子抱枕，捞来手机就给明熙发信息。明熙在吗？明熙并不在洛江，才回来没多久又出去跑通告了。这边明熙刚回到酒店，看到容颜的信息微微蹙眉。容颜一般都不会这样问，有事都是直接说。在，刚回到酒店，怎么了？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我想问问怎样才算是喜欢一个人。没想到容颜是问这个。明熙勾唇轻笑，这丫头肯定是喜欢上了温景初，又不敢确定。他接过助理递来的果汁，你也累了，先回去休息，明天早上6点让司机到酒店接我。助理点头，好，希姐晚安。晚安。助理离开后，明熙在沙发上坐下，回容颜的信息。很简单啊，就看你有没有在意他这个人，喜欢他的靠近，希望他关注自己，不见时很想见到他，会在他面前注意自己的穿着、行为举止，也会很细心的关注他的一切，诸如此类。如果你对温景初是有这样的想法，说明你是喜欢他。容颜看着明熙发来的信息，陷入沉思。明熙说的这些他都有，所以温景初在他心里是特别，其实是他对温景初的喜欢。容颜又问，那爱呢？爱，这次轮到明熙沉思了，很难说得清楚，这个很难讲得清，只有经历过才懂。如果按照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觉得爱是更深的喜欢，但又不仅仅是，有时候是非他不可，是一种习惯，离不开。等你们以后一起经历过一些事情，更能明白了解对方，懂得珍惜彼此，那时候你就能懂了。但以后无论如何也要把自己摆在首位，懂得爱自己才能爱别人。明熙也不担心容颜是个恋爱脑，反而是自己以前糊涂，容颜比他清醒多了。容颜大概明白了，我知道的，你也是要爱自己。不打扰你了，晚安明熙。明熙晚安。容颜将手机充电后就舒舒服服的泡澡，泡完澡已经是1个小时后，她将刚刚吹干的长发用夹子松松散散的夹在脑后，站在镜子前，手指轻轻的抚平脸上敷着的面膜。她身上穿的是淡紫色的长款睡裙，从浴室出来后就觉得肚子有微微的不舒服。容颜走到沙发处，打开手机看了眼记录，上个月差不多这个时间来经期。外公没回洛江前，他很少回来住，家里也没备着有卫生巾。容颜走去卫生间查看了下，真是大姨妈造访。半小时后，外头有人敲门，容颜站起身往外走去，开门就见男人长身玉立的站在门前，手里提着他在外卖平台买的卫生巾。都快12点了，怎么还不回家？容颜是叫林婶帮他拿。温景初轻咳一声，缓缓动唇，正准备回去，看到有外卖送来，就帮你拿上来。容颜没忍住的哼了声，少见的有些生气的道：都叫你们下棋不要下那么晚，怎么不听我的话？就知道他们2个一下棋就是忘我的状态，所以他才特意提醒了要注意时间。他的脸色没有缓下，东西给我，赶紧回家。门外的温景初知道他动气了，也难得的老老实实的听他教训，只是目光不受控制的往他身上看，弯眉下澄澈的杏眸，白净娇嫩的脸颊，深邃黑眸扫过他修长脖颈下的精致锁骨，只一瞬便将视线移开，把东西递过去。温景初勾唇，轻声带哄：我已经知道错了，不会再有下次。顺着他刚刚的目光，容颜低眸看了眼自己的睡裙，顿时脸上发烫。他没有穿内衣。容颜伸手一把将东西拿了过来，然后关门，动作迅速丝滑。门外的温景初唇角的弧度压也压不下来，喉结轻滚，望着紧闭的门看了会儿。温景初摸了摸鼻，迈起脚准备离开时，听到开门的动静，又停下了动作。容颜开了条缝隙，脸颊嫣红的道：温景初，生日快乐，路上注意安全，到家给我发信息。温景初微顿了下，
黑眸蓄着淡淡笑意。晚安，晚安。说完，容颜又立即关上了门。第34章领证。靠着门厅外头的动静，听着脚步声，温景初已经离开了。容颜再次低眸看了眼，幸好她的睡裙还算宽松，没有太明显。真的是社死。大概又过了半小时后，房门又被敲响。容颜刚准备睡觉，掀了被子下床。这次他问了下：“是林婶吗？”“是。”容颜开门，见林婶手里端着碗东西，他伸手去接。“林婶，这是什么？”“红糖姜茶，景初说你生理期，让我熬碗红糖姜茶给你驱寒。”林婶脸上凝着笑意，眼角旁淡淡的皱纹更显和蔼。容颜也愣怔一瞬，以前外婆给他调理过身子，他不痛经，最多是肚子有微微的不舒服，也几乎不会喝这些东西。林婶听温景初的吩咐，估计也是欣慰他对这样的事上心。“我等会喝，林婶你先去休息吧，夜深了。”容颜不怎么喜欢姜味太浓的东西，辣嗓子，不喝便会辜负了别人一番心意。拧着眉将一碗红糖姜茶全部饮下后，才先被上床休息。翌日清晨，容颜醒得早，稍稍洗漱后，找了条浅色的长裙穿上，又将昨日温景初给的那件白衬衣找了出来。他专门找人定制了2件领证时穿的白衬衣，领口双喜字刺绣，衣领下是日期以及一个简洁寓意的图案。容颜化了个清透的淡妆，跟他挑选的浅色长裙相得益彰。他来到客厅的时候，温景初已经到了，正跟外公聊天，清早就煮茶。容颜早。温景初抬眼望了过来，眼底闪过惊艳之色。这段时间难得见他这般认真打扮了一番。凝神欣赏了片刻，男人低声应道：“早。”容老先生拿出2个红包，一人一个。外公就希望你们婚姻和顺，相互提携。2人应下，谢谢外公。好，吃早饭吧。他指了指放于一旁的喜糖喜饼，小小东西林婶都给你准备好了，待会走的时候别忘了拿。婚礼不请同事，喜糖喜饼还是要给。容颜好。吃了早饭就出门，比预想时间还早了许多。温景初提着2大袋的喜糖喜饼放进了后备箱。黑色宾利停在大榕树下，正值春天，树枝抽出新芽，茂盛浓密。凝着她清丽的打扮，温景初手臂揽住她温软腰肢，没能克制住，低头吻住了她润泽嫣红的薄唇。容颜又惊又怕，让他胡闹了会儿，便伸手抵在男人的胸膛上，将他推开。这可是在外面，被人看到了，可要被说闲话了。温景初轻笑一声，略显慵懒干净的声音伴着尘风落了下来：“在车上可不可以？”容颜果断坐在了后排位置。车上，温景初只好通过车内后视镜看他，见容颜低头在随身携带的女士包包里翻找，拿出小镜子与口红补妆。出门前才涂的口红几乎被男人吃进肚子里了。容颜无奈，抬眸看到温景初时不时瞥他一眼，出声提醒：“小心开车。”“我在路边停一下，你坐我旁边来。”温景初低声用商量的语气问道。容颜丝毫没有考虑：“不要。”他怎么觉得这男人越发的粘人了呢？想起之前温景初对他的要求，要他多粘他一些，难道因为他不粘人，所以他干脆自己粘他？容颜摇摇头，否定了这个猜想。不会的，温景初不是这样的人，他一向沉稳自持，理智克制，绝对不是爱粘人的男人，一定是他的错觉。是的，是他的错觉。时间还早，到民政局领证的情侣并不多，很快就轮到他跟温景初。一切按着流程来，填写资料，颁证仪式，宣读誓言，最后是拍照留念。走到门口，容颜低眸细细看着手里的红本本，从这一刻开始，他就是已婚人士来。想着方才领证时的誓言，庄重承诺，婚姻开始于这一刻，两人组建了一个新家庭，往后更多了一份责任，为人妻子，为人丈夫的责任。漆黑碎发下的眼眸闪烁着细光，温景初嘴角上扬，声音低而沉：“新婚快乐，温太太。”容颜怔了怔，微微仰头看他，杏眸含笑：“新婚快乐，温先生。”结婚证一人一本，容颜小心地将它收到包包里，随后右手被男人温热的大手牵着：“先带你去买点东西，再送你回医院。”温景初道：“今晚要跟温景初回温家老宅，总不能空着手去。”容颜点头：“去正盛广场吧，我也要买些东西。”温景初猜出他的意图：“不用再买，东西我已经备好了。”“那我们要去买什么？”“戒指，温太太。”温景初把他带到副驾驶旁，开门让他上车，还贴心地帮他系好安全带。“戒指？”容颜不解：“不是已经叫人定制了吗？结婚的戒指还没那么快送来，另外再买一对。今天领证，你空着手回医院，不怕你的同事说我小气？”容颜轻笑一声：“我不怕。”不过也随了他意。商场3楼的高奢品牌珠宝店，在奢侈品店工作的人眼睛极尖，稍稍打量一眼便能看出顾客大概的定位。容颜虽然没有佩戴昂贵首饰，只不过她身上穿的这件长裙颜色淡雅，看不出是哪家的牌子，但裙子上的刺绣精美，活灵活现，估计是私人定制的裙子。美人眼眸含笑，
风姿卓越，气质清然出尘。他身旁的男士西装革履，英俊沉稳，眉如清风，气场凛然，手上佩戴的腕表可以抵得上一套市中心的房子。杨新先同事一步迎来上去，脸上是标准的职业微笑。先生，小姐，请问需要什么？容颜稍稍打量了一眼，要买婚戒，麻烦带我们看看。请跟我来，店里新到了许多新的款式，可以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杨新总觉得这位女顾客有点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定睛观察了下，不确定的道：容烟。容烟抬眸与他对视，印象里并不认识这柜姐，也是第一次来这家店。温景初轻声问他认识。容烟摇头之际，杨新猜到他可能忘了，便提醒道：西城中学高一9班，我是杨新，我们还一起打过架。容烟。他这样一说，容烟记起来了。杨新又问：想起来了吗？容烟讪讪地笑了下，想起来了，好久不见，应该是自那以后就没有再见过。第35章，他当时的女朋友。容颜抬头看身旁的男人，对上他含笑的黑眸。温景初问他：先把戒指买了？这事他也是知道的，他最知道容颜非常不喜欢别人提起这事。在外人眼里，容颜乖巧懂事，这也是他唯一一次让人意外。对，先带你们看戒指。杨新拿出几对新到的款式，这些都是这几天新到的，设计、钻石色泽切割都是上乘，可以试试看。温景初的手机响了，他对容颜轻声道：我去外边接个电话，你挑着喜欢的。容颜点头，看着男人笔挺清俊的身影往外走去，杨新才问：容颜，你要结婚了？容颜浅浅笑着道：是呀，刚领完证。你老公很帅，跟你很般配。杨新诚恳的道：谢谢。容颜看向玻璃柜，看到里边比较简洁的一款。杨新，我想看看这款。这款也挺好，很多新婚的年轻人都喜欢这个款式，算是热销款，性价比也高。只不过这款跟容颜丈夫手上的腕表不是很适配。杨新也拿了出来，执着容颜的手给她戴了上去。你的手又细又白，真漂亮，戒指戴在你手上很好看。就要这款吧？不看看其他的吗？容颜弯唇：不用了，只是这段时间戴而已，结婚的戒指有另外设计。杨新明白了，好，这款可以调节大小，我帮你调好。容颜，我看着你老公也好面熟，是不是当年我们打完架来学校替你处理的那个人？容颜点头，是。他高一并不像温景初他们那样读的高级私立学校，而是自己考上的公立高中。他长相学识方面比较突出，但性格比较冷淡，与他聊得来的同学并不多。一次代表学校出去参加比赛，原定是同班的另一个同学，后面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临时换成了他。更不知道这个同学哪里得知了他家里的情况，便认为是他利用家里的关系抢了机会，因此来质问他，开始容颜隐忍。后面那个同学言语激烈，甚至辱骂他是个没妈的孩子。在容颜家人最重要，尤其是妈妈，是他心里的痛，最不能容忍别人说他妈妈的不好。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做这样不够压的事，跟人起了冲突。周围有另外的女生参与进来，容颜一个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杨新是个实诚人，知道是那个同学言语辱骂在先，看不过去就过来帮他一起，结果就是都被叫了家长。他不敢叫外公来，无助下打了电话给温景初。他还记得当时温景初的表情，简直可以用惊呆了3个字形容：不可置信。这件事后，外公就给他转了学校，去了温景初就读过的高级私立中学。对了，温景初不是一个人来的，记得他身边还跟着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女孩子，他当时的女朋友。容颜突然觉得心里不是滋味，这个大小可以吗？要不要再调小一些？容颜啊，不好意思，刚刚好，不用再调了。杨新又问：那你老公这个戒指要调吗？容颜往外看了眼，透过玻璃窗便看见温景初正站在店外接听电话，看样子没那么快结束，让他自己调吧。杨新，我想买玉镯子，你店里有没有成色比较好的？价格不是问题。容颜对钻石类首饰并不感兴趣，对玉制品倒是挺喜欢。杨新以前帮过他，还没表示过感谢，帮杨新提一下业绩，就当是报答他当年的帮助吧。容颜等了一会，便看到杨新拿了几个成色极佳的玉镯，他只随便看了眼：我都要了，你帮我包起来吧。都要了。这几个玉镯子每一个的价格都在500万之上。容颜笑了下，打消他的疑虑：对，都要，我比较喜欢玉镯，有时候需要冲一下场面。外公给的嫁妆里边有2套收藏级别的帝王绿翡翠首饰，手镯、项链、戒指、耳钉，不夸张的说，单一套下来便价值几个亿。这是外婆给他留下的首饰，他不舍得往外带，打算以后留给女儿或儿媳。温景初的工作使然要经常出席一些宴会，结婚后或许需要带太太出席，他也得佩戴一些能拿得出手的首饰，也不单纯是为了帮杨新刷业绩，确实他也想要买。
杨欣在奢侈品店工作了好几年，经常接待富家太太，自然也懂容颜说的冲一下场面是什么意思。是他真的需要才买就行，而不是为了其他，否则他心里过意不去。好，我帮你开单。拿了东西临走前，杨欣喊住了他：容颜，我们加个微信吧，有空我请你吃饭。他今天能开这么大的单子，还得感谢容颜。容颜拿出手机，打开了二维码。你扫我吧，我工作有点忙，可能信息来不及回复。你在哪工作？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杨欣有些震惊，自从那件事后，大家都知道了容颜出身书香门第，家境富裕，可以说是富养长大的小姐，怎么会找一份这么辛苦的工作？不过也可以理解，容颜一直都是有追求的人。他在同事艳羡的目光下，将容颜送到门口。慢走，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解决。容颜，我先走了，你忙。温景初还没打完电话，他站在他身旁，男人低沉磁性的嗓音格外好听，赏心悦耳，不知不觉竟有些沉迷。怕他等久，温景初结束了话题。先这样，有什么事等我回公司再说。挂了电话，他垂眸看到容颜右手无名指银色的钻戒，轻笑道：温太太，你人生中第一次戴结婚戒指，怎么不等我给你戴上？容颜恍然，不好意思，我没想那么多。温景初牵起他的手，没关系，等会你帮我戴。车上，容颜帮他把戒指大小调好，将戒指缓缓戴到他左手无名指上。男人的手指节分明，修长干净，手背上青脉微浮，生得又白又好看。戴上戒指后，温景初仔细端详了会儿，左瞧瞧右看看，嘴角翘着愉悦的弧度。温景初，你有没有想问？又止住了话。也已经过去了，问了又能怎么样？温景初看了过来，目光幽邃地望着他，有没有什么？第36章，温太太，我有点不开心。容颜思忖片刻，也没什么。他秀眉轻蹙的样子，明显是心里藏着事。温景初声音沉静地喊他名字：容颜。你想问任何事都可以，想问就问，不要闷在心里，影响我们夫妻感情。温景初语气沉肃的道：影响夫妻感情？有这么严重？容颜顿了下，开口道：你以前有没有谈过恋爱？没有。他回答的利落，甚至没有一丝的犹豫。那你是想问我当年去你学校时，身边为何带了个女孩子？容颜老实点头。她是我大学同学，我看她为人比较豪爽，请她帮了个忙。那年奶奶身体不好，一直住院，看我一直单身，心里担心我是因为父母的事情不愿意找女朋友，为了让她安心，只好出此下策，拜托别人冒充一下。原本是见了奶奶，我送同学回去，路上你打电话给我，我只好带着她一起过去了。你放心，人情我也已经还了，后面也没有再联系。容颜轻轻地握着他的手，我没有想别的，只是问一下。没有想别的。温景初原本还挺高兴他在乎这件事，逆着他淡定平静的脸庞，好似真的不在乎。他突然凑到他跟前：温太太，我有点不开心。容颜，怎么？男人温热的呼吸深深浅浅地拂过他的皮肤，带过一阵酥麻。容颜想躲开，他的眼神似乎有点幽怨的意味。没有胡思乱想吗？温景初问道。说实话，想起来这事的时候有胡思乱想，但是就算他以前谈过恋爱，已经过去了，不应该执着过去。但听到温景初说没有谈过恋爱，心里有种拨开云雾的清明感，应该是心里吃醋，但他不会跟温景初承认，绝对不能让温景初知道他先喜欢上他。女孩子要面子。容颜摇头，没有，努力维持着脸上的平静，不露出一丁点的慌张。温景初有些泄气，他好像真的没有说谎。不着急，他已经是他的老婆，领了证的。抬起手略带情绪的捏捏他的脸，什么时候搬过来？提前熟悉一下家里。你要是还不习惯两个人睡，婚礼前我可以先睡侧卧。领了证的夫妻理应要住一起。容颜想了一下安排，清明前我有一天假期要去扫墓，就那天搬吧，我提前将行李收拾好。男人修长好看的大手随意地搭在方向盘上，食指有意无意地轻敲着。听完他的话，薄唇微掀：扫墓那天我跟你们一起去。容颜双眼还盯着他的手在看，闻言眉头轻蹙：这合适吗？没什么不合适，我们是夫妻，早上我已经跟外公说了。就这样吧，公司临时有事需要我回去处理，你跟我回公司还是先送你回医院？温景初记得他是请了半天假的。回医院？容颜怕他事情着急，问道：公司的事着急吗？我可以打车回去，你先回公司。温景初启动车子，不急这一时，先送你回医院，晚上下班我过去接你回老宅。好。半小时后，容颜提着2大袋子的喜糖喜饼回了科室。科室的人都知道他今天领证，见到他都笑道：容医生，恭喜恭喜。容颜浅浅的笑着：谢谢，请你们吃喜糖，你们自己分一下吧。谢谢容医生。又有人问道：什么时候喝喜酒呀？工作太忙，就家里亲戚吃顿饭。容颜微微笑着道：
这样也挺好的，婚礼搞得太大，到头来累的还是自己，还不如就亲戚简单的吃顿饭。容嫣没多说，把一部分分给了护士，容嫣又拿了些回办公室给其他同事，留了些给孙主任跟赵暖。趁着有空，容嫣去了趟急诊，见到周明时，她停下了脚步。周医生，请你吃喜糖。周明沉顿了下，嘴里说着恭喜，但眼睛里却不见一丝笑意。他看向容嫣无名指上的银色钻戒，心里赌着实在是提不起笑容。祝你幸福。容嫣点点头，谢谢。没有过多停留，容嫣去了赵暖的办公室，给喜糖还有请柬。他只给了赵暖请柬。赵暖起身来到容嫣身边，让我蹭蹭喜气，希望早日脱单。容嫣被他逗笑，不是说你妈妈给你安排了相亲吗？怎么样？别提了，我都不知道老一辈的人什么眼光，将他夸得天花乱坠的。那照片还是好几年前的，不帅就算了，还特别大男子主义，吐槽起来就止不住，说起相亲对象他就生气。很无语的是，相亲而已，又不是一定要谈恋爱，他居然叫我辞职当家庭主妇。算了，下头难，提起他就不舒服。他伸手抱住容嫣，小嫣嫣，我要求也不高，以后的男朋友要是有你老公一半帅我就知足了。容嫣想到回医院前温景初问他要不要跟他一起回公司。赵暖，要不改天我问问我老公能不能在公司里找几个跟你年龄相仿的单身男士认识一下，公司里多的是青年才俊，接触一下，说不定有缘分呢。老公两个字从嘴里说出来有点烫嘴，容嫣有点不自然，而赵暖双眼噌的一下亮晶晶的，真的吗？那真太好了，天天不是工作就是在家躺着，完全没有机会认识男生，那就说好了呀，你帮我问问。赵暖又撒娇道，容嫣，我能不能脱单就看你了呀，要是我脱单了，我就让我妈给你腌豆角，腌很多很多。容嫣喜欢吃腌豆角，赵暖前段时间拿了小瓶放在办公室，偶尔下夜班在饭堂就着喝粥，给容嫣吃了一次，不料她就馋上了，那玻璃瓶都空了。容嫣止不住的笑意盈盈，行，等婚礼过后吧。现在温景初不但要忙婚礼的事，还要忙工作，两头都忙。容嫣不想这个时候再给他添负担。赵暖点头，好。下午6点后，容嫣从医院走出，走在街上时，身后一道清朗的声音传来，大嫂，等一下我。容嫣回头看到是温书泽，温书泽跑过来的，气喘吁吁，我没开车来，蹭大哥的车回去。哦好，你大哥在前面路口等着，我们过去吧。两人隔了一步距离，一前一后走着，温书泽跟在容嫣身后。那不是温医生跟妇产科新来的容医生吗？我听说他比较高冷，不怎么跟人亲近，看着他跟温医生倒是挺熟的。对了，周明，赵暖跟他聊得来，你跟赵暖那么熟，应该知道一点吧？不知道，我没那么八卦。周明冷淡道，撇下身后的几个同事，自顾自走了，留下几个同事面面相觑。你也是，你不知道周明之前追容嫣吗？没追到，容嫣跟家里安排的相亲对象结婚了，人家心情抑郁着呢。追容医生的人多的是，没追上很正常。她长得那么漂亮，眼光肯定也高啊，拿我们撒什么气，心里就没点数吗？真是的。第37章，说谎的孩子会长长鼻子哦。容嫣是第一次以温景初妻子的身份回温家老宅，她以前也随外公来过这里做客，如今换了身份，心境似乎也有点不一样。刚到门口就看到管家在门前候着，明显是在等他们。进了客厅，温老爷子、温伯伯、孟姨三人都坐在客厅里。看到他与温景初、温书泽三人一起回来，就连一向比较严肃的温伯伯都喜笑颜开的。容嫣礼貌的一一叫人，他还是按照以前的叫法，这边的习惯等婚礼后再改口。温云生直接无视两个儿子，笑着开口道，容嫣快来坐下喝茶，工作一天累坏了吧？温书泽笑嘻嘻的凑了过去，爸，我也忙了一天。温云生对小儿子最是宠爱，也由得他撒娇，知道已经让厨房炖了你最爱的老疙汤。闻言，容嫣想起了他刚进医院没几天时，温景初给他送过一次汤，如果没记错，那正是老疙汤。还记得他问温景初要不要让温书泽过来喝汤，温景初当时是怎么说的？他回答的毫不犹豫，不用，他不喜欢喝。而今天温伯伯说温书泽最爱喝老疙汤。容嫣狐疑的扭头看向身旁一脸淡定的温景初，似乎是察觉到他的目光，温景初也侧眸看向他。电光石火之间，某些记忆涌向脑海里。温景初摸摸鼻子，轻声淡然道，原来书泽喜欢喝呀，我不太清楚，毕竟不是我儿子。男人黑眸如漆，从容镇定地与他对视，打消了他几分怀疑。但容嫣心里还是存疑几分，毕竟温景初道行高深，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一如既往的淡定，很难从他的面目表情中分辨出是否在说谎。更何况温景初也很宠爱弟弟，可以说兄弟两人在小时候是形影不离。他对温书泽的喜好不了解，好像不太能说得过去。说谎的孩子会长长鼻子哦，我真不知道他爱喝，而不是故意不让他来。温景初故作淡定的解释。
而对面的温云生给孟秋悄悄使了个眼色。孟秋会意，但心里有些不情愿，他脸上始终挂着笑意，拿出了个极具年代感的檀木锦盒，这是奶奶留下的首饰，容嫣，今天我就把它交给你了。孟秋心里堵得很，她嫁过来时老太太根本就没有给她，一直留到最后交给老爷子保管。这不，等到温景初结婚了，才象征性交给他，让他交给容嫣，营造家庭和睦的假象。说到底，温家一直就没有看得起他，恒越公司的股份他连知道的资格都没有，要不是温景初假意大方的分一半给舒泽将来的妻子，他就一直被蒙在鼓里。嫁给温云生27年，到头来在他们温家眼里还是个外人。虽然心里很不舒服，但得益于这么多年的表演功夫，愣是没让别人看出一丝的不开心。容嫣仰头看向温景初，见他点头，容嫣这才伸手接了，温和有礼的道：“谢谢秋姨。”温云生也乐呵呵的拿出他准备的见面礼，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别嫌寒碜。这次他更不敢接了，这可是大面额的黑金卡。温景初替他接了过来，随后塞到他手里，安心拿着，家里每个人都有。谢谢温伯伯。不用谢，不用谢，都是一家人，不讲谢字。很快，佣人便准备好了晚饭，一家人难得的聚到一起，其乐融融。晚饭后就坐在客厅里闲聊，不知不觉已经是10点半了。容嫣时不时就看一眼墙上的老式摆钟，温景初还没提议送他回去，他也不好开口。还是温老爷子看出了他的小动作，容嫣啊，天色晚了，就留在家里睡吧，景初都给你备好了生活用品了，什么都不缺。温景初没跟他说过要留在老宅过夜，他低头轻声问他，想留在这里过夜吗？都领证了，已经是夫妻，留在老宅过夜也很正常。容嫣也不扭捏，我听爷爷的。温老爷子呵呵的笑了，好，也不早了，景初，你带容嫣回房间准备洗澡休息吧，明天她还要工作，早点休息。温景初的房间靠近庭院，回到房间，容嫣将窗户打开，她双手撑在窗台上，往下看去，庭院夜灯点缀，花圃里的娇花开得正盛，随着清风，淡淡的清香随风而至。床上收拾得整齐，温景初昨晚也是在这里过夜，搁在床头柜上的那本书被折出一个角做标志，应该是他昨晚睡前看的书。男人步调沉稳地从衣帽间走出，新的洗漱用品我都拿出来了，你先洗还是我先？我先去吧。第一次住在同一间卧室里，说不紧张是不可能的。容嫣深深吸了口气，过去将东西拿了过来，就去了浴室。进了浴室，容嫣才细细看了眼温景初给她准备的物品，甚至连卫生巾也给她备着。不得不说，她是真的事事考虑周全。从定下婚事到今天领证，几乎没有要她做过什么事，只出面领个证，其余的都是温景初在安排。可以说他当了个甩手掌柜，温景初又让他当得心安理得。容嫣不由得生出愧疚感来。她经期的第一天没有洗头发，半个小时后就从浴室走了出来。开门时不经意间瞥见男人扯下领带解腕表，容嫣定眼瞧着，这种无形的欲最是撩人。温景初抬眼见他愣愣地站在浴室门口，关心地问道：“怎么了？”容嫣咽了咽喉，没什么。视线往下，温景初目光定格在他脚下的粉色拖鞋上。2只可爱的兔耳朵不由得勾了勾唇。他爱浅色，但帮他挑拖鞋的时候，这个款式其他颜色没有了，其他款的又不是容嫣喜欢的，挑来挑去还是给他买了这双粉的，还挺可爱。容嫣顺着他的视线往下看，被他看得脸上发烫，缩了缩脚趾头，把头发吹一下。虽然没洗头，洗澡时还是会将头发弄湿。他用木质发夹将长发随意地顾在脑后，几绺阴湿的长发粘在修长白净的脖子上。温景初瞥了一眼便移开视线。容嫣抬手摸了下，应道：“好。”来到一个比较陌生的地方，难免紧张不安。温景初进了浴室洗澡，这次特地洗久了些，让他可以自在的熟悉一下。容嫣简单吹了吹头发后，便掀开被子躺在了床上。第38章，除非他是柳下惠。手机微微震动，看了眼是赵暖八卦的信息：“姐妹怎么样？新婚之夜有没有住一起啊？”瑟。容嫣握着手机翻了个身，睡在最边边上，面向窗户。她无视后面那几个表情包，如实回答：“在老宅过夜。”赵暖，那我不打扰你们了，春宵一刻值千金哟。容嫣，别乱想，我还在经期，今晚安全的很。赵暖，那也不妨事，有的是其他法子加深了解。又是加深了解。容嫣现在不管是看到还是听到这几个字，都觉得害怕。每次温景初跟她说了这几个字，就发狠似的亲她。容嫣忍不住颤了颤身子，但温景初应该不会的，他这个人总体来说还是很客气手里的。但两人已经是夫妻了啊。容嫣抓狂，就算做些什么也是合法合理的。尽管心里也害怕，但依旧嘴硬：“不会的，他不会的，我还没做好准备。”他不会的吧？赵暖继续秒回：“姐妹，别小看男人，我赌一包辣条，你老公绝对忍不住。”这么一个肤白貌美大长腿的老婆躺在身边，赵暖根本就不信会有一个男人能顶得住诱惑。
除非他是柳下惠，能够心如止水，坐怀不乱。容颜看了赵暖的信息后，更加心慌慌，连续翻了2次身。翻身时，裙摆随着动作往上移了半截，第一次跟温景初躺一张床上，而且穿的还是睡裙。估计是昨天夜里他在荣家看到他穿的是睡裙，所以给他准备的都是睡裙，没有睡衣睡裤。他将裙摆往下拽，觉得还不够，又将裙摆扯开，铺平，压住。还在想怎么回复赵暖的话，蓦地，容颜听到了开门的动静，被吓了一跳，慌忙将手机塞到了枕头底下，闭着眼睛假装睡着了。温景初手里拿着一条灰色的半干的毛巾，吹风筒在卧室里，刚洗的头发只用毛巾擦了几下，额前碎发垂下。温景初一身黑色缎绸质睡衣裤，抬手拨动头上短发，边从里边出来，目光落在床上凸起的一块，怎么睡觉喜欢蒙着头睡？温景初放轻声音喊了声容烟，没有反应。温景初迈腿走了过去，弯下身子，抬手撩下容烟蒙在头上的被子，见他紧闭着双眼，睡着了，还挺快入睡。替他将被子盖好，男人睨了眼放在沙发那边的吹风筒，没有过去拿，而是继续用毛巾擦拭未干的头发。温景初刚想将房间的灯关了，抬脚之际听到容烟枕头底下手机震动的声音，小心翼翼地伸手过去，想帮他将手机拿出来放好，手才伸过去，容烟就动了下，将头压在了放手机的地方。温景初再次低下头，黑眸紧紧地盯着他看了会儿，便见床上已经睡着的女孩细长卷翘的睫毛轻轻地颤动，男人勾唇无声地笑了下。容烟能感受到男人清冽的气息近在咫尺，他整个身子都在紧绷着，快要装不住了。就在他想放弃装睡，要睁开眼睛时，感觉到那股温热的气息逐渐远离他，随后听到温景初离开的脚步声，咔嗒。温景初将灯关了，房间里陷入黑暗。容颜悄悄地睁开双眼，只见楼下庭院暗淡的光晕透过窗台落入房内，他也深深地松了口气。刚装睡时他就后悔了，要是被温景初发现可怎么办？他会不会多想？会不会以为他不喜欢他的亲近？容颜轻咬着下唇，心里有些懊恼，但那时是下意识的动作，心里也有点害怕赵暖说的话，第一次同床共枕，有些紧张过头了。矛盾。他听到床的另一侧传来动静，男人轻手轻脚的掀被上船，躺下后没有多余的动作，一夜相安无事。容颜这一夜也睡得很踏实，早上他醒得早，侧身看了眼，他与温景初之间隔着庭院，男人睡颜安然平和，比平日里少了几分冷峻。趁着温景初还在闭眼睡着，容颜有些肆无忌惮地打量着他。温景初长得是顶顶的帅，眉如清风，眉眼深邃，鼻梁也很挺，嘴唇恰到好处的薄，骨相好，身上的气质更是出众。温爷爷跟温伯伯尽心培养的接班人，自小就守着严格的教育，教养品行都极好。他外公从不轻易夸人，可对温景初却是十分的满意。这么多年了，他还真没见过一个比他更帅更优秀的男生，以至于他读书那么多年，从没遇得到看得入眼的。年少时遇到的人太惊艳，幸运的是，这个人现在是她的丈夫。只要她与温景初一直好好的，婚姻生活里，她没什么不满足的了。容颜看了会儿，见她悠悠睁开眼睛，便将视线转移。温景初侧眸看了过来，声音沙哑慵懒：“醒了，睡得怎样？有没有认床？”“睡得挺好。”他这样关心，容颜对昨晚装睡躲他更是愧疚。沉默片刻，容颜略显抱歉地开口道：“温景初，我昨晚其实开始并没有睡着。”温景初轻笑一声，伸手揉了揉他蓬松柔顺的长发：“我知道，但以后你担心什么或者害怕什么都要跟我说。”他侧眸静静地看着他：“我们是夫妻，不管是什么都可以跟我说，我会尊重你的一切想法。”容颜愣怔一瞬，点头：“我记住了。”他撑起身子躺到了温景初身侧，伸手抱着他的腰身：“我想抱抱你。”怀里温香软玉，温景初哑着声音笑道：“温太太，要是你昨晚这般，我可能真的把持不住。”容颜心爱的女人就睡在身旁，担心他害怕，天知道他用了多大定力才克制住没有去抱他。容颜的手突然僵住，还圈在男人精瘦的腰身上，就感动了那么一会儿。温景初双眸逆着笑意，轻笑几声，胸腔随着起伏震动。他伸手捏了捏容颜小巧的鼻子：“温太太，我是个正常的男人，对你有那种想法很正常，只不过会尊重你的意愿，更何况你特殊的日子，你觉得我能对你怎样？”容颜哑言：“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他干脆将脸朝下，闷着不看他，也不怕闷坏了。温景初笑了声，将他的脸端正：“我先去洗漱，时间还早，可以再睡一会。”说完，温景初掀开被子下床。容颜看着他的背影，收回目光后，仰头看着白花花的天花板，长叹一声：“还是自己修炼不够，不像温景初那样可以一本正经、面不改色的撩拨。”第39章，这是他的承诺。这几日只要下班回到家有空，容颜就将行李简单的收拾了一些。明天就要去扫墓，
容颜今晚将全部行李都收拾好，忙完后已经是夜里10点。看了眼手机，微信有好友申请唐木川，他也是认识的。唐木川跟徐有燕是温景初2个很要好的兄弟，他们以前也跟温景初来过荣家做客，只是认识的不深，也有好些年不见了。昨天温景初跟他提了下，说是唐木川要脱单，拜托他推荐一处比较灵验的寺庙去求求月老。容颜没有犹豫就点了通过。那边很快发了信息来，嫂子你好，我是唐木川。容颜刚想要打声招呼，唐木川又发来了信息，初哥有没有跟你提过我的事？之前听赵暖经常跟他吐槽一个病人，后来问了下才知道是唐木川。赵暖不是说他的手打了石膏吗？这打字的手速挺快的呀。容颜回复他，提过的，南山那边的月老庙香火就还不错的，你可以去求一下姻缘，但是要找女朋友还是要靠自己努力，求神拜佛也只是寄托愿望。现在这个年头去月老庙求姻缘的还真不多，倒是财神殿香火一年四季一样的旺盛。这头的唐木川一脸懵，他抬头看了眼满满一柜子的顶级红酒，嘴馋的要命，肯定是温景初那厮坑他。谁要去求姻缘？最好单身一辈子。他气哼哼地发了条信息给温景初骂了一通，又赶紧回复容颜的信息，嫂子是初哥说错了，我不是求什么姻缘，我最近是倒霉到家了，想去白白佛去霉运，麻烦给我推荐一处地方。容颜虽然信佛，但也不是那种病急乱投医的人，信佛只是求心安，求一个心理安慰而已。他给唐木川简单的讲了几句，最后也给他推荐了座寺庙。一个成年人懂得道理都懂的，容颜也不想多废话惹别人烦，但该说的还是要提一下。容颜刚想将手机放下，温景初的视频电话就打了过来，刚点了接通，手机屏幕里就出现了一张轮廓分明的俊脸。这几天两人都忙，都没有见面，这又是第一次视频通话，容颜觉得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不敢一直盯着屏幕看，眼睛又不受控制的往屏幕瞟去。温景初看着他穿的不是睡裙，便问，还在收拾东西？刚收完。对了，你怎么跟我说唐木川是求姻缘？他刚刚跟我说是想去霉运。他听到手机里传来男人低沉的轻笑声，不管他那么多，难得有点时间跟容颜视频，温景初才不想浪费时间去谈外人。容颜听到那头噼里啪啦敲键盘的声音，镜头是对准他的脸，又看不到周围环境，他蹙着眉问道，你是在公司还是在家里？在公司，有些工作还没处理完，你要是忙的话，明天扫墓我跟外公去就好了。没你想的那么忙，只是提前处理完紧急的事情，放心吧，我有分寸。容颜在厨房还炖着东西，定好的闹钟响了一下，他就起身往厨房走去，边走边给跟温景初讲话，那你也不要加班太晚，你饿不饿？要不要我去给你送宵夜？不用，那么晚了，你来回一趟要1个多小时，工作一天你也累。温景初将最后一份要看的文件处理完，便关了电脑，我也差不多要回去了，你也早点休息。关了视频，容颜将炖好的燕窝拿到客厅里，明熙不在家，嘟嘟也被送到明熙经纪人家里去了。房子很大，忽然觉得冷冷清清的。容颜突然明白明熙为什么要收养嘟嘟了，他结了婚，迟早要搬过去跟温景初一起住，而明熙也跟盛哲分了手。明熙是孤儿，一直都很害怕孤单，渴望关爱，所以之前盛哲帮了他，明熙能记这么多年，也喜欢了5年。这5年的喜欢也很卑微，其实明熙进了娱乐圈后几乎没有休息时间，他跟盛哲1年里几乎见不到几次面，就靠着那腔孤勇闯荡，没有背景，在娱乐圈里也活得很辛苦，多亏他的经纪人会眼识人，把明熙带到如今这个高度。容颜虽然不怎么懂情情爱爱，但他也能感觉得到盛哲对明熙的喜欢也不怎么深，更何况盛哲还是个妈宝男，一直不对外承认跟明熙的关系，让明熙在他家人面前受尽了委屈。现在没有了盛哲，他也要搬到半峡湾住，这家里就剩明熙了，有了嘟嘟，明熙也不至于那么孤单。第二天一早，温景初到欧华庭接了容颜，两人到墓园时，容老先生已经到了。容颜看到陈叔等在外边，外公应该在跟外婆说话，我们先去拜祭妈妈。刚回洛江时，容颜就过来看了一次，墓园肃穆安静，每次进来这里都难免心情沉重。温景初看着墓碑照片上的年轻妇人，这就是容颜的母亲容暖。小时候见过一次面，但隔了这么多年，温景初早已经忘了她的面容。今天看着照片才略想起一点，容颜的长相随了岳母，温婉秀丽，气若幽兰。可惜婚姻不顺，原就身体不好，又多操劳，未满40就去世了。温景初弯下身子，将祭品一一摆出。容颜把买来的那束洋桔梗放到墓碑前，细手轻轻地抚摸着墓碑上的照片。妈，我买了你最爱的洋桔梗，很漂亮。摆完东西，容颜牵过温景初的手，与他一同站在墓前。妈妈，我结婚了，这就是我的丈夫温景初，请您也保佑他平安顺遂。温景初握了握他的手，也跟着容颜叫了一声妈妈，随后神情认真的道，我是温景初，是容颜的丈夫，请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容嫣，这是他的承诺。容嫣还有话要单独跟母亲讲，温景初便到外边等他。待人走后，容嫣在旁边坐了下来，头轻轻靠着柔暖的墓碑。妈妈，我很想你，也听你的话，婚姻大事要听外公的安排，我也挺喜欢温景初的，放心吧，我们会好好过日子的。前段时间裴端来洛江找我，这也是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来找我，就是为了给我安排相亲，但我没有听他的。对了，我看了你的日记，对不起，我那时候还小不懂事，不该吵着闹着要爸爸回家，让你为难了。第40章，你真的不着急要孩子吗？说着，容颜双眼便湿漉漉的，他做了会看到容老先生往这里来，便擦了擦眼泪。外公，你跟妈妈说会话，我跟景初去看看外婆。容老先生点头，去吧，跟你外婆说说话。他转头看着女儿的照片，每次看心情都异常的难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莫大于心死。容老先生叹了口气，跟女儿叙起了家常，说的大多是关于容嫣的事。囡囡，爸爸身体挺好的，回了西南4年没来看你了，不要怪爸爸。我本来想将你跟你妈妈带回西南老家去，小小现在结婚又定居洛江，只好作罢，他来看你们也方便。今天天气放晴，阳光明媚，隔天才是清明，墓园也安静。容老先生待了一会，这边容嫣带着温景初也拜祭完了。出了墓园，容老先生跟陈叔回容家老宅。小小、景初，外公先回去，下午约了人叙旧。外公，你也要注意休息。容嫣关心道。自从外公回了洛江，经常有好友约他叙旧，鲜少空闲。外公有分寸，会好好保重身体。我还跟你外婆说，要等到小外曾孙出生。容嫣嘟囔了句：外公，我们婚礼都还没开始。他悄悄退了步，让温景初挡在前面。外公不催生，你们也得好好规划一下，景初年纪也不小了。温景初却不着急，外公，容嫣还年轻，过几年再考虑这个问题也不迟。容老先生摆摆手，罢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安排，我也只是提议，听也行，不听也行。看着外公跟陈叔上了车，容嫣仰头对上男人深邃的黑眸，温景初，你真的不着急要孩子吗？他都30了，确实年纪不小了。温景初咽了咽喉，喉结轻滚，不着急，孩子能凭空来吗？老婆跟他躺在一张床上，什么不做都还紧张，哪能这么快就要孩子了？温景初叹了口气，抬手轻轻捏了捏他白净的脸蛋，走吧，温太太。容嫣被他牵着手，眉头轻蹙，可是男人年纪越大，精子质量越差。两人正在下台阶，闻言，温景初脚下险些没踩实。他无奈又好笑，我没有不良嗜好，几乎不抽烟，除了工作需要也少喝酒，常年健身，你无需担心这个。容嫣这回倒是很淡定，她撇过头来看向前方，这挺好，继续保持。男人一身黑色西服，深沉冷峻，却眉目和煦，垂眸低笑一声。容嫣听着温景初磁性的低笑声，后知后觉般，耳根子倏地滚烫起来，泛起淡淡粉色。一直到了欧华庭才缓了过来。东西昨晚已经收拾好，温景初很快便将容嫣的物品都搬上了车。回到半峡湾，黑色宾利进了大门，驶上水泥道路，穿过绿化草坪，经过花园后停在别墅门前。佣人过来将行李都搬到了2楼主卧，他们只知道先前先生带了个女孩子回来，只有年纪大些的相姨见过，今天还是第一次见到，也就是先生刚娶的太太已经领了证的。这些天先生叫人来改造主卧，也是为了太太住的舒心。这几日大家伙也着将别墅来来往往都细细的清理装饰了一遍，添了不少女孩子喜欢的物品。佣人搬东西时悄悄打量了几眼，太太与先生站在一起甚是养眼。太太穿得很是素雅，乌黑长发只用一只玉绿色的簪子盘着，秀雅清丽，五官精致。更难得的是她身上如菊般恬淡温静的气质，像是江南烟雨水乡养出的温婉美人。相姨，你知道太太是哪家的姑娘吗？好漂亮，跟先生可真是配。两人今天的穿着也很是搭配，先生深沉浓郁的黑色西装配着太太清浅素雅的长裙，怎么看都觉得般配。相姨见温景初与容嫣还没过来，也跟他们讲了下，太太是城南荣家荣学儒老先生的外孙女，书香门第出身，先生从小就跟着老先生学习书法棋艺，跟太太也是早就认识的，也是肯定都是一个圈子的，知根知底，见识学识都不差。相姨指挥他们将东西一样摆放好，好了，别再顾着聊天了，你们把太太的衣物都放到衣帽间里。10分钟后，容嫣才上了2楼主卧，刚进门就被里边的景象惊到，怎么把卧室的摆设全换了？床上被子、床头柜、梳妆台、床帘等等全都换成了颜色淡雅的。温景初跟在他身后，高大的身影逆着光帮他挡住灯光。听到他的惊叹，男人眸色未见波澜，这也是你的房间，当然要换成你喜欢的颜色款式。容嫣进了衣帽间，上次来他没有进去，但仅仅看了眼便知温景初连衣帽间也改造了女孩子喜欢的款式。
一整面的入墙式衣柜，大半空间挂的全是他喜欢的衣裙，都是新的，他来时带的不多。剩下1/3的空间才是属于温景初的，挂着他的西装、西裤与衬衣，黑白2色，可谓是单调至极。还有一柜子女士包包，全是最新款。衣帽间中间更有一个玻璃柜，放的是名贵首饰、簪子、耳环、项链、手镯，各种款式都是他喜欢的，应有尽有。容颜看到旁边的玻璃柜放的是温景初的腕表，确实很多。他也不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人，但还是第一次见这样奢侈的场面，真正见识了一下温家的豪气。温景初垂眸，见他抿唇不语，皱眉问道：“不喜欢吗？”容颜摇了摇头：“喜欢，但我平时都在医院工作，你准备这么多昂贵的首饰，也没什么机会佩戴，会不会有些可惜？尤其是他看到有一套碧玉首饰、地黄绿的翡翠首饰，这2套首饰可不比外婆留给他的差。前几天他在杨兴工作的奢侈品店购买了几个玉镯子，本想拿来充场面，看来也是拿不出手。”闻言，温景初缓缓松了口气：“那不重要，就这么一点首饰而已。”容颜也欣然接受，他抬眸笑道：“谢谢，很惊喜。”睨着女孩水波盈盈的眼眸，烟眉红唇，温景初忽然感觉喉间发紧，腰肢被男人单手抱住，容颜眸底金色一闪而过，稳定心神，温软手臂也顺从地攀上男人宽厚肩膀。温景初的吻来势汹汹，炙热地吻着他的柔唇。第41章，目睹事故发生。蓦地，容颜双脚离地，心间一颤，连忙伸手勾着男人的脖颈。温景初将人抱起，让他坐在放着首饰的玻璃柜上。如刺目灯光下，玻璃柜下珠宝瑰丽透光，碧玉无瑕。慌乱无节奏的气息再次落下，容颜只觉得脑袋蒙蒙。偌大的衣帽间里，安静的只剩下呼吸的声音，时而响起1-2声女孩子细碎的声音。温景初心里的火气已经无法压制，目光掠过漂亮细腻的锁骨，男人声音低哑：“温太太，可以加深了解吗？”容颜抿唇不语，他又不疾不徐地追着问道：“可以吗？”温景初极力克制着，尽可能的给他温柔：“只这样就行，再深程度的就不行了。”男人明显的不乐意，继续亲他，耳膜撕并，烦人的厉害。容颜忍不住的颤了下，低眸只看到男人乌黑的短发，他推了推温景初：“我经期刚结束，还得再过2-3天才可以。”温景初额头上都是细汗，嗓音沙哑：“我知道，你帮我。”话落，他便抬手，指尖划过鞋襟上的珍珠盘扣。他不想做秒懂女孩，可一听便明白什么意思。赵暖说的是对的，就算不到最后一步，也有很多种法子加深了解。容颜从医，对正常的生理现象最懂不过，火都起来了，突然要他停下，那便不太可能。他声音微：“我下午得出门，别在我脖子上留痕迹。”闻言，男人胸膛轻震，低沉磁性的轻笑声几乎要将他的耳朵灼伤。容颜只觉脸上滚烫，顺从他的胡闹。片刻间，带滑落，头顶的灯光刺目亮眼，逆着弧度漂亮的雪白。温景初嗓音带笑：“老婆，你真美。”容颜，他咬着唇，忍无可忍：“你闭嘴！”这话惹得温景初发笑，他将人抱起，便往隔壁浴室走去。浅色长裙已经松松散散，乌黑亮丽的长发垂落肩头，而他身上的黑色西装依旧整齐笔挺，内里的白衬衣却只有领口上有略微褶皱。裙摆轻飘飘的划过男人黑色西裤，与他脸上紧张羞褐不同，他仍旧一派淡然，但额前的细汗与眼尾的猩红却出卖了他。这一闹便是2个小时后，先生太太进了主卧2个多小时没有出来，楼下相姨看了眼时间，已经到中午1点了，还没见人出来。按照先生的吩咐，厨房炖了汤，午饭也准备好了。房间里刚沾到柔软的大床，容颜就将脸埋在被窝，肚子饿，身体累。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看了眼，男人从衣帽间走出，白衣黑裤，垂眸整理腕表，神清气爽，跟他又累又饿的疲惫状态完全不同。温景初走到床边坐下，抬起手轻轻拨了拨他的长发，语调温和：“累了，要不要把饭端到房间里吃？”容颜想骂他说的是废话，能不累吗？他脾气一向很好，难得的对温景初没有了好脾气，伸手嫌弃的推了推他：“不用，你先去吃，我先休息一会，别吵我。晚点还得去灵山寺给他求平安符，上灵山寺还要爬那么多级台阶，真要他老命。”温景初见他气鼓鼓的趴着睡，故意扭头面向另一侧，他也凑了过去，大手轻轻地揉着他的头安抚：“老婆，生气了，抱歉，让你受累了。几点了？我想睡一会再吃饭。”他嗡着声音问。闻言，温景初抬手看了眼腕表，1点10分。1点10分，从家里到灵山寺要40分钟，最晚4点左右要到那里。吃完午饭休息1个多小时再出发，到灵山寺也差不多这个时间。容颜翻过身与他面对面的，入眼就是
男人这张引人犯罪的俊脸，他往后退了些。我就任性这么一次，你帮我把饭端到房间里来吧。从小到大，也就生病严重的时候会在房间里吃饭。温景初轻笑一声，好，我去帮你端来。临时走，还在他脸上亲了下。容颜望着他离开卧室的背影，深深叹了叹。为什么男女经历这么悬殊？明明他出的力气更多，为什么他就抬抬手都觉得累？而温景初就像吃了活力仙丹一样。他看了看自己的手，在浴室里，手心的滚烫仿佛还在，不敢再回想那些旖旎画面。温景初也陪着他在卧室里用餐，等容颜将汤喝了后才问，下午要去哪？要不要我陪你去？我去趟灵山寺，很快就回来，你去忙，不用陪我。在浴室时就好几通电话打了过来，都给他挂掉了。说起来，他还是第一次看到温景初这样不耐烦，直接把手机给关机了。估计是真的忙，要不然也不会在他挂掉电话的情况下还打了几次过来。温景初点头，让家里司机送你过去，我自己开车就行，也不是很远。他虽生在优渥的家庭里，但也不是娇生惯养的。温景初还想再多陪容颜一会，手机又响了。容颜见状劝道，你去忙吧，我坐一会就睡午觉。好，我今晚尽量早些回来。接了电话交代2句后，温景初将餐具收拾好，便走出了卧室。从灵山寺回来时，为避免堵车，容颜驶上了高速公路，车流量也大，但不至于堵住。从洛江大桥下来，十字路口红绿灯处，他刚到路口左拐弯，突然看到直行那条道一辆电动车从侧旁冲了出来，司机突然踩了刹车，后车来不及减缓速度也冲了上去。砰一声巨响，极短的时间内，容颜目睹了事故发生的过程。他被突如其来的巨响吓得心脏狂跳，稳了稳心神，冷静的左拐弯，随后寻了合适的地方将车停下。电动车的主人也被车压在了车底下。附近的人纷纷跑了过来，容颜从车上拿了急救箱往车祸跑去。有人在喊，快打120。前车侧翻，一个壮汉跑过去看了眼里边的状况，副驾驶也有人。你们感觉怎么样？男人意识还算清醒，头部流血，我手不能动，求你们救救我们，我女朋友晕过去了。陆续也有人围了过来，壮汉与他们一起合力将车翻正，将车里的人都扶了出来。这边也有好些人将后车抬了起来，一起将压在车下的人抬了出来。温书泽正好下班路过，他远远见到车祸现场，也跑了过来。前车副驾驶的女士心脏骤停，温书泽正给她做心脏复苏。第42章老夫老妻的即视感。容颜到时，伤者都已经救了出来，瞧见有群众并不熟练的急救，他急忙道，我是医生，伤者放到平地后尽量不要乱动，避免2次伤害。最怕就是有些热心肠的人本身不会急救知识，但盲目救人就会对伤者造成2次伤害。他打开急救箱为伤者止血。2人为伤者做完简单急救后，医院的救护车也到达了现场。温书泽这才得空去看了眼容颜，看到她裙子上有血迹，担忧问，大嫂，你有没有受伤？容颜将急救箱收好，低眸看了眼，白色裙子上沾了不少血迹，看起来相当骇人。我没受伤，是伤者的血。被卷进车底的人伤得很重，裙子上沾染的血迹大都是他的。容颜有洁癖，看了眼身上的衣物，让他有些不适。我先回去了，你开车小心。温书泽见他紧蹙着眉头，清清冷冷的，不似平日待他那样温和，以为他是不舒服，刚想开口问要不要送他回半峡湾。他的话刚到嘴边，容颜交代一句就拿起急救箱匆匆离开了，也没时间想其他。徐有月给他发了信息，手机震动了一下，温书泽看了眼，是路上塞车吗？母亲一心想撮合他跟徐有月，他自己对徐有月说不出有感觉，也不讨厌他的接近，便听了父母的安排。2人本来约好时间吃晚饭，温书泽被这突如其来的车祸耽误了回功夫，他也懒得解释，不痛不痒的回了句，路上遇到了点事情，现在过去20分钟左右到，你可以先点着菜，挑你喜欢的就行，我都可以。放好手机，温书泽抬头，目光落在远处容颜离开的方向，片刻他才绕了回去找自己的车。回到半峡湾，容颜将车停到车库里，经过花园，向姨见到他这副样子被吓了一大跳，连忙丢下手中的活迎了上去。太太，您怎么？容颜淡定道，没事，我的车需要清洗，麻烦向姨帮我跟司机师傅说一声。向姨心神稍定，仔细观察确定容颜没有受伤后才放下心，打了电话让家里司机去处理，又吩咐其他人去准备晚饭。从浴室出来已经是1个多小时后的事情，洗完澡身上清爽许多，容颜这才觉得心情畅快了些。她将头发吹得半干，身上穿的烟柳色宽松睡裙，脚下踩着可爱兔耳朵的蓝白色拖鞋。也不知道温景初为什么这么喜欢给她买有兔子图案的拖鞋。刚想到，他就收到了他打来的语音通话。容颜接着电话走下楼梯，他温柔地问道，还回家吃晚饭吗？温景初打电话来就是为了说这事，略有歉意地说，抱歉，今晚得很晚才能回去，
你先吃饭，不用等我。他那边有其他人讨论的声音，语调也急，声音挺吵闹。容颜听出温景初的声音有丝丝嘶哑。好，别忘了吃晚饭，也要喝点水。温景初应了句，匆匆挂掉了电话。夜里，漆黑天际挂着弯弯月牙，12点半了，温景初才顶着夜色回了家。家里客厅开着一盏明灯，寂静无声。听到门把扭动的声音，容颜扭头看了过来，男人将黑色西装外套随意搭在臂弯上，身影颀长挺拔，眉眼间略显疲惫。容颜眨着乌溜溜的大眼睛欣赏了会儿，便听到他问：怎么还不睡？已经睡意觉醒了。温景初点了点头，把外套放在沙发上，修长分明的手指按在领带上松了松，便一把扯了下来，丢到了外套上面。容颜在床头柜上放了杯温开水，温景初坐了过去，拿了他的水喝了半杯。趁着他喝水的空档，容颜伸手将被子往上扯了下，问他晚饭吃了吗？就担心他工作忙没吃晚饭。吃了。放下杯子，温景初转头凑到了容颜的面前，大手抚在他的后脑勺上就亲了下去。容颜靠在床头上，手里还拿着本关于佛学的书，毫无征兆的就亲了过来。他手上的书也掉到了被子上。这次温景初倒没有吻得太狠，就一会儿便松开了他。容颜的双臂还攀在他宽厚的肩膀上。分开时，他面露潮红，脸上素颜看着更加白嫩细腻，从脖子到锁骨下，雪白的肌肤在明亮的灯光下甚是养眼。温景初又靠了过去，喉结轻滚，不敢再看，生怕把持不住。鼻尖蹭了蹭他的，声音略显沙哑：早点休息，我先去洗澡。分别也就12个小时，想他想得厉害。看到他穿着颜色养眼的烟柳色睡裙坐在床上，乖得很，控制不住想要亲亲抱抱。容颜也没有再看书的心思，躺了下来，扯上被子便闭眼睡觉。男人进浴室前还贴心的帮他把房间的灯关了，只留了一盏淡橘光的小夜灯。今晚吃了晚饭休息了一会，他就睡觉，一直到12点，醒来发现旁边还空空的，知道温景初还没回家，又想等一会，看了会儿书，睡意也没了。两人今晚这般好似有点老夫老妻的即视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午过于亲密的行为，就算现在跟温景初躺一张床上，估计也不会紧张了。浴室里淅淅沥沥的水声，温景初不怎么喜欢泡澡，平日里都是淋浴。容颜问过，他说泡澡浪费时间。容颜一直都知道温景初工作忙，毕竟管理着这么大的集团，温氏集团旗下涉及的领域几乎遍及方方面面。这段时间他又要抽身安排婚礼的事情，好在温伯父回了集团，帮他处理了部分工作。水声骤停，几分钟后，浴室门被打开，温景初见他还睁着眼睛，便走了过去。垃圾桶里有一件染着血迹的裙子，是发生了什么事？他看容颜如常，知道不是他受了伤。傍晚洛江大桥附近发生了车祸，我刚好路过，帮忙急救。稍顿，容颜又道：对了，你明天让司机在车上放一个急救箱，开车要注意安全，别抢时间。那2辆车的车速都太快了，他猜想是不想等红绿灯，抢着最后一点点的时间过了红绿灯路口，没成想发生了意外。听罢，温景初更担心容颜，车上备着有，以后让家里司机接你上下班，我让公司那边的人接送就行。知道他担心什么，温景初又继续道：你平时工作也累，还得上夜班，疲劳驾驶更危险。要是觉得影响不好，就让司机大叔开普通一点的车，家里多备几辆，就当是网约车，别人也不知道。我看情况吧。容颜坐了起来，伸手将床头柜打开，将从灵山寺求来的平安符给他。我知道你不信这些，但求一个心安，你把它放在皮夹子里边。第43章，老婆的话当然要听。温景初垂眸看向他白皙的掌心，黄色的平安符外边有一层透明的防水纸包裹着，小小一张。他勾了勾唇角，老婆的话当然要听。容颜被男人的话烫了耳朵，这人适应新身份还蛮快的嘛，一口一个老婆叫得这么自然，他却不敢这样叫他。温景初已经拿着平安符去沙发区那里找他的皮夹子，在西装外套里边。容颜以为还是像在温家老宅那样睡一张床上，但一人站一侧，没成想温景初上了床就躺在他身侧，贴得很近。男人胸膛烫得厉害，暖烘烘的就贴在他的后背上，身上的睡裙是丝绸制的，轻薄贴身，清冽的气息喷洒在他的后脖子上。容颜挪了挪搭在他腰间上的手臂，又收得更紧。温景初，你往后退一些，这样睡得不舒服，总感觉身体被桎梏着，呼吸都难受。怎么了？他声音暗哑，带着些许睡意与疲惫。想了想，他艰难地吐出了几个字：不舒服。温景初声音里带了几分担忧地问：哪儿不舒服？容颜将男人搭在他腰间的手臂拿了下来，太重了，压着他透不了气似的，呼吸难受。呼吸难受？温景初抬手帮他顺了顺气。温景初，容颜咬牙切齿地喊他名字，将他的大手拿开，别乱摸。温景初觉得自己冤枉，声音含笑地解释道：我在帮你顺气，你不是说呼吸难受吗？说着他想起了什么，轻咳了声问道：上次在荣家老宅见你睡觉是不穿内衣的，
怎么这2次都穿着？你要不把它脱了？说不定就是因为这个才呼吸难受。容颜伸手去捂他的嘴，你别说了，睡觉。他感觉脸上都是热辣辣的，这男人怎么可以一本正经的说些不正经的话？要不是因为温景初语气认真，容颜都要怀疑他是故意的了。温景初也顺从的闭了嘴，但依然紧贴着容颜睡觉。卧室陷入一片安静中，窗台帘子开了一角，月光混着楼下灯光落进房内。半晌，男人磁性低沉的嗓音在他头顶响起：“真的不脱吗？”容颜想装死，抿着唇不说话。他呼吸都不匀畅，温景初知道他是醒着的。温景初是明白过来了，是因为跟他一起睡，所以特意穿着。他略带无奈的宽解道：“我们是夫妻，用不着害羞。”稍顿，他又悠悠的道：“又不是没看过，更亲密的也做过。”容颜没忍住踢了踢他的小腿，颇有一丝愠怒的意味。温景初，你再说话就去楼上客房睡。他哦了声，乖乖闭嘴了。刚结婚没几天就想着赶他去客房睡，要不把家里客房改成其他用途算了，反正他也不会留客人在家里过夜，免得日后惹了容颜生气。他一气之下就赶他去客房睡。今天奔波了一天，容颜也累坏了，温景初的手臂依旧搭在他的腰上，慢慢的也就适应了。翌日清晨，容颜的生物钟很准时，每天到点就醒。他动了动，身侧的温景初也醒了过来。两人起床洗漱吃早饭，一同出门，真像老夫老妻般和谐。到了办公室，同事拿着手机走了过来：“容颜，你跟心外的温医生都上微博热搜了。”上微博热搜？容颜目光落在同事的手机上，正是昨天傍晚洛江大桥附近车祸现场的视频，拍到了他跟温书泽一起救人的画面。昨天我刚好回家遇上，温医生估计是下班回家也刚好看到，这都是作为医生应该做的。不管是他跟温书泽还是其他医护人员遇到类似的事情，相信都会义不容辞站出来，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类似的还有好几个视频上热搜，是在警方通报车祸之后，从车祸本身讨论到热心群众同心协力救人的正能量上。另外就是刚刚同事给他看的这个视频，最开始是有网友认出了温书泽是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生，视频最后是他与容颜在说话，不知道为何讨论点到了他跟温书泽的身上。下边有评论说两人是同一家医院的医生，顺带医院也获得了一波热度。容颜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微博上这种热搜的热度也维持不了多久，大多人更爱关注明星的娱乐八卦。偶尔医院同事或者有病人知道这事，见到他时会夸赞一句。只是这段时间院里就起了一些八卦，有人猜测容颜的结婚对象是温书泽。赵暖也听到了一些，刚好跟容颜一起下夜班，顺嘴跟他提了一下，说完又宽解道：“容颜，你也不用在意这些，有人的地方就有八卦，只不过这次确实是离谱了一些。”容颜打了个哈欠，眼睛干涩的厉害，这种无聊的事情我不会在意。说起来也是因为他对别的男同事都太过疏离，跟温书泽从小就认识的原因，相处比较自然。两人碰巧一起给车祸伤患做急救，也被乱想为一起回家，这种让人听之无语的事情，也不知道是出自哪个同事的嘴里。无凭无据，仅靠一点猜测，最后演变成他与温书泽隐婚。走出医院大门，容颜打算跟赵暖吃了早饭再回家。你这个星期哪天休息？容颜突然问道。没什么事的话，应该是周三，怎么了？赵暖按了按酸痛的脖子，目光落在远处的厨房里，他的砂锅粥还没好，肚子饿得不行。容颜起身走到了赵暖身后，给他按摩了会儿。你这颈椎病要重视一下，年纪大了更是难受。说完这话，容颜无声的笑了下。以前都是外公外婆这样念叨他，现在换成了他去念叨别人了。明熙想给我搞一个告别单身的小派对，想邀请你一起。容颜跟明熙思来想去，能约的人也不多。明熙虽然在娱乐圈混了好些年，但圈内人能真正交心的也只有他的经纪人，圈外的也只有容颜是知根知底的朋友。容颜这边也差不多，除了明熙就是沈清然跟赵暖了，其余的朋友偶尔聊聊天还行，交情并不深，就算约来也不能玩得开。我去。赵暖声音里压制不住的激动，引得店里其他客人侧目看了过来。他仰头看容颜，说：“真的吗？意思是我能见到明熙了？快告诉我是不是真的？”容颜垂眸，眉眼弯弯的笑着，声音宠溺的回道：“是，你能见到明熙了，不过派对定在周四晚上，明熙周四上午才回洛江，婚期是在下个星期三。没关系，周明是星期五休息，我可以跟他换班。每个星期下夜班都是家里司机来接他。”跟赵暖吃完早饭，容颜才发现工作手机留在了办公室，只好打电话让司机在路口再等一会，他回办公室拿手机。江怡还未到办公室，容颜看着迎面走来的人愣了愣。江源导演，温景初的母亲。第44章，有没有想我？温景初说过按这边的习俗来，婚礼后再改口。可就算改口，容颜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温景初跟他的母亲很是生疏，好像都不愿意叫妈。江源不知所措的笑，他们说你下班了。容颜明白过来，江源是特地来找他的，去了办公室，同事说他已经下班了。您等我一下，我回办公室取点东西。闻言，江源松了口气，站在原地看着容烟往办公室小跑过去。原本还担心容烟对他的突然到来会不开心，此刻悬着的心终于安了几分。容烟带他到了附近一家咖啡店，点了2杯咖啡后，两人在2楼找了个安静的位置。店里放着轻缓舒适的流行歌曲，容烟端正的坐着，细白的手捏着小勺，轻轻地搅动着咖啡。晚点还要回家睡觉，他担心会失眠，一口也没喝。看出容烟不是性子热络的人，江源笑了笑，开口道：“这个时候找你不打扰你休息吧。”“不打扰，有足够的时间休息。”容烟这才直眸打量温景初的母亲，看得出这母子2人眉目之间有相似之处。其实温景初五官更像温伯父，立体冷峻，但温景初又有些许他母亲的柔和感。在商界历练了这么些年，身上的气质成熟稳重，平日里一丝不苟的形象，习惯了站在高位做决策，气场凛厉，但私底下只要不板着脸，安安静静时，还是会给人一种温和的感觉。这种温和跟他母亲倒是有几分相似。江源虽然已经上了年纪，但经过岁月的磨练，更像是一瓶陈年的好酒，得以沉淀，醇香浓郁，看淡了许多事，将年轻时的棱角磨得平和。不难看出，年轻时也是一个美人胚子，面容柔和，看面相气质，她比温淑泽的母亲更好相处，也更自然。江源抿了口咖啡，从口袋拿出了一张银行卡，放到了容烟面前，轻声道：“这是我给你们的新婚礼物。”容烟心里也猜到了，从容的拒绝：“江姨，这个我不能替景初收，您还是收回去吧。”“这个我也明白。”江源心里无奈，轻叹了一口气：“我对不起他，也没有脸面去求他原谅。嫣嫣，你是个好孩子，我看得出景初在意你，你若收了他也不会说什么。我也明白这是为难你，也是我自私，想要以此减轻一点心里的愧疚。”江源声音哽咽，想了很久，不得已才来找容烟，这真是为难他了。要是自己去找儿子见一面，他肯定不会来相见，只能找容烟。这张卡存的钱本来就是打算给温景初的，虽然知道他不缺这点钱，他作为母亲不能陪着他成长，只能用物质表达自己的心意。容颜还是没收。江姨，我可以跟他说一下，但是收不收还是看他的意思，实在抱歉，我真不能替他做决定。江源也没有失望，本来就是强人所难。好，我们留个电话吧，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都尽管我讲，也希望你跟景初能够和和美美的。容烟搬到半峡湾的第2天，温景初就出差了，只听他说是集团在国外的子公司出了些问题，都1个多星期还没回来。已经临近婚期，他想帮忙安排婚礼的事宜，但被外公跟温爷爷拒绝了。2个老头子按照温景初的意思忙得不亦乐乎。容颜回到家，简单洗了澡后就躺到了床上，看了眼微信信息，温景初说他周5上午就能到家。他本来想把他母亲来找他这事告诉温景初，但思索了一番，容颜还是将已经编辑好的话语都给删了，最后只简单回复了一下他的信息：好，你注意休息。那边是在夜里8、9点，容颜刚将手机放到床头柜，便听到震动的声音。温景初怎么还不睡？容颜才刚洗完澡，现在就睡。才发完信息，温景初就给他打了视频通话过来。容颜吓了一跳，他这段时间忙的都很少给他发信息，更别说打视频了。他垂眸看了眼，默默地将被子往上扯，盖到了锁骨，将手机放到合适的位置后才接了视频。镜头里温景初如往常一般穿着得体规整的西装，领带也系得一丝不苟，看他周围的环境是在办公室里，逆着手机屏幕里男人深邃的黑眸，眼底下淡淡的一层乌青，俊脸上带着明显的疲惫。温景初也看着他，薄唇微微翕动，声音暗哑：有没有想我？容颜嘴硬：还行，一般般吧。他眸光躲闪，说这话时并不敢直视镜头与他对视。温景初知晓容颜脸皮薄，容易害羞，要是想从他嘴里听到想听的答案，那可比登天还难。被子被踢了一下，原本盖在锁骨位置的被子往下掉了些，乌发雪肤，柔顺的长发从他胸前滑下，逆着那一截白皙细腻，男人眸光微暗。公司问题很严重吗？容颜对他的工作不了解，也从没有问过这些，但男人离家已经1个多星期，又看着他憔悴的模样，定是熬夜工作，心疼他过于辛苦，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出，只得拐弯抹角地问。温景初目光从他修长脖子流连至某处，闻言喉咙轻滑，简单回了话：能解决，不用担心，预估周5就能到家。这个他已经说过。容颜瞥了一眼，急忙低眸看了眼自己，睡裙领子不知何时滑向一侧，露出了半截雪白弧度，瓷白的脸蛋悄然带了点粉。容颜伸手将领子整理好，结结巴巴道：那你就先这样，你忙。果然是我在家，你就特意穿上。临挂视频前，男人轻飘飘说了这句，不难听出他语气里淡淡的委屈之意。容颜耳尖泛着粉红，
他反驳不了温景初的话，但确实不适应呀，多尴尬。到了明熙为他举报告别单身小派对那日下午6点后下班，容嫣跟赵暖一起从医院走出去，即将要见到偶像，赵暖压抑不住心里的激动。容嫣，我的心砰砰的跳，跳得厉害，怎么办？容嫣淡定的道：你心不跳就挂了。见到周明，赵暖热情的跟他打招呼，周明。周明脸色冷淡，敷衍的嗯了声。容嫣也跟着有礼貌的叫了声，并不在意他的冷淡。周明视线落在容嫣身上，淡淡的回了声。自己喜欢过的女孩，原以为她会跟很独特，跟别人不一样，跟温书泽认识没几天就结婚。除了看上温书泽的家境，周明想不出别的原因，不愿意多看旁人一眼，却这么快跟温书泽在一起。他没停留多久，迈步就离开了。两人看着周明大步流星的越过他们往停车场去。第45章，这么神秘，这人有毛病，别理他。周明的态度这么差，赵暖担心容嫣会不开心。他跟周明认识这么多年，多少了解他一些，肯定是听了医院的八卦，认为容嫣的先生是温书泽。之前周明还特意问了在心外科的同学，得知容嫣领证那天温书泽休息，更加认为八卦是事实。心胸不够宽广，爱想些有的没的。容嫣眼眸清明，无奈的笑道：你当我是什么瓷娃娃吗？我这人也冷淡，无关紧要的人为什么要在乎？之前在西北工作，关于他走后门的流言满天飞，他也没在意，只是后面得知外公确实帮他找了关系，才不想继续待在那里。容嫣一向只在乎爱他的亲人，在乎自己的工作，其余的他可以以很平和的心态对待。在意太多不必要的人和事，只会让自己内耗，何必呢？两人到欧华庭时，赵暖的紧张更甚，勾着容嫣的手臂，嘴里问个不停：你说我给明熙准备的礼物他会不会喜欢？待会我要怎样控制情绪才会显得我正常些？不行不行，我心跳的太厉害了，得放轻松。我高考都没这么紧张，谁能想到呀，我现在竟然可以跟喜欢了5年的偶像把酒言欢。容嫣，有没有给我准备礼物？容嫣笑着问。空气中陷入了沉默，赵暖眨了眨漂亮的大眼睛，从喋喋不休到乖乖闭嘴只需要1秒钟。容嫣叫了家里的司机送他们过来，两人正在小区走道上，周围几对父母陪着小孩在玩耍。天色蒙暗，末春天气渐热，头顶上的小区夜灯倏地亮了。他笑着捏了捏赵暖的脸，逗你的，放心吧，明熙会喜欢你的礼物的。嫣嫣，其实是有给你准备了一点小礼物。赵暖扬了扬手上提着的另一个礼品盒，神秘兮兮道：这个就是，不过呢，你得回家再拆。这么神秘，容嫣心里头忽然冒出一种不好的预感来，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多心了。赵暖挑眉，必须的，一定要回家再拆哦。沈清然竟然比他跟赵暖还先到，容嫣倒是有些疑惑：清然，你跟明熙认识？不然他怎么会直接跟明熙联系？这小区没有门禁卡或者户主来接是进不来的。前几天在晚宴上见过，反正跟你都认识，就交个朋友，不要这么大惊小怪。沈清然看向容嫣身旁木棱的女孩子，笑道：你好，我叫沈清然，是容嫣的发小。赵暖伸手跟他握了握手，我叫赵暖，容嫣的同事。你们别站着了，快来坐，明熙在房间里打电话。沈清然俨然主人一般的气势招呼他们坐下，但容嫣跟他从小就认识，轻而易举就从沈清然的笑脸上看出他是在强颜欢笑。清然，你怎么了？这么不开心？沈清然嘴硬，你没看见我笑着吗？哪有不开心？你跟谢恒浓情蜜意后就开始跟我有秘密了，竟然都给他打嘻哈了。谁知沈清然听到这话后，笑脸直接垮掉，他抬手揉了揉笑僵了的脸蛋，幽怨道：别跟我提那王八蛋。容嫣跟赵暖对视一眼，哦，原来是她老公惹她生气了。咔嗒一声，三人抬眸看去，明熙手里拿着手机从房间走了出来，即使是穿着简单的衣服也依旧明艳动人。赵暖一个机灵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明熙你好，很高兴见到你，我是你的粉丝。他拿起精心准备好的礼物，给你准备的小礼物，希望你喜欢。呼吸都是急促的，手掌心细细密密的都是汗。明熙难得开怀的笑了下，你好，很高兴认识你。瞧见明熙伸出手掌要跟他握手，赵暖暗戳戳的擦干掌心的汗，才小心翼翼的伸出手来。一个小派对硬生生的有了一种粉丝见面会的即视感。明熙将礼物收下放到书房里，才折回客厅，便听到沈清然声音闷闷的道：这臭男人竟然跟女明星传绯闻了，被狗仔拍到两人一起从酒店走出来，他还说是狗仔乱写的娱乐八卦。反正他就是不开心，他生气了，狗男人也不来哄他。是孙淼吗？沈清然抬眸，是他。哦，那不用管他，谢是投资的电影，那天谢总估计是有工作到了附近，导演请他吃饭，不少演员都在，饭后谢总就跟随行人员走了。至于被拍到的画面，明熙打开了手机微博，细致的看了一遍那条绯闻，都是前后进去，根本没有拍到同框的，不排除是孙淼那边的手笔，毕竟他有前科。
吃瓜群众也不会真的在意是真是假，无非孙淼的粉丝瞎蹦跶。孙淼此刻闭嘴不谈，黑粉骂他小三也没有立刻回复，等热度炒得差不多了再澄清一下。明熙刷新了一下，忽然的笑了。谢总那边发律师函了，他还是在意你的。他把手机给沈清然。谢氏之前经历过一场风波，谢恒好不容易才将谢氏扶回正轨，收敛锋芒再发展。原本谢恒是打算让孙淼经纪公司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没什么名气却想走捷径的跳梁小丑，雪藏就是也好杜绝了后边起这种心思的人。谢恒也生气，沈清然对他不信任，不问青红皂白就跟他闹。沈清然看完谢氏的律师函后，眼底才有了笑意。容颜抬手揉揉他的发顶，清然，以后遇事要好好谈，不要闹脾气。被家里宠大的小公主，容颜一直是羡慕的。沈清然从小就无忧无虑，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单纯傲娇的小公主。别说这些了，今晚可是我们的狂欢之夜。沈清然将手机还给了明熙，随后明熙的经纪人跟助理也来了。家里被明熙精心布置了一番，甜点酒品都准备了不少。6个女孩子毫无顾忌的说说笑笑玩闹，成年人总有许多顾忌，难得有这样放松的时刻。容颜跟赵暖也放开的喝了不少酒，明天休息，不用担心喝醉了耽误明天的上班。6个人里也就明熙跟他的经纪人酒量不错，容颜还算克制，他喝的都是低度数的果酒。沈清然没什么酒量，却撒欢了喝，跟赵暖一起已经倒在沙发上了。谢恒打了电话过来，沈清然已经醉得睡得迷迷糊糊了。容颜替他接了电话，我现在过去接他，麻烦你们帮忙照顾一下。你也别着急，他在睡着。挂了电话，容颜将手机放回沈清然的包包里。明熙拿了2张薄被，给赵暖跟沈清然都盖了被子。容颜有些头疼，坐在沙发上抬手按着太阳穴。他的手机也响了，温景初给他打的电话，怎么不在家？第46章，比他意识到的喜欢还要再深。容颜慢了半拍，说话也不似平常清明。我们在明熙家里，你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回来了？不是明天吗？回来了，我去接你回家。容颜还懵懵的，怎么突然就回到家了？温景初到小区门口下车，刚好碰到来接沈清然的谢恒，两人简单的打了声招呼。你这是多久没休息？30了，还是得注意保养身体。谢恒瞧了眼温景初的下巴，胡茬都冒出来了，也没有搭理。温景初抬手按了按眉骨，确实是疲惫，声音带着沙哑，熬了2个通宵，临近婚礼了，想着早点回来。娶了老婆后，不似以前那般没有顾忌，归心似箭。这次离家也久了，也没有料想到这个节骨眼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两人一起走到小区保安室，明熙已经打过电话给保安室放行，简单登记后，保安开门让他们进去。沈清然喝得醉醺醺，容颜虽然醉得没有他厉害，但脑袋也有些晕乎乎的。明熙干脆直接让他们上来接人。容颜将赵暖踢掉的被子重新盖好。明熙，我回去了，赵暖怎么办？人是他邀请来的，自己突然走了，留赵暖一个人在这，感觉不是很合适。温景初昨天说周5才到家，他也没想到他提前回来了，就让他在我家睡一宿，就睡你之前住的房间，明天等他醒了我再让司机送他回家，安心跟你老公回家，不用担心。明熙跟他的经纪人合力将赵暖扶到了床上，容颜打了温水给他简单的擦了擦脸和手，刚将水倒掉就听到门铃响，他出去时刚好看到谢恒将沈清然抱了出去。温景初站在门口等他，没有进来。容颜拿了包包跟赵暖给他的礼物后就走了出去。门一关，身形挺拔修长的男人一手揽着他的腰，低头在他脖间嗅了嗅，喝了多少？他身上的酒味可不淡。靠得太近，温景初身上温热的气息将他裹挟着，扫过脖子时带过一阵酥麻感。容颜微微侧开身，声音带着几分娇软，也没喝多少。温景初半蹲下来，上来，我背你回去。容颜犹豫，我能走，不用背。男人直起身，抬头揉揉他的长发，下一秒还未等容颜反应过来，他已经一手穿过他腿弯，一手抚在后背上，轻而易举将他抱了起来，还颠了一下，像是在称重似的。容颜猛呼呼地眨着杏眸，抬头看他，只看见温景初紧绷利落的下颌线。温景初勾唇，听你的话，不背。容颜心里嘀咕，也没让你抱。已经11天没见了，容颜心里也想得要紧，悄咪咪地将头贴在男人的胸膛上，隔着黑色衬衣去听他的心跳声。1下2下，强吻有力。夜里的风带着凉意，走到小区楼下的走道上，容颜微微地缩了下。温景初慢下脚步，垂眸看他，冷吗？有一点。他穿的是吊带小衣搭配开衫，长及脚踝的半身长裙，在暮春的温度里刚刚好，只是这2天下雨，夜里凉风的原因才觉得有点凉。温景初的外套落车上了，也没法给他，要是实在冷就靠紧一点。容颜轻轻地嗯了声，直接环着手抱住了男人精瘦的腰身。温景初的身材很好，宽腰窄背，
隔着薄衬衣，容颜清晰地感受到他肌肉的紧绷感，遒劲有力，能让人流鼻血的好身材，他已经见识过，很不赖。忽然的被他抱住，温景初只当容颜是冷的，并未做他想，他加快了步伐，但依旧稳健。温景初，你走慢一点。闻言，温景初放缓了步伐。太颠了吗？容颜又抱紧了些，鼻尖都是他身上好闻的味道，冷杉的木质清香味。他嗯了声，是有点颠。这么一段路，温景初硬生生的走了10来分钟，只要稍微加快些速度，怀里的人便说头晕，让他走慢些。温香软玉，腰身被紧紧的搂住，温景初也很欢喜，但实在也是一种折磨，甜蜜的折磨。黑色轿车停在街边的大树下，夜灯朦胧浅淡的碎光映在男人清俊的脸上。温景初将他放进车内时，也深深的松了口气。你不舒服吗？容颜盯着他的脸上，见他额头出了一层薄薄的汗，菲薄的唇轻抿着，好似比他还难受。没有不舒服。坐进车内，温景初将自己的西装外套披在他身上，直起他的手有些微凉，便握在手心帮他暖手。可以了。容颜抽回自己的手，微微蹙眉，我感觉有些头晕，你坐过来些，让我靠一靠。温景初不假思索地满足他的要求，几乎将人搂在怀里，让他靠得舒服一些，抬手轻轻地帮他按着太阳穴，温声劝道：喝醉是头晕，以后尽量少喝。容颜，今天高兴，我平常是不喝，压根就没醉，喝的是多了些，也不至于让他醉到头晕的程度。容颜有些佩服自己了，面部红心不跳的说谎。可能是分别时间长了些，夜里下班回到家见不到人，视频也不打，他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夜里睡觉还特地睡到他那一侧。以前可从来没有这样的感受，以前每天下班回到家都觉得累，洗完澡便舒舒服服躺着，只想好好睡一觉。这些天却等着他偶尔一条信息，怕打扰他工作，也没有主动给他发信息，只是等着。容颜恍然大悟，恐怕自己沦陷了，比他意识到的喜欢还要再深。耳边传来的低沉声音打断了容颜的思绪，好些了吗？好很多了。他又抱紧了一些，将头靠在温景初的胸膛上，有些贪恋他身上带给他的温暖。我想眯会儿，到家了你再叫我。温景初呼吸一紧，替他拢了拢披在身上的西装外套，将人揽在怀里，轻轻吐了口气，睡吧。这算是见识到了什么叫甜蜜的负担。低头凝着闭眼休息的人，吐气如兰，面容清纯可人，如瀑的乌发落在肩下，安静的睡着。可能是喝醉的原因，不像平日里太过克制，很乖，也很依赖他。第47章，你这朋友不错。容颜也没有睡着，闭着眼睛听他的心跳声。温景初抱着他靠在后座闭目养神。到家时，司机将车停下，从车内后视镜看了眼后座的情况，刚到嘴边的话硬生生的吞进了肚子里，不敢开口叫醒先生与太太，只能干坐着的等人睡醒。半小时后，容颜睁开了眼睛，一刹那与司机对视了一眼，尴尬瞬间涌上心头，抬眸看了眼已经睡着的男人，原本不打算睡的迷迷糊糊睡了一觉。他忍不住微微的动了动身子，温景初这才醒了，声音沙哑的问道：还难受吗？已经好了，本来就不难受。为了证明自己头不晕也不难受，容颜利索的打开车门下车，也想快点逃离。之前司机在开车，注意力都在开车上，容颜没觉得不好意思，现在不同，他脸皮薄，做不到像温景初可以无视任何人的淡定。容颜拎着赵暖送他的礼物回了房间，想起赵暖神神秘秘的模样，容颜竟然有些好奇礼盒里的是什么东西。这个盒子也不大，包装精致，还绑了条烟蓝色的丝带，打了蝴蝶结。他坐在床尾，抬眸看向门外，温景初没有跟着他上来。容颜索性拆起了礼物，盒子很轻，将盒盖拿开时，心里咯噔一下，一股不好的预感再次油然而生。将里边的东西拿起来时，直接傻眼。性感的古风睡衣，不是一体的，挂脖式小衣，半身裙，长袖轻纱外披，薄如蝉翼。他喜欢的清雅色，烟柳色，性感火辣。有一张小卡片，已贴心帮你洗过哦。还真贴心。容颜艰难地咽了咽喉，感受到落在他身上的目光，抬头看向门外，便见温景初修长的身影倚在门框，手中端着一杯水，眼神灼热地凝着他，注意力全在睡衣上，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站在门口的。男人幽深如潭的黑眸中带着浓厚兴味，可知他对这套睡衣极是感兴趣。手中的睡衣似乎烫手，容颜慌忙丢到一边，极力解释：不是我买的，今晚朋友送的礼物，我也不知道他送的是这样的睡衣。躲过了沈清然，却没躲过赵暖。前者只是照片就已经让他尴尬的脚底抠出3室一厅，此刻他只想晕死过去。温景初眉梢微微挑起，嘴边扬着潋滟的笑意：你这朋友不错。容颜，他只觉得脸上烧得厉害，从耳尖到白皙的脖子都晕起了淡淡的酡红。羞的，尤其还是温景初毫无遮掩的暗示。温景初走了进来，站到了他面前，将水杯递了过来。容颜喉咙也像火烧似的，
握着水杯便喝得干净。是蜂蜜水，他刚刚没有跟着他一起上来，原来是给他泡蜂蜜水。还要吗？容烟轻轻摇头，够了。温景初将水杯放到一旁，将腕表解了丢到了旁边的椅子上，随后再次回到容烟身前，指节分明的长指轻轻地摩挲着她的脸颊。男人声音带着几分诱惑的意味：老婆，既然是别人送的礼物，我们就不能浪费这番心意，你说是不是？容颜如遭雷击，不敢相信的睁大了眼睛看向温景初。他不像是开玩笑，联想到上一次在车里他看到沈清然发来的照片时也十分的感兴趣。不是，我不太喜欢，在这方面他放不开。温景初低头，薄唇轻咬他的耳垂，音色沙哑低沉：买都买了，不穿是浪费。清冷干净的气息萦绕在鼻翼，容颜浓密卷翘的眼睫颤了颤，垂着眸在权衡。看出他在犹豫，温景初再接再厉，柔声道：就穿一次。容颜微微抬眸，面前清俊的男人正眼含期待的等他的回复。他现在才发现温景初眼下的乌青，下巴冒出的胡茬没有清理，说不定是为了能早点回来熬夜工作。容颜纠结半天，一时心软，狠了狠心，声音轻的他自己都难听得清：就一次。温景初扬了扬唇，爽快答应：就一次。这件。额头相抵，温景初哑着声音问他：你先洗澡还是我先？顿了顿，发出邀请：要不一起？容颜伸手抵在他的胸膛上，将他推开：不容拒绝，不要一起。温景初略有遗憾，也不能逼得太紧，他答应穿上这件睡衣已是不容易。好，那你在浴室洗，我去客卧。他直起身，单手解了2颗黑色衬衣扣子，一本正经的道：节省时间。容颜，他无言，没法直视。这还是他印象中的温景初吗？印象里的温景初清冷儒雅，言行举止都似君子，克制有礼，哪里是现在这样？婚前与婚后像是改了性子。浴室里，容颜洗完澡裹着浴巾，将乌黑亮丽的长发吹干后，看向放在一旁的性感古风睡衣，犹豫许久才伸出银白的手臂，将睡衣拿了过来穿到身上。换衣区有一面落地镜，容颜不敢看，但禁不住好奇，匆匆瞥了一眼，脚下像被锁住，哪里还敢走出去？偏偏浴室的门就在这时被敲响，男人低沉的声音飘了进来：好了吗？等一下。容颜抬头看向了旁边的收纳柜，心里也预想到要发生什么事。上一次因着经期过后没几天，两人只差最后一步，但今晚是没有理由再躲了。最后对着镜子看了眼，才满意放心的挪动了脚步。浴室外的温景初已经猛灌了几杯冷水，才将心里的燥热勉强的压了压。觊觎自己老婆的美丽不犯法，不但不犯法，还是持证合法的。隔着一道门，温景初也能想象这套睡衣穿在容颜的身上是何模样。浴室的门锁在扭动，温景初呼吸一紧，转头望了过去，直到里边的人走出，热情直接被浇灭。男人声音带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委屈，眼神悠悠地望着他：老婆，说好的睡衣怎么变成浴袍了？容颜被他直勾勾地盯着，不敢直视，声音带着淡淡娇羞解释道：我穿了的。再给他10个胆子也不敢直接穿着那套衣服出来。聪明的他看到了搁在收纳柜上的浴袍。闻言，温景初黑眸瞬间如淬了亮光。男人大步向他走来，直接将他打横抱起，往沙发走去。容颜吓了一跳，心口砰砰直跳，怎么也稳定不了心神，双手环住他的脖子，被他抱坐在腿上。刚坐下，便不由分说的吻住了他的唇。第48章，介意一起做点合法的事吗？容颜被他抱在腿上，狂风骤雨般的亲吻砸了过来，脑袋晕乎乎，完全没有反抗的余地。好半天，温景初才良心发现松开了他，哑着声音缓缓问道：换了沐浴露，怎么跟之前闻到的味道不一样？嘴里问着话，手却没停，长指勾着浴袍上的绑带，一圈一圈的缠绕在手指。容颜稳了稳呼吸，这才回答他的问题：跟赵暖去逛街买的，桃子味。不好闻吗？好闻，桃子挺甜，就不知道这沐浴露用在身上是不是一样的甜。头还晕不晕？容颜摇头，他已经说过了，不明白他为什么还问，早就不晕了。温景初黑眸转了过来，与他对视，眸色微暗，眼底流露的情绪丝毫不掩饰，直接且热烈。声音不疾不徐，沉稳十足的问道：老婆，介意一起做点合法的事吗？男人已经用行动解释了他这话的意思，搭在他腰上的大手轻而易举便解下了那条细带，浴袍滑下，那件他期待已久的睡衣终于得以展现她的美。轻纱布料难以遮住女人窈窕身段，柳腰雪肤，如瀑长发散下，欲遮还休。温景初灼热的目光直直地从上往下扫了一遍，狂风骤雨般的亲吻再次袭来，容颜慌了心神。卧室窗纱遮住了旖旎画面，只留了一盏昏黄小夜灯的房里，2道身影交叠。
男人滚烫的气息拂过他的耳际，几乎发哑的声音唤着他的名字。这一切跟容颜曾经的梦境极为相似，某一刻里他都以为又是在梦境里，直到那钻心窝子的疼痛侵袭，将他从幻想拉回现实。不同的是，他没有梦里的大胆，青葱玉指不敢描绘男人如风的眉骨，也不敢探到那结实流畅的腹部肌肉，只敢张嘴一口咬在他的肩膀上，以免嘴里破碎的声音从嘴角溢出。许久，容颜累得虚脱，出了一身的细汗，头发也被汗水打湿了。温景初伸手啪的一下将房里的一盏灯打开，一手捂住容颜的眼睛。待他适应这强光后，发现男人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一头漆黑的短发也都湿了。容颜眼睛都快要闭上了，耳侧男人暗哑的嗓音响起：“我带你去洗澡。”温景初将他从被窝抱起，容颜无力的点点头，确实得洗澡，但他太累了，只能让温景初帮他。他半闭着的眼睛倏的一下睁开了，带着不可置信抬眸看向男人的脸，娇软的声音都在颤抖：“洗澡就洗澡，你把这东西带进去干嘛？”抱他时，这男人竟然将那小盒子也带进去了。容颜住过来时，温景初就将某些避用品备了许多。浴室的门被关上，温景初勾着唇回答他：“时间还早。”“早个屁，都已经凌晨1点多了。”他回到家洗完澡时也不到11点。这一晚上，他就像案板上的鱼，任人反复宰割，毫无还手之力。浴室的门紧闭着，细碎声音带着呜咽，陆陆续续的从门缝钻出来。容颜试图以他妇产科医生的专业知识教他节制一些，试图唤醒他一点良心，断断续续控诉半天，最后发现压根没用。先前说的好听，会尊重他的意愿，一沾上这事就把说好的话抛到九霄云外。狗男人，怪他一时心软，真的因为那句话对男人心软，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容颜不想跟他说话，最后累瘫在他怀里，又不得不让他帮忙。温景初自知理亏，好话软话说了一通，小心细致帮他洗了澡，穿上衣服，还将穿上的被子换了新的，这才抱他回床上睡觉。腰酸不酸？要不要我帮你按摩？容颜推开他的手，身子沾到柔软的被窝就不想动。他拉上被子盖到锁骨位置：“我不用你按摩。”他指了指大床的另一侧：“你睡那边，不许超过中间那条线。”说罢，容颜就闭上了眼睛，一副拒绝沟通的样子，身体极度疲惫，只一会儿功夫便沉沉睡去。温景初灰溜溜的摸摸鼻子，虽然不情愿没有温香软玉在怀，但又不敢再惹他生气，帮他将被子掖好，随后把房里的灯都关了，温景初才躺回自己的位置。他也想克制一些，但初初开荤，初尝了这般难以言喻的滋味，实在是控制不住。尤其还是他眼角挂着泪，睫毛湿漉漉的哭噎着声音求他，更是忍不住欺负。容颜这一睡直接睡到第2日中午，醒来时身边已经没人，房间的窗透不进光亮，都被厚重的窗帘挡在外头。好酸，又酸又痛，只是动了动身子，身下的酸痛感便袭了过来。容颜将放在床头柜的工作手机拿了过来，屏幕上的亮光刺了下眼睛。这都1点钟了，难怪肚子这么饿啊！要不是肚子实在饿得不行，他可能会一觉睡到今天晚上。躺着将工作信息回复了一下，容颜才撑起身子坐了起来，身上穿的是他平日里常穿的睡裙，脑袋也懵懵的，可能是睡得太久后的反应。容颜一头长发有些凌乱的散着，几缕发丝贴在了白皙的脸颊上。他抬手，细指弯曲顺了顺凌乱的长发，看了眼自己的私人手机，一堆新的信息。赵暖跟明熙建了个新的群，取名仙女群。两人把容颜跟沈清然拉进了群里，赵暖特地艾特了一下他跟沈清然。赵暖，欢迎2位小仙女加入本群，我们要不要同一备注？像我这样行不行？仙女暖。明熙回复说可以，很快便改好自己的备注仙女熙。只有容颜跟沈清然迟迟没有任何回复。隔了大半天，赵暖在群里问：“你们起床没？”他又自己回答：“都没起，想来昨夜战况激烈。”沈清然在11点半的时候回了个表情包：“羞羞点 JPG。仙女熙，跟你老公和好吧？”仙女然。仙女然，和好啦，开心点 JPG。3个人在群里聊得热火朝天。仙女暖，容颜还没起来，太阳公公晒屁股了哟。第49章50步笑100步。仙女然，听我老公说，温总熬了2个通宵工作，特意赶了回来。以我过来人的经验来看，估计没那么快起得来，哈哈哈哈。容颜，50步笑100步。容颜按照他们的格式改了自己的备注。仙女烟，悄悄讲个秘密，我手机坏了刚修好。赵暖秒回，战况太激烈，摔坏打。有没有把我送的战袍用上场？好奇点 JPG。容颜，他现在不是很想理赵暖。沈清然看到群里的信息时哈哈大笑，一旁的谢恒被吓了一跳，佯装淡定的饮茶，看着他捧着手机笑得开心，噼里啪啦的打字。仙女然，我就说嘛，
这些臭男人都喜欢这样，要不要我推荐几款给你啊，增进你们夫妻感情？容嫣，她现在连沈清然也不想理了，退出这个群会不会影响闺蜜之间的感情？容嫣干脆装鸵鸟，但他们还在群里调侃她，没办法，只能使出绝招。仙女暖，还想不想脱单？赵暖1秒钟闭麦。仙女然，你还记得小时候自己剪的公主头吗？我觉得你老公一定很感兴趣，我这里还有照片哦。沈清然怎么看可能不记得，那可是他的黑历史，傻儿吧唧的自己剪头发，剪得乱七八糟，当时还磕掉了门牙。作为一个精致的公主，沈清然懂事后就将所有照片都给销毁了。仙女然，你为什么还有？赶紧把照片交出来，否则绝交1个月。仙女嫣，那就先绝交1个月吧。沈清然要气爆炸了，躺在沙发上捶着抱枕撒气。谢恒又被吓了一跳，这么阴晴不定，该不会是怀孕了吧？这个念头一出来，谢恒却满心欢喜。他将茶杯放了下来，走到沈清然旁边，老婆别生气，注意情绪。他努力顺毛，很快便把亲亲老婆哄得开心，趁机问，你有没有觉得恶心反胃？要不明天等容嫣上班，我们去她医院做个检查。为什么做检查？谢恒小心翼翼地摸着她平坦的小肚子，据我观察，你大概率是怀孕了，昨晚那么劳累，不知道有没有伤到我们的宝宝。瞧着他一脸傻笑的样子，沈清然觉得他脑子有病。老公，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去看妇产科，应该去脑科挂个号。啊！沈清然举起抱枕一顿猛打，你才怀孕！狗男人，现在她正值最美丽的时候，难道不知道她最害怕的就是这个时候生孩子吗？还敢叫她去医院检查？谢恒被打得又不敢躲，老婆别打了，我错了，你没有怀孕，怀孕的是我。浴室里站在洗漱台前，抬眼凝着镜子里的自己，双眼微肿，便想起昨夜在浴缸哭着求温景初的画面，脸上温度上升，白皙细腻的脸上染了红晕，用手装了凉水洗了脸，强行降了温度。简单洗漱后下楼，容嫣拨了电话让向姨过来。平日里家里的佣人很少会出现在这边，尽可能的不打扰，除非他与温景初打了电话叫他们过来。家里佣人早就备好了午饭，见容嫣迟迟不起床，也猜到是因为何事。更何况先生出门前如沐春风似的，眼里都是笑意。太太，现在要用餐吗？容嫣点头。先生呢？出门了吗？也没给他留个信息，又见不到他的人影，不知道去哪里了。先生11点左右就出门了，去了太太娘家陪容老先生吃午饭，交代说他大概2、3点就回来。好像床头柜水杯压着一张小纸条，他没有拿来看。原本打算今天晚上一起回去陪外公吃晚饭，狗男人可能是还有那么一丁点良心，不忍心让他下午再奔波，就自己一个人先回了容家老宅陪外公吃个午饭。算了，反正婚礼前也要回家的，婚期离得也近，他现在也没这个力气来回坐2、3个小时回去。向姨让人将备好的午饭端了出来，他揭开炖锅给容嫣盛了半碗。太太，这是先生特意让我们炖的乌鸡汤，说是给你补补身子。向姨先前也在其他人家里做过活，也是些富贵人家，5年前才来了这里，因为能力出众，也在这行颇有名气。温景初请他来这里，不是简单照顾饮食起居，而是管理大大小小的事，算是管家，管着手底下其他的佣人。先生对太太很上心，这夫妻2人恩爱和谐，对他们这些在这家里工作的人来说只有益而无害。他之前工作过的一家小夫妻2人结婚是出于商业联姻，这2人各玩各的，也经常吵架，2天一小吵，3天一大吵，吵得凶了还会摔东西。在那家工作也是糟心，工作这么些年，也算是见识了不少夫妻的相处。如今先生与太太正好新婚如蜜之时，感情自然是好。向姨都这个年纪了，是过来人，肯定明白温景初这话是什么意思。容颜脸上又烧了起来。向姨，我自己来就行，你去忙吧。向姨笑了下，也了解太太是面薄的人，容易害羞。好，要是有需要就叫我们。容颜喝着汤，心里滋滋的生了一丝甜意。转念一想，汤又不是他炖的，只是嘴上这么一吩咐，有什么好感动，让温景初以为他好哄，以后再把他折腾的死去活来的更没有顾忌。温景初3点左右到家，问过家里佣人说容嫣已经起床吃过午饭，回到房间却不见他的人影。走出卧室门口，温景初目光落在左边的通道处。他出差没几日时，容嫣跟他提起将2楼的收藏室改成他的禅修室。收藏室处在2楼通道尽头右拐处的角落，窗台正对方是花园一角，种着几棵树，叶子茂盛，延伸到了窗旁。在家里看了一圈空房子，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做禅修室。向姨听了他的想法，让他看看这间收藏室。容嫣一眼便看中了这间。温景初爱好收藏各种古董珍品，2楼好几间收藏室，他便问了下能不能把这间腾出来给他改成禅修室。门没关，容嫣此刻在里边收拾他的佛书。
在荣老爷子的书房书架上有不少是容颜收起来与佛学有关的书籍，前几天容颜让人都送了过来。这间禅修室很大，容颜便想也当作书房来用，不浪费这么大的空间。听到脚步声，容颜转头看向了门外。第50章，还在生气？看到男人西装革履，一双笔直的大长腿被包裹在西裤里，黑色衬衣，沉稳内敛的社会精英，休息日也穿得这么正经，容颜都怀疑他是准备随时要去参加商务晚宴似的。外公有没有问我为什么没有回去？温景初站在门前扫了一圈，里边布置得很有禅意，重新做了中式的装修，一股淡淡的木松香。窗旁那个位置摆放了宽长茶桌，榻榻米地垫。收回目光，回答容颜的问题，问了。容颜一时紧张起来，放下手中的书向他走去。你怎么回的？男人眸底蓄着笑意，淡定道：实话实说，说你累了在家休息。温景初。容颜差些恼羞成怒地喊他名字。温景初轻笑出声，抬头揉揉他发顶。温太太，你在胡思乱想什么？我说你昨天夜里跟朋友聚会，玩得太晚，今天在家休息。你难得跟朋友一起放松，外公也没说什么，只叫你好好休息。吓死他了。容颜松了口气，看出男人是故意逗他，悠悠道：反正你一点责任也没有。温景初眉梢轻挑，跨步走了进来，温热的大手放在他细腰上，轻轻帮他按摩着，低眸瞧他略显嗔怒，还在生气。刚过来时便见他按着后腰，很不舒服的样子。容颜小声嘀咕：我不能生气吗？叫你节制你都不听，像是被迫负重爬了泰山似，浑身酸酸的，干什么都没有劲。自己理亏在先，温景初只得更加卖力帮容颜按摩，声音低沉的哄道：第一次没经验，下次我尽量控制。骗子。他觉得好笑，垂眸睨着身旁气鼓鼓的人儿，我就出去半天，回来就成骗子了。你不是骗子是什么？之前说的好听，会尊重我的意愿，昨晚上也没见你听到我的话。容颜继续控诉道：不能再任他胡来了，上班都已经这么累，还得被他折腾，迟早会累坏自己。看来是还在生气。温景初轻咳一声，瞥了眼地上等待整理的大堆书籍，书先别管了，晚点我帮你整理，回房间我帮你按摩放松一下。不得不说，温景初的按摩手法还挺专业的，按的穴位都很准，力度把握的也很好。回来的路上我买了醉香阁的芙蓉糕、枣泥糕、桂花糕，都是你爱吃的几样糕点，讨好的意味十足。容颜点头，转头警告他道：只按摩，不然我得跟你生气半个月。温景初无奈笑道：我哪里有那么禽兽，单纯是想让你没那么难受。看来自己的诚信程度在自家老婆那里已经大打折扣。回到房间，容颜面朝下躺在了床上，听着温景初的脚步声，他进浴室去拿东西。2瓶精油被放到了床头柜上，男人将西装外套脱了放在一旁，腕表、袖扣这些都一一解下，卷起了衣袖。天空灰蒙一片，空气中带着些许水雾，是要准备下大雨的前奏。窗纱被拉上，温景初开了盏颜色暖黄色调的吊灯。容颜听着他走路的声音，像是又去了浴室。再出来后，他点了香薰，暖灯、香薰、柔软大床，一下子陷入舒适安逸的环境里。容颜竟有些犯困，明明睡了那么久，沾到床还是有困意。温景初坐到床边，睨了眼容颜身上穿着整齐的长裙，跟他商量道：裙子得脱下，你来还是我来？容颜倏地看了眼床头柜的精油，又转头看了眼一脸淡定从容且正气的男人，确定他是真的想给他按摩。他指了指后边，语气严肃：你转过头去，坐到床尾那去，不许偷看。温景初，他觉得不是很有必要，想到昨晚已经惹了他生气，都还未消气，不敢再将人惹恼。温景初顺从地转过了身。卧室里安静无声，凉风从窗缝透进，吹动纱帘，层层窗纱随风浮动，光影跃动，又听见身后传来布料摩擦的窸窣声。容颜今天穿的这身裙子是新中式款的鱼尾旗袍裙，领子比较高，她锁骨附近都是温景初留下的淡淡殷红痕迹，只能找领子高一些的。瞥了一眼坐在床尾的温景初，挺拔端正，纯黑色衬衣扎进腰间，只是坐着的一个背影也浑身散发着冷玉金贵的气质。垂着眸看手机，没有回头的意思，也不催促他。容颜这下才放心地伸出手指去解开旗袍上精致的蝴蝶盘扣，松下旗袍前，他将薄被往前扯，盖在了身上，细细才整理好。好半晌，温景初才听到身后的人儿柔声道：好了，你可以转过身来了。容颜已经躺好，露出光洁好看的背部，肌肤如玉，白皙细腻，2个小抱枕挡在两侧，但雪白的弧度依旧半隐半现，青色玉簪子挽起。她的体态很美，脖子修长白皙，背部至细腰处也没有一丝赘肉，骨肉匀称紧致，视线往下，腰之处的淡淡红痕。温景初眸色暗了暗，喉结上下轻滑，克制住了心里的火热悸动，手掌摸了精油，开始给他按背。掌心下触感细腻清晰，温景初忽地觉得口干舌燥，
强行忍下那股子燥热。他哑着嗓音问道：“力道还可以吗？稍微再轻一点。你这手艺不错，是专门学过？”温景初淡淡嗯了声，大学跟一个老师傅学过两手，爷爷上了年纪就经常腰酸背痛。他是温爷爷温奶奶带大的，跟他们的感情很深，为了尽些孝心专门学的按摩。自己以前也经常给外婆捏背。突然很想外婆跟妈妈。对了，竟把那件事给忘了。容颜侧眸看向温景初，只见他薄唇紧抿，一脸认真地帮他按着背，额前漆黑碎发垂下，眼睫挡住双眸神色，但也能看出是在隐忍克制着。再看向男人皮带下方某处，果然挺拔直起。容颜脸颊发热，又莫名觉得好笑。思忖半刻，容颜还是缓缓开口道：“温景初，前些天你母亲来医院找过我。”闻言，温景初只是淡淡的嗯了声，似乎对此并不惊讶，也没有问一句：“你不好奇他为什么要找我吗？”容颜郁闷了，突然的又静了下来，他都不知道怎么说下去了。好在温景初顺着他的话，抬眸瞥了眼，目光定在某处。他跟你说了什么？容颜没有察觉到男人眸底情绪翻涌，他应了话就好说了。江阿姨给我一张银行卡，说是给你存的，但我没收，跟他说要问过你的意思。其实自己也是想知道温景初对他母亲的真实态度是怎样，以后再遇到，心里也有个底。外边下起了磅礴大雨，雨声冲刷，滴滴答答的打在芭蕉叶上。温景初面容沉静，波澜不惊的开口道：“我会跟他说清楚，以后他不会再去找你，不用费心去想这些。”稍顿片刻，男人眸色微暗，启唇缓缓道：“容颜，抱枕掉了。”第51章，要这般见外吗？容颜抄起枕头就向他砸了过去。“你还看？不许看！”温景初哭笑不得，无奈道：“老婆，你哪里有没看过？要这般见外吗？你闭嘴，不许耍流氓！”温景初，容颜扯上被子将自己盖住：“你去浴室拿条浴巾给我。平时跟那个时候能一样吗？”也不知道这男人是怎么做到脸不红心不跳的，淡定极了。反正他是做不到。温景初听话的起身去浴室给他拿了条浴巾，不按了。容颜摇头，没那么难受了，谢谢。两人一起进了浴室，温景初洗完手便被容颜赶了出去。听到门被反锁的声音时，挑了挑眉。这里就2个人，这门反锁无疑就是防他。温景初无奈的笑了笑，突然的觉得房间闷热，里边传来的潺潺水声更让人感到心燥。窗外雨声不停，雨势稍减，谷雨时节下雨是个好兆头，预示着今年丰收。男人将腕表拿起优雅利落的戴上，随后单手解了2颗扣子，松了松领口，瞥了眼紧闭着的浴室门，停留片刻便走出了卧室，去了隔壁书房。打开抽屉取了支烟，便走到书房阳台。下午4点钟，天色却阴沉像入夜，空气中氤氲着水汽，楼下芭蕉叶雨打后垂下了叶子。温景初指尖夹着烟，烟雾被风吹散，他没有烟瘾，平日里也几乎不抽，也只有像现在这般心中烦躁才会抽一支解闷。母亲会找容颜这事他并不惊讶，自电影院遇见那次他便想到，只是他不敢直接来找他，拐弯抹角找了容易心软的容颜。将烟头摁灭，温景初回到了书房，打开了手机通讯录，找到那个已经在通讯录许久但一次也没拨出去的号码。电话嘟了2声便被接通，江源略显沧桑感的声音传来：“哪位？”温景初。温景初淡声道。江源愣了一下，旁边丈夫与女儿说的话他也没心思再听，捂住听筒小声交代了一句：“我去接个电话。”看着他焦急匆忙离开的背影，江源女儿不解地问道：“爸爸，我好像看到妈妈眼睛有水雾，是遇到什么事了吗？”他收回目光，隐约猜到什么，宽慰女儿道：“没事，不用担心，安心读书，就要准备高考，好好备考。”小姑娘还是不太放心，总觉得爸妈有事瞒着她，但爸爸不愿讲，也只好作罢。这边温景初听着电话里陷入安静，片刻才问：“方便说话吗？”江源刚走出了客厅，他在斟酌话语，声音都在颤抖：“在的，有什么话跟我说吗？”其实这些天他都在等温景初的电话，他知道容颜不收那张银行卡，肯定会把这事告诉温景初。一等就是好些天都没有接到电话，他心里也没底了，慌张了起来。原本以为愿望落空，可温景初接下来的话就像是一盆冷水泼了下来，他并没有打算跟他见一面。江源泄了气般：“我只是想给你一些弥补，妈妈对不起你。”温景初往后靠在椅子上，闻言苦笑一声：“你觉得还能弥补吗？我能理解你追求幸福、追求事业的权利，也尊重，但既然你已经做了选择，就应该狠心到底。现在后悔，既弥补不了，也对我的生活造成烦扰。你觉得现在的生活幸福就行，其余的都已经与你无关。珍惜当下，别回头看。还有，东西我不会收，婚礼也欢迎你携带爱人与女儿到场。明日我会让人送去请柬，没什么事，我就先把电话挂了。”儿子连见他一面也不肯。江源抹了抹眼角的泪水。也对，缺席了27年的人生，虽有母子关系在，却早已是陌生人。
不可能再会原谅他。是自己太自私了，如今有了幸福的家庭，又奢望儿子能够原谅他，怎么可能所有好的都是他的？江源丈夫走了出来，瞧见他眼角的泪水，便关切问道：“怎么了？”他猜到是跟妻子的儿子有关，但没直接问。没什么事，叫星星26号那天请1天假，你们2个跟我一起去参加婚宴。江源跟温云生结过婚的事，外界并不知道。嫁到温家那几年，江源可谓是深居简出，因为领完证不久就怀孕，婚礼也推迟没有举行。也只有跟温家相熟的几家人知道江源的身份。离婚后，由于温家的态度，更是没人敢提及他的名字，基本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知名导演江源曾经是温云生的夫人。江源连他女儿也没告诉，她的丈夫倒是知道，但这么多年了，2人都不曾提及一个字。书房里，温景初挂了电话，又到阳台外燃了支烟，却没有抿一口，只是让烟燃尽。口袋手机微微震动，来电人唐木川。温景初接了电话，微微启唇问：“什么事？你再帮我问问嫂子，还有没有其他灵验一点的妙语？你要是太闲，就找点事情做。唐家有2位公子，唐木川上头还有一个大哥，却不像其他的豪门兄弟相争。唐家跟温家都是个例外。温家温叔则无心家族产业，只想平平淡淡当个医生，还是个歌控，谁也不能在他面前讲他大哥的不是，不然就跟你急眼。而唐家2兄弟都不想接手家业，唐木川大哥痴迷于研究古籍，而唐木川大学时跟人玩乐队、玩电竞，毕业后满世界游山玩水，现在也一心经营着他的电竞俱乐部。2兄弟都被父亲逼去集团工作，但最近唐木川摔了一跤，手骨折在打石膏，找了借口又不去上班，闲得发慌，他也不去工作。兄弟，你得帮帮我，上次那座庙不灵，还是那么倒霉，我也可以直接问嫂子的，怕联系多了你会多心。温景初轻嗤了声，抬脚走进书房，这个你放心好了，我相信我老婆的眼光。隐约听到手机那端焦脆的女声：“唐木川，你丫的快赔我手机。”赵暖瞥了眼唐木川还打着石膏的手臂，踢了踢他的小腿：“倒大霉了才会出门遇到你，把我的伞搞坏不说，手机又泡了水。”赵暖气急败坏的又踢了一脚：“不赔我一个新手机，我捏死你！”唐木川得一边应付气坏了的赵暖，一边跟温景初交代：“好兄弟，你得再帮我一次，就帮我再问问嫂子，我求神拜佛时一定也求佛祖保佑你跟嫂子白头偕老，3年抱两。”温景初第52章疼你。容颜洗完澡，换了身白色蕾丝收腰旗袍，整理完从房间走出，整个人散发着温柔娴静的气质。自从工作后，很少有机会穿旗袍，现在天气升温，正好有机会穿这些都快要压箱底的旗袍了。愉悦自己也很重要。路过书房，见门开着，便问：“买回来的糕点放在哪里？”唐木川也听到了容颜的声音：“我就不打扰你们了，记得帮我问。”话落，唐木川便火速挂断了电话。温景初转头看向门外，视线里的人儿清冷温柔，一瞥一笑皆是心动，似是从江南烟雨水乡中来，偶入凡尘里，再多的盛赞也不为过。容颜对上男人漆黑双眸，也顾不得他灼热逼人的目光，眉头轻蹙：“你头发怎么湿漉漉的？”转眸看了眼阳台开着的门，心里已经明白几分，转身回了房间，拿干毛巾给他擦头。容颜嗅觉比较灵敏，虽然温景初身上的烟味已经散得差不多了，但他还是闻到了，忍不住教训道：“温景初，你都30岁的人了，下这么大的雨还跑到阳台吸烟。”温景初坐在椅子上，低垂着头让他擦头发，安静听着他的唠叨，却让他觉得莫名安心。容颜又摸了下他的衬衣，也是湿的，想说他时，垂眸瞧见一向稳重自持的男人眸底却有几分落寞之意。是因为他母亲？他叹了口气，在卧室里听他的语气冷淡，还以为温景初对他的母亲已经不在意，但现在看来却不是。在电影院偶遇那次，他就应该知道的，如果不在意，就不会因为见到江阿姨后情绪变化这么大。他是在意的，却对江阿姨这么冷淡，或许是觉得互不打扰是最好的选择。他母亲已经有新的家庭，温伯父也有了秋姨，更何况他母亲与父亲离婚时并没有那么和谐。若是让外界知道江源导演曾是温夫人，估计媒体也会追着不放，继而打扰到他如今安定幸福的生活。容颜手上的动作放轻柔亮许多。温景初今天虽然也是西装革履的，但没有系领带，领口处2颗扣子解开，微微敞开着，却有了几分慵懒随性。不知道是不是感受到男人心中的脆弱，由此激发了他几分母性。容颜特别想摸摸他的头，给他一些安慰。想法一出，容颜便这么做了，像哄小孩似摸摸他的头，随后佯装淡定的收回手：“别伤心，以后有我疼你。”温景初眉梢轻挑，握住纤细的手腕，将人带到自己的腿上。容颜心里一惊，猝不及防被他抱在腿上。他穿的是紧身收腰旗袍，曼妙身材完美的被勾了出来，纤纤柳腰盈盈一握。温景初环着他的腰，将人抱着，手指把玩着圆润耳垂：“过几年我们养个孩子吧，收养或者自己生都行。”男人语气轻松，
是在征求他的意见。容嫣抓了其中2个字，诧异地问：“收养？温爷爷跟温伯父能同意吗？”这是只看你的意愿。容嫣凝着男人泼墨般的漆黑眼眸，见他态度坚定，摇头道：“收养孩子这个就先不考虑了，等我工作稳定，我们就考虑要个孩子。”他自己本身也挺喜欢小孩子，而且外公也很想看到外曾孙出生。至于收养孩子，容嫣倒是没有想过，但这些年他都有资助一些父母不在的孩子完成学业。温景初低沉地嗯了声：“要是你愿意生孩子，生下来我来带，你就做你想做的事情。”他不会让父亲母亲从前婚姻的悲剧发生在他与容嫣的身上。容嫣仰起头与他对视，男人清俊的脸庞近在咫尺。你呆？公司工作这么忙，你有时间吗？如果有孩子的话，工作跟家庭对于他来说确实是有点难以兼顾。他工作的性质决定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照顾，但他会尽可能陪伴孩子成长。眼下还没有考虑那么长远，但温景初的话让容嫣有些惊讶。他最多以为温景初只能尽量抽时间来陪伴成长，花钱请专业的阿姨来照顾饮食起居。公司发展到这个规模，也要逐渐稳定下来。而且这几年也培养了不少得力下属，慢慢放权就是，以后会轻松许多。这些我会衡量，你不用担心。他掌心滚烫，指腹轻轻摩挲着他的腰身。温景初语气认真地继续道：“年后我就要接替集团董事长的位置，更多的时间是放在把握公司大发展上，不需要再经常出差。再说了，你跟我总得有一个人经常陪伴在孩子身边，这样的成长才有足够的安全感。”容嫣也认可温景初的话，他跟他的童年都没有完整的父爱与母爱，童年的不幸福对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影响。母亲去世后，他更是沉默寡言，好在外公外婆很疼他。感受到圈在他腰上的手越收越紧，容嫣如坐针毡，动了动身子：“我下楼吃点心，你赶紧回房间换身干净的衬衣。”他要先去，奈何男人手臂结实如铁，对上温景初灼热的目光，容嫣欲哭无泪道：“温景初，你快放开我！”温景初目光沉沉，逆着他精致脸庞，视线最终定格在嫣红的唇上，低头靠近：“你帮我换。”容嫣，他抓起容嫣纤细的手放到了衬衣领下，薄唇靠近她的。关键时刻，容嫣侧开了头，双手撑在男人充满力量感的胸膛上，拒绝道：“你自己换，吃了糕点我还得去看会儿书。”好不容易等来一个休息日，他可不想都浪费在床上。看他的眼神，明明是在看猎物。容嫣这般抗拒，温景初伤心了，他眼睫微垂，语气带着失落：“亲也不给亲，现在不给？温景初，你别这么粘人。真的怀疑这还是他认识的温景初吗？”印象中的温景初沉稳内敛，哪像现在这样越来越粘人。容嫣推开他的手臂，终于挣脱了束缚，落荒而逃般走到了书房门口，回头看着温景初慵懒又淡淡失落的神情，心软道：“我今晚给你好吃的，你赶紧换衣服，小心着凉感冒。”温景初闷笑一声：“行，谢谢老婆大人。”若是他不想放人，他的这点小力气怎么可能挣脱得了？容嫣仿佛被他这声老婆大人烫伤了耳朵，慌忙转身下了楼。温景初也起身回了房间换衣服，喜服已经送到了家里。除了嫁衣，容嫣也试过其他的礼服，都是按照她的身材量身制作，都很合身，也不需要再改。温景初目光落在整理整齐的凤冠霞帔上，眸光柔和几分。他昨晚就看到放在衣帽间的礼服，上午又去了荣家老宅，还没来得及试穿。婚礼当天，江源携带丈夫与女儿参加婚礼，温云生带着孟秋帮忙迎接来参加婚礼的客人，在酒店门口见到了江源一家3口。温景初已经提前交代过，但再次见到他，温云生还是一时恍惚失了神。第53章，老子跟他清清白白的。孟秋上前半步勾住温云生的手臂，轻轻晃了下提醒他，脸上挂着得体的笑，客套道：“欢迎来参加婚礼。”从前江源是尊贵的温夫人，而他只是温云生身边的小秘书，见了江源得恭恭敬敬。而如今站在温云生身边的是他孟秋，他大方得体的挽着温云生的手臂，心里从没觉得这么舒畅过。温云生回过神来，直接无视江源丈夫，伸手招来了2名侍者，对江源道：“我让人带你去主桌。”江源来时认真打扮过一番，端庄娴雅，他浅笑着摇头：“我就不做主桌了，今天我只是以一个普通客人的身份来。27年了，早已物是人非，他与温云生相爱过，也背叛过他，如今无爱也无恨，他与他之间只剩下儿子这个联系。但儿子不希望他的出现打扰到他们的生活，这样也好，只要儿子现在过得幸福就足够了。”温云生也不强求，让人带他一家3口到客桌。后面陆续来着客人，温云生与孟秋也只招待一些重要客人，其余的安排给温书泽去接待。进了门，江源女儿觉得奇怪：“妈妈，温董事长为什么要让你去主桌？本来他跟爸妈来参加温家长子的婚宴就已经够奇怪的了，今晚来参加婚宴的人非富即贵，要么就是跟温家或者新娘娘家那边有交情，他实在想不出他家为什么能够来。”
而且他都快高考了，妈妈还特地让他请假来参加婚宴。江源牵着女儿的手，低头慈爱地笑道：“妈妈跟他有一段婚姻，新郎是我的儿子，也是你的哥哥。”在女儿的震惊中，江源抬手摸摸她的头：“你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就好。”她微笑地看了眼丈夫：“以后我们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至于对儿子的愧疚，她这辈子是无法弥补了。”明熙跟赵暖也到了，两人下车刚好遇到沈清然与谢恒携手而来。沈清然、明熙、容嫣让我带你们一起坐一桌，有个照应。来到桌前，赵暖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垮掉了，转头跟沈清然道：“清然，我不想跟这个人坐一桌。”唐木川脸上放荡不羁地笑着：“你还挺挑剔，但不好意思，可能由不得你。”徐有燕踢了踢他：“川儿，放尊重点，嫂子的朋友。这桌坐的要么是跟温景初交好，要么就是容嫣的朋友。不过跟在沈清然身旁的，一个是大明星明熙，跟唐木川斗嘴这位他倒是没见过。”唐木川收敛了些，主动拉开椅子：“赵医生，之前多有得罪，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请坐。”赵暖挑眉，他也是有分寸的人，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他知道唐木川的尿性，行吧，看在容嫣的面子上，原谅你算了。明小姐，不介意的话，可以坐我身边这个位置。徐有燕温和有礼的道：“谢谢。”明熙拉开椅子坐下，沈清然跟谢恒找了两个挨着的空位置。徐有燕左手边是明熙，右手边是唐木川，而赵暖则坐在了唐木川身旁。这两人在斗嘴，断断续续说个不停。徐有燕睨了一眼，趁他们歇驾时给唐木川倒了杯酒，小声问道：“这就是你那位赵医生？”“什么叫我那位？你说呢？”唐木川不干了，揪着徐有燕就要说个清楚：“你别瞎想啊，老子跟他清清白白的。”徐有燕意味不明的笑了声：“我有说你不清白？你这样算不算不打自招？”唐木川真他妈有病是吧？算了，不跟脑子有坑的人计较太多。他把酒推到徐有燕面前：“老子喝不了酒，你石膏都拆了还不能喝？伤筋动骨100天。”唐木川不想再跟他废话，扭头转向赵暖这边。还是跟赵医生斗嘴比较有趣一点，尤其是看他气呼呼的样子，心里莫名的开心。“明小姐，红酒要吗？”明熙转头看了一眼，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将酒杯往右边推了推：“小半杯就好，谢谢。”“不客气。”“郑家的人怎么也来了？”同桌的一人不解的道：“郑家跟他们根本不是同一个圈子的，都是豪门，但豪门之中也分圈子，郑家就属于不入流的了。”另一人轻斥道：“郑家姐弟两人，身边还带着未婚夫。郑家跟盛家，这确定是要联姻了吧？看这两家合作挺频繁的。今天这样的场合，郑大小姐都带着盛哲出席，这还看不明白？郑家跟温家是有什么关系？怎么会请他们来婚宴？”这两人不清楚内幕，徐有燕跟唐木川心里清楚，是温景初特意请的郑成。郑成喜欢容嫣这事，自从谢恒生日宴后，不少人都知道了。估计是温景初这家伙小气，特意请了人来观看他与容嫣的幸福时刻，好让郑成彻底死心。其他猜到原因的人都心照不宣的安静不语，只当不知道，只是这两个人不清楚内幕，说了几句。明熙原本不打算理会，只是刚好转头时瞥了一眼，隔着挺远的距离，明熙与盛哲对视了一眼，但很快他便收回了目光，心里已经毫无波澜。郑家姐弟与盛哲只能坐在末端的位置，郑大小姐坐在郑成与盛哲中间，弟弟三魂丢了气魄似的，未婚夫眼睛都快要长在那女明星身上。两个大男人出来丢人现眼，气得他不顾场合，小声教训弟弟：“郑成，你最好把心思都收了，要是得罪了温家，你看我不打断你的腿。”郑成闷闷地喝了杯酒，点头：“我知道，阿姐，我又不是没分寸的人，影响我们家的事我绝对不会做，你放心吧。”他哼了声，懂得分寸自然是好，就是怕有些人不懂得分寸两个字怎么写，该断不断，吃着碗里的又看着锅里。盛哲端起酒杯灌了小半杯红酒，手指勾着高脚杯，视线落在远处那抹倩影上。他听出来未婚妻是在阴阳怪气说他，沉默着不语。跟明熙在一起5年，虽然聚少离多，但自己对明熙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对别的男人从来都很冷淡。远处明熙偶尔侧头与身旁的徐有燕讲话，见状，盛哲眼眸中闪过一抹厉色，难怪不愿意等他几年，分手分得这么彻底，原来是搭上了徐有燕。第54章，也就长相跟堂哥挺般配。现场背景音乐响起，婚礼主持人上台，宾客瞬间安静下来，将目光落在台上。宾客区灯光暗下，夜宴华灯亮起，婚礼现场装饰典雅，台上更是古韵味十足，红色布幔布置与喜红璀璨的灯笼相互辉映，整个现场华美大气。十里红妆，凤冠霞帔，仿佛置身璀璨繁华的古代婚礼现场。听着主持人播音腔的声音响起，容嫣身着凤冠霞帔，手执团扇，缓缓走入婚礼现场。每一处布置都精益求精，不只是宾客，
就连容烟也被震撼到。他说要低调一些，觉得太过奢华。温景初却说这已经是不能再低调的版本了。他看了其他被选中的设计，确实是其中最低调的了。跟着主持人的话，按照婚礼确定的流程一一走下来。到了敬茶环节，江源只是作为普通客人来婚礼现场，没有上台，但孟秋也没有。容烟这边只有外公，温景初这边温老爷子与温云生上台。身边的温景初也一身喜红色礼服，男人眉眼间凝着笑意，剑眉星目，头戴一扇冠，少了平日里那份冷厉感，温润如玉，宛如翩翩有礼的世家公子从画卷中走了出来。好不容易结束了流程，容颜迫不及待想要换下这身嫁衣。这礼服华美精奢，尤其是头上的凤冠很重，压在头上沉甸甸的，她的头很痛。美是很美，但要付出代价。明熙陪着容颜回了酒店婚礼专用房间，换了身敬酒服。他选了身古法旗袍，手工精美刺绣，蝴蝶袖缀着白色珍珠，长款修身的，很适合容颜的气质与身材。累的话先歇会再过去吧。明熙瞧着容颜，脸色稍显疲惫之色。清晨时分就起床，一直都在走各种流程形式，不累才怪。容颜坐在椅子上，让造型师给他重新做一个搭配旗袍的发髻，累倒还能忍，就是有点困，敬完酒就能休息了。待会我们去外面透气醒醒神再进去吧。两人在酒店外的亭子坐着吹风，容颜抬头看了眼漆黑夜空，天边只一轮弯弯月牙，月色皎洁清幽，一阵清爽夜风吹过，容颜整理了一下裙摆。忽然他转头看向明熙，略有歉意的道：明熙，抱歉，我不知道温景初请了郑家的人来，他也不是故意的，我没跟他讲过你跟盛哲的事。明熙艳丽的脸上云淡风轻的笑了笑，都过去了，他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而且这是你们的婚礼，更不用考虑我。容颜也笑了下，握了握明熙的手，过去了就行，以后活得也轻松自在一点。这话不错，明熙深深觉得自从跟盛泽分手后，他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不再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而没日没夜的工作。压在心里的那块石头没了，而盛泽无疑就是那块石头。既然跟他在一起，自己不能活得轻松自在，那有什么好留恋？也就是这段时间，他才想得明白，以前对盛泽感恩与执着远远越过对他的喜欢。要不是因为盛哲在他心里有那么一层光环在，放到现在，盛哲这种男人入不了他的眼，永远的都是听妈妈的话，没有一点主见，离开了家里的支持他，无法活出一个人样来。我看你跟徐有燕挺聊得来的，喜欢他这种类型的人吗？容颜浅笑着问道。明熙手指轻轻地戳了戳容颜的脑袋瓜子，你在想什么呢？果然，结了婚的人就是不一样，跟清然一样，老想着给人介绍对象。徐总为人挺绅士，谦和有礼，我们以前在酒局上见过，也不算是完全陌生，谈得来交个朋友也不错。而且他这种身居高位的人，我跟他交个普通朋友都是高攀了。说实话，我跟经纪人意见相合，打算进军电影圈，这几年内都不打算再谈恋爱的，喜欢什么类型都不重要，不想这个问题。容颜语气可惜的哦了声，看你们挺登对的，还以为会有戏。有人向这边走来，隐约听到两个女孩子的谈话的声音，声音也越来越近。原本以为只是客人出来透透气，却听到谈话内容与容颜有关。明熙收住了话，与容颜对视了一眼。堂哥的婚礼请的人不算很多，但也很隆重，这排场看得出堂哥对他老婆很重视。妹妹睨了眼姐姐，语气满是不在意，不管堂哥娶谁，婚礼都不会拆。你也不看看堂哥的身份，我听爸爸说明年堂哥就是温氏集团董事长了。他扯了扯姐姐的衣摆，姐，其实我也不太喜欢这个堂嫂，她长得是好看，也就长相跟堂哥挺般配，但我感觉她好冷，不像颜真姐那么好相处。这些话今晚我们说说就行了，别跟其他人讲，不然让爸妈知道了，肯定要教训你一顿。瞧着妹妹鼓着嘴不在意，他气得揪她耳朵，听到没有？妹妹呀了一声，姐，你快放手，好疼。等姐姐松了手，她嘟着嘴不开心的道，我就是觉得堂哥糊涂，以前颜真姐喜欢他，颜家也想跟温家联姻，堂哥拒绝也就算了，但他现在找的这个老婆真不如颜真姐。跟你有什么关系吗？又不是你娶老婆，我也喜欢颜真姐，人长得好看也爱笑，但我们喜欢是一回事，堂哥现在已经结婚了，而且我们家里生意以后还得靠堂哥提携，不要再说这样的话，被人听到影响我们关系就不好了。瞧了眼四周，安静无声，也没有人走动，妹妹才放心讲，姐，其实我觉得颜真姐还喜欢堂哥，我看到她今晚都不怎么开心，尤其是堂哥跟堂嫂在台上行礼的时候。废话，喜欢了这么多年，哪有这么容易放下？容颜站起了身，整理了下身上的旗袍，笑着对明熙道，我们出来挺久了，回去吧。明熙跟着他站起了身，瞧了眼容颜脸上不太自然的笑，劝道，别在意外人的话。他淡笑着摇头，我不在意。他们是温景初叔爷爷的两个孙女，双胞胎姐妹，今年才读大一。叔爷爷这一支20年前就离开洛江发展了，这些年也很少见面，但他这两个小堂妹他以前也见过。至于他们嘴里说的颜真，是颜家小姐。
他喜欢温景初？这个容颜确实不知道，以前倒是听说过严家想跟温家联姻，被温景初拒绝，他还以为只是严家父母的意思。容颜跟明熙绕过竹丛走了出来，这两姐妹早就吓坏了，僵在原地大惊失色。背后讲别人坏话被人听到，还被正主听到，两人木讷的异口同声喊了声：堂嫂，你什么时候到的？第55章，你躺着就行。容颜脸上凝着淡淡笑意，不紧不慢道：比你们早来。见姐妹两人脸上僵得快要垮掉，容颜客气地问道：两位妹妹出来是觉得饭菜不合胃口吗？她们猛地摇头：不是，我们就是出来透透气。不是饭菜不合胃口，那就多吃点，多吃饭，少说话。容颜带着明熙走了，只留下姐妹两人僵硬地愣在原地。走了一段路，明熙回头看了眼，见他们还呆呆地站在原地，委婉地问道：这样他们会不会心里不舒服？毕竟他们是温景初的堂妹，虽然血缘隔得也挺远，但怎么说他们的爷爷跟温景初的爷爷是亲兄弟，再疏远的亲戚逢年过节也要聚一起。容颜转头也看了眼，明白明熙的话，他们开不开心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嫁给温景初要受委屈的话，那这婚不结也罢。明晰了然。容颜身后有容家，有容老先生疼爱，不像他没有家人依靠，以前在盛泽父母面前他只能默默忍下任何的委屈，但容颜不一样，比他有底气，不用像他这般瞻前顾后。两人刚进去，容颜抬眸，视线里温景初也刚好在看他。明熙，我先过去了。明熙，好，需要人帮你们挡酒吗？不用，应该不会有人劝酒，只是意思一下。温家在豪门的地位很高，更何况今日邀请的客人除了正城姐弟与盛泽外，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家，都懂得把握分寸。也如容颜所料，双方都只是意思一下。温景初抚着他的细腰，垂眸低声问道：脸色不好，是不是累了？容颜点头，有些累。他向男人靠了过去，鼻尖擦过他的西装外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吃东西？我肚子饿了。闻言，温景初轻笑一声，语气宠溺道：已经让厨房准备了新的饭菜，敬完酒就去吃。温淑则跟在身后给两人倒酒，小声提醒了句：大哥大嫂，下一桌就该到严伯父这桌了。他的话刚落，容颜倏的一下抬起头看向那边，目光恰好与颜真相撞。虽然没见过他，但这一桌只有一个女孩子与自己年纪相仿，而且视线直直的落在他与温景初身上，看向他与温景初的眼神里看不出笑意，凝着淡淡的忧伤与不甘。两人对视，他从颜真的目光里看不出善意，却像情场失意时落寞感。容颜冲他浅浅一笑，而颜真也微微颔首，目光错开。容颜跟在温景初身旁，听着他声音低沉的与人客套讲话，客人提到他，容颜便礼貌回应一句，基本不用他怎么说话。颜真瞥了一眼两人十指相握的手，视线里女人一身喜红修身旗袍，本就长得白皙，红色显白更是亮眼，长发高高盘起，精致的珠花点缀，明丽清秀。同桌对的人毫不吝啬夸赞新娘子的美丽。颜真再次将目光放在温景初的身上，以前每一次跟他相处，他都是那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面孔，清冷疏离，难以靠近。今日却难得见他一直脸上带笑。新郎新娘一直牵着手，十指相扣，气质出众的一对璧人。原来爱与不爱是这么明显。温景初不喜欢他，故而从前对于他的靠近一直保持着距离，也从来得不到他的关注。而温景初喜欢容颜，在今晚便见识到了他对待爱人是何模样，一直小心翼翼地照顾着容颜的情绪。容家小姐清冷孤傲，不易近人，平日里也不与圈子里的名媛相交，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跟温淑泽一样，放着优渥的生活，不懂得享受，跑去医院当医生，又苦又累。偏偏这两人是温景初最亲近的人。颜真端起酒杯小口抿了下，苦笑一声。她严家大小姐，严家的独女，从来就不缺追求者。怪她不是医生，所以不讨温景初喜欢，而不是她不够优秀。敬酒轮到她这桌，颜真也端起酒杯送上祝福，祝你们夫妻二人永结同心，早生贵子。温景初微微颔首，谢谢，同时也跟容颜介绍，这是严伯父的独生女。容颜点头，我有听说过，只是今天才得见，严小姐与传闻里的一样，漂亮优秀。男人牵着她的手离开，不再继续这个话题。容颜瞧着他一脸淡然，显然对此并不感兴趣。知道温景初拒绝与严家联姻时，便知道是颜真的一厢情愿。如果换成别人，估计拒绝不了这个诱惑，娶了颜真，相当于拥有了整个颜家，诱惑太大。想到这，容颜却疑惑了。温景初也没有喜欢的人，娶她也是因为觉得她跟他合适。那既然没有喜欢的人，还不如娶了颜真。先不说颜真喜欢他，单论颜家，这门亲事也是喜闻乐见的。容颜晃了晃头，将脑子里的胡思乱想的东西甩掉。想什么呢？现在自己跟温景初已经是夫妻，有名有实的那种。
怎么会在想自己老公跟别的女人为什么不能结婚的事？温景初见他在甩头，便问：饭菜不合胃口？呵，很合胃口，多吃饭，少胡思乱想。温景初，男人愣怔了一下，抬起手轻抚他的头发，是累坏了。吃完饭就带你回家。容颜捏着筷子，转头看他，不用送客吗？让舒泽他们送就行。温景初说完，便起身去温舒泽那桌，对他道：舒泽，酒席结束，还得辛苦你跟几个堂弟送一下客人，我带你嫂子先回去。温舒泽表示理解。同桌的几个堂弟笑得别有深意，大哥你就放心交给我们吧，春宵一刻值千金，我懂的。温景初轻咳一声，余光看了眼不远处那抹倩影，这些话别让你嫂子听到，她脸皮薄，早上忙到现在，估计是累坏了，我带她早点回去。温舒泽也瞧了眼正在吃东西的容烟，见他脸上带着淡淡的疲惫感，那大哥你们就早点回去吧，剩下的交给我们就行。车上，容烟坐下来便觉得有些不舒服，旗袍紧身收腰，他刚刚吃的太多了，肚子有点撑，忽然有些勒得难受。温景初侧眸见他蹙眉，低声问：怎么了？容烟抬起头，表情语气都有些娇憨的道：吃撑了。这话一出，便惹得温景初轻笑，难得见他这样孩子气的神情，伸手帮他提了提腰上的布料，这旗袍确实紧了些，忍一下，回去运动消消食。都累了一天，还运什么动？我现在只想躺着睡觉。容烟不满他的话，男人大手搭在他腰侧，语气淡然，但他的话却意味深长：你躺着就行，我动。容烟，第56章，没打扰你的好事吧？温景初见他一脸警惕的远离他，悄悄往车窗挪去。他抬手揉揉容烟的头，逗你的，要是太累，回去洗个澡就休息。闻言，容烟又挪了回去，挨着温景初坐。他揉了揉酸涩的眼睛，将头靠在男人的胸膛上。离家还有一段距离，我先睡一觉，到家了你叫我。睡吧。车内的挡板被升了上来，将前座与后座隔开2个小空间。听着挡板升起来的声音，容烟便不再顾及形象，在他怀里寻了个舒服的位置。温景初伸手搂着他稍显单薄的肩膀，低眸只能看见容烟半张侧脸，画着精致妆容，小巧的耳朵上挂着红宝石耳坠，发髻上佩戴着精美的发饰，好像是比他刚回洛江时瘦了一些。医院的工作并不轻松，温景初心里疼惜，若是容烟并不是热爱这个职业的话，他宁愿容烟换一份工作。他抬手想将容烟头上的发饰摘下，让她睡得更舒服一些，才拿下一朵珠花，便听到容烟声音迷糊的道：这些东西挺贵重的，要放好。你头抬一下，把这边的也摘了。容烟刚刚已经睡得半熟，此刻醒了也不愿动，头太重了，我抬不动。见他迷迷糊糊的样子，温景初只好自己动手将他的头抬起。有一些发饰温景初不知道是怎么别上去的，小心翼翼搞了许久，才将全部发饰都拿了下来。把最后一朵珠花拿下时，温景初也深深的松了口气，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将他的头发给扯了。脸颊再次贴上男人温热的胸膛上，容烟蹭了蹭，调整坐姿，再次睡了过去。温景初目光低垂，只要他低头便能瞧见那柔软起伏，紧身的旗袍将他的好身材完美的勾勒出来，另一侧更是紧贴在他的胸膛上，清晰的感受到那一份柔软细腻。男人喉咙轻滚，轻轻的吐了口气，又将视线挪开，转移到窗外。洛江夜景璀璨繁华，从车窗倒退，此刻也不过夜里9点，正是夜市最热闹的时候。温景初最后干脆闭目养神，只是闭着眼睛没有睡着，怀里的人儿呼吸均匀，估计已经熟睡。半个小时后，黑色宾利缓缓在别墅门口停下，低头瞧了眼容烟熟睡的样子，温景初轻轻地将他放在后座上，先下了车，再将人抱了下来。才走了几步，怀里的人悠悠地睁开了双眼，容烟睁眼便见男人半张硬朗的侧脸，往下是修长脖颈。他声音含糊地问：怎么不叫醒我？看你睡着，不舍得吵醒你。容烟也没打算下来，就这样窝在他怀里，任他抱着进了别墅，随后上楼回了卧室。抱着他走了一路，温景初也不带喘的，气息稳定，不得不佩服。温景初常年都有锻炼，家里有一间健身房，里面各种锻炼器械都有，腹部那6块结实的腹肌就是他锻炼的最好证明。容颜也顾不得那么多，进了房间把高跟鞋脱了，直接光脚在房间走。刚睡了一觉醒来，脑袋懵懵的坐在沙发上发呆。温景初给他接了杯温水，又把他的拖鞋给他拿了过来。容颜拿着水杯喝了半杯，身旁挂着温景初脱下的西装外套，里边口袋手机在嗡嗡的震动。他转眸寻了一圈，只见衣帽间的门开着，灯光明亮，估计是进去拿睡衣了。容颜从他口袋将手机拿了出来，是温书泽的电话，他干脆接了电话。电话刚接通，温书泽紧张的开口问道：哥，没打扰你的好事吧？新婚之夜，谁也不想打电话来打扰，可徐有燕跟盛哲在酒店外打了起来，
好像还是跟嫂子的朋友有关，这事他得告知大哥一声。电话里陷入了安静，容颜清了清嗓子，温声道：“你稍等一下，我把电话拿给他。”温书泽忽然觉得尴尬起来，晚宴上大哥才交代了不要在嫂子面前说这样的话，没有料到是容颜接的电话。稍顿了会儿，温书泽脸颊微热的回道：“好，谢谢大嫂。”容颜拿着手机走过去，刚好温景初手里拿着2人的睡衣从衣帽间走了出来，他将手机递给温景初接电话，把手机塞给男人后，容颜拿着睡衣进了浴室。听到这样的话，容颜也不觉得尴尬，读书时医学生经常开黄腔，更何况温书泽这话也只是调侃，不过是他误听了，只要他不觉得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这边温景初看了眼手机屏幕，什么事？哥，老徐在酒店外把盛哲打了一顿，说是约架，但徐有燕是下了狠手的，倒是盛哲像是被迫约架的，也不敢出手。就盛哲这胆量，他也不敢对徐有燕下狠手，所以也可以说是徐有燕把人给打了。有没有惊动客人？那倒没有，他们是特地在外头打的架，明小姐劝架劝不住进来，找了我们去阻止。温景初也猜不到徐有燕为何要这样做。挂了电话后，温景初打了电话给徐有燕，电话刚接通，温景初取笑问道：“你拳头挺硬，在我婚宴打架，说吧，是因为什么事？”电话那端，徐有燕的声音略显疲惫：“别乱碰瓷，我们都出去酒店800米了，哪里是在你婚宴上打架？别避开重点。”明熙正给徐有燕的手背上药，他低眸看了眼小心翼翼的他，轻咳了声：“没什么，晚点再跟你说吧。”也不等温景初回话，徐有燕直接将通话挂断，给他发了一句话：“我是看不惯盛哲那小子欺负女人。”温景初已经猜到跟明熙有关，他哼笑一声：“看不惯别人欺负女人，是看不惯盛哲欺负明熙吧？”温景初抬手按了按眉骨，眉眼间凝着淡淡的疲倦之色。容颜跟明熙的交情不浅，怪他的小心思邀请了郑成。看样子明熙跟盛哲之间有恩怨，容颜也没跟他提过，无心之失。温景初抬步走出衣帽间，到隔壁浴室，门关着，他扭了扭门锁，被反锁了。温景初无奈的轻笑一声，只好倒坐在沙发处等容颜洗完澡再进去。容颜出来时见他双手垫在头下躺在沙发上：“我可以了，你进去洗吧。”男人侧头看他洗红色的绸缎吊带睡裙。第57章，老公，我觉得你长得确实很帅。红色显白，容颜的皮肤本来就白，此刻在明亮的灯光下更是白得晃眼。这一看便不舍得挪开眼睛。睡裙是吊带款，领子也不高，白皙精致的锁骨一览无余。他今晚的睡衣跟他的是同一个色系，床上被子也被相宜换成了红色的。温景初起身走了过去，边走边解开衬衣扣子，到他身边时才开口问：“老婆，明小姐跟盛哲是有什么恩怨吗？”容颜掀开被子上床，靠着床头坐下。睡裙是绸缎质地，光滑贴身，刚上床这裙摆便往上移，正弯腰整理睡裙，边回答温景初的话：“明熙跟他谈过恋爱，怎么了？”顿了顿，又道：“那个渣男来的，你以后别跟他来往。”温景初已经大概猜到了什么，这事还是得跟容颜说一下。舒泽刚刚打电话说有燕跟盛哲在酒店外头打了一架，是跟明小姐有关，严重吗？也没闹出什么事，现在已经散了。温景初淡淡道：“不严重就行。”虽然他对盛哲不怎么了解，但从明熙这边多多少少也知道一些。盛哲这个人没什么本事，依靠家里也不敢反抗他母亲。徐家也是豪门世家，是盛家无法比拟的存在，而徐有燕是徐家的一把手，等徐伯伯退下，他是要接管徐家的人。按照盛哲的性子，怎么可能敢得罪徐家？估计是不敢还手，纯纯挨打吧。打一顿也好，臭渣男，这样欺负明熙，活该他被打。你去洗澡吧，我打个电话问问明熙。温景初嗯了声，随后进了浴室。听着浴室里传来淅淅沥沥的水声，容颜思忖了会儿，最终没有打电话。估计这回明熙也烦恼着，还是不要在这时候去打扰他为好。过几天明熙要去拍戏，想要让他照顾嘟嘟一段时间，到时候去接嘟嘟的时候再问吧。容颜没有打电话给明熙，倒是明熙给他发了信息解释。婚宴结束后，盛哲找了我，说了一些难听的话，刚好徐总经过，出自好于好心帮我，抱歉，搅了你们的好心情。也怪盛哲这个没脑子的，居然说他傍上了徐有燕。明熙也很无语，当初他是怎么喜欢上这么一个男人？容颜看到明熙的微信信息后，思忖了片刻，徐有燕是真的出于好心吗？他怎么感觉徐有燕是出于私心？换了旁人，遇到这种事，不至于要动手帮一个相识不深的人吧？他回复明熙的信息：“不用感到抱歉，打他一顿也好，解气。你也不要多想，今晚好好休息。”容颜想躺下睡觉，只是轻轻动了一下，睡裙裙摆又往上移。他无奈地吐了吐气。这睡裙是跟着礼服一起送过来的，他本来都塞到衣柜底下了，
也不知道温景初是怎么翻出来的。仰头躺在床上，容颜心里想着徐有燕跟盛哲打架的事情。徐有燕帮明熙将盛哲打一顿是出于什么心理？难道是徐有燕喜欢明熙？可今晚明熙说过，他跟徐有燕交情也不深，只是在酒局上见过1、2次。容颜盯着头顶上的吊灯看了会儿，觉得刺眼，便翻身侧躺着。正想着，浴室的门被打开，容颜转头看了眼，温景初只下边裹着一条浴巾，赤着上半身就出来了，拿着干毛巾在擦头发。不得不说，这男人的身材确实是好，宽肩窄腰，人鱼线，手臂上也有结实的肌肉，典型的穿衣显瘦，脱衣有肉。他强迫自己转移视线，脸上晕起浅浅酡红，不好意思的道：“我不小心把你睡衣掉到地上，忘了告诉你了。”洗完澡出来的时候，本来是记得要说的，温景初却跟他说了徐有燕跟盛哲打架的事情，脑子装了其他事，却把弄湿他睡衣的事给丢一边了。温景初不甚在意，擦干头发，准备去衣帽间拿套新的睡衣，便见他睁着乌溜溜的大眼睛，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怎么还不睡？在车上不是说很困吗？他都打算今晚就盖着被子纯睡觉，让他好好休息。我睡不着。容烟朝他瞥了一眼，顿时眼眸亮亮的，向男人招手：“你过来，我有事要问你。”温景初坐到床边，手上还拿着毛巾，抬手轻轻地捏了下容烟白嫩的脸蛋，声音低沉地问：“要问什么？”他一坐过来，容烟就觉得身旁有一股荷尔蒙爆棚的感觉，眼睛掠过男人的倒三角的性感身材，耳间不自觉地滚烫起来。这个时候也顾不得害羞，容烟咽了咽喉：“你跟徐有燕这么熟，你觉得他是不是喜欢明熙？他有没有跟你提过？”温景初将毛巾丢到一边，掀开被子上床。这个举动吓了容烟一跳，惊呼了一声，连忙伸手抚平裙摆，又往旁边挪了挪。温景初掐着他的腰，将人提到了自己的腿上，腰被他紧紧箍着，容烟动弹不得，最后是憋红着脸不敢动，恼羞成怒的道：“你知道就说，不知道就算了，别耍流氓。”温景初逆着他的漂亮瓷白的锁骨，眸光微暗，嗓音沙哑磁性，问过他不肯说。如果按照我对他的了解，今晚的事他多多少少是存着私心。他掌心轻轻摩挲着容烟的腰侧，低头去亲他的耳垂。这事你只当不清楚，他们都是成年人，会处理好自己的事情。男人呼出的气息就像一根羽毛，轻轻地扫在他的颈侧，酥酥麻麻的痒意。容烟侧开头：“我只是好奇问一下，也没打算干涉。”温景初敷衍的嗯了声，薄唇辗转到他的颈侧，声音沙哑的道：“温太太，你确定新婚之夜继续谈论外人的事吗？”话落，他的头被容烟粗鲁的推开，意犹未尽的与他对视，而容烟却直勾勾的盯着他看。“不谈外人，我们谈点重要的事。”温景初眉梢轻挑：“新婚之夜最重要的难道不是洞房花烛？”见容烟神情严肃，盯着他的脸认认真真的瞧了一圈，温景初被他盯得有些不自在，心里莫名几分心虚。难道容烟发现了？他轻咳一声，决定先坦白为上：“老婆，你别盯着我看了，这事是我错了，是我故意请了郑成参加我们的婚礼，我就是想警告他一下，没别的。要是他不请郑成来，盛哲也不会有机会来参加婚宴，他跟明熙也不会碰到。”容烟早就猜到了，他不在意的哦了声。这认错态度不错，但不像他以往的行事风格。认错认得挺快，谁教你的？温景初老实的道：“谢恒。”准确的来说，是他特地向谢恒请教了夫妻相处之道。谢恒还特意嘱咐他，无论有错没错，老婆生气都是老公的错，有错就认，被发现了就赶紧认错。沈清然比较爱做，这些都是谢恒总结出来的经验，血与泪的教训。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又不是无理取闹的人，你用不着听他的。见他不是因为这事生气，温景初薄唇微勾，继续将头埋在他颈窝处乱啃，推也推不开。容烟干脆放弃抵抗，只是话题180度大转弯：“老公，我觉得你长得确实很帅。”第58章，事出反常必有妖。这又是叫老公，又是夸他帅的，温景初却觉得头皮发麻。领完证后，他想要容烟开口叫一声老公听听，都要花费9牛2虎之力，也只有他被磨得受不住，才愿开口。今晚这是怎么了？事出反常必有妖，谢恒教的。温景初愣怔了一下，抬头与他对视，仔细观察容烟的神情，也不像是生气。他小心翼翼地问：“怎么了？”“没怎么，就是今晚听到你的2个堂妹夸我。”温景初大手抚着他的腰，暗暗地松了一口气，再次低头在他颈间流连，声音含糊地问：“夸你什么？”容烟被他撕磨的身体也渐渐热了起来，他躲了躲，淡定道：“他们夸我也就长相配得上你。”温景初顿了下，直起身，眸色肉眼可见的冷了下来：“不用在意他们的话，对我来说没有人比你更好，都成年了还这般没教养的乱嚼舌根，明天我会找他们的父母好好谈谈。”“那就不关我的事了。”有没有教养的他并不想管，这是温家家族的人该管的事情，
但两姐妹对她这个堂嫂不尊重，她得告诉温景初。这事你不用管，以后不会再有人说这样的话。她伸手将卧室的灯都关了，黑暗里，男人准确无误地吻上了她的唇。容颜根本承受不住男人这般热情的吻，双手抵在他的胸膛上，到最后，他的一双手被温景初单手压在头顶上，毫无反抗之力。迷乱中，男人嗓音沙哑的道：“肚子还撑吗？给你消消食。”容颜不等他回应，温热的大手已经缓缓从裙摆探入。容颜紧张的颤了颤身子：“我明天要去听大师的佛学讲座，别在我脖子留痕迹。”温景初低沉的嗯了声：“明天下午我得先回老宅，估计不能陪你去听讲座。”容颜忍着不发出其他声音来：“我自己去就行。”雨落，卧室里便没有了谈话声，只偶尔破碎的嘤咛声传出。床纱之内，两道身影交叠，纱帐随着身影游动而轻轻飘晃。长夜漫长，轻纱幔帐直至半夜才堪堪停止摇晃。容颜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中午。大师的讲座2点开始。他在被窝里摸了一圈，也找不到自己那条吊带款睡裙，低头看了眼床边，找是找到了，但已经不成样子。好好一条睡裙就这么报废了。昨晚结束后，他就睡死过去，身上挺清爽，大概是温景初帮他清理过。此刻自己身上寸缕不着，容颜干脆摆烂，扯着被子盖过头顶，窝在被子里不肯起来。赖了一会床，听到房门被打开，容颜隔着轻纱看了眼，便见温景初穿着一身居家服，端着水杯走了进来。瞧了一眼，容颜再次拉上被子蒙住自己的头。温景初走了过去，将水杯放在床头柜上，把床纱撩了起来，手掌轻抚着薄被下的凸起，眸色肉眼可见的温柔下来。先起床吃午饭再睡。容颜在被窝里摇头，嗡着声音道：“讲座2点开始，吃了午饭就要过去了。我送你过去，今晚跟叔爷爷这边的人一起在老宅吃饭，讲座结束我去接你回老宅。”被窝里太闷，容颜掀开被子，将头露出外面，甩了甩头发，才看向温景初。讲座得6点才结束，好像太晚，算，我不去听讲座了。指节分明的长指轻轻地将粘在他脸颊的发丝勾起，挽在他耳后。不晚，来得及，回到家也就7点左右。舒泽今天去医院上班了，他也差不多这个时候回来。他忘了今天请假了，但温舒泽没有。容颜想坐起来，一时没使上劲，被温景初掐着腋窝提了起来，惊得他连忙压住盖在身前的薄被，锁骨下赫然挂着几道红痕。温景初心里闪过一丝愧疚，怪他没控制好。他将水杯递了过去，喝点水润润喉咙。喉咙确实干哑的厉害，容颜直接将整杯水喝完，而后指挥温景初：“你去衣帽间帮我拿套睡衣。”不是要出门？容颜睨了他一眼：“我自己挑出门穿的衣服，你又不懂我今天想穿什么款式。”拿到睡衣后，容颜便将男人赶了出去。浴室里，容颜换好长裙后，对着镜子仔细瞧了一圈。这臭男人还记得他的话，没有在脖子附近留痕迹。他找了条比较素雅有禅意的长裙，把头发用架子固定在脑后。吃了饭后，没有再耽误时间，就出了门。温景初让他在别墅门口等，今天他自己开车送他过去。坐在副驾驶上，容颜检查了一下自己带的包包，笔跟笔记本都带了，最后检查了录音设备。他把温景初送的那串佛珠也戴在了手上。对了，后天万宝阁有一场拍卖会，拍品里边有净云大师圆寂前的墨宝，我后天上班没空，你有没有空的去帮我把它拍下来？容颜侧头正在专注开车，目视前方的男人。温景初转头与他短暂对视一眼：“有空。拍卖几点开始？”“下午1点开始。”“好，我让陈芳安排一下时间。”容颜进去时，讲座还未开始，但里边几乎坐满了人，却极是安静，无人喧哗。他找了个空位端正坐下，从包包里把笔跟本子都拿了出来，等着讲座开始。这边温景初将他送到会场，便回了温家老宅。走进客厅，家里长辈都在客厅喝茶聊天，几个小辈也陪在身边。那对双胞胎姐妹安静乖巧地坐在父母身边，看到温景初挺拔高挑的身影时，两人大气都不敢呼，礼貌喊人后往母亲身边躲。大堂哥是他们这辈最有出息的一个，在家族里颇有威严。他严肃冷淡，平日里弟弟妹妹们都怕他。姐，你说堂嫂会不会跟堂哥吹枕边风？他看堂哥的神情沉静冷肃，但他平日里就是这样，没什么变化。估计是堂嫂也不敢在堂哥面前讲些影响家族和谐的话。闭嘴，别再乱讲话。话音刚落，两人便见他们的爸爸跟大堂哥走出了客厅。见状，两人都不由得提了口气，面面相觑。妹妹安慰姐姐，别怕，可能是谈公事。才说完这句话，便听到一阵急而快的脚步声，抬眸看去，便见父亲冷着一张脸回了来。你们两个给我过来，到你大爷爷的书房去，抄写温家家训20遍。姐妹两人吓得脸色苍白，愣在原地都不敢动。还不快去！第59章，温太太，你这是嫌弃我年纪大了？
他们的母亲见丈夫一脸严肃要他们抄写温家家训，便知女儿是犯了什么错误。温家教育儿孙极是严格，不说温老爷子这边，温景初的叔爷爷戎马一生，对小辈的教养要求更甚，都到了要抄写家训的地步。大家又瞧了眼后面进来的温景初，心中也有几分猜测。你们听爸爸的话，快去！听见母亲的话，姐妹两人这才反应过来，连忙去了书房。古人称长嫂如母，在温家不尊嫂嫂等同于不尊长辈，无论他们不尊重的是容嫣还是其他嫁进温家的人，在温家来说都是极严重的问题。容嫣早就听说温家人对儿孙严格，但具体情况她却不太清楚。讲座结束后，温景初接她回了老宅，温家人基本都在，唯独不见那对双胞胎姐妹。他们的父母看见容嫣后，愧疚的道：容嫣，我们替孩子跟你说声抱歉，是我们教育不善，我们也一定会纠正他们的错误。容嫣瞧了眼大家的神情，好像都很严肃，尤其是两位老人。叔爷爷这时洪钟般的声音响起：今天这事往小了看是两个小辈的不懂礼仪，往大了看，一个家族发展是好是坏，不是看某一个人，而是家族里的每一份子。既然生在这个家族，享受优渥的生活，就要遵守温家的家训。今天也算是给你们小辈的一个提醒，莫要影响家族团结和谐。小辈们齐声道：明白。声音之亮，宛如在训练场上。叔爷爷年龄虽老，但气势犹在。容嫣被他的话震撼到。夜里吃饭时也不见姐妹两人，席间大家欢声笑语，热闹非常。而他与温景初新婚，自然也收到了长辈的不少礼物。叔爷爷出手很是阔绰，知道容嫣信佛，特地叫人寻了一尊玉佛送给容嫣。温景初今晚喝了不少酒，除了温书泽，下面还有5个堂弟在席间轮番劝酒。昨天婚宴都没怎么喝酒，今晚逮到机会把昨天的酒给补上了。他喝了酒不能开车，温云生让家里的司机送他们两人回半峡湾。要不是考虑到容嫣明天要上班，老宅离医院远，温云生想让温景初跟容嫣在老宅留宿。车内后座，容嫣将车窗稍稍降下，车内的酒气实在是太重。我帮你把外套脱了，转过来。温景初原本靠在座椅闭着眼睛休息，听到容嫣的话，撑着精神直起身子。容嫣帮他脱了西装外套，放到一旁后，瞧了眼男人系着的领带，担心他呼吸难受，抬起手给他解下。女人纤细柔软的手指按在他的胸口上，容嫣侧着身子帮他解了2颗衬衣领口的扣子。见他蹙着眉头，心疼道：以后少点喝酒，又不是年轻小伙，还是得注意保养身体。听见这话，温景初顾不得头痛，睁开眼睛，无奈笑道：温太太，你这是嫌弃我年纪大了？男人31枝花，正是成家立业的年纪，怎么听他老婆大人的语气，好像他已经上了40似的。容嫣对上男人黑眸，抬手给他按太阳穴：温先生正值壮年，谁说你年纪大了？也就比我大了4岁多，4舍5入，勉强算是比我大了5岁吧。他边帮他按着穴位，边思索着道：你在我这个年纪时在干什么呢？在忙事业。我在这个年纪已经跟你结婚了。温景初轻笑一声，声音宠溺的哄道：确实，温太太比较厉害，对比起来我不如你。刚才见他闭眼休息，容嫣有话想跟他说，没好开口。思忖片刻，容嫣开口道：三叔罚他2个女儿好像重了点，知道温家对子孙严格，但没想到是这样，心里有点替他以后的孩子担忧了。算不得重，都成年了，这点涵养也没有，现在不教育要等到什么时候？你不用想太多，不关你的事。站在家族的角度，我是他们的大哥，自然是希望妹妹们品行端正，言行有礼。往私来看，我是你的丈夫，妹妹对你不尊重不教育，往后他们更会肆无忌惮。别说2个妹妹，即使是他跟孟秋，继子与继母的关系并不和谐。孟秋为了自己的儿子，心里不满他多年，但就算再怎么不满，也不会在人后说他半句不是。而自己不喜欢孟秋，顾及到温书泽这个弟弟与家族和谐，也依然给他应有的尊重。没有规定要求自己去喜欢任何人，他们可以不喜欢，但要给予尊重，这应该是刻在每一个温家子孙心里的认识。他们2个没有清醒认识这一点，是他们的问题。三叔母平时对2个女儿纵容了些，三叔教育严格一些，还得顾及三叔母的意思。宠爱可以，过于宠爱就成溺爱，家族长辈绝不会允许他们放肆。20遍家训不算罚得太重，只是让他们常常记醒，只要他们认真改过，也不会有人揪着过去的错误不放，只会欣慰知错能改。隔日，万宝阁拍卖会现场，临近拍卖会开始还有20分钟左右。温景初一身笔挺西装，手上佩戴着价值昂贵的精致腕表，从容不迫地走进拍卖会现场，身后陈芳紧跟着他的步伐。往日拍卖都是他代替温总过来，今日温总亲自到场，陈芳猜想是跟温总太太有关，想送礼物给太太当新婚礼物。陈芳也不敢多嘴问，他跟着温景初在第1排正中间的位置落座。
温景初一出现，便引起了众人注意。在他后面几排坐着正是颜真。随着他落座，颜真收回了目光。从始至终，温景初都没多看别人一眼，倒是他一如既往的，无论出现在任何的场合，万众瞩目的永远是他。周围的人谈论声响起，还是第一次见温总到万宝阁来，往常都是他身边的助理替他来拍卖会。温总与荣老先生的外孙女新婚之妻，果然人逢喜事精神爽。听说温家这场婚宴只邀请了一些豪门权贵，颜小姐是否有去参加？颜真听到有人说到她，原本面无表情的脸上勾起淡淡笑意。有的有幸陪着家父家母参加了温总的婚宴。温家跟颜家一向交情不错，最近两家又有合作，那必定会收到邀请。身后还有人一直说着这个话题，颜真也懒得理会。拍卖马上就要开始，1个小时过去，期间温景初拍下了一个明清时期的和田玉手镯、红宝石钻石项链、一对天然翡翠耳环。众人已了然，温先生此次亲自出席这次拍卖会是为了太太。下面一件拍品是静云大师的一件墨宝，起拍价350万。温景初举牌400万。看到是温景初举牌，很多人想要但也没有举牌。拍卖师清清嗓子，400万一次，400万2次。眼见就要敲锤，后面传来一道清脆女声。颜真举牌450万。第60章，我当然爱我的太太。颜真话音刚落，温景初便再次举牌。他从容不迫道：500万，550万，600万，650万。就当大家以为颜真会放弃时，他的声音再次在会场响起：700万。而温景初眼睛也不眨，根本就不在意他继续追加1000万。颜真也不胆怯，1100万。男人扶了扶左手佩戴的腕表，声音沉静：1500万。10分钟后，价格已经追至5000万。大师的墨宝虽然珍贵，但说实话，5000万这个价格早已远超这件作品的价值。现场众人目光在温景初与颜真身上辗转。颜家跟温家关系不是挺好的吗？两家还有合作，怎么看着温总与颜家小姐剑拔弩张似的？众人看看颜真的脸色，虽维持着平静，但细看她的眼神已经流露出不自然。准确来说，是颜大小姐快要坚持不住。方才温景初已经举牌出价5000万，此刻众人都把目光落在紧抿下唇的颜真身上。今天来拍卖会前，父亲特意交代他，如若价格合适，帮他将静云大师这幅墨宝拍下。价格追至到5000万，他存了私心。颜真了解容烟信佛，他知道温景初到拍卖会估计不是为了几件首饰，真正目的是静云大师的墨宝。前面看着温景初一次又一次的为容烟拍下首饰，心里便堵得慌。喜欢了温景初这么多年，努力讨好温家的人，却换不来他多看一眼。她是家中独女，颜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娶了她便想得到整个颜氏。他请求父母促成颜家跟温家联姻，温伯父也乐见其成。就在他以为可以达成愿望时，温景初丝毫不留情面地拒绝了。在他到了适婚年龄后，不少人都在讨好他，这些人都是看重颜氏，而温景初却不屑一顾。论家世、长相、能力，自己不比容烟差。他想不通温景初是为了什么。要是说温景初喜欢容烟，可他们二人在容烟上大学后就很少见面，8年时间几乎很少见面。温景初结婚前，颜真了解到温云生曾把目光放在徐家小姐身上，想要促成温徐两家联姻。毫无疑问，温景初再次拒绝。而后他便迫不及待把容烟娶回家。容烟到底有什么魅力，让一向沉静冷遇的温景初为他这般着迷？现场的声音打断了颜真的思绪。拍卖师眼神掩饰不住的激动，看向了颜真的方向。温先生出价5300万，颜小姐是否继续追加？颜真咬了咬牙，举牌5500万。5500万，这件拍品加价至5300万已经是不可思议。更让人震惊的是，颜真竟然出价5500万。正当拍卖师以为可以一锤定价时，温景初不慌不忙地再次举牌，声音清沉，透露着坚定：6000万。现场一片哗然，就连颜真也没想到温景初会紧追不放。商人一向认利，就在颜真犹豫时，他收到了父亲的信息，颜真适可而止。纤长手指紧紧握着牌子，尽管心里不情愿，但颜真没有继续。他目视前方，只见男人笔挺端正的背影，无论是什么时候，他都那样从容不迫，运筹帷幄，似乎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最终，温景初以6000万的价格拍下了静云大师的墨宝。拍卖会结束，颜真在出口通道等人，见到那抹清冷的熟悉的身影，颜真站到了他面前。温景初，耽误你几分钟，我想跟你谈谈。温景初低眸瞥了他一眼，淡声道：你说。颜真睨了眼他身后的陈芳，可不可以借一步说话？陈芳刚想往旁边走，便听到温景初开口道：抱歉，温某已婚，得避嫌。闻言，陈芳止住了脚步。
男人面色冷肃沉静，语气更是冷淡，丝毫不给情面。颜真被他的话打得猝不及防，一时间尴尬地愣在原地。忽然，他想到温景初婚宴那晚，他看容颜时眸底满是温柔，一言一行尽是体贴，好像不用问了。他不可置信地抬眸看向喜欢了多年的男人：“你喜欢容烟？”一直以为温景初娶容烟是因为跟荣老先生的交情，毕竟温景初跟荣老先生的交情不浅，亦师亦友，对荣老先生很是敬重。而容烟是荣老先生如今唯一的亲人。听到这话，温景初目光沉静地看向颜真，手指轻轻地转动左手无名指的银色戒指，将它摆正。颜小姐，你并没有什么立场来问我这个问题，既然你问了，回答一下也无妨。他语气轻松，却透着坚定。我当然爱我的太太。颜真愣愣地看着男人修长挺拔的身影从他面前远离，直到坐在车里，他还未回神。温景初说他爱他的太太，是爱，不是简单的喜欢。小姐，颜董让你回家一趟。司机通过车内后视镜小心翼翼地观察他的神色。颜真疲惫地按了按太阳穴，看也不看前方，冷淡道：“知道了。”颜家书房，颜真站立在书桌前，安静地等待父亲练字。15分钟后，颜父才收起文房四宝，抬头看向女儿：“让你站这么久，不知道这段时间你是在反思自己的错误，还是继续冥顽不灵？”他嘴硬：“我不觉得我有什么错，拍卖会公平竞争，我为什么要让？如果你只是为了一幅字，你可以公平竞争，但你觉得你能竞争得过温景初吗？”颜真哑言：“他竞争不过。”这个男人城府太深，不管做什么事，似乎都有十足的把握，镇定从容，而他早就慌了心神。颜父望着自己唯一的女儿，语重心长道：“真真，温家有温景初掌舵，蒸蒸日上，而我们家这些年一直原地踏步不前。爸爸年纪大了，已经无能为力，只能维持现状。以我跟你温伯父这么多年的交情，看似是两家相互提携，实则是我们在依赖温家。当初你没有好好把握机会，让温景初同意联姻，既然错过了，就不要回头看。现下怎么让家族事业更上一层楼，才是你应该考虑的事情。要么就听我的安排，找到合适的家族联姻。徐家有徐有燕，唐家两兄弟虽然对从商不上心，但不代表没有能力。洛江四大家族如今以温家为尊，颜家勉强还能排得上号，可若再停滞不前，迟早会被排挤下去。爸爸放心吧，我知道自己的责任，也有自尊心，不会再纠缠温景初，他早就输了，你能想通就好。”颜真抬起头与父亲直视，眼神坚定：“爸爸，与温家的合作交给我来跟进。”第61章，这是让他去当挡箭牌啊！颜父目光沉沉地看着他，理由：“父亲请放心，我只是慕强，想通过这次合作向温景初学习，别无其他。”颜父摆摆手：“过几日我会让项目负责人找你对接，希望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出去吧。”颜真退出书房后，颜父给温景初打了电话。颜明是自己交代过想要那幅字，颜真只是脑袋轴了些，并不是因为其他，希望他不要放在心上。拍卖本就是公平竞争，颜伯父也不要多虑。稍顿，颜父说出了通话的主要目的：“景初，我们两家一向都是合作关系，我也老了，以后家族事业都是要交到颜真身上，可他还不具备接管家族的能力，我想让他先接手这次我们两家的合作项目。看在我跟你父亲交情，伯父拜托你多提点他几句。你也放心，从前的事他已经放下，现在只想努力提升自己。”闻言，温景初眉头轻皱，没有立即答应下来，只是客套一下：“颜小姐也很优秀，如果有机会可以互相学习。”挂了电话，温景初接通内线，叫陈特助进来。1分钟后，陈芳站在办公桌前：“温总，是有什么事吩咐？”温景初翻动手中的文件，头也不抬：“跟颜氏的合作项目是谁在跟进？”“方静，你跟方静调换一下，项目先由你来跟进，颜氏那边的负责人将会换成颜家小姐，明白吗？”陈芳心里咯噔一下，联想到今天下午在拍卖会，颜大小姐在通道出口拦下温总的那一幕。明白，这是让他去当挡箭牌啊！停顿片刻，温景初又继续道：“你先弄清楚他接手项目的目的是什么，如若只是为了工作，必要的时候提点他几句。”陈芳又一头雾水，但没有任何犹豫的应下：“明白，温总请放心。”这边容颜下班先回了欧华庭，明熙明天要出去拍戏，要一段时间才能回来，容颜去将嘟嘟接回自己家中照顾。按了门铃，开门的是明熙的助理。客厅谈话声戛然而止，沈清然与明熙齐齐看了过来。在说什么？在门口就听到你们的笑声了。沈清然笑着朝他招手：“再说你老公呢，你快过来。”容颜换了拖鞋，走到沙发坐下，说他什么？你老公今天下午在万宝阁豪掷6000万，给你拍下了静云大师的墨宝。圈子里都知晓，温景初不信佛，而容颜信。虽然温景初对书法也很感兴趣，但他更喜欢荣老先生的书法。如果是为了他自己，不会为了静云大师的墨宝豪掷千金。况且在此之前，
温景初从不会出席这样的场合，今天下午不但去了，在拍下静云大师的墨宝前，还拍下了好几件首饰，这不是明摆着是为了容烟去的吗？之前圈子里多有猜测，温景初跟容烟突然宣布结婚，着实让众人震惊，都在猜测温景初是出于与容老先生的交情才选择跟容烟结婚。可今天下午温景初的行为，好像这场婚事并不是大家猜测的那样。6000万，容烟也惊讶了。下午他收到了温景初发来的信息，跟他报备说已经拍下静云大师的墨宝。那时候再忙也没有时间多问，他估计过价格，正常来说超过600万应该不会再有人追价。6000万，喜欢归喜欢，艺术也是无价之宝，可是6000万有点心疼。要是别人实在喜欢，也可以让出去，只要是真心喜欢，在谁手上收藏都一样，不一定非得自己拥有。听着是6000万拍下的，容颜感觉自己呼吸都难受了许多。他也没跟我说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老公在跟严家大小姐在斗法。沈清然调皮的道。容烟又一次听到严真的名字，容烟心里不由得多想。明熙给容烟倒了杯温水，你别听清然瞎说，容烟，严真是出于什么心思，你不用在意，你只要明白你老公是怎么想的就行了。沈清然敛起笑容，小小，你不经常跟圈子里的人走动，其实已经不算秘密了。严真以前喜欢你老公，想跟温家联姻，但被拒绝了。明熙说的对，你不用在意别人。我知道，以前是以前，现在我跟温景初已经结婚了，他会想明白。严真单方面的喜欢，但能看得出来严真是一个骄傲的人。他跟温景初竞拍，估计就是想发泄一下心中的不爽。过去的事情，现在拿出来说没有意义。容颜也是劝解他自己，听到别人喜欢自己的丈夫，心里确实像赌注一样不舒服。但温景初很优秀，有人喜欢他很正常。自己其实更在意的是温景初为什么选择跟他结婚。真的像圈子里传的那样，是因为他合适，也是因为跟外公的交情。对了，这个周末休息，赵暖想去爬山看日出，清然你想不想去？明熙明天就要去拍戏，没有空，容颜也就没有问他。沈清然打开手机日历看了看日期，你们5一是要值班吗？容颜点头，我跟赵暖5一都要值班，5一前的周末轮休，也就是这个星期的周末。我现在还不确定，到时候有时间得星期5才知道。我去的话，谢恒肯定也得跟着去。爬山我真不行，估计爬到一半就要人搀着我了。沈清然平日里就2个运动，一个是瑜伽，另一个便是被谢恒逮着进行的运动。行，到时候去不去你跟我说一声。沈清然刚想收好手机，谢恒的电话就在这个时候打了进来。我老公来接我了，先走了。容颜朝着落地窗看过去，天色已经暗淡下来。明熙，我先带嘟嘟回去，你去外面拍戏，注意安全。明熙带着他去找嘟嘟，想到一件事，开口道：容颜，你婚宴第2天，江导就找到我，邀请我当他下一部电影的女二。恭喜你，如愿踏入电影圈。容颜眉眼弯弯笑着道，真心替明熙感到开心。现在的明熙是为了自己的梦想活着，而不是盛哲。现在的他是真的已经想通了，已经放下过去，拥抱未来。明熙也笑了笑，随后又神情认真的说道，他跟我谈完话后，问我跟你是不是朋友。第62章，我无以为报，只能以身相许。明熙并不知道江源跟温景初的关系，原本不觉得奇怪，但是江源突然问了一嘴，明熙便在想他找自己拍戏到底是因为容颜的关系，还是他真的只是看中自己的商业价值。容颜牵着嘟嘟，抬眸看向明熙，她是温景初的母亲，你们都是同一个圈子的人，应该了解江源导演的为人，不会是因为你跟我的关系才找的你。他敞开怀抱，轻轻地抱了抱明熙，未来的影后，你要相信自己，是因为你的优秀，而不是因为其他。明熙嘴角挂着笑意，谢谢，你也加油，未来妇产科的知名医生。容颜止不住笑，知名医生4个字听得我心里发虚，不说了，我先回去了，温景初在家等我。好，路上注意安全。嘟嘟，跟妈妈说再见。容颜弯起身子，将嘟嘟抱在怀里。小狗狗还小，胖嘟嘟的一身白绒毛，像只绒绒的小绵羊，咧着嘴冲明熙笑。抱回家养了这么久，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怕人，怕陌生环境，现在就是特别缠人，还爱拆家。小小一只就已经逐渐展露了他的拆家本领。明熙摸摸他的头，好了，跟你干妈回家吧，让我清静一段时间。容颜带着嘟嘟回到家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这几日天气比较晴朗，到了夜里，没有乌云遮掩，清月高挂。将车停在家里车库，容颜牵着他往别墅走。容颜此刻才懂，明熙最近都在嫌弃嘟嘟，确实是不像刚收养的时候怕生，现在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俨然就是兴奋。可能是感受到安全感，以前是流浪，现在有了家。嘟嘟，走慢一点。容颜被他带着往前跑。客厅里，温景初老干部似的正坐在客厅里看财经报纸，听到门口动静，
慢条斯理地将报纸折叠好，放到茶座旁。他起身走了过去，从容颜手里接过牵引绳。小狗爱跑，你牵它的时候小心绊倒。容颜额头浸着一层薄汗，被带着跑了一段路，此刻正微微喘着气。工作久了没有运动，身体素质比在西南老家时差了许多。温景初拿了纸巾给他擦汗，轻轻拍着他后背给他顺气。缺乏运动，家里有健身房，放假休息可以跟着我一起锻炼。每逢放假休息，容颜基本上都是静坐着看看书，很少运动。也行，你这个周末有空吗？我想跟赵暖一起去爬山看日出。要看日出得半夜出发去爬山，才能赶在清晨看到日出。她们2个女孩子夜里出发，肯定不安全，身边得要有一个男人跟着。有空，我叫上唐木川一起。容颜面露担忧，可是赵暖跟唐木川不和，他们2个只要待在一块就吵架。按照赵暖的话说，他跟唐木川是3观不合，气场不合，八字相冲。多多好像特别喜欢温景初，待在他身边时安静乖巧的。容颜见状也有些惊讶。温景初牵着小狗到向姨给他准备的新窝，空出一只手牵着容颜。赵小姐单身，跟着我们她可能会放不开，把唐木川带上，也有个可以说话的人。他们2个人喜欢拌嘴，但也没到动手的地步。而且按照他对唐木川的了解，估计对赵暖并不是讨厌，只不过是喜欢逗他而已。容颜将牵引绳松开，看着嘟嘟在他的新窝蹦跶，眉眼弯弯含笑的抬眸对温景初道：嘟嘟还挺喜欢他的新窝。男人居高临下，伸出手，我们先去吃饭，让他自己先熟悉一下。容颜刚把手递过去，便被温景初握住，稍稍用力，轻而易举地将他拉了起来。2人并排地站在洗手池前洗手。容颜对洗手要求很高，瞧了眼温景初，只见他放了洗手液后，随意搓了几下便冲水。你这样洗不干净，要像我这样。温景初挑眉，声音含笑道：温太太，我比较笨，光看学不会。他停下了手中动作，侧眸狐疑地看他。他笨？堂堂温氏集团的总裁，他说他笨，说自己笨也就算了，洗个手而已，至于吗？你按照你的标准帮我洗一遍，我下次就会了。温景初将自己双手递到他面前。容颜抬眸看看他的表情，男人一脸震惊，却干着小学生才会干的事情，又低头看看他的手。容颜快速将自己的手洗干净，陪着温景初玩闹了一次。再伸过来一点。他按照他们医院的标准，认认真真给温景初洗手。男人的手骨骼大，骨节匀称，食指修长，他不是手控，但温景初的手很让他喜欢。将手擦干净后，容颜仰头认真地跟他道：下次你就按照这个标准。对视的一瞬间，他瞧见男人眉梢轻挑，嘴角溢着笑意。哪里是不会，分明就是逗他。容颜将他的手甩开，好了，吃饭。等等，手被温景初牵住，容颜回头疑惑地看他，怎么了？温景初清了清嗓子，勾唇道：你帮我洗了手，我还没表示感谢，我无以为报，只能以身相许。正当容颜瞳孔地震时，男人继续一本正经的道：鉴于你现在特殊时期，也只能往后延迟，现在先浅浅的表示一下谢意。不愧是商人，强买强卖被他玩得很溜。在容颜的震惊中，温景初弯腰吻住了他的唇。温景初亲得很温柔，在他柔软的红唇上流连，一直不愿松开。容颜踮着脚尖，双手攀附在男人宽厚的肩膀上。开始是他吻得突然，逐渐的2人都沉浸在亲热中，渐渐开始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男人温热的大手在他腰上摩挲，悄悄往上。突然的，脚下碰触到毛茸茸的物体，还是热乎的。容颜被吓了一跳，连忙推开温景初。嘟嘟，嘟嘟跑到他跟温景初的脚边，蹭蹭温景初的裤脚，又跑到他身边。温景初轻咳一声，走吧，出去吃饭。好。容颜耳尖泛红的跟在温景初身后走去餐厅。佣人正把饭菜端到餐桌。相姨，嘟嘟估计也饿了，待会让人配的东西给他吃。已经配好了，我待会拿来。在餐桌坐下，容颜低头看嘟嘟安静乖巧地蹲在温景初的脚边。奇怪，嘟嘟好像很黏你，他当初都没这么黏我。温景初眸底泛起笑意，温太太，你这是吃醋了？第63章，喜欢自己老婆又不丢脸。容颜视线对上男人漆黑眼眸，心里不否认，嘴上不承认。他扒拉了一口饭，我哪有这么小气？语气还挺幽怨。温景初轻笑一声，弯身碰了碰小狗的脑袋，嘟嘟，去你干妈那儿。容颜扑哧一声，没忍住笑了出来。当初他跟温景初说收了个干儿子，要接回家一段时间。温景初表示没意见，问容颜是谁的儿子，又问几岁，他好准备见面礼。最后得知是只小萨摩耶。男人很是不理解，试图纠正容颜收一只狗当干儿子的错误想法，但没能成功。温景初，你承认嘟嘟是你干儿子了吗？容颜好笑地问道。之前他可是不太情愿的，怕说出去惹人笑话。温景初略带无奈妥协的语气说道：没办法，温太太喜欢，
只要我的家庭地位在他之上就行。可以。容嫣低头吃饭，不再看他。这男人每次与他对视时，眸底就像是沁了水，温柔炙热，跟平日里他看别人时完全不一样。是因为她是他的太太，还是因为别的？容嫣也不敢多想，怕想差了，最后变成自作多情。还有温景初平日里逗她的话，让人脸红心跳，张嘴就能说，容嫣打心底里佩服。对面，温景初见容嫣一脸淡定的吃饭，不为所动，他无奈的收回目光。怎么样才能让容嫣知道自己的心意？直接说。才结婚一小段时间，会不会让他心里有负担？饭后，容嫣回房间洗澡，而温景初9点左右有一场视频会议。书房里，温景初将电脑摆在书桌上，视频会议在30分钟后。门没关，留了条缝隙，嘟嘟摇着小尾巴开了门走了进来，蹭着温景初的裤脚。这小狗确实很黏他。温景初弯下身子将他抱了起来，摸了摸嘟嘟毛茸茸的脑袋，想要我抱着就乖点，别调皮。他好像听懂了，安静乖巧地待在温景初腿上，两只眼睛像黑曜石，吐着舌头咧嘴笑，又转身看着温景初书桌上的电脑。趁着还有时间，温景初又想请教同为人夫的谢恒。思索片刻，他给谢恒发了微信，方不方便讲话？谢恒秒回，方便。温景初，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他跟他老婆结婚了，但他老婆不知道他喜欢他，有什么办法让他老婆知道他的心意？但不能直接说，得拐弯抹角的。这边谢恒看到这条信息后，忍不住笑出声。还有个朋友，谢恒喜欢自己老婆又不丢脸，直接说不就成了吗？温景初，不能直接说，结婚前我们说好是因为合适，他才同意了婚事。我了解我老婆，要是直接跟他说，他不能以同等的感情回应我的话，他心里会有负担，也会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谢恒，那你想办法让他知道，还不是知道，有什么区别吗？温景初，那不一样，旁敲侧击让他知道，他知道后可以装傻充愣，可以假装不知道，得给时间他适应。他对容嫣比他对他自己还要了解，这丫头就是这样的性子，只能让容嫣主动感受到他对他的感情。他看得出容嫣对自己并非是一点的喜欢都没有，只是他没有把握。容嫣对他母亲的遭遇一直耿耿于怀，所以他选择婚姻并不想是出于感情，他担心自己的付出最终会被辜负，像他母亲这样。所以在两人的婚姻里，容嫣一直比较克制理性，不敢直接坦然自己心中所想。温景初希望容嫣能够勇敢一些，而自己对他多年的感情就是给他勇敢的底气。要是让容嫣知道他跟他结婚并非只是因为合适，而是喜欢他多年，以他对容嫣的了解，他会慢慢改变自己的想法。谢恒没想到温景初跟容嫣结婚还有这么多弯弯绕绕，他感慨道，你这样不是给自己挖坑吗？现在又得想办法让容嫣知道自己其实是喜欢他的。谢恒对容嫣不是很了解，但多多少少从自家老婆这里知道一些，容嫣是比较清醒克制的人。平日里见到容嫣，他都是那样清冷疏离，很难让不熟悉的人亲近他。所以即使有沈清然的关系，谢恒也很少跟容嫣说过话。温景初不挖坑娶不到老婆，他也没办法，当初只能这样做才能让容嫣同意嫁给他。谢恒想了想，之前他跟沈清然是怎么确定对彼此的感情的，说起来还是他先喜欢上他。那段时间沈清然一直对他爱答不理，谢恒那时候很郁闷。谢恒，说起来当初我跟我老婆也是这样，以我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不仅要让容嫣知道你喜欢她，还要想办法让她也喜欢上你。不过我以前用过的那些方法对我老婆有用，不知道适不适合你跟容嫣，毕竟他们两个人的性格南辕北辙。等我有空做个文档给你，你自己可以试一下，挑着合适的用。温景初低眸看了眼腕表，时间也差不多了，再过10分钟就要视频会议。他交代了一句，这是你别告诉你老婆，今晚我们的聊天记录你把它删了吧，免得让你老婆看到。容嫣跟沈清然自小就认识，两人好的跟亲姐妹似，要是让沈清然知道，保不准第二天容嫣就知道了。谢恒理解，我等下就删，你也删了吧。温景初，我老婆不看我手机。谢恒不可置信，容嫣就这么放心你？这对比一下，温景初也太自在了吧。他就不一样，沈清然动不动就要看他手机，不过自己心里没鬼，也不怕被他查手机，他想拿来看就给他。温景初哼笑一声，低头看了眼小萨摩耶，摸摸他的头，才回复谢恒，这就是信任，你结婚时间也不短了，不懂。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温景初那家伙的嘚瑟。谢恒，懂不懂的我不在乎，我只知道我老婆很爱我。温景初这边，谢恒肩膀突然被拍了下，被吓得惊慌失措，回头看到是自家老婆，连忙把聊天记录给删了。沈清然狐疑地盯着他看，你在跟谁聊天呢？一脸心虚的样子。第64章，他们看不见也听不到，没跟谁，我都看到了，
手机给我。谢恒乖乖的双手奉上，是跟温景初公事，不小心把聊天记录给删掉了，不信你可以叫容嫣去问他。沈清然见他说的坦然，那你刚刚心虚什么？没心虚，突然被你吓了一跳，没缓过神来。沈清然摸摸鼻子，那你好点了吗？我不是故意的。谢恒将人揽在怀里，好了。容嫣洗完澡出来，看了眼手机。10分钟前，沈清然给他发了好几条信息。刚刚我老公跟你老公不知道在聊什么，神神秘秘的，还故意把聊天记录给删了。以我女人的第六感来看，他们两个肯定有秘密瞒着我们。有机会你看看你老公的微信聊天记录，看一下他们在聊什么。抓心挠肝的，实在是好奇。小小，你在忙吗？他回复沈清然，应该是公事，他们两个大男人能有什么秘密？沈清然秒回，你信我，我的第六感不会错。好吧。容嫣看着沈清然的信息，也被激起了好奇心。跟沈清然认识这么多年，沈清然的性子容嫣自然是明白，最喜欢八卦，谁家的狗狗生了几只小狗她都知道。容嫣不经常跟圈子里的人走动，对圈子里发生的大事也都知道，而且都是沈清然告诉她。某一种程度上，沈清然就是她的情报机关。有一点是容嫣不得不承认的，从小到大，沈清然的第六感都很准。容嫣以前是不信这些的，但沈清然一次次的猜测都落实后，容嫣也慢慢接受了这一点。她倒不是觉得温景初会做什么对不起她的事情，按照沈清然的话来说，就是纯粹好奇而已。温景初说了9点后要视频会议，容嫣将头发吹干后走出了卧室，打算去看一眼嘟嘟有没有拆她的窝。路过书房，门半掩着，容嫣往里瞧了眼，便见温景初弯腰放下窝在她怀里的嘟嘟。嘟嘟被放到地上后不愿走，一直绕着温景初的裤脚在跑。门被推开，温景初抬眼看了过来。容嫣刚洗完澡，一头如海藻般的长发垂在肩膀下，脸上白皙清透，身上穿的不是往日穿的睡裙，而是精致舒服的长袖睡衣。这几天她经期都没有穿睡裙，而是穿的很保守的睡衣睡裤。嘟嘟，乖点，过来干妈这里。她走了进去，温景初这才收回目光，慢悠悠地将电脑麦克风给关了。容嫣以为视频会议还没开始，她指了指温景初的电脑，他们是不是听到我讲话了？男人无所谓的道，听到就听到，又不是见不得光。他恨不得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他有老婆了。温景初朝容嫣招手，声音带着一丝无奈的道：老婆，你把这熊孩子抱走。这小萨摩耶实在是太粘人了，他出去拿点东西，一时没看住他，就那么几分钟，居然就着椅子跳到他书桌上。他喜欢的那几本书都被他抓坏了。容嫣也看到了书桌上被抓坏的书，板起脸来教训他：嘟嘟，过来，太不听话了。闻言，温景初嘴角挑起弧度，轻笑道：以后有了孩子，还是让我唱白脸吧，你这么温柔，哪能唬得住人？这不是没经验吗？容嫣脸上晕起淡红，她把嘟嘟抱起，问温景初：你大概工作到几点？1个小时，你要是困了就先睡吧，不用等我。容嫣刚想离开，身旁的温景初突然拉着她的手腕，将她扯到了他的腿上坐下。别闹，你不是还要工作吗？男人淡然道：没事，他们看不见也听不到，陪我一会。温景初一只手便将容嫣的腰圈住，他低眸细细看了会儿，怎么越来越瘦了？是不是工作太辛苦？平常也不见容嫣节食，家里吃的也有营养，可就是不见她长肉。刚回洛江时，她脸上还有一点肉。男人修长的手指轻轻地捏着容嫣的下巴看，下巴都比之前尖了些。容嫣抱着嘟嘟坐在他腿上，很不自在。好好工作，这不是在听着吗？电脑里不断传出员工汇报工作的声音。容嫣更是不安，动了动身子，如坐针毡，跟他商量，要不我先回卧室？不是说要陪我一会？容嫣，他可没说过这话。你说的，我可没答应。你没说话，我就当你是默认了。温景初无理的道：你作为领导，可不能这么不认真，员工知道了对你印象不好。闻言，温景初轻笑一声：温太太还挺为我考虑，不过不用担心，他们不会知道。刚说完，做完汇报的员工喊了声温景初：温总，我的汇报完毕。容嫣刚进书房时讲的话，大家都听到了。今晚参加视频会议的人不少，合作商那边的人也在。前段时间，温景初左手无名指上突然多了个戒指。无声无息的，一向冷遇淡漠的温总成了已婚人士。前几天，公司员工也收到了温总的喜糖，但是对于温总太太，大家伙都不了解，除了陈芳，也没人有幸见过，所以大家对他的想象里就有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也有不少人对于温总已婚还是觉得不真实。10分钟前突然插进来的温柔嗓音，应该就是温太太的声音。此刻，那些觉得温景初已婚不真实的员工们不得不相信，他们冷厉陈肃的温总真的结婚了。容嫣瞧着温景初指节分明的手控制着鼠标，将电脑麦克风打开，讲话时也圈着他的腰身，明显的不愿意放他下来。
低眸瞧了眼乖乖待在他怀里的嘟嘟，容烟顺着他的毛在玩，耳边是温景初低沉磁性的声音。他在工作时讲话的语气与平时跟他讲话时完全不一样，工作时的语气是严肃沉冷，跟他说话时就温柔了许多。也是，毕竟工作与生活要区分开。第65章，吃不了肉，闻闻肉香都不行吗？温景初再次将麦克风关掉，下巴搁在他头顶上，修长的手指勾着容烟的发尾在玩。这个周末得挑一个时间跟外公还有回老宅吃饭，五一放假我送外公跟爷爷回西南。爷爷真的要跟外公到西南吗？容烟回头看着温景初道，现在我成家了，爷爷心里悬着的石头也就落了下来。西南那边生活简单，清闲自在，他想跟着外公住一段时间。确实也是，西南老家那边风水养人，外公回去休养了几年，身体都比以前硬朗了许多。反正那边也有人照顾生活起居，两个老人也能作伴，没事下下棋，钓钓鱼，活得轻松自在。别说是爷爷，容烟从西北医院辞职后，在老家养了一段时间，生物钟都慢了下来，每天晚上不到10点就睡觉，早上6点起床，确实是很悠闲。若不是有一日前同事问他有没有找到工作，激起了容烟心里的危机感，否则他还赖在老家。那我跟赵暖商量一下爬山的时间，再跟你决定什么时候回去吃饭。温景初环在他腰上的手臂稍稍收紧了些，将人贴在自己的身前。你们先商量。隔着薄薄的布料，容烟清晰地感受到男人腰腹紧绷的肌肉感，他脸上一热，你松松手，别抱那么紧。我现在斋戒期，吃不了肉，闻闻肉香都不行吗？温景初低头亲了亲他耳尖，将头埋在他颈窝里，说话的语气还含着淡淡的委屈感。他这话让容烟无言以对，这男人惯会卖惨的。他的经期变成了他的斋戒期，闻闻肉香。容烟此刻觉得自己在温景初心里俨然变成了一块肉，恨不得逮着他就干坏事。电脑里不断传出员工讨论工作的谈话声，容烟忍着脖梗处传来的酥麻感，提醒他道：温景初，认真工作。叫老公连名带姓的，让人感觉疏离得很，不好。温景初嗓音沙哑的道。容烟听着男人淡定的话，容烟脸上渐渐热了起来，不经意瞥见桌上纯黑色的手机。就在这个时候，手机屏幕亮了，有人给你发信息。温景初不理会，薄唇依旧在容烟颈下流连。电脑里有其他人讲话的声音，怀里嘟嘟纯净的双眼盯着两人看，容烟觉得自己的脸快要红成虾米了。他到底是怎么做到可以无视其他任何的存在？不愧是做大事的人，果然能心无旁骛。书桌上的手机再次微微震动，容烟瞧了一眼，又挣扎了一次。你真的不看信息吗？是谢恒找你。听到谢恒这个名字，温景初顿了下，缓缓直起了身子，伸手将手机拿了过来。谢恒，我老婆估计已经叫你老婆看你手机了，你自己小心点。温景初低眸瞧了眼正在系睡衣扣子的容烟，这个角度看过去，依稀能瞧见容烟精致锁骨下的雪白弧度。看完这条信息，温景初虽然有过犹豫，但也没把聊天记录给删掉。他始终觉得容烟不会查他手机。老婆查手机，每个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会不情愿，觉得这是不信任。但温景初倒是期待，若容烟真是要看他手机，说明他是在乎他。从两人定下婚期到现在，容烟几乎不过问他生活以外的其他事情，更别说查手机了。容烟也不知道温景初在跟谢恒聊什么，他直接开门见山的问，竟然说你们两个神秘兮兮的，不知道在谈什么，搞得我也好奇了。能说吗？温景初淡定的将手机递到他面前，要查手机吗？容烟稍顿了下，容烟没有一丝犹豫的道，你有自己的隐私，我尊重你，不能说就算了。他就知道。温景初郁闷了，送上门都不要。但凡容烟有一丝犹豫，他也不至于这般郁闷。温景初叹了口气，没什么不能说，但现在还不能说。他低头在容烟水色潋滟的红唇上轻咬了一下，以后会告诉你，也不用多想，不是干坏事。容烟摸了摸被他咬的地方，浅浅的痛感，不解地问他，你咬我干什么？会议提前结束，书房里顿时安静下来。男人薄唇轻掀，缓缓吐出2个字，惩罚。容烟他抬手在温景初的额头上摸了下温度，也没发烧啊，净讲些让人不能理解的话。容烟淡定地收回手，我困了，先去睡觉，嘟嘟交给你了。他推开温景初圈在他腰上的手臂，将嘟嘟往他怀里一塞，便走出了书房，留下温景初与嘟嘟无言对望。书房里突然陷入安静，温景初瞧着嘟嘟咧嘴笑着的可爱模样，温声威胁道，卖萌也没用，我这2本书不便宜，让我想想怎么让你赔。他揪了揪嘟嘟的耳朵，从你伙食里边扣，你觉得怎么样？不怎样。嘟嘟挣扎着从男人怀里下来，温景初弯身将他放到了地上，一眨眼的功夫，这小家伙已经跑出了书房，回了他心窝。现在好了，书房里只剩他一个人，突然横生出被抛弃了的错觉。翌日，容烟拿着病人的病历本回办公室，
路上遇到了孙主任。孙主任面色急切严肃的道：“荣嫣，快速准备一下，跟我进手术室。”急诊那边初步诊断病人是宫外孕破裂大出血合并失血性休克，上报给孙主任。妇产科里不时会遇到这种情况，与死神赛跑。荣嫣不敢耽误，将病历本交给护士后，便与孙主任一起联合其他科室医生准备急诊手术。荣嫣给孙主任当助手，几个小时后才从手术室出来，病人转危为安，所有医生护士都松了口气。虽然很累，但看到好的结果，大家一直提着的心才缓缓放了下来。休息了一小段时间后，荣嫣又跟孙主任进了手术室。只要有手术，孙主任都会带着荣嫣，这让其他几个与荣嫣同一时间进来的医生心生羡慕。办公室里，2个新医生正在写病历，其中一个感慨道：“还是荣医生跟秦医生幸运，经常能跟手术，不像我们，整天就是写病历、下医嘱，还要应付难缠的病人家属。羡慕有什么用？荣嫣得孙主任青睐，秦桧比我们有工作经验，能力也不错。你我普普通通，还是老老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为上。荣医生跟秦医生能力都不错，我就不懂了，为什么孙主任就是那么看重荣医生？看他像是看自己亲闺女似的，做错事也不骂，遇到手术就带他进手术室。”同事瞧了眼门口，走了过去，小声说道：“我告诉你，秦桧心里也不平衡，他的工作经验比荣嫣丰富，能力也不比荣嫣差，按理说要看重也是看重他。上次我就看到荣嫣拿了水果分给值班的医生护士，唯独秦桧没拿，看都没看一眼。”话落，办公室的门被推开，2人都被吓了一跳，尤其进来的还是秦桧。秦医生，你不是送资料去刘院长那吗？回来了。秦桧脱下白大褂，我有点事，提前一点回去。荣医生要是从手术室出来，告诉他一声，刘院长找他。第66章，让人不敢逃脱。2人好奇地凑过去问道：“秦医生，刘院长为什么找荣嫣？”秦桧语气冷淡：“你问我？我问谁去？刘院长是医院的副院长。”别说他们，就连秦桧自己也很好奇。他送完资料，准备出去时，刘院长叫住了他，让荣嫣手术出来后到他办公室来一趟。看刘院长面色平静，也猜不准是什么事。秦桧放下话，便没管他们，放好手上的物品后，便走出了办公室。走出办公室前，还特意交代他们记得跟荣嫣说这事，最后还是有些不放心，特意给荣嫣发了信息。办公室的门被关上后，其中一人道：“其实我觉得秦医生跟荣医生性格挺像的，荣医生清冷，秦医生冷淡，反正都不容易亲近。你还别说，听护士说，前段时间一天晚上他们2个人值夜班，一整晚，2人愣是一句话也没说。不跟你说了，我的病历还没写完。”荣嫣跟着孙主任做完手术出来，看了眼手机，看到秦医生的信息后，跟孙主任交代道：“主任，刘院长叫我去一趟他办公室，我先过去。”孙主任也不解，有没有说叫你过去是因为什么事？是秦医生转告，他只说刘院长找我。孙主任让他先过去，有什么事拿不准主意的，随时可以来找我。荣嫣感激的点点头，谢谢主任。主任办公室门前，荣嫣低头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身上的衣服，抬起手敲了敲门：“请进。”荣嫣推开门走了进去，规矩地站在刘院长的办公桌前。“院长，秦医生说您找我。”刘院长指了指书桌前的椅子，坐下说。荣嫣呼吸都带了些紧张，他还真想不到刘院长找他是因为什么事。从进医院起，他便兢兢业业的，也没犯什么错误，而自己也没做过什么突出贡献。难道是因为之前跟温书泽一起给车祸伤者做急救上热搜的事？那次确实是因为网络传播的力量给医院带来了一定正面的影响。荣嫣想了一圈，也只能想到这个。他将双手垂放在腿上，手指微微蜷缩着，便见刘院长站起了身，拿了一个一次性杯子给他倒了杯水。荣嫣双手接了过来：“谢谢院长。”许是看出了他的紧张，刘院长特意放松了语气：“今天找你来不是因为你的事，我看了你的入职资料，你以前大学跟读研都是在西北医科大学。”“是的。”刘院长重新坐到办公椅上，与荣嫣面对面的谈话：“那你认不认识韩父？”荣嫣老实点头，心里隐约有了猜测，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认识。他是大我一届的师兄。”听到这话，刘院长表情明显的转变了许多，原本稍显严肃的脸上带了些许笑意。“那你们熟悉的程度怎么样？或者说相互之间有没有联系方式？”此时此刻，荣嫣心里的猜测已经落定，抬眸与刘院长对视了一眼，发现他目光如炬的看着他，这种眼神太过凌厉，让人不敢逃脱。他在温景初身上也看到过，但是在他对别人生气或者审视时太过迫人。荣嫣不敢撒谎，只能老老实实的，他也没经历过什么大起大落，工作生活都算单纯。以他简单的人生经历，在刘院长这种领导面前说谎很容易胆怯。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有谈论过学习上的事，有联系方式，但大学毕业后就没怎么联系了。他是在大学入学时认识的韩父，他当时在迎接新生，
那天韩父还帮他扛过行李。在后面的几年里，韩父偶尔也会给他指导学习上遇到的难题，在他迷茫时也给过他建议。韩父在医学上极有天赋，大学一毕业就收到了国外知名医学院的 offer， 出去读研去了。之前有看过他朋友圈，甚至都拿到了博士学位。韩父曾在《柳叶刀》上发表过 Sci 论文，你应该也知道他是一个在医学上很有天赋、有才能的人。稍顿了下，刘院长继续道：“我们医院惜才，很想能够将韩父招进来。刚好听说他已经回国，并且是来了洛江，正在物色入职医院。既然你们有联系方式，就好说。我想拜托你先跟他介绍介绍我们医院，只要他有意愿到我们医院来，不管任何条件，随便他提，我们医院都会尽量满足他的条件。哪里是要他介绍医院这么简单？这不明摆着要他去当说客吗？”容颜也猜到了，心里突然压了块石头。原本还想下班回家能放松一下，现在看来这小愿望要泡汤了。尽管如此，容颜尽量让自己的面容自然一些，委婉的应下：“我明白，我想办法找个适当的机会将您的意思传达给他。都很久没怎么跟韩父师兄联系了，上一次跟他发信息还是在他从西北第一医院离职的时候。”韩父师兄问他工作是否顺利，容颜将自己从西北第一医院离职的情况简单的提了一嘴，准备到洛江找工作，之后就没有联系过。韩父师兄这么优秀，不管去到哪里都是香饽饽，看他好几年没回过国，就知道他很忙，能抽时间问他近况如何已是实属难得。这让他如何开口向他推销自己工作的医院，也只能传达一下医院这边的意思，至于他的选择如何，自己就没有这个能力决定了。从刘院长的办公室出来，容颜身心疲惫地走回办公室。回到办公室，同事又说孙主任叫他过去一趟，已经到了下班时间，原本打算按时下班，孙主任是特意在等容颜。看到容颜走进来，他直接问道：“刘院长找你是为了什么事？”刘院长让我找以前的一个师兄谈谈，想将他招进我们医院。孙主任也松了一口气，笑道：“我都不知道有个师兄这么厉害，叫什么名字？”韩父。难怪。容颜，你也不要有心理压力，只要将刘院长的意思传达就行。这样一个人物，估计别的医院也在想办法去抢，你早点说一下，至于最后结果就与你无关。谢谢主任，我知道怎么做。容颜心里十分的感激孙主任对的教导，看得出来孙主任是关心他，特意在等他从刘院长办公室回来。孙主任笑了笑：“今天也累坏了吧？没什么事，就先回家休息。”容颜再次真诚地表示感谢：“谢谢主任。”容颜知道自己年轻没有丰富的经验，孙主任肯带他做手术，他便认真积极地对待。他明白主任是看重他，也必然对他怀有期待，所以他事事要求做得最好，也非常的感谢孙主任对他的看重。下班回家，容颜刚走出妇产科，便遇到了周明。容医生，可以谈一下吗？第67章，家里管得比较严。看周明的样子，是故意在这里等他。容颜与他保持着半米距离，清冷疏离。周医生是有什么工作上的问题要与我说吗？周明已经料到他会这般冷淡，清朗的脸上划过一丝尴尬。他摇头：“不是工作上的事情，能借一步说话吗？就在这里讲吧，免得别人误会。”容颜拒绝他的提议。周明听出容颜话里有话，他看了眼四周，人来人往，并不想在这里跟容颜谈话。看了眼容颜精致的脸上，面色平静，眸色澄澈，却疏离万分。周明稍稍低下视线，与他直视：“容医生，我想跟你说声抱歉，前段时间听信了医院的八卦，对你有了些误会，我为我之前对你的态度说声抱歉。这是真诚的抱歉，并不掺杂其他。之前因为不甘心输给温书泽，都是同一个医院的医生，除了身世，自己并不比他差在哪里，所以他不明白容颜为何会选择他，也怪自己自尊心作祟，心胸狭隘。今天跟容颜一起抢救病人，看到了容颜对待工作的认真与拼劲，想起之前因为听了几句八卦，却认为他是那种想走捷径的人，止不住的觉得羞愧。闻言，容颜神情并没有任何的松动，手机被握在他手上，轻轻震动了一下。容颜只是瞥了一眼屏幕：“温景初，今晚有应酬，要很晚才回去，不用等我吃晚饭。”容颜抬起头，抿着的唇缓缓松开：“周医生，你不需要因为这个跟我道歉，只要不影响工作，我并不在意别人对我的任何想法。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我先生在家等我回去吃饭。”他跟温景初的婚礼前，温书泽发了朋友圈，是他跟徐有月的合照，两人正式官宣恋爱关系。因为温书泽的朋友圈有他微信的同事都知道了温书泽的女朋友，自然他跟温书泽在医院的八卦便不攻自破。容颜找了个借口便先一步离开。周明有些沮丧地站在原地，目光落在不远处那抹窈窕明媚的身影上。原本以为只要跟容颜说声抱歉，他便会原谅他之前的行为，没想到人家压根不在意。容颜回到家时，天色已经朦胧灰淡，他刚走进别墅，嘟嘟便摇着尾巴，毛茸茸的一团朝他跑来。原本疲惫了一天，心里还压着事，心情比较郁闷，
但此时此刻，容颜完完全全的被小家伙融化了。他蹲下来，白皙的脸颊蹭着嘟嘟，怎么办？不想把你还给你妈妈了，以后就在干妈这住着，好不好？也不知道他听不听得懂。小家伙吐着舌头，一脸开心，可爱自愈。向姨走了过来，问道：“太太是要等先生回来，还是先吃饭？”容颜站起身子，摇头：“先生有应酬，估计很晚才回来，先给他准备点醒酒汤，我不饿，晚饭就不吃了，是胃口不好。我让人给你煮点肉粥，你看行吗？”向姨担心地问道。先生特意交代过，太太最近瘦了许多，让家里营养师给她搭配营养餐。也行，我先洗澡睡一觉，睡醒饿了再吃。麻烦向姨叫人带嘟嘟出去溜一圈。向姨应下。容颜弯下腰对嘟嘟道：“要乖乖的，不可以调皮。嘟嘟精力太旺盛，要是不带他出去走走消耗精力，晚上估计又会拆他的窝了。什么都好，就调皮这一点比较让人头疼。”向姨带走嘟嘟后，容颜去了2楼温景初的收藏室。这男人爱好收藏东西，有一间收藏室专门放着各种类型的酒。容颜走到后面的酒柜前，这里边陈列着的都是昂贵的红酒，他找了一圈也没找到一瓶稍微便宜一点的，想喝点红酒泡个澡放松一下。这里边的酒最便宜的一瓶价格都在几十万，抿一口就是他1个月的工资，也不知道温景初是纯粹收藏的，还是平时也会拿出来喝。思索片刻，他拿出手机给温景初发了信息：“家里有没有便宜一点的红酒？”大概等了1分钟，温景初才回复了信息：“2楼左边第3间收藏室有酒，都可以拿。”看完信息，容颜又抬头看看酒柜的红酒，太奢侈了，普通的红酒就行。这边温景初正在饭局上应酬，桌上也免不了被劝酒。众人瞧他一直低头看手机，也知道温景初刚新婚不久。有人取笑道：“温总，这是被太太查岗了。”闻言，温景初沉静如水的脸上漾起笑意，淡定的道：“家里管得比较严。”这话一出，自然是被大家伙调侃了一番。往日温景初一向比较沉肃，对于别人找话题拉近距离都不反应，今日说起太太，却难得的脸上泛着浅笑。原来高高在上难以靠近的温总也是妻管严，在这方面大家都一样。忽然觉得与他的距离都近了许多，但聪明的那些人却听出了不一样的意味。原本打算劝酒的几个人，在听到温景初的话，也按下了动作。桌上的其他人也收敛了许多。是太太管得严，严在哪方面？言外之意，其一便是不敢喝太多酒，另一个意思，恐怕也只有起了某种心思的人才知晓了。酒桌上一个老总见温景初已然喝了不少，原本打算酒局结束后给温景初在这间酒店安排一间房间休息一晚，甚至房间里边都已经准备妥当，体贴的安排了温柔乡，只要今晚把他伺候的舒服，往后的合作都好说。毕竟在这个圈子里，几乎没有哪个男人可以做到清心寡欲，一心想着家里，这一点他们大多数人嘴上不承认，但身体却很诚实。结了婚的更想寻找刺激，他不信温景初是特例。但现在听到这话，他犹豫了，不敢再按照计划进行。温景初再次将目光放在手机上，看了容颜的信息，唇角微勾，回复他的信息：“不奢侈，你男人能赚钱。”还在酒桌上，温景初也不好一直盯着手机在看，交代了一句：“在应酬，今晚争取早点回去，先不说了。”第68章，既然来了，怎么不进去？容颜看完温景初的信息后，明白他的意思，现在不方便跟他聊天。收好手机，容颜拿了里边最便宜的一瓶，拿了个高脚杯便回了卧室。他将浴缸放满水，点了熏香，海藻般的长发被木簪子挽在脑后，最后舒舒服服地泡在浴缸里。温热的水覆盖在身前，终于卸下了满身疲惫。容颜浅浅地吐了一口气，转身倒了小半杯红酒，轻抿了一口。容颜很想就这样泡着澡蜜一会儿，但又觉得这样有点危险。温景初也不在家，就他一个人在浴室，最后放弃了这个想法。眼睫毛都在打颤，忍不住地打了个哈欠。放在一旁的手机微微的震动，容颜伸出手捞了过来，是明熙的信息：“我估计要比计划晚1个星期左右回去，嘟嘟还得麻烦你照顾一段时间。”他拿了干毛巾将手擦干净后才打字，半开玩笑的道：“我不介意嘟嘟一直住我家里。”这边明熙看到容颜的信息后轻笑了一声，嘟嘟确实很招人喜欢，调皮闯祸时又萌又可爱，让人不忍责罚。今晚剧组的人与投资方一起参加宴会，明熙被劝了不少酒，饶是他酒量不错，此刻也觉得有些头晕，胸口也闷得慌。他找了个借口出来透透气。旁边暗影处忽然咔嗒一声响起，明熙愣怔了一下，他提了提声音，语气冷淡：“谁在那里？”话音刚落，高大英挺的身影从暗处走了出来。明熙松了一口气：“徐总，既然来了，怎么不进去？”徐氏集团是这部戏最大的投资方，听导演说徐有燕出差也来了南城，导演有邀请他一起过来，但被徐有燕的助理拒绝了，说是行程安排已满，抽不出时间来参加这个小宴会。徐有燕今晚怎么又会过来？既然来了，
又在外边站着没有进去。徐有燕凝着他这张冷艳精致的脸庞，后退几步，缓缓吐出烟雾，随后将才抿了一口的烟摁灭，丢到了垃圾桶里。这才回答他的问题：今晚有其他酒局，结束了才过来。助理没提前跟我说参加宴会的事情，知道后才赶过来。稍顿，又继续道：喝了一些酒，准备散散酒气再进去。隔着距离，明熙也闻到了他身上的酒味。这小宴会，你不来也没什么关系的。可能是因为徐有燕帮他揍了盛哲一顿，明熙心里还是挺感激他的。加上徐有燕这个人又比较绅士，家教也好，虽然出身跟他有着天壤之别，但徐有燕却不曾以一种高高在上的目光看他。她又跟容颜的丈夫是兄弟，层层原因下来，明熙并不怎么排斥与徐有燕放轻松的聊天。徐有燕见他双手背在身后，靠在石墙上，仰头看星空，轻咳一声问道：不打算进去了？明熙转头看了他一眼，他摇头，不想进去了。他反问：徐总，你不进去？闻言，徐有燕勾唇轻笑：我觉得你说的对，小宴会而已，不进去也没关系。明熙不做声响，打算再站一会，就跟经纪人说先离开，便听到身旁男人温和的嗓音响起：明小姐到这边拍戏应该比我熟悉，有没有吃饭的地方推荐？他转头看了过去，问道：徐总还没吃晚饭，不是才从饭局上回来吗？许是猜测到他在想什么，徐有燕回答道：饭局上饭没吃几口，酒是喝了不少。闻言，明熙浅笑一声：这倒也是。徐总，我请你吃饭吧，你上次帮了我，还没有表示感谢。徐有燕眼眸晕着笑意：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谢谢明小姐了。明熙站直身子：不用谢，要说谢谢也是我说，走吧，不知道那里的饭菜合不合你胃口。徐有燕臂弯上搭着西装外套，她见明熙穿着抹胸礼裙，便将自己外套递到他面前：我不挑食，外套我只穿了一会。明熙也不跟他客气，伸手接了过来：谢谢。不客气。两人之间隔着一步距离，明熙穿着恨天高，徐有燕特地放慢了步伐。明熙经纪人从宴会走出来找他，刚出来便见不远处两道高挑的身影往外走去。得亏他视力好，在男人转头与明熙说话时，瞧见他的侧脸。徐氏集团的总裁徐有燕。经纪人嘴角上扬，转身走进宴会。明熙跟容嫣是好朋友，而容嫣又是温景初的太太，他跟容嫣走得近，必然是有机会接触到那个上层圈子。虽然明熙并不想通过容嫣拿什么资源，只是纯粹将他当自己朋友，可这次江源导演的电影，经纪人心里隐隐有猜测，多多少少跟容嫣扯上一定关系。不然有那么多有实力的演员想要参演江源导演的新作品，可他不做其他考虑，便选了明熙出演电影中一个重要的角色。虽然是女二，可这个角色却比女一更磨演技，讨论点也更多。只要演好这个角色，日后肯定更容易拿到影圈的资源。而众所周知，明熙现在的定位是流量明星，虽然演过几部偶像剧，这一两年来演技也在快速提升，可想要进入电影圈却是没那么容易。他听明熙说起过，在温景初与容嫣的婚宴上遇到江源导演，两人还说了几句话。虽然不知道江源导演与温家的关系，经纪人猜测就是因为婚宴上的见面，江源导演才将目光放在了明熙身上。浴室的门被打开，容嫣穿着睡衣从里边走了出来，几缕阴湿的发丝粘在光洁的脖子上。她将卧室宽大的窗户打开，夜风徐徐，站在窗前吹了会儿夜风，才坐到沙发处。手机微信页面上，容嫣找到了韩父的名字，酝酿了一下，容嫣给韩父编辑了信息：师兄在吗？刚编辑好，容嫣又将信息删掉。这么久没联系，突然的就找别人，怎么都觉得有些尴尬。况且韩父师兄以前那么照顾他，现在一联系便是有事才找的他。想起刘院长那张冷冰冰的脸，容嫣就觉得害怕。算了，比起害怕，尴尬算得什么？韩父师兄应该会理解吧。容嫣重新编辑了信息，指尖轻点了发送：师兄，听说你回国了。第69章，等我洗干净再闻。韩父很快回了信息：小师妹，好久没联系，我是上个星期才回国，在家陪家人相处了几天，昨天来了洛江。你这段时间工作如何？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请你吃饭。印象里，韩父一直是一个暖心的师兄，虽然他比自己大了一届，但韩父对他却是很照顾。不管是对他，还是对其他师弟师妹，在学业上的问题，以及对于日后就业的迷茫，韩父都给过不少建议与帮助。看着韩父的信息，依稀间觉得他还是那个带给大家温暖的大师兄。容颜心里的紧张缓缓放了下来，皙白的脸上引起浅浅的笑意。我工作挺好的，按理来说是我请师兄吃饭才对，我周天有空，不知道师兄那日是否有空，刚好我找师兄有点事要说。韩父再次很快回复：有空，具体时间你定，我们见面再聊，你工作辛苦，不打扰你休息了。回复完最后一条信息，容颜深深揽腰，心里轻松地躺在了床上，准备先睡一会。他看了眼时间，也不过是8点，泡完澡后身体已经没有那么疲惫。在跟韩父聊完后，
压在心里的石头也卸了下来。容颜翻到与温景初聊天的界面，他说今晚估计没那么早回家。想了想，容颜叮嘱了一句，尽量别喝那么多酒，饭局上免不了喝酒。温景初虽然爱收藏各种名贵的酒，但平日里是很少喝，偶尔喝也是瓶酒。只不过跟他住在一起后，也见过几次喝得酒气熏天的回来。容颜担心这样久了他的胃会不好，应该是在忙，等了几分钟才收到他的回复，只有简单的一个好字。容颜没有再打扰他，将手机放到床头柜上便关了灯睡觉。夜里11点半，温景初踏着夜色回到了半峡湾。房间门缝处有光亮，他推门进去便见容颜在床上放了张小桌子，桌上放着平板在看电视剧。怎么还不睡？容颜在听到动静时便转头看了过来，男人一身高级定制的西服，黑色西裤，白色衬衣，修长英挺。回来就睡了一觉，醒了又不怎么困了。他睡一觉起来看了时间是11点，下楼喝了粥也还没见温景初回来，反正也没有困意，想着等他回来再睡。温景初疲惫地按了按眉骨，脱下西装外套，扯下领带与腕表放在一旁，走到床边，低头碰了碰容颜的唇。容颜以为他要亲他，习惯性地抬起手臂勾在男人的脖子上，仰着头准备接受他的深吻。结果温景初却侧开了，喉间发出一声带着淡淡沙哑的低笑声，晚点，我喝了太多酒。容颜脸上悄然地涌上一股热浪，像染了带粉。他放下手，脸上带着娇羞地推了推男人的胸膛，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不是，我是。温景初轻松带笑的道。工作应酬了一天下来，虽然很累，但只要回到家看到他，所有的疲惫根本不值得一提。老婆孩子热炕头，简单温馨，这是他追求的。可能是跟自己从小没有完整的父爱与母爱有关，温景初心里所向往的不过就是将容颜娶回家，跟他养一个孩子，一家三口简简单单。也说不清是什么时候有这个念头，反正就挺早。为了实现这个愿望，自己努力拼搏了许久。前些年除了工作就是工作，无暇顾及其他，除了报答爷爷多年栽培，隐藏在心底的另一个目的便是容颜。只有自己强大，将来才有能力保护他，让他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容颜一直都在他对未来的规划里，而且是重要的部分。睨了眼容颜泛着粉红的耳尖，男人嘴角勾起一抹弧度，刚想直起身子，衬衣领子上多了只纤细玉白的手。容颜手指攥住温景初衣领，秀眉轻蹙着，你等一下。怎么了？见他突然的异样，温景初不解地问道。容颜关掉正在放着的电视剧，随后往男人身上靠去，仔仔细细地嗅了嗅，这个样子完全可以跟嘟嘟闻到肉味时相比较。见他靠过来，温景初稍稍往后躲了下，我身上都是酒味，等我洗干净再闻。容颜，他一时哑言，我又不是嘟嘟，那你是做什么？容颜松开揪着他衣领的手，板着脸严肃地看他，我闻到你身上有女人的香水味。温景初，他的鼻子很灵，温景初身上酒气很浓，所以那一点点香水味被酒的味道给掩盖住了。也就是两人靠得近，他才察觉到那点不属于浓郁酒味的香水味。温景初当场一粒一粒地解开白衬衣的扣子，将衬衣脱了下来，随后认真地闻了一下，还真有那么一点点刺鼻的味道，还有点难闻。温景初并不喜欢香水，容颜也不喷香水，但容颜身上有一股清甜的味道，浅淡的，只有靠近时才会闻到。他很喜欢。面对自家老婆带着审视意味地看着他，温景初回想了今晚发生的一切，可能是酒局上给我倒酒时蹭上的，那人不小心摔了一下。容颜相信温景初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起码现在不会。只是蹭一下的话，这味道可不会残留到现在。心里相信是一回事，但不舒服也是事实。温景初有些头疼，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在外应酬难免会遇到有些人心术不正，但他不想容颜知道这些比较肮脏的事情，因为给我们倒酒的人都喷了挺浓的香水。容颜听出来了，都还不止一个人。温景初点头，他的上身没有任何衣服遮盖，抬手揉了揉他的头，别想太多，我会为你守身如玉。容颜眸光朝下，他轻轻扫了一眼，男人倒三角的性感身材映入眼帘。不知道怎么想的，容颜突然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带着淡淡凉意的手朝着男人的腹肌伸了过去，光明正大的摸了一把，收回手，神色淡定自若，语气却酸溜溜，原来你们男人应酬是这样的，这哪里是应酬，分明就是鬼混嘛。对于容颜突如其来的动作，温景初完全愣怔了一下。之前跟谢恒讨论怎么才能让容颜喜欢上自己，谢恒给了一个建议，色诱。温景初觉得对容颜没用。此刻男人眼睛微眯，若有所思地瞧着一向清心寡欲的老婆，神色看似淡定，可耳间淡淡的红晕却出卖了他的内心。缠他的身体，看来谢恒这个建议可行。第70章，再看他怕控制不住流鼻血。温景初收回心思，
回答了容烟的话，也不全是你想的这样，要看在酒局上的人是什么人。有人心思不正，但也有像我这样意志坚定，不为外界所影响的正人君子。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对上容烟些许无语的表情，温景初依然镇定地继续道：所以，老婆，你完全不用担心。容烟无言以对，抬手在男人脸上捏脸捏，如实道：挺厚，脸皮挺厚，皮肤也不错。温景初轻笑一声：你脸皮薄，跟我正好互补，不做夫妻都说不过去。别嘴贫了，快去洗澡，熏的卧室都是酒味。容烟略带嫌弃的道。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喝多了，比平日里更能说。以前怎么没发现温景初是这样的性子？那时候还挺怕跟他相处，现在完全变了样。行，我去洗干净再来陪你。温景初弯身将丢在地上的衬衣拿了起来，卷成一团后丢到了垃圾桶里。容烟瞧着男人浪费的行为，原本打算说他一下，但想了想，他也有洁癖，别的女人蹭过的衬衣不要就算了。听着浴室淅沥的水声传来，容烟也没有了追剧的心情。刚刚他往温景初的腹肌摸了一把，他应该不会多想吧。容烟有些懊恼，右手轻轻拍了拍左手，叫你管不住手。还别说，这触感跟他之前在梦里触碰到的感觉几乎一样。要是温景初不从商，做个男模，依照他这好身材，应该挺受欢迎。容烟将床上的小桌子与平板都收好，刚坐到床上，便听到浴室里的水声停了下来。他慌忙地拿起床头柜放着的书，装模作样的看书。咔嗒一声，浴室的门被打开，温景初走了出来，指腰间系着一条白色浴巾，黑色的短发擦得半干。容烟葱白的指尖掐在书的边缘，注意力根本不在书上面，余光不断地瞥向温景初那边。男人身形修长，比例优越，宽肩窄腰，手臂、腰腹的肌肉线条流畅紧实。15分钟前他还感受了一下。容烟咽了咽喉，结结巴巴道：怎么不穿衣服？温景初用手甩了甩头发上的水珠，语气随意道：忘了拿。容烟哦了声，强迫自己收回目光，再看他怕控制不住流鼻血。别人看他是清冷寡欲，只有容烟自己知道，他内心里根本不是这样，对别人冷淡只是他的保护色。以前读书时不想跟那些靠近他的男生接触，也有是因为他们没长在他喜欢的点上。唯有温景初，不管是脸还是身材，都是那样完美，很难不喜欢。此刻容烟都快怀疑温景初是故意的。窗风吹动帘子，房间里一时安静，只剩下风吹的声音。温景初将自家老婆的小动作都看在了眼里，眉梢轻挑，机不可察的弯唇。他手里拿着干毛巾，径直走到床边坐下，将毛巾塞到容烟手中。帮我擦擦头发，我头晕的厉害。容烟看他也不像是装的，也心疼他应酬喝了这么多酒，直起身子下了床。他站在温景初面前，手上温柔地替他擦着未干的头发，眼睛却不时地往下瞄，鼻尖也是男人身上清爽的气息。容烟感觉自己的头都快要晕了，他加快手上的速度。好了，你快去穿上衣服，不然要感冒了。温景初接过毛巾，问他确定明天爬山是吗？跟赵暖商量好了，那就得凌晨3点左右起床。你今天工作了一天，身体可受得住？容烟思索片刻，我回来睡了3个小时，明天回外公那边再补觉。你呢？今晚又喝了那么多酒，可以吗？实在不行就推迟一天，但计划可能要被打乱。他原本想着周六上午爬完山就回家跟外公吃午饭，补一觉，下午便回温家老宅吃晚饭。周日一整天都可以休息，而且他周日还约了韩副师兄，安排的挺紧凑的。温景初单手圈住他的腰肢，将人抱在怀里，低头吻了下去。结束时，呼吸不稳的将头埋在他颈窝，声音低沉沙哑的道：没问题，像你说的，回来再补觉。还想着今晚能谋点福利。凌晨3点左右就要起床，温景初怕他累到，深深的透了口气，将心里冒出的火气硬生生压了回去。容烟被憋得小脸通红，也跟温景初一样气息不稳。他坐在男人的腿上，某个硬物还硌着他，不敢乱动。睡觉吧，明天按时起来。温景初放开了他，重新回了浴室。门被关着，淅沥的水声再次传了出来。容烟自然明白温景初在里边在干什么，脸上热得更厉害，躺在床上将被子扯上盖住自己的脑袋。半个多小时后，浴室的门才被打开，而容烟已经睡着了。温景初往衣帽间走去，拿了套睡衣穿上，随后走到床边，将他蒙在头上的被子扯了下来。凝着容烟安然的睡颜，他抬手屈指，轻轻地刮了刮他的鼻子。也不知道容烟为什么这么喜欢蒙着头睡觉。生活里，容烟给人的感觉是安静恬淡的人，性子并不活泼。论起来是温书泽先跟容烟认识，那时候岳母还未去世，他带容烟回容家。温书泽跟他说自己认识了一个小玩伴，说小姑娘比较爱笑爱玩闹，但又怕自己做错事惹母亲生气，所以在没见到容烟时，脑海里已经对容烟有了印象。他是在岳母去世后，
容颜回了容家，才第一次见到她。他看到这小丫头跟温书泽对他说的完全不一样，克制冷静又倔强，很让人心疼。他真实的性格被自己隐藏得很好。温景初坐在床边，弯身带着怜惜的在他唇上亲了亲，随后帮他将被子盖好，才绕到另一侧躺下。凌晨3点，闹钟的叮铃声在安静的卧室里响起，扰人清梦。容颜以为自己能够起来，可到了这一刻后才知道高估了自己。身旁温景初已经掀开被子起床，他走到容颜这一边，摇了摇他手臂，要起来了。容颜迷迷糊糊的半眯着眼睛，声音含糊不清：“你先去洗漱，再给我5分钟。”说着，他从被窝伸出一只手，朝着温景初比了5根手指，而后立即扯上被子蒙住眼睛继续睡。温景初看了眼时间，还来得及，便听了容颜的话。不止5分钟，温景初洗漱完毕时已经过去15分钟，而容颜还在呼呼睡着。温景初含笑无奈地喊他：“老婆，再不起床就赶不及了。”容颜困得睁不开眼睛，从被窝里掏出双手，虚虚地抬了起来，含糊道：“那你抱我起来吧。”第71章，我怎么听说某人说自己是妻管严呢？难得见他孩子气的撒娇，温景初止不住地笑出声来。他喜欢容颜这般不刻意收敛着的小性子，这才是最真实、最放松下的他。现在是半醒状态，意识模糊不清，温景初估计等他完全清醒过来，又得懊恼了。他弯身直接公主抱，将人带往浴室去。男人的手臂孔武有力，轻而易举的便将他抱了起来。容颜的脸贴在他温热的胸膛上。浴室里，他背靠在温景初身前，对着镜子眯着眼瞧了眼自己，像被抽干了精气神。果然不能太早起来。温景初拿来他平时擦脸的毛巾，拧得半干，直接上手帮他擦了一遍脸，还不清醒，想睡觉。容颜觉得这次自己爬不上灵山台，决定不要逞强。我要是走不上去，你背我行不行？他还挺佩服温景初的，算着时间，他才睡了3个小时左右。昨晚还应酬喝了酒，但此刻看他没有一丝疲惫。他刮了壶茶，脸上看着干净清爽。温景初低眸看着窝在他身前的容颜，听到他的话后，眼里含笑道：“行，我背你。那现在先乖乖把牙刷了。”容颜呆萌的哦了声，伸手接过温景初递来的电动牙刷，放到了嘴里。“我去帮你拿衣服，不穿裙子了吧？”“不穿，我拿来的衣服里边有运动服，你帮我找找。”“行。”温景初在衣柜里翻找了会儿，给自己也拿了套运动装，特地找了与容颜那套颜色相近的，看着还挺像情侣装的，外人看一眼应该就知道他跟容颜的关系吧。温景初满意的将2套衣服拿了出来，一切准备妥当。容颜想起还要去接赵暖，便催促道：“温景初，你快一点，我忘了要去接赵暖了。”“不急，我让木川去接了。”温景初拿了食盒装了点家里佣人备好的早餐。容颜走了过去：“他们有联系方式吗？”“我问过木川，他说有。”这下容颜便放心了。容颜在赖床时，温景初估计了时间，赶不及绕去赵暖那边，便发信息问唐木川有没有赵暖的联系方式。他猜测是有，上次在书房跟唐木川通电话时，听到唐木川将赵暖的手机搞坏了，估计这2人还有一点小小的经济纠纷，便让唐木川去接赵暖，他跟容颜直接到灵山脚下等他们。这边唐木川绕道到赵暖住的小区门口等他。他住的是比较老旧的住宅区，但1个月的租金也不便宜。赵暖跟一个女孩子一起合租，来分摊一些房租。赵暖刚走出小区，便看到停在路边开着车灯的迈巴赫。唐木川来接他，怎么想都觉得魔幻。2人前些天还吵了一架。虽然知道唐木川是受了容颜老公的委托来接他，但他肯来，赵暖还是挺客气的主动示好。他敲了敲车窗：“唐二公子，早上好，麻烦你开一下车门，谢谢。”唐木川，他降下车窗，见他扎着丸子头，眼睛不灵不灵的，突然觉得他安静一点，没那么吵闹的时候还蛮可爱。他指了指副驾驶的位置：“别说的我像司机一样，谢谢。”赵暖了然，走到副驾驶那边开门上车。上了车，刚系好安全带，赵暖忍不住的打了个哈欠。唐木川单手搭在方向盘上，刚好转头看了一眼，语气懒散不羁的道：“放假不好好休息，还费这个力气去爬山。”按照温景初婚后恨不得天天跟老婆黏在一起的狗腿行为，假期最想做的估计就是抱着亲亲老婆睡大觉，哪有这个闲心爬山看日出。而嫂子爱安静独处，看她的样子就知道不是很爱运动。给她一张蒲团打坐，说不定她还喜欢一些。看日出是多么浪漫的事，你不懂。唐木川轻嗤一声：“我当然不懂，没有赵医生有雅兴。那你还来？我这叫做舍命陪君子，可懂？”赵暖此刻人都精神了许多：“懂，你可真是大意。”现在唐木川在开车，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着想，赵暖决定先闭麦：“我不跟你说话了，能在车上吃早餐吗？”前面没车，唐木川转头瞥了一眼，见他包包里边放着面包，可以是可以，不过我千里迢迢来接你，
早餐你就备了你自己的。赵暖眨眨眼，脑袋快速转了一圈，不像以前那般理直气壮，略有些心虚。你娇生惯养的，我怕你吃不惯我这难咽的面包。唐木川哼了声，下次说谎时记得要淡定一些。赵暖，我是不及你道行高，算了，我这个人有个优点就是大方，分你一半吧。唐木川扫了眼，我要那个有火腿肠的。赵暖突然想收回自己的话，他最爱吃这个面包。思想挣扎了一番，看在他来接自己的份上，赵暖决定大方的让给他。他咬了咬牙，行，给你。见他小脸鼓鼓的像海豚，唐木川止不住轻笑了一声。两人到时，容烟跟温景初也刚好走了过来。唐木川瞧着温景初透明食盒里的早餐，两眼放光。哎呦，谢谢初哥，还给我准备这么精致的早餐。他咧着嘴，笑着伸手去拿温景初手中的食盒，但被温景初躲开了。你觉得可能是给你的吗？就知道。唐木川脸上的笑瞬间收了起来，看到站在温景初身旁，脸上迎着浅浅笑意，温婉清丽的容烟。他走上前讨好的笑道：嫂子，你人美心善，能不能将早餐允我一点？容烟还没开口，这边赵暖便道：容烟，别管他，刚还吃了我的火腿肠面包。没事，一起吃吧，够吃的。容烟摇摇温景初的手臂，仰头看他，给他吧。行，老婆大人开口了，自然要听。容烟，当着外人的面，这男人是怎么可以气定神闲的说出这样的话来？看了眼赵暖姨母，笑的看着他与温景初，他自知没有温景初这般淡定，悄悄往他身后躲了躲，小声告诫他，在外面别乱说话，也不怕被人笑话。唐木川瞧着容烟在温景初面前这么容易害羞，以及自己好哥们满嘴骚话，他懂了，还真狗啊，差点信以为真了。唐木川咬了块糕点，悠悠的道：我怎么听说某人说自己是妻管严呢？第72章，那你为什么不想管着我？昨晚跟圈子里的朋友出去聚会，便听到八卦，温景初在酒局上说自己是妻管严，现在整个圈子都在传温景初怕老婆，八卦越传越离谱，离谱到容烟每天规定温景初几点务必要回到家里，不然就跪键盘伺候。原本还觉得嫂子性格比较清冷，又出身书香门第，许是规矩比较多，唐木川信了。可此刻瞧着容烟脸含娇羞的往温景初身后躲，温景初这家伙戏还挺多。而容烟在听到唐木川这句意味不明的话，下意识的抬眸看向身旁的温景初，路灯昏黄的光影下映衬在男人的侧脸上，显得他的五官更加俊挺。温景初被容烟盯着，心里直发虚，他睨了眼正狼吞虎咽的唐木川，吃他的东西还那么多话说，要不是容烟让自己给，还不舍得给他。温景初，你一个大男人听什么八卦？我看唐伯伯就是对你太放松了，没时间工作，倒有时间听别人胡说八道。温景初眼神警告唐木川不要乱说话。唐木川没忍住的啧啧两声，由衷感叹，他以前怎么没发现温景初原来这么狗呢？屈服于他的淫威下，唐木川连连点头，是，我听别人胡说的。赵暖一脸不解的看着这两个大男人在斗嘴。容烟再次狐疑的抬头看了眼自己的老公，他忽然明白了。唐木川带着赵暖在前面走，后边温景初在容烟面前蹲下，老婆上来吧，我背你到半山腰你再下来。他很少运动，偶尔运动也是做瑜伽，要是让他自己走到山顶估计比较难。温景初怕他一下子运动量过大，星期一上班就得难受了。灵山寺就在半山腰，容烟平时过来灵山寺，走上去时已经气喘吁吁。他听温景初的话，趴到男人挺拔宽阔的背上，手臂勾着他的脖子。温景初站起身，轻轻地掂了掂，太轻了，得好好养养。现在只剩他与温景初，容烟伸手揪着他的耳朵，你要老实说话，是不是在外面讲我坏话了？男人低笑一声，嗓音里带着慵懒磁性，我怎么敢说你坏话？老婆，你要相信我。稍顿，他故意放轻声音，快速带过，只不过说了下我们家管得比较严格而已。听到这话，容烟简直要被气恼了，他握起拳头朝男人的肩膀捶了一下。温景初，谁叫你在外面讲这些话的？是不是谢恒？这锅不能甩给谢恒，不能硬生生扣个锅在他头上。温景初还是比较诚实的人，他语气淡定认真的道，我自己悟出来的。容烟，他竟一时无言以对。我都没管过你，只要不是影响婚姻家庭的事，你做什么都行，哪里有管着你？容烟委屈巴巴的道，给他那么大的自由空间，他还说什么自己悟出来的？那你为什么不想管着我？温景初发自内心的问。男人声音低沉悦耳，伴着清风缓缓吹进他耳窝里。他原本只是找个理由推脱一下酒局上某些人的好意，谁知道仅一个晚上，那些八卦就传成这个样子了。但温景初的心里是羡慕谢恒的。谢恒的老婆虽然爱闹，也喜欢管着他，平时动不动要查岗，在圈子里是出了名的。按照他们的话说是比较做，
但温景初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妻子对丈夫的在意，只要另一半不觉得有压力就好。显然谢恒也乐在其中，而温景初也想容嫣在意他一些，哪怕是问一问。所以昨晚容嫣在闻到他身上有女人的香水味时不开心，温景初心里却有点小欢快。容嫣思索了一番，冷静认真地回答温景初的话：我是觉得即使我们结了婚，彼此之间也要有一定的私人空间，只要不是做对不起对方的事都是可以的。如果有关两个人的事就要商量着来，平常工作遇到烦心事也可以互相倾诉，但我不应该管你太紧，相反你对我也应该这样。温景初背着他走上台阶，天色依旧昏暗，只能借着两边的夜灯小心地看着台阶。放心，你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做的事，这是婚前我对你的承诺，这点永远不会变。但是我不介意你管着我，甚至是欢喜，这样让他觉得自己是被他在意着的。容嫣没想到温景初竟然会有这种想法，他愣怔了片刻，思绪辗转，难道是因为他父母的原因，想要家人多在意他一些？思来想去，容嫣觉得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他的双手搭在男人的肩膀上，容嫣抬手怜惜地摸摸他的头，行，我多管管你。但容嫣又有些苦恼，我该怎么管你？摸头的动作突如其来，温景初也猜不到他的妻子内心在想什么，听了他的话，低沉的声音含笑道：温太太，这就靠你自己悟了。容嫣又是一道超纲题。在前面走着的赵暖回头看了一眼，发现与容嫣已经隔了一大段距离，他转头看向唐木川，我们要不要停下来等等他们？唐木川侧头睨了他一眼，不等，你想吃人家的狗粮？他是知道自己的好兄弟常年锻炼，嫂子看着清瘦，最多也不到100斤，就算是背着他到山顶，对温景初来说根本不值得一提。想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他们一群人可是参加过负重登山，灵山与他们登过的那座山根本就没法比，不及1/5的高度。故意放慢了速度，想来是温景初这家伙想跟老婆在后面腻腻歪歪吧。这个时间万籁俱寂，偶尔传来昆虫的清脆的叫声，清风拂面，阶梯两旁都是树，也有一些年轻人陆续走着上来。赵暖不小心绊了一脚，身旁的唐木川及时拉住了他的胳膊，小心看路。男人的手掌很大，用力地扶住了他，突然的肌肤接触，赵暖怔了怔，尤其是清晰地感受着他掌心的滚烫。谢谢。他在台阶上站稳，刚刚自己也被吓了一跳。是不是累了？前面就是灵山寺，我们去那亭子歇一歇。还好不累，刚刚就是没看清而已。朦胧的光中，唐木川瞧了眼他，见他虽气息微微不稳，额头有薄汗，但总体来说状况还算不错。他赞赏的道：体力还不错。那当然，我可是经常运动的人，哪像某些人打个流氓都打不过。唐木川第73章，爱不爱的对比一下就知道了。我不是打不过，只是不小心被绊了一下，就像你刚刚那样，可懂？有关他男人自尊心的事情，唐木川可不会放任他胡说八道。才安静的相处了一会，两人便又拌起嘴来。后面的容嫣瞧了眼远处，依稀可以看到赵暖与唐木川的身影，那两人都不走了，面对面的站着，像是在吵架。落后这么远，容嫣担心温景初是因为太累所以走得慢，便提议道：重不重？要不你还是放我下来吧。途中他已经提了好几次，身体已经没有起床时那么疲软，可以自己走上去，但温景初就是不愿意放他下来。闻言，温景初没有一丝犹豫的道：心里重，身体不重。容嫣不解他的话，什么意思？我背着我的一家之主，能不重吗？别贫嘴。容嫣清浅的声音里带了一丝羞涩之意。他抬起手，在他额头轻轻摸了下，有细细的汗，指尖将他额前被汗水浸湿的碎发拨开。快放我下来吧，到这里就行了，我可以走到山顶。今天起床起得太早，他昨天工作又站了一天太累，起床后身体提不上劲，现在已经慢慢的缓了过来。你确定？不要逞强，你这点重量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温景初将他放了下来。容嫣点头，身体没有那么累了，放我下来吧，我们走快点。赵暖他们都快到山顶了，我们还没到半山腰。他说这话只是陈述一下事实，并非有其他意思，但身旁的男人好像多想了。容嫣仰头看了眼脸上带着一丝无辜神色凝着他的温景初，意识到什么，急忙解释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没有怪你。男人悠悠道：我还以为你怪我走得慢，打死他也不会承认是故意放慢了脚步。不怪你。容嫣牵起他的手，加快了脚步，走吧，我们走快点，追上他们。温景初将就着容嫣的步伐，劝道：不急，现在4点。他有估摸着时间，只是赵暖跟唐木川这两人走得太快了而已。几分钟前他们还在吵架，现在连影子也看不到了。容嫣不听他的话，觉得落下太远。一对小情侣从身边走过，那女孩子悄悄打量了一眼他与温景初，被两人的颜值惊艳到，而后小声的跟男朋友抱怨：你看，人家可能都比我们大7、8岁，还穿着情侣装，叫你跟我穿就不肯。
爱不爱的，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她嘟着嘴，甩开男朋友的手，加快步伐往前走去。男朋友？不是，人家的情侣装也不是粉色的呀。他不是不愿意穿，是不想穿粉色的衣服。他一个大男孩穿粉色，看起来蔫儿吧唧的。但见女朋友生气，他还是追了上去哄人，声音隐隐约约的传到后边。容嫣跟温景初都特地慢下了脚步。他心想，原来小年轻谈恋爱这么腻歪。夫妻两人心有灵犀的对视一眼，容嫣低眸看看自己身上穿的运动装，又看了眼温景初的，还挺像情侣装的。那可不，他特意挑的。温景初嘴角挑起，语气颇为愉悦，是挺像。稍顿，他问道：老婆，你觉得你比较喜欢刚刚那对情侣的相处模式，还是觉得我们这样就挺好？容嫣没有犹豫的道：我们这样就挺好，他们那样的相处模式不适合我们。怎么相处要看两人的性格，况且他跟温景初年纪也不小了，是有经历的成年人，相处起来自然不像小年轻那般没有顾虑的腻歪。再说了，他可不是个爱撒娇的人，现在他跟温景初这种状态，他觉得就挺好，安稳温馨，相互扶持。只要是跟你，怎么样都好。天将破晓，连清风也是安静的，路灯淡淡的黄色光晕下，男人的面庞深邃清俊，嗓音沉静坚定。时间好像停滞不前，他这话是回应他的话，但更像是情话。容嫣杏眸中掠过茫然，他的手被男人紧紧地攥在手心里，牵着他往前走，一步一步往上，步伐稳健。有人从他与温景初身边走过，可这一刻，从他们身边走过的人就像是两人生命中的过客。主角从始至终只有他与温景初。容嫣也不是娇滴滴的人，很快便追上了刚刚遇到过的那对小情侣，现在已经和好如初。看到他与温景初，那女孩子瞧了眼他手上的钻戒。姐姐，你们已经结婚了呀？我还以为是还在谈恋爱的情侣。这个姐姐看着也不过23、24岁，还挺早结婚的。她长得清丽可人，虽然是穿着运动装，也丝毫不掩盖她温静清冷的气质。而且她老公也很帅，五官立体深邃，长身玉立，金贵沉稳，两人很有夫妻相。容嫣抬起自己的手，看了眼无名指的银色钻戒，浅笑着道：对，刚结婚不久。不得不说，小年轻的体力是真的好，走了这么久台阶，一点也不带气喘吁吁的。而自己为了赶上赵暖跟唐木川而加快了速度，可赶了半天，连他们的影子也没看到，呼吸已经渐渐紊乱了。他转眸看向身边神情自若的男人，问他：我体力是不是太差了？闻言，温景初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是差了些，才2遍就受不了了。温景初垂眸看了眼气鼓鼓的某人，他的鼻尖都是汗，脸上带着运动过后的潮红，气息不稳。他无辜的道：老婆，是你要问我的。容颜甩开他的手，那我也没让你说这个，这还是在外面，床地之间的话怎么能张嘴就来？而且他的一遍又不是几分钟，是1个多钟，故意的磨他，这怎么可能受得了？放心，前后几米都没人，听不到我们讲话。容颜还是生气，他要来牵自己的手，便躲开不让牵。两人幼稚的上演着他躲他追的幼稚戏份。看来容颜是真的要跟他生气。温景初想起谢恒的教导，火速道歉，语气诚恳的道：老婆，我错了，下次不会了。容颜还是躲开男人朝他伸过来的大手，到山顶前，你就好好反思自己的错误。温景初望着走在他前面的人儿，轻叹一声，本想着逗一逗他，看样子是真生气了。他大步流星的追上去，跟在他后边低声细语的哄人。第74章，他所求从来只为他。容颜也没有真的想跟温景初闹别扭，只是不冷他一下，日后他还会这样。那些让人听了羞红脸的话，张嘴就能来。要是不小心被外人听到，他还怎么出去见人？两人到山顶时，看到赵暖与唐木川一人坐一块石头上，周围也站了不少人，都是要看日出的年轻人。唐木川见温景初与容颜两人没有了早上的腻歪，而温景初跟在容颜身后，气氛似乎有些微妙，便笑着问温景初：哟，你们还玩小年轻那一套？这叫夫妻间的情趣，你一个单身狗自然是不懂。这次温景初故意压低声音，余光看了眼正在跟赵暖坐在一起的容颜，这个声音他老婆应该听不到他讲话吧？唐木川才不信他的鬼话，你惹嫂子生气了？那倒不至于，容颜不是轻易生气的人，估计就是想晾他一会，让他以后懂得收敛一些。不过看到他气呼呼的模样，跟他闹点小别扭，还挺可爱。不管是温静如水，还是像此刻这般有小脾气的样子，他都喜欢。无论哪个模样，无论是做什么。赵暖往后不经意瞥了一眼，用胳膊肘轻轻地碰了碰容颜，你老公来找你了。他指了指右侧的栏杆处，我往那去，不打扰你们。这边的温景初看到赵暖走开，心里对此非常感激与满意，估计之前的古风睡裙就是他送的。温景初再次真心的觉得容颜这朋友交的不错。
容颜也转头看他，见他手上拿着水与纸巾，他坐到赵暖原先的位置，把自己的位置空出给他。他把瓶盖扭开，将水递过去，语气讨好的问道：“老婆，不生气了吧？”容颜努力板着自己的小脸，语调正经严肃：“那你知道自己的错没？”“知道，已经深刻反思过，以后不在外面乱说，只在家里说。”温景初神情淡定的道。容颜，他恼道：“在家也不可以乱说。”男人也有自己的一套说辞。他摇头：“我觉得可以，这是增进夫妻感情的方式之一，你不能剥夺我这个权利。”瞧他说的认真，一板一正的，还以为真有这个权利。容颜无奈妥协：“那你也不能太过分了。”不知道谁喊了声：“太阳出来了，快看！”夫妻二人循着声音抬眼看了过去。容颜还是第一次爬山看日出，初夏的清晨，阳光是温柔治愈，身边爱人朋友相伴，欢声笑语。在山的另一端，骄阳破云而出，日出之美在于它从昏暗中割裂而出，带给人无限的希望。周围人都在惊呼。容颜起身站到了栏杆前，闭着眼感受清晨的微风与阳光的温暖，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盈盈笑意。温景初侧眸看他，此刻容颜便是他眼中唯一的风景。他伸手揽着他的肩，将人拥进怀里。一旁的赵暖见状心里羡慕极了，他快速拿出相机，站到两人身后，将这一幕拍到了下来。唐木川伸手将相机拿了过来，看了一眼他拍下的画面，拍的还行，主要还是我初哥跟嫂子长得好看，连背影都与众不同。赵暖，承认我拍照技术不错，你会死是吗？要是让我来拍，那肯定比你这张更好看。唐木川正准备调试相机，面前伸来一只白嫩纤细的手，一把将他手中的相机抢了过去。转头便见赵暖愤恨的模样，他朝着唐木川哼了声：“这是我的相机，要拍照下次自己带。小气，我千里迢迢去接你，用一下你相机都不给，就没见过这么小气的人。”赵暖气得跺脚：“你都拿了我面包吃，我都没舍得吃让给你了，还拿这事来说，我看最小气的人是你吧？一个大男人这么小气，活该你找不到女朋友。”唐木川借着身高优势，居高临下的看他：“你也没有男朋友，彼此。我跟你不一样，容颜答应了帮我找对象，今年内肯定能脱单。”赵暖得意的笑着说道：“到她老公的公司给我找一个青年才俊，才不像你呢，你就继续单身吧。”唐木川：“嫂子工作不忙，还干没人的事。”不知道怎么的，唐木川突然间觉得胸口闷得慌。不就是脱单吗？有什么大不了？只要我想，随时都可以。唐木川悠悠的道。而赵暖该死的胜负欲也被激了出来，他朝唐木川抬了抬下巴：“要不比比，看谁先脱单。”唐木川：“傻逼才比这个。”他淡淡的开口：“不比。”说是爬山看日出，太阳都升得老高了，光顾着跟他吵嘴，错过了欣赏。赵暖对唐木川更加的生气，两人还想吵下去，看到容颜与温景初走了过来，都不情不愿的收住了话。容颜想顺路去一趟灵山寺，便跟身边的温景初道：“我想去灵山寺给外公与爷爷祈求平安。”“行，我陪你去。”走到赵暖与唐木川身旁，容颜问：“我们要去灵山寺，你们要一起去吗？”“去，我要去求姻缘，我要去霉运。”容颜：“行吧。”温景初牵着容颜的手往前走：“别管他们，我们先走。”唐木川与赵暖吵吵闹闹的声音在后面不断传来，温景初觉得聒噪，只想跟容颜安安静静的待在一块。灵山寺在半山腰，早上6点半便开门。容颜与温景初到时已经有不少香客，寺里香雾缭绕，钟声清脆长鸣。容颜轻车熟路的带着温景初到万佛殿，殿门前，他脸带犹豫的问道：“你要跟我一同进去吗？”温景初从前说过他不信佛，即使两人结婚已经有一段时间，容颜也没找到机会问问他，惊蛰那时他为何会出现在灵山寺。温景初看出他心中所想，声音沉静的道：“信与不信，皆是求一个心安。我不愿将所期待的寄托在神佛保佑，只信自己把握。但你说求平安，为了亲近的人，我愿信。”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从前从不信神佛，对于求神拜佛这些虚无缥缈的事情，他更是不屑。容颜以前在洛江的时候，每一年都会过来为他外公祈求平安，但他不知道的是，自喜欢上他开始，温景初每一年都会抽空过来，不为其他，只愿他平安顺遂。他所求，从来只为他。如果神佛能护佑容颜一生平安喜乐，他愿意成为一个虔诚的信徒。第75章，老婆，你嫌弃我？容颜觉得自己跟温景初想的也挺接近，他从来也不为自己求佛，为妈妈，为外公外婆，为温景初，可没有一次是为了自己。他求神拜佛，只单纯的希望自己在乎的人能够平安顺遂。他喜欢佛学，是因为他能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他刚回洛江时，在灵山寺见到温景初，当时还疑惑，现在听到他这番话，容颜觉得自己懂了。像他自己所说的，为了亲近的人祈求平安，许是为了他的家人。
容烟不再执着于这个问题，但心里止不住有隐隐的失落。他原以为会跟自己有那么一点关系，看来是他多想了。幸好没有开口去问他。从灵山寺下来，容烟跟温景初计划是直接回荣家老宅。赵暖，我们送你回家吧。赵暖连忙摆手，不用了，我自己打个车回去就行，你们先回家吧。唐木川自告奋勇，我送佛送到西，既然接你来了，就送你回去。你有这么好心？我可没有面包再给你。唐木川，他难得做一次好人，不用你给面包，走吧。他虚虚地揽了下赵暖的肩，将他带走。车上，容颜想起给赵暖介绍对象的事情，他侧眸看向正目视前方，神情专注的男人。趁着红绿灯停下了车，他嗓音清亮的开口问：公司里有没有品行端正、相貌堂堂，最好是30岁左右的男士？温景初不假思索的应道：我未婚，我给赵暖介绍对象。男人搭在方向盘的手顿了下，毫不犹豫的否认的刚刚的话：我不是。容颜忍不住弯了弯唇，他以前怎么没发现这男人原来这么幼稚的？他话还没说完，便急着表现自己，认真一点，我答应了赵暖，给他介绍你公司里边的青年才俊给他认识。给赵暖介绍相亲对象。温景初第一个想到的是唐木川，只不过看赵小姐的意思，好像对木川也没有这方面的心思。算了，顺其自然。是赵小姐主动要你介绍，还是你提议的？思忖片刻，容颜凑到男人身旁，弯着唇，我们两个双向奔赴。我老婆出息了。他勾着容颜的脖子，对着那涟漪水色的红唇印了上去，咽足后才肯松手。快说有没有合适的？容颜摸了摸被吻麻的唇，眼神幽怨地盯着他看。温景初缓缓启动车子，脑海里思索了一番，按照你的要求，我觉得陈芳挺合适，她是待在我身边最久的人，对她的品行是敢保证的，其他人我就不好说。陈芳，你的特助？他语调温沉，不急不缓的道：陈芳是我的助理，同时也是我的左膀右臂，国外名牌大学毕业，年薪上百万，有能力，而且他在公司的职位也是不低的，不是谁都可以做我的特助，能留在我身边就证明他有足够的能力。这话容颜相信，能待在温景初身边这么久，说明陈芳实力不错，而且估计以后也会被温景初重用。既然温景初说他可以保证陈芳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容颜也就更放心。他就怕给赵暖介绍的人品行不好，要是真成了，日后会害了赵暖。你可以先问一下赵小姐的意思，如果她觉得不错，我这边再跟陈芳提一下。双方都同意见面的话，5月8号是集团周年庆，到时候会举办宴会，你可以带着赵小姐一起来，是一个好机会让他们见一见。集团周年庆宴会，你本来也是打算带我一起出席是吗？原本打算晚一点跟你说，不过看你意愿，不想去就不去，至于赵小姐跟陈芳的见面，再找机会就是了。温景初淡然的道。容颜倒没有说不想去，只是单纯的多问了一句，而且既然跟温景初结了婚，跟他一起出席这些场合也是应该的。温景初对他已经是很包容的了，像沈清然跟谢恒或者圈里其他联姻的夫妻，婚后隔3差5便要一同出席各种宴会，而他自结婚后从没有陪过温景初去参加过宴会。温景初也依旧像婚前那样，身边只跟着陈芳这个特助。集团周年庆是自家的宴会，婚后他从没在公司露过面，集团周年庆这么重要的场合，怎么也得陪着温景初去，免得到时候议论纷纷。温景初在荣家没有换洗的衣服，故而出门爬山前，容颜特地提醒他拿一套睡衣与几套平时穿的衣服过去备着，以后外公再回洛江，自己想在家过夜的话，也有换洗的衣服，省得每次过来都要准备一次。下了车，容颜空着手走在前面，而跟在他身后的温景初手里则提着不少东西。外公，我回来了。门口传来一道清甜的嗓音，容老爷子拿着黑子的手顿了顿，苍老而精神的脸上一起笑容。老沈，不跟你下了，我家小小回来了。这棋局刚到一半就不下，要是搁在平时，沈老爷子非得跟容老爷子吵起来不可。好，转念一想，容颜回来，说不定温景初也会回来，看老容是无心跟他下完这棋了，便道：我让你外孙女婿陪我下。温景初的棋艺也是出了名的，在同辈里几乎无人能敌，跟老一辈的人过招也丝毫不落下风，能够沉着新布局，实属难得。早已听闻了温景初的名声，但沈老爷子却没跟他过招。沈老爷子干脆将棋子全部分色收了起来，打算跟温景初重新下一盘。见状，容老爷子看出他的小心思，摸着胡子笑道：景初的棋艺师承于我，但青出于蓝胜于蓝，你未必能赢得了他。沈老爷子并没有被他唬住，反而激起了好胜心。那我倒要领教领教，要是我赢了他，你可要承认你不如我。行，你若赢得了景初，我就承认我棋艺不如你。两个老头子幼稚的下了决定，斗了大半辈子，谁也不愿服输，此刻却做了这个决定。温景初将带来的衣服物品放到容颜的房间，他
他还是第一次进入女孩子闺房。他老婆未出嫁时住的房间，满满都是他的少女心，浅嫩的粉色系，连窗帘都是印着好看花的纱帘。男人环顾了一圈，最终目光定格在那张粉嫩的床上面。这张床并没有半峡湾家里卧室的床大，甚至只有一半大小。容烟从带来的衣物里帮他拿了一套出来，放进浴室。出来后对他道：“你先冲个澡再去下棋，身上有汗臭味。”老婆，你嫌弃我？温景初脸上逆着笑，伸手揽住他纤细的腰肢，将人圈在怀里。别闹，快去洗澡。容烟伸手抵在他的胸膛上，男人滚烫的大手抚在他的腰身上，指腹摩挲着，隔着轻薄的布料，容烟忍不住的轻颤了下。他的腹腰是他敏感的地方，自从新婚之夜被温景初知道后，每次亲热时都免不了被他捉弄。第76章，我是你老公。容烟抬眸看见男人愈加幽深的眸色，感受到危险的气氛。他推了推他，提醒道：“快去洗澡，外公他们还在庭院等你对弈。”温景初抬手将容烟脑后固定着长发的木夹子拿了下来，如瀑一般的柔顺长发披洒而下。他缓缓启唇：“不急，我上来时他们又开了一局。”原本温景初打算先陪着他们对弈一局，再上来洗澡睡觉，还是容老爷子说时间还早得很，让他先去洗个澡再来。温景初低头衔住那水润潋滟的红唇，腰肢细软，盈盈一握，他收紧手臂，紧紧地将它与自己相贴。男人的吻来势汹汹，唇舌撬开背齿便长驱直入，滚烫的手掌按在他的后脖梗上，只能贴近不能后退。身上出过汗，黏糊糊的，容烟难受的紧。半晌，容烟使出浑身的力气侧开头，气息紊乱的道：“不行，我受不了了，你不去洗澡，我就先去了。”对于他这么一个有洁癖的人来说，出了一身汗不洗澡，腻腻歪歪，简直是无法难受。温景初恋恋不舍，弯身在他湿润的红唇上亲了亲，胸膛因喘着气而起伏，低沉磁性的嗓音染着沙哑。一起说着，他便带着容烟往浴室的方向去。他做事一向有分寸，今天是怎么了？外公跟沈爷爷还在等他去下棋呢。容烟拒绝他的提议：“不行。”脑袋快速转了一圈，找了个借口：“我经期还没结束。”还没结束？不是3天？温景初眉头轻蹙，认真的算了一下日子，按规律今天是结束了。那也不是一定是3天，也可能是4天。容烟提了提声音：“你又不是女孩子，当然不懂。”他推着温景初的背往浴室去：“你快去。”温景初将信将疑，站定后回头凝着他妻子精致的面孔，跟他商量的道：“那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也可以一起洗的。”容烟使出吃奶的劲，将他推进浴室：“不行，你给我进去，衣服已经帮你拿进去了。”把人推进浴室后，容烟动作利索地拉上浴室的门，而后才深深地松了口气。累死了，爬山都没有那么累。容烟在卧室的小沙发坐着，随手拿了本书过来看，但听着浴室里边传出的流水声音，根本静不下心来，念清心咒都没用。20分钟后，浴室的门被打开，容烟侧头看了过去，见温景初白衣黑裤，清爽干净地从里边走出，微微仰着头在系衬衣上方的扣子。他若有所思地盯着男人看了会儿，他还以为他会在里边干坏事，毕竟进去时他的小分身可是蓬勃挺立起来了。容烟站起身，走到他面前，踮起脚尖给他整理衣领，贴心的道：“天气热起来了，扣子别扣那么上去，透透气也好。待会要跟沈爷爷下棋，还是穿得规整一些比较好。”两人靠得近，容烟清晰地闻到男人身上那股淡淡的清香味，有点香甜，浴室里的女士沐浴露的味道。温景初伸手环住他的腰，低头蜻蜓点水地亲了下，声音清沉的道：“洗完澡就睡一会，不用等我。”容颜点头，交代他：“你跟沈爷爷下棋，要是赢不了，也不要输得太难看，不然外公会觉得没面子；要是赢得了，也不要赢得太轻松，要给沈爷爷留点面子。”两个老人斗了大半辈子，谁也不愿服输。容颜自小便见识到了两个文人雅士吵得头发都快立起来的地步。今天吵，明天又和好，吵吵闹闹，大半辈子就过去了。自从外公回西南老家安度晚年后，沈爷爷孤独了许多。听亲然说，沈爷爷经常念叨着外公，怀念两个人一起下棋、欣赏书法的日子。沈爷爷现在身体也不好，外公这次回来，一是为了他的婚事，二是来看望沈爷爷。回到洛江这段时间，外公跟沈爷爷几乎整天的一起下棋、钓鱼。而这次温爷爷跟着外公回西南，沈爷爷知道后也闹着要一起。沈家的人担心他的身体，拦着不给去，他只好作罢。温景初轻笑一声，应下：“行，我记住了。”他抬手捏来捏容烟白皙小巧的下巴：“还是老婆你想的周到，别贫嘴。”容烟轻力地推开他的手：“快去，早点下完棋回来睡觉。”容烟怕他累着，难得周末是休息的，又被他拉去爬山看日出，昨夜只睡了3个小时而已。尽量，你早点休息，再有2-3个小时就吃午饭了。等温景初出门后，
容嫣才进浴室洗了个澡，出来后将卧室的窗帘拉上，便闭眼睡觉。已经入夏，阳光明媚，透过淡粉色的窗纱落入卧室窗台上。容嫣翻身，背对着窗户，身体沾上床，便困意来袭。也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中听到些许声响，梦里有只浑身湿糯糯的大虫子在他身上游爬着，怎么甩也甩不掉，烦人的厉害。大虫子在舔他的脸，咬他的唇，更可恶的是他竟然在自己的胸口上啃咬，气得容嫣狠狠地呼了一巴掌过去，啪的一声在安静的卧室上清脆地响了起来。容嫣自己也惊醒过来，入眼便是温景初那张清俊帅气的脸庞，而此刻这张帅出天际的脸上赫然的一个巴掌印。电光石火之间，容嫣想到了什么，你是大虫子？温景初。他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火辣辣的，语调淡定的道，我是你老公。容嫣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胸口，带着点未甘的失意，已经明白过来，羞意涌上心头，白皙的脸颊上染了坨红。但刚刚自己呼了一巴掌过去，又不忍说他，下次不要在我睡觉的时候乱亲我。他抬手去摸男人棱角分明的脸，有没有拍疼？温景初轻咳了声，并不在意被自家老婆扇了一巴掌，不疼，我皮糙肉厚。他身上穿的是带扣子的绸缎面料睡衣。温景初伸手将扣子一粒一粒的帮他扣上。起来了，外公在等我们吃午饭。容嫣看了眼时间，已经是中午12点半了。但看温景初规整的穿着洗完澡出门前那套衣服，根本就没有回来睡觉。你们下棋下这么久？下完棋又陪着他们写了几幅字帖，看了眼时间也差不多准备午饭了，就没回房间，也担心将容嫣吵醒。温景初简单概括了一下，站起身直接把人抱了起来，先换衣服。被他公主抱的姿势走去浴室，容嫣晃荡着自己白嫩匀称的大长腿，我可以自己走。第77章，嫣嫣舍不得欺负我。男人的手臂肌肉紧实流畅，与他的柔软形成鲜明对比。容嫣趁着温景初不注意，悄悄地伸手在他胳膊那块肌肉掐了一把，确实硬邦邦的。他淡定地收回手，抬眸发现温景初眼带笑意的垂眸看他，肌肉不错。容嫣努力维持脸上的沉静，如实地给出一个评价。温景初伸脚轻轻一踢，便将浴室的门打开，低沉磁性的声音染着笑意，喜欢。容嫣不想让他知道自己是个小女，不想承认，磕磕巴巴道，就还行，一般般吧。男人似乎看透了他的想法，哦，是吗？说话时尾音拉长，勾着笑，随后意味深长的道，看来我不能让温太太满意，还得再练练，争取早日得到肯定。容嫣不想深究，伸手挡在嘴巴前打了个哈欠，那你继续努力吧，你先洗洗脸，我去帮你拿衣服。容嫣站在垫子上，冲着走出浴室的温景初道，帮我拿双拖鞋。他直接走进来不就好了吗？非要抱着。两人去到客厅时，容老爷子已经在饭桌上坐着，笑容满面。容嫣轻声问道，你赢了沈爷爷？赢得很艰难。容嫣了然。桌上有辣的菜，容嫣简直两眼放光，不禁弯唇笑道，谢谢外公。那你谢错了人了，是景初下的厨。容老爷子见到小两口相处不错，心里颇感欣慰。容家只剩下容嫣这么一根独苗，没确定他的婚事前，老爷子可谓是愁得睡不好觉，寻了一圈也没找到觉得可以托付的人。他曾经有想过温景初，毕竟温景初是他从小看到大的人，对他的品行为人都信得过。可又联想到这俩孩子也算从小就认识，如若真有那方面的意思，也早有苗头了，关系还这般不温不火。以为这是落空，没想到温景初自己主动找上门来，跟他提议与容嫣结婚，并言道喜欢容嫣多年。在他眼皮底下，他竟不知这小子早有这个心思，藏得真是够深，连他这个经历大半辈子风霜的老头子都看不出一星半点。容嫣转头诧异地说道，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这厨艺完全不输他的。细细想来，她嫁给温景初完全是他高攀了。这男人除了有点粘人，其余各方面都无懈可击，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长得帅，能赚钱，也不怪圈子里这么多人对于两人的婚事感到惊讶。就连他自己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相信。温景初坐到容嫣身旁的位置，先给容老爷子装了碗汤，随后再给容嫣煲的汤比较清淡，适合老年人喝，他与容嫣迁就容老爷子。容嫣许久没有吃口味比较辣的菜，心满意足地加了块鱼肉，笑得眼睛都快要眯成一条线。他宣布今天对温景初的喜欢比昨日又多了一点点，你尝一口，很好吃。容嫣夹了块鱼肉放到温景初的碗里。温景初还未说话，容老爷子便开口道，景初不爱吃辣的，你这丫头别欺负他。外公，我没有。容嫣吃醋了，语气酸溜溜，顿时觉得在外公心里自己的地位还不如温景初了。温景初勾唇轻笑，拿起筷子夹起鱼肉，慢条斯理地吃进嘴里，语气温柔缱绻，嫣嫣舍不得欺负我，味道挺不错，还挺喜欢吃。容嫣
嫣嫣，叫得这么亲密。他伸手摸了摸手臂，妈耶，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荣老爷子也没眼看温景初，吃的鼻尖都冒汗了，还说喜欢吃。罢了罢了，小年轻腻歪起来是比他那一代人更不怕羞的。饭后，荣老爷子把荣嫣叫去了书房。荣嫣扶着荣老爷子在书桌椅子坐下，自己帮忙收拾书桌上的物品。见状，荣老爷子道：“小小，先别收拾，外公有话要问你。”荣嫣抬眸，清澈的杏眸中带着茫然：“外公，您说，前段时间裴端是不是来找你了？”原来是这事，看来也是瞒不过外公。荣嫣将书桌上放着的书都收纳到书架上，才折了回去。再商量我跟温景初的婚事前，他确实来找过我一次，是把妈妈的日记本还给我。裴端有这么好心？这话荣老爷子第一个不相信。那混球把他的暖暖欺负得这么惨，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狗东西。这么多年不来洛江看过荣嫣一次，只是送日记本这么简单。暖暖有记日记的习惯，只是那时候他去世，做父母的黑发人送白发人，伤心欲绝，根本没有心思想起去找他的这些物品。葬礼过后也没有找到，看来是被裴端故意收了起来。等小小长大了，想让小小见他一面，以这个做借口，这丫头心里记挂他母亲，不会不见。荣老爷子端坐在书桌后，清瘦的脸上是饱经沧桑后留下的皱纹，双眼却炯炯有神。每次想到已经去世的女儿，心里便止不住伤心。想到这，荣老爷子叹息一声：“小小，你跟外公都不说实话，让外公伤心了。”闻言，荣嫣秀眉微蹙，急忙解释道：“外公，不是你想的这样，我只是不想让你担心。”他垂下双眸，眼睫轻颤：“我开始也以为裴端只是把日记本还给我而已，去了才知道他给我安排了乡亲。混账东西！祸害完自己的妻子还不够，荣嫣可是他的女儿，自己的亲生骨肉，竟然一点也不念亲情，实属混账！”荣老爷子怜惜地望向荣嫣：“小小，你该告诉外公的，早让我知道，我就不让他双腿无恙地走出洛江。我是怕您生气伤了身体。裴端对于我来说，连陌生人都算不上了，我已经不在乎他。要是因为这事让您伤了身体，我才是最伤心的。但你有委屈就窝在心里不肯说出来，外公知道了才更伤心。”荣老爷子轻叹一口气，重心长的道：“你这孩子从小就这样，现在结婚了，有什么就跟景初说，千万不要有事就窝心里。外公是你的亲人，能理解你，但你跟景初是夫妻，若在这般，会让他觉得你跟他不亲近，明白吗？”从书房回到卧室，荣嫣推门进去，便见温景初一个大男人躺在他那张粉嫩少女心的床上，怎么看都觉得违和感十足。温景初收起手机看他：“怎么了？这么不开心？”第78章，这算是表白吗？明明吃午饭的时候还笑意盎然的。荣嫣摇摇头，轻声道：“没什么。”他打算换身睡衣，再陪着温景初睡午觉。上午还骗他说自己经期还未结束，他应该不会发现吧？刚掀开被子躺上去，便被温景初一把抱到了怀里，强迫的与他面对面睡。荣嫣低呼一声，柔软的双手下意识抵在男人结实的胸膛上。温景初冷硬深邃的俊脸近在咫尺，荣嫣止不住的咽了咽喉，低喃道：“抱得太紧了。”男人淡定的将他的双手拿了下来：“这样就不紧了。”稍顿，他抬手捏了捏他小巧的鼻子：“外公跟你说了什么？像是被霜打的茄子。”荣嫣垂下眼睫，他抬眸与温景初直视，在男人漆黑如墨的眼眸中，只看到他，别无其他。迟疑片刻，他缓缓地开口道：“外公知道裴端来洛江找我的事了。还有呢？”温景初目光似乎穿透他的心，独属于男人的清冽气息将他包围。荣嫣连呼吸都放轻了许多，而他显然也不急着等他说话，滚烫的掌心抚在他肌肤细腻的后脖梗上，指腹有一下没一下的摩挲着。带着几分犹豫，荣嫣问他：“温景初，你以后要是遇到很喜欢的女孩子，你会怎么做？”温景初面容沉静地望着他，勾着他柔顺长发的手指顿了顿，目光放得柔软，轻声问：“为什么这么问？”荣嫣这次也不打算藏着心事，垂下眼眸，低声道：“我害怕我母亲经历过的事情会在我身上上演，要是真有那么一日，外公肯定受不住这样的打击。我不愿我的婚姻是因为感情，怕像我母亲那般全心全意的付出，最后换回来的是背叛，只想找一个合适的人搭伙过日子。”他自然明白荣嫣心中的顾虑，就是因为太明白，他才不敢直接让他知道自己对他真诚炙热的感情。两人结婚的时间还不长，他还没有足够的安全感。温景初低头，温柔缱绻地吻他，亲吻他湿润的红唇，像是安慰。鼻尖相抵，男人低沉性感的声音一字一字地钻进他的耳朵里：“我永远都不会喜欢别人。”他捉着他的手放到他心口上，这里空间很小，小到只能装得进一个人。温太太，这里边只有你。其次，我不是裴端，不会像他那般不负责任。既然选择跟你结婚，便会像宣誓那般，对我们的婚姻，对你做到绝对的忠诚。闻言，容颜眨了眨亮莹莹的杏眸，
低下视线落在男人的心口上。他说里面只有他，这算是表白吗？还是说因为他是温太太？容嫣不敢深究，他笨拙地回应温景初的话，我也是。黛眉下的眼眸清澈莹润，睫毛卷翘纤长，像羽毛轻轻扇动，白净的脸上爬起淡淡的嫣红。温景初不知道他说的是心里只装他一个人，还是说像他一样对两人的婚姻做到忠诚。他像容嫣一样将手抚在他的心口上，心里也只有我，让我感受一下。容嫣眸色微动，将男人透着温热的大手从他胸口上拿开。你耍流氓！温景初眉梢轻挑，我持证行事，受法律保护，怎么算耍流氓呢？我不管，你就是在耍流氓。他伸出纤细的手指捏住他的眼皮，强制男人闭上双眼。你快睡觉，再不睡就要起床回老宅了。他也不阻止容嫣孩子气的行为，反而任由他胡闹。慵懒放松，勾唇轻笑道，温太太，我能否认为你是在撩拨我？撩拨个屁！容嫣在他怀里转身，背对着他，爱睡不睡。他这张床其实也不小，以前读书的时候，放假回来，夜里经常跟沈清然一起躺在床上聊各种八卦。主要是沈清然在说，他充当听课。两个女孩子躺在床上都还有很大的空余地方，实在是温景初个头太大，他自己一个人就占了很大地方，就显得他的床比较小。温景初从背后拥着他，手臂搭在容嫣的柔软的腰肢上，忽然的睁开眼睛道，老婆，今晚舒泽带女朋友回家跟我们一起吃饭。容嫣翻过身来与他对视，惊讶道，进展这么快，你弟跟徐有月是不是快要结婚了？今晚是回家见父母吗？他问话时，漂亮的杏眸里迎着水色，掩饰不住的雀跃。一连问了3句话。温景初喜欢他这般模样看着他，但不喜欢因为别人的事情而这样看着他。他抬手遮住容嫣的眼睛，淡淡道，不清楚，睡觉。容嫣也没有推开他附在他眼睛上的大手，就这样眨了眨眼睛。你怎么可能不清楚呢？你跟温书泽自小形影不离的，他要是结婚肯定第一个跟你说。温景初哭笑不得，温太太，怎么觉得你这句话醋溜溜的，怪我以前不跟你亲近。我哪有？容嫣回想了一下刚刚说话的语气，好吧，确实有那么一点点。他摇着温景初的手臂，语气娇嗔地问道，到底是不是见家长？温景初单手扣住他的腰肢，将人紧紧地贴在自己身前，闭着眼淡声道，对别人的事情这么关心，八卦之心人皆有之。我没有。温景初漫不经心地道，但不说点什么，他怀里的人儿便不肯罢休，声音慵懒透着一丝疲惫的道，舒泽只说带他回家吃饭，没说别的。我猜是因为爷爷要跟外公去西南，估计很久才能见面，为了让爷爷安心，才特意在今晚的家宴带女朋友回家吃饭。听罢，容嫣又转过身来背对着他，思忖片刻，问道，那我们要不要准备一份礼物？不用吧，我们平辈长辈准备就行。容嫣摇头，我觉得还是备一份好，挑个首饰什么的，免得秋姨觉得我们对徐有月不重视。温景初同意容嫣的做法，你代表我们给一份就行。你快睡觉吧，等你睡醒我们去阁楼挑。家里阁楼有一间收藏室，专门放着以前外婆与妈妈留给他的东西，里边就有不少各类首饰，外公都帮他整理好了，他没带去半峡湾，就放在家里收藏着，不太舍得拿出来。温景初半睁开眼睛，看到容嫣在看手机，便问，你不睡？现在还不困？挑餐厅做什么？要请我吃饭？容嫣推了推压在腰上的手臂，闻言想都没想便立即否定道，当然不是，我明天晚上要请大学一个师兄吃饭，现在挑餐厅。这话一出，横在他腰上的手臂突然的收紧。蓦地，容嫣感受到来自某个男人的危险气氛。第79章，男人吃醋时听不得事实。温景初此刻用了些力气收紧手臂，他整个后背紧紧地贴在他的胸膛上。意识到温景初可能误会，容嫣便将刘院长找他谈话的事情说了一遍。听罢，温景初语气悠悠的道，看来那位师兄对你不错，值得你不吝夸赞。容嫣，他哪有夸赞过韩副师兄？这男人现在在吃醋，听不得事实。容嫣也很识趣，放软嗓音讨好，韩副师兄对大家都一样的好，不是单对我，要论谁对我最好，那还是我老公对我最好。温景初被顺了顺毛，稍稍放松了一些搂在他腰上的力度，但仍旧酸溜溜，再怎么好也没资格让温太太请吃一顿饭。容嫣，请吃饭这是过不去了是吗？即使是背对着他，容嫣也能感受到来自男人的幽怨气息。他放轻声音，我这不是有事要找他吗？又不是特意要请吃饭，而且就算没事要找，他以前也帮过我不少，理应要请人吃一顿饭。在温景初再次收紧手臂时，容嫣反应过来，快速的道，当然了，要带上你。闻言，温景初轻哼了一声，算你还有点良心。他抬起手，将容嫣的手机屏幕摁灭，丢到了床头，在我床上不许谈别的男人。容嫣，
这是他的床吧？吃起醋的男人还真霸道，不过呢，还挺可爱。容颜弯了弯唇，背对着他偷偷笑了下，可这笑维持不到1秒钟，男人带着湿热的薄唇印在了他的耳尖上，一路往下，细细麻麻的吻落在他颈侧，轻柔的呼吸像一根羽毛，撩拨着他裸露在外的肌肤。实在太痒，容颜忍不住躲了躲，但整个人被温景初按在他怀里，根本无路可逃。意识到即将来临的危险，容颜轻颤着声音：“别，我经期还没结束呢。”闻言，温景初闷笑一声，声音带着淡淡的沙哑：“温太太，你说黄耳尖变红的小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再来骗我？”容颜，他被翻了过来平躺着，原本在他背后躺着的男人，此刻已经换了位置。裙摆被撩起，容颜急了，出言制止：“不行，这里没有那东西，而且经期刚结束。”薄唇已从香软的颈窝往下，在锁骨下流连，他声音暗哑的开口：“我知道。”容颜抿着唇，忍着不发出细碎的声音来，已然软成一团，但还是提醒他道：“你不是累了吗？先休息。”温景初好笑道：“温太太，最好不要跟我说累这个字眼，否则是自讨苦吃。”许久，温景初俯身吻掉他眼角一滴晶莹泪珠，声音沙哑低沉的道：“乖，不哭了，我抱你去洗澡。”容颜不想理他，气哼哼的背过身来：“不去，身上汗津津的，你会睡得不舒服。”温景初只好先去浴室简单冲个水，拿了套新的睡衣套在身上后才折回去。他站在床边，弯下身，温声喊了声：“老婆，我带你去洗澡。”容颜累得慌，双眼已经眯了起来。他最讨厌一身汗渍的睡觉，但眼下已全然不顾。听到温景初喊他的声音，容颜悠悠地睁开眼睛，趴在柔软舒服的床上，不想动弹。这次没有再闹脾气，任由温景初弯身将他抱去浴室。他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顿时羞涩涌上心头：“我不管，你要把床铺换成新的，床单什么的放到洗衣机洗干净晒好。”不知道林婶看到被铺晒到外头会不会对响。温景初看透他的心思，哄道：“不要紧，林婶是过来人，能理解的。你还敢说罪魁祸首就是你？”容颜娇嗔道，气不过，握起拳头捶了过去。但刚刚被欺负狠了，身上软弱无力，这一拳捶到男人坚挺的胸膛上，就像挠痒痒。看到温景初唇角微挑，看着心情愉悦的不行，容颜就更气了，耷拉着唇角，尤其白皙的脸上还挂着淡淡泪痕，眼尾殷红，可怜巴巴的。他将温景初赶了出去：“不想看到你，快出去。”温景初摸摸鼻子，自知理亏，语气讨好道：“我造成的后果得负责收拾，外面的床铺在等着你收拾。”温景初，你确定不用我帮你？临走前，温景初不放弃的再问了一遍。不用。被狠心拒绝，温景初只好灰溜溜的走出了浴室。浴室里，容颜对着镜子仔细擦了擦脸上的泪痕，手臂软乎乎的，没有一点力气，抬起来都费劲。早上爬山费了他一半血条，仅剩的一半方才都在床上被迫给消耗掉了，血槽已空。也不知道温景初哪来这么多的精力。他真的不累吗？昨晚睡了3个小时左右，早上爬山还背着他走了一段路程，回来也不补觉，陪着外公他们下棋，亲自下厨煮了一桌丰盛的菜，还能逮着他干坏事。从浴室出来，容颜看到温景初已经把弄脏的床单都换了下来，正在换新的。他走了过去，捏住一个角：“我帮你吧，赶紧收拾好，还能让他睡一觉。今晚还不知道几点才能休息。”“不用，你去沙发坐着，等我几分钟就行。”温景初干起活来动作利落，一点也不像是从小就有人伺候的豪门子弟。他的爷爷奶奶把他教得很好。很快，温景初把床重新铺好，将弄脏的被单丢进洗衣机。午后阳光明媚灿烂，窗纱遮住刺眼的白光，房间像是铺了一层暖光。温景初掀开被子上床，吃饱后咽足，满足地搂着妻子睡午觉，从来就没觉得这般惬意过。两人回温家老宅前，容颜仔细地跟容老爷子交代了许多话，叮嘱道：“外公，回到西南老家要注意身体，要是有事要立刻给我们打电话，千万不要觉得是烦忧我们。五一假期我要值班，不能送您回去。”容老爷子摆摆手，看向满眼都是舍不得的外孙女，宽慰道：“不用记挂我们，景初会送我们回去，又不是不能再见面。等你们生了孩子，我跟你温爷爷还是会回来常住的。”这时，温景初过来牵住他的手，安慰道：“没事，等你休假，我就陪你回西南。”容颜点了点头：“那外公，我们先走了。”“走吧，走吧，路上注意安全。”说完，容老爷子便拿起鱼竿：“我约了人去钓鱼。”容颜，难怪这么着急让他们离开。第80章，笑里藏刀。两人到温家老宅时，客厅只有孟秋与徐有月。孟秋手里拿着一本相册，正笑意盎然地与徐有月说着话。夫妻二人对视一眼，心有灵犀地想到一点，
这应该是孟秋嫁进温家后笑得最开心的一次，看来她对徐有月是极为满意。进了客厅，容烟与温景初礼貌地喊了声秋姨。徐有月跟容烟同年，只比容烟小了3个月，看起来像是刚从大学出来的学生一样，模样清纯，笑起来漂亮可爱。她甜甜地喊道：大哥大嫂。温景初颔首回应。虽然与徐有燕关系很好，但温景初对徐有月也并不怎么熟悉。徐有燕不怎么带她妹妹出来与他们走动，而且徐有月高中毕业后就一直在国外念书，不久前才回国。容烟浅浅笑道：你好。她把准备好的礼物给了徐有月，这是我们给你准备的见面礼，重在心意，希望你喜欢。她在阁楼翻了许久，带着温景初寻了一圈，最后选了一条玉坠项链。这条玉坠项链设计新颖，很适合小姑娘佩戴。而且这见面礼不能送得过于贵重，也不能送得轻了。要是送得比秋姨的见面礼还要贵重，免不了让秋姨觉得自己与温景初下她面子；而送得轻了，又会让她觉得对徐有月不看重。徐有月站起身，伸手接了过来，甜甜的笑着：谢谢大嫂。见状，孟秋的目光落在了容烟的身上，见她贴心的为徐有月准备了见面礼，第一次满意的对她笑了下。景初，你爸爸他们都在书房，在等你上去说事情。温景初嗯了声，将搭在臂弯的黑色西装外套给了容烟，轻声交代：我先上去，有事给我发信息。容烟点了点头：你去吧，别让他们等久了。温景初去了书房后，容烟自己一个人坐在一边的沙发上，她给自己倒了杯茶，但因为他的到来，孟秋显然不像之前那般笑得开心。容烟打算去外边庭院走走，把客厅留给孟秋与徐有月。正打算起身，坐在孟秋身旁的徐有月见容烟一个人显得有些孤单，便诚意邀请道：大嫂，孟阿姨给我看照片，有舒泽跟大哥的合照，也有全家福，我们一起看吧。徐有月跟沈清然一样，是被家里宠大的小公主，心思单纯，待人又真诚。容颜相信徐有月是真心想邀请她一起看，可瞧了眼孟秋的神色，虽然脸上还凝着笑意，但比方才多了些不自然。不用了，你们看吧，我去庭院透透气。容颜站起身，浅笑地拒绝道：天气热，天黑了会有蚊子，大嫂，我们就一起看照片吧。徐有月走到容颜身边，拉着容颜的手到他们那张沙发坐下。孟阿姨待人挺温和的，她跟大哥不是亲母子，两人之间多多少少有隔阂，自然的，孟阿姨跟大嫂之间也不会亲近。可是这个时候让大嫂孤孤单单的去庭院更不合适，让舒泽知道了，他肯定会生气，怠慢了大嫂。舒泽对他大哥跟大嫂很敬重，这是圈子里都知道的事情。徐有月坐在中间，他的左右两边分别是孟秋与容烟。他拿着相册一张一张的翻，看到有温景初的身影时，便将相册侧到容烟这边。若是温舒泽独照，他便问孟秋，主打一个公平对待。徐有月翻过一页，照片上有孟秋与温奶奶，另外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他有些好奇，孟阿姨，这女孩子是谁啊？孟秋在倒茶，闻言目光转到相册上面，随后匆匆瞥了一眼正在回复别人信息的容烟。这照片应该收起来才对，看我做事这般不体贴。说着，孟秋伸手过去要将照片收起来，很抱歉地对容烟道：容烟，真是不好意思，以前景初带女朋友去看望他奶奶，我们3个一起拍的合照，我之前想着这照片有他奶奶在，便一直收着。容烟，说实话，以前一直听沈清然说孟秋讲话是笑里藏刀，容烟一直觉得没那么可怕，可此刻算是领教了一回。他看了一眼那张照片，认出是当年跟温景初一起来他高中的那个女孩子。他微微的笑了笑：秋姨，这照片您喜欢的话就留着吧，没关系的，而且她也不是景初的以前的女朋友，只是大学的同学而已。孟秋尴尬的连起脸上的笑容：是吗？他当时跟我们说是女朋友，难道是我记错了？那是因为奶奶身体不好，比较关心她找女朋友的事情，为了让奶奶宽心，出此下策而已。他没跟您说清楚，我替他跟您道个歉。容颜浅浅的笑着，目光沉静的与孟秋对视。一家人说什么道歉的话，应该他有解释过，只是我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徐有月坐在两人身边，心里懊恼自己，他抿了抿唇，左右观察了一下他们的神色，却发现这两人都神情平静，甚至脸上都有笑意，但他就是觉得暗流汹涌。他咽了咽口水，不安地问道：孟阿姨，大嫂，我们还看吗？结果孟秋与容烟都笑着异口同声的道：看。徐有月，英英，他好想去找温舒泽求安慰。孟秋打量了容烟一眼，发觉他依旧带着笑意，似乎并不关心刚才的事情。果然小看他了，还以为出身书香门第的姑娘性子会和善一些，竟不想她比自己还要厉害。这小嘴巴巴的，真能说小小年纪这般沉得住气。幸好当初娶她的不是自己的儿子，不然娶回来也拿捏不住。跟温景初倒是天生一对，夫妻两人都一样的厉害。孟秋觉得方才被下了面子，心里不悦，脸上却维持着平静。
看了眼身旁的徐有月，这姑娘不仅出身好，性子也好，不像容嫣那样清冷，可可爱爱的又单纯，越看越觉得满意。要是舒泽能把她娶回家，那她这辈子也能心满意足了。徐家虽然比不上温家，可也是仅次于温家的豪门世家，而徐有月可是徐有燕唯一的亲妹妹，徐家疼爱的小公主。无论如何，日后徐有燕也不会亏待徐有月，对于妹妹的夫婿自然也会提携。温景初能继承温家又如何？娶的老婆却不如他儿子的好。书房里，温云生与温景初说了几句集团的事情，言罢，他提了句：“景初，你严伯父跟我讲，颜真接手了我们两家的合作项目，让你提点他。你现在也结婚了，估计他也想通了，不会再有缠着你的心思，你尽量多教教他。”温景初刚想出言拒绝，温老爷子先他一步开口。温老爷子气得拿拐杖打了下温云生的小腿。什么叫估计？既然结了婚更要避嫌，底下那么多有能力的人，非要我景初教他，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多陪陪容嫣，增进夫妻感情。你自己婚姻不顺，见不得你儿子好事吧？温云生第81章心累了。爸，我不是这个意思，怎么可能不想儿子过得好？温云生有些委屈地说道。一把年纪了，试问谁还会被自己的父亲拿拐杖打？还是当着他两个儿子的面打他？你不是这个意思，说这个话做什么？严家那丫头以前什么心思，你又不是不知道。要是容颜知道，你让她怎么想？说着，温老爷子又抄起拐杖打了一下。我过几天就要去西南跟容老一起住，你在洛江欺负他外孙女，是不是也存心不想让我好过？温云生这么大一个锅盖他头上，他可承受不起，急道：“爸，我真不是这个意思。”老严信誓旦旦跟他保证，说颜真已经放下过去，如今一门心思只在家族事业上，只是让温景初提点一二。想着两家多年交情，人家现在又拉下面子来求他，作为好友，叫他如何狠得下心拒绝。温老爷子不听他解释，认定温云生就是欺负温景初与容嫣，气呼呼的吹着白花花的胡子，对温云生是眼不见为净。温云生无奈了，目光转向温景初身上：“景初，爸爸真不是这个意思，你能理解吧？”温景初轻咳一声，眉峰微蹙，一脸为难的转头看向温老爷子，带着淡淡委屈的样子，看得温老爷子更是来气。你问他干什么？景初敢说不吗？混账东西，当着我的面都敢欺负他，以后我去了西南，没人为他做主，你是不是就更放心欺负他了？温云生他有种有苦说不出的闷气堵在心里。养儿子有什么好？关键时刻掉链子，都快忘了他这个大儿子从小就腹黑，又怨他，怎么可能会帮他说话？温云生只好将目光转向一向疼爱的小儿子身上。舒泽，快为爸爸说句话。在父亲与大哥之间，温舒泽可谓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义正言辞的道：“爸，我觉得爷爷说的对，得避嫌，免得大嫂知道这是不高兴。你也不想大哥也离婚吧？”温云生心累了，这个家事没他什么位置了。温云生一脸幽怨地看向疼爱了多年的小儿子，合着自己疼爱他这么多年，在他心里还不如他大哥来的重要。该高兴两个儿子之间和睦相处呢，还是伤心自己在小儿子心里不及他大哥重要？你不说了是吧？不说就该我说了。温老爷子捋了捋胡子，气定神闲的道，随后转向两个孙子，双眼里满是道不尽的慈祥。他叮嘱温景初道：“景初，爷爷不在洛江，你跟容颜要好好相处，记住，媳妇儿最重要，不要学某些人一心扑在工作上，老婆孩子丢下不管，现在还有脸来教训你。”温景初瞥了眼满脸忧伤的父亲，清了清嗓子，应下：“爷爷，我记住了。”温老爷子满意的点点头，随后慈爱的看向温舒泽：“舒泽，工作时间外要好好陪女朋友，争取早日结婚。”温舒泽点头：“爷爷，你要好好注意身体，等我休假有时间就去西南看你。”温老爷子摆摆手：“不用，路途遥远，放假就好好休息，陪有月多出去走走。你工作本来就忙，放假了还不陪女朋友？”他笑了笑：“有空跟爷爷打个视频就行。”爷爷，那我每天都抽时间跟你视频。温老爷子，小孙子真的是个实心眼的孩子，也欣慰两个孙子之间感情深切。那倒不用每天视频，你等爷爷打给你吧。我去西南就是想清静清静，没事跟容老下棋钓鱼，写写书法，不要想的是生离死别一般。等你大哥跟你嫂子生了孩子，我跟容老还是会回来的。温舒则不舍得道：“爷爷，那我也是会想你的。”爷爷知道，不说了。爷爷肚子咕咕叫了。两兄弟起身去扶老爷子下楼，祖孙之间温情满满，而温云生只能满脸忧愁的跟在他们三人身后下楼，俨然一副被排挤而失落的模样。温景初刚到客厅，便感受到妻子身上清冷疏离的气息，只差在脸上写上生人勿近4个大字。他环顾一圈，对上孟秋视线时，他显然眼神躲闪，不敢与他直视。一起生活在温家老宅这么多年，
温景初自然清楚，孟秋最擅长的便是温柔刀。在外人看来，她是温柔和气的温夫人，不动气，和善的对你笑着，但随时可以插你一刀。今日家宴也是给爷爷辞行，温景初不想在这个时候扰了家庭和气。他面容沉静地看了孟秋一眼，随后走到容颜身旁，握着她的手，轻轻地捏了她捏柔软纤细的手指。饿了吧？不是很饿啊。容颜明白温景初悄悄地安慰他，但他倒不是因为孟秋说起照片的事情生气。换了旁人，不会像孟秋这般故意说起，大可以敷衍几句接过。可孟秋就是故意说给他听，是见不得他跟温景初夫妻和睦。他经历过一次，都这么难受了。温景初从小到大，不知道是经历过多少次孟秋这般含沙暗影的伤害，那他得多难受。他是心疼温景初。容颜一直不懂温淑则是怎么成为一个歌控的，而且还是有这么一位做事不磊落的母亲的一个情况下。温淑则不被带偏，正义真诚，实属难得。估计孟秋最痛心的就是自己的儿子十分敬重他大哥，想要两兄弟相争，结果温淑则却是个歌控。一家人往餐厅走去，方才被温景初冷冷的睨了一眼，孟秋心神不宁，想要走在温云生身旁，奈何他一脸悠悠的哀愁，也不知道在书房发生了什么，只好弯起嘴角，满眼笑意，拉着徐有月的手走到餐桌前，把徐有月带到他身边的位置。有月，你就坐孟阿姨身边，今晚孟阿姨特意交代了厨房做你爱吃的菜。容颜爱吃辣的，怎么不做2道他爱吃的？温老爷子在主位落座，声音浑厚沉着地问道。他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也看不出喜怒，听似很寻常的问话，但孟秋从老爷子的话里听出对他的不满。他一时高兴儿子带女朋友回家吃饭，况且容颜又不是他儿子的媳妇，自然不会把他挂在心上。第82章，我不是软柿子。容颜本来打算沉默，但视线触碰到徐有月，小姑娘双眸中流露出来的愧疚之意。她弯唇浅笑道：爷爷，今天有月第一次到家里来，应该要以她为重。中午景初做了几道辣菜给我吃了，天气变热，不能吃太多辣的东西。听到自己孙子给媳妇儿做菜吃，温老爷子脸上又露出笑容。那就行。他看向温淑泽，淑泽，你有空也学学做菜，以后可以给有月做饭吃。之前他还担心大孙子性子陈肃冷淡，不会哄媳妇儿开心，现在看来是得了他真传。不错不错。温淑泽在徐有月身边的位置坐下，悄悄地握了握他的手。闻言，他笑着应下，知道了，爷爷，我有空就学。而徐有月则含羞一笑，垂下眼眸。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孟秋也暗暗地松了口气，不料抬眼便见温云生脸色冷漠地看了他一眼。餐桌是长方形桌子，老爷子坐最上面的位置，温云生与孟秋分别在两边面对面而坐，而温景初在温云生身旁。容颜挨着温景初，他的对面是温淑泽。他抬眼便见对面这对小情侣时不时的小互动，看得出来温淑泽对徐有月很照顾。从徐有月看温淑泽的眼神中，可以感受得到他对温淑泽也同样很喜欢。容颜看着徐有月清纯无害的模样，不禁为他担忧。要是他与温淑泽一直能走下去，从相恋走进婚姻的殿堂，有秋姨这般厉害的婆婆，徐有月会不会受欺负？温景初跟孟秋只是表面维持和谐，所以他也只有平时周末得空会和他一起回来吃个饭。现在温爷爷要去西南，估计以后温爷爷不在洛江，温景初也会减少回老宅吃饭的次数。作为温景初的妻子，他可以不用与孟秋亲近，可温淑则是孟秋的儿子，要是徐有月跟温淑泽结了婚，那孟秋便是他的婆婆，就算搬出去，平时也要走动。转念一想，容颜又觉得自己多虑了。徐有月是徐家的从小宠到大的小公主，她的背后是徐家，估计孟秋也不敢让徐有月受委屈。而且听沈清然说过，孟秋最在意自己的出身平凡，所以一心想为温淑泽寻一个同样出身豪门且本身优秀的妻子。明显徐有月符合他的心意，求之难得，又怎敢让他受委屈？说到底，娘家是自己的底气，尤其是在这个圈子里，最讲究出身，婚姻跟利益紧紧挂钩，爱情都是奢侈品。没有一个好的出身，夫妻感情又不深，不得依仗，往往会被圈子里的人瞧不起，不然孟秋也不会被人暗地里嘲笑了这么多年。孟秋也是执念太深。容颜不禁想起外公对他说过的话，结婚前外公早早的替他准备好了一切，如果能找到可以照顾他的人，那给他的一切就是他婚可以不用受任何委屈的底气。要是他选择不结婚，他便可以依靠这些安稳的生活。愣神时，视线里出现男人的手，指节修长分明，腕骨上佩戴的深蓝色华贵腕表散发着流动的浅光。温景初夹了菜到他的碗里，眉眼透着担忧，轻声道：这道菜味道不错，尝尝。容颜点头，夹了起来轻咬一口。直到饭后，温景初带着容颜去洗手，问他：老婆是不是受委屈了？他眸光落在容颜清丽娇嫩的脸上，注意着她的细微神色。
容颜捉着他的手放在水龙头下，声音浅浅：“没有，我又不在意他，能受什么委屈？”稍顿，容颜轻叹道：“只不过想起了外公外婆，有点感慨而已。他儿时父母婚姻不顺，没有父亲疼爱，爷爷重男轻女，奶奶对他还可以，后来母亲又离他而去，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些坎坷。但妈妈、外公外婆却是很疼爱他，为他记得深远。而现在，温景初对他很好，温爷爷他们对他都不错。孟秋算不得是他婆婆，没有婆媳矛盾，只聚在一起时做些表面功夫就行，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他已经很满足。温景初还是不放心，擦了手后圈住他的腰身，低眸与他对视：“我们是夫妻，受了委屈要跟我说，我给你讨回来。”容颜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轻轻打了他一下：“你又不幼稚，怎么讨？跟人吵一架？那你不用管，我自有办法。老实跟我讲，是不是受委屈了？”容颜抬眸与他直视：“真没有，放心，我不是软柿子。”闻言，温景初薄唇微勾，若有所思道：“确实，虽然我老婆很软，但不是软柿子。”容颜看了眼四周，看到没人，他才缓缓松了口气，板起脸训他：“温景初，你答应过我什么？不在外边乱讲话，还没过一天呢，你就把答应过我的话抛到脑后了是不是？”看着一向温静清冷的妻子气呼呼的可爱样子，温景初清俊的眉眼晕起笑意：“我这不算乱讲话，是实话实说。”他逆着容颜水盈盈、红润光泽的唇，喉结轻滚，低下头欲想亲吻。容颜抬手推开男人的脸，提声警告：“这可是在外边，注意影响。我们出来太久了，先回去。”温景初只好将心思按下，被容颜牵着手往客厅走去。客厅里欢声笑语，两人到门口时，依稀能听到孟秋与徐有月谈笑的声音。两人进去时，孟秋脸上的笑意敛了些许，看了温景初一眼，突然说起宴会的事：“舒泽，集团周年庆的宴会你带有月一起去，别整天顾着工作。”温舒泽从来不参与集团的任何事，即使是参加宴会，只要是跟集团有关的，他都不会去。不管是家人还是外人，都知道这一点。温舒泽知道母亲突然提起，还是当着大哥的面，自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没有任何犹豫的拒绝：“不去，这段时间得经常加班，没空。”第83章，戴着假面具生活，你一定很辛苦吧？也不是故意拿这个当借口，接下来这段时间确实很忙。听到温舒泽丝毫不给他留一点情面的拒绝，孟秋一时生气，顾不得情态管理，生气的道：“工作哪有月重要？你那破工作辞掉也罢，又苦又累，不缺那点工资。”温舒泽正给徐有月包核桃，闻言脸色沉了下来，冷哼了一声：“破工作？这么神圣的职业被你说成这样，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我就不信到那个时候你不需要医生。”徐有月哪里见过这阵仗，看到温舒泽与孟秋母子二人在吵嘴，他只好劝了句：“舒泽，别说了。”温景初与容烟沉默不语，而这次就连老爷子与温云生都安静的不说话。孟秋意识到不妥，又见徐有月害怕，担心他会对温家印象不好，便收敛神色：“妈妈不是这个意思，可医院这么多医生，也不缺你一个，刚好今天你大哥也在，我是想让你跟你大哥好好学经商，将来自己出去闯荡也好，也能给有月更好的生活保障。”温舒则充耳不闻，将包好的核桃给徐有月：“你先吃，不够我再包。”这般被忽视，孟秋才稳下去的脾气又上来了：“舒泽，妈妈跟你说话，你没听到吗？需不需要我给你看看我名下的资产？”温舒则冷冷的道。见状，容颜放轻了呼吸，浅浅的吸了口气，偷偷看了眼身旁神情自若的温景初。他跟徐有月一样，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阵仗。温景初跟温老爷子淡定不语，安静的品茶。发觉容颜的小动作，温景初垂眸看他，关切的问道：“可不可？”“还行。”温景初给他倒了杯茶，握着他空着的手没有放开。他也是第一次见孟秋控制不住，没了往日的和善得体。他跟爷爷一直都知道孟秋是个什么样的人，最近几年孟秋越发的野心勃勃，父亲多少也都了解，是看在舒泽的份上，一直在隐忍着，只要他做的不过分，就当看不见。此刻他看父亲的神情，面色平静，可眼里流露的却已是失望透顶。孟秋也是被逼急了，一直让舒泽从医院辞职，但没能如愿。哪里是让舒泽出去创业，是让他到集团才是他真正的目的。母子二人吵的也不是工作那么简单。温景初与温老爷子都明白。徐有月机械地咬着温舒泽给他包的核桃，偷偷打量都在气头上的母子二人。而孟秋被儿子的话噎了噎，着实愣了下，随后沉下语气道：“那你也得懂得上进才是。妈，如果您是觉得赚钱多才是懂得上进的话，那我只能说您的三观是有问题的。”温舒泽语气平静的道。这话让孟秋心里窝了一股子的闷气。“你！”一道沉静洪亮的声音打断了孟秋的话：“够了。”
温云生面无表情地瞥了孟秋一眼，随后放缓语气对温书泽道：“书泽，你说的对，并不能以赚钱多少来衡量是否上进。你跟容颜都很优秀，医生救死扶伤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可不要听一些人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孟秋吃饭前被老爷子指桑骂槐的阴阳了一阵，现在他倒是掌握了一些精髓。温书泽，我明白，谢谢爸爸。温老爷子拿起茶杯，吩咐温景初：“景初，你带容颜回去吧，早点回去休息。”温云生：“爸，让他们在家住一夜，这里离半峡湾也不近，吵吵闹闹，我都住得不安生，在这住，嫌耳朵吵得不够疼。”温老爷子平静的道。孟秋不敢回应，反应过来后心里也懊恼，他是被自己儿子气昏了头才管住自己的情绪，而温云生则无言以对。确实很烦，他都不想在家住，更何况是景初，他这个儿子早就不想回家了，要不是看在老爷子的面子上，估计叫他回来吃顿饭都难。也在这时，温景初的手机响了，他看了眼是向姨的电话，一时疑惑，就在客厅接了电话。先生，嘟嘟今晚不愿意吃东西，带他去宠物医院看了，医生说没有任何问题，我们没办法，只好打电话给你。今天有没有带他出去走走？有带，不过他今日一直很抑郁，从中午就不见他有食欲。温景初没养过狗，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也不了解，交代了句：“我们等会回去。”挂了电话，温景初对容颜道：“嘟嘟不愿意吃东西，我们先回去。”温云生不解：“嘟嘟是谁？”容颜刚想开口解释，不料温景初快他一步，淡定道：“我干儿子。”容颜，什么时候收的干儿子？你们今天一天都不在家，让小孩子一个人待着，他父母呢？温云生疑惑地问。容颜不知道怎么回答，干脆闭嘴。水桶的窟窿谁去补？温景初伸手拿了外套搭在臂弯上，另一只手牵起容颜的手，握在掌心里，站起身，淡然道：“一只小萨摩耶。”温云生，胡闹！收一只狗当干儿子，传出去不被人笑话才怪。爸，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你看不起狗？我说的是同一件事吗？温云生自知说不过大儿子，干脆摆烂，随你，懒得管了。老爷子回了房间，温书则带着徐有月跟在温景初身后也离开了。方才还吵闹的客厅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温云生心里难免唏嘘。见状，孟秋柔弱可怜的道：“云生，今晚我不是故意要跟书则吵架，实在是他惹我生气。”温云生并不打算跟他揪着不放，没头没尾的突然问了句：“当我温云生的夫人很累吧？”当初江源离婚前歇斯底里的跟他说当温夫人很累，他当时不明白锦衣玉食的生活怎么会累，真是可笑。现在看来，可笑的是他。孟秋不明白他为何这样问，摇头：“不累。”不料温云生转头，目光沉沉地望向他，语气坚定：“不，你累，压抑了这么多年，戴着假面具生活，你一定很辛苦吧？”第84章，你现在是在跟我求婚吗？当时跟江源刚离婚不久，整颗心疲惫不堪，对孟秋虽然印象还行，但也不至于在那个时候对自己的秘书动情。那晚喝了不少酒，醉得迷迷糊糊，可明明看到的是江源的身影，他穿着他最爱的那件旗袍，温柔细微的照顾他，以为他后悔离婚了，来找他和好。第二日醒来，躺在他床上的并不是江源，而是孟秋。原本打算花钱了事，谁知她竟然怀孕了。加上孟秋在他面前一直表现得善良和善，性子软，温柔体贴。儿子年纪还小，他常年到处出差，一心在拓展集团发展上面，想着父亲不在他身边，让孟秋充当母亲的角色照顾他也好。就这一个错误的想法，把儿子越推越远，只能将满腔父爱弥补在小儿子身上。可是这几年，他越来越怀疑当初孟秋是不是故意的接近他，就连那一晚发生的意外也是他的处心积虑。孟秋怔怔地看着他，不知所措地问道：“云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自己心里清楚，我也累了，不想知道那么多。”稍顿，温云生有些释然的道：“现在景初结婚了，舒泽身边也有了有月，我打算找一家寺庙清修，你就好自为之吧。过几日我会找律师过来处理离婚事宜，你也尽管放心，该给你的我一分不少，全按照当年的婚前协议补偿给你，你后半生完全可以尽情的享受荣华富贵。”温云生逆着他逐渐垮掉的神情，安静的道：“你也自在一些，不用假装的那么辛苦，找回当初的自己。”他当初对不起江源，婚后忙于工作，忽视了他。他一个有梦想追求的人，让他婚后只得做一个养尊处优的豪门太太，没有尽到为人夫的责任，导致江源行差踏错，夫妻感情无法挽回。如今两人都不再执着于对对错错，各自有家庭，他家庭婚姻幸福，过得好就行。但对于孟秋，他算是已经尽责。嫁进温家之前，他自己答应过好好做好温夫人，当他的贤内助。因为第一段婚姻的失败，他对孟秋算是一直都在容忍。
可最近2年，他野心勃勃，一直想插手集团的事务，逼着舒泽辞掉医院的工作，明里暗里挑拨兄弟2人的关系。2个儿子是他的底线。舒泽为人善良正直，懂得满足，仅出大度，是非分明。只要这2兄弟能好好的，他这个当父亲的这辈子也满足了。孟秋此刻才反应过来，不敢相信地问：“你要跟我离婚？我在温家辛辛苦苦这么多年，给你生了儿子，教养长大，你现在要跟我离婚？这不是你当初想要的吗？是你自己执意要嫁进温家，没人逼你。当然，你是舒泽的母亲，这点永远不会变，我也会弥补你多年的付出，给你最想要的财富。”孟秋雅言，目光呆滞地望着他。温云生轻轻地拍了拍他的手：“年纪大了，不该执着的都放下来吧。孩子也大了，自己以后好好享受生活，也别怪我无情。与其2个人都不开心，还不如分开。舒泽的婚事你也别插手，他跟有月要是互相喜欢，日后自然能成。你一再插手，反而徐家不会让有月嫁给舒泽。徐家能同意有月跟舒泽的恋爱，一部分原因是加密2家的关系，另一原因便是看到2兄弟和睦，舒泽品行端正。”温舒泽将徐有月送到了徐家门口，他与他一同下了车。他带着歉意道：“有月，抱歉，今晚不是很愉快，我妈有心结，她一直想让我经商，但我实在是不喜欢，而且更不想进集团工作。”徐有月轻轻地抱住他，安慰道：“我懂的，你妈妈是你妈妈，你是你。我觉得医生就很厉害，像温叔叔说的，你跟大嫂都很优秀。外人都说温家温景初雷霆手腕，年纪轻轻便在商界占有一席之地，许多在商界混迹多年的人见了他都得敬他几分。他从小便听家里长辈对温舒泽的大哥赞不绝口，先前爸妈还动过要他跟温景初联姻的想法，但他对温大哥没有任何的感觉，反而喜欢温舒泽的洒脱。豪门之中被选做继承人的，谁不是从小便被严格教育、细心培养？他的大哥徐有彦就是，在读书时就要接触商圈，见过尔虞我诈，能混出一个样子来，谁不是有些手段在身的？心思缜密，城府之深，商人重利，有时候婚姻都是获利的筹码。徐有月并不喜欢这些，但他生在豪门，过着优渥的生活，也做好准备为家族发展牺牲自己的感情与婚姻。好在爸妈跟大哥都很疼他，尊重他的意愿，只是提议并不强迫。他喜欢温舒泽，喜欢他的重情重义，因为他的大哥对他好，从不愿被迫放弃的继承权，也敬重他的大哥。在他们这个圈子里，找不到第2个像他这般看得开的人。温舒泽不比任何人差，反而很多人不如他。他回报他：“有月，谢谢你。”温舒泽跟他保证道：“有月，你放心，以后我们结婚了，也会像大哥大嫂一样搬出去住，有我们自己的小家庭，我不会让我妈干涉我们的生活。而且这些年来，大哥给了我很多产业，帮我投资理财，我名下的资产足够我们富足的生活，我把这些都给你，你依然可以安安稳稳的当小公主。”闻言，徐有月推了推他，娇羞道：“谁答应要嫁给你了？不嫁给我？那不行，我一定要娶你回家，我跟你恋爱就是抱着结婚的目的，放心，我一定会对你好。你现在是在跟我求婚吗？”徐有月声音带着微微颤抖的问。也太快了，他还没做好准备呢。那倒不是。徐有月，他松开他，低眸看着面前的女孩，语气认真的道：“求婚要有仪式感，我们才开始谈恋爱，等你做好准备，我们再谈结婚的事。”徐有月羞红了脸，垂眸点了点头：“我平时工作比较忙，但只要有空就会陪你，事业跟家庭我会尽我所能兼顾，但去宴会这种事情，我肯定是觉得工作重要，你介意吗？”温舒则有些不安地问道。徐有月语气坚定地道：“我当然不介意，我能理解的。”借着清冷月色，温舒则目光直直落在女孩清纯的脸上，喉结轻滑，声音带着些许沙哑的道：“有月，我想吻你。”闻言，徐有月害羞地抬眼看了看他，眼前是不断放大的俊脸。他背靠车窗上，周身被清爽干净的男性气息包裹着，两唇相依，徐有月双臂攀在温舒泽的肩上，他吻得温柔。就在两人都依依不舍时，不远处一道车光照了过来。第85章，只是因为我是你的丈夫。徐有月慌张地将脸埋在温舒泽的怀里，偷偷地瞧了一眼往这边开来的车。温舒泽也有些尴尬，大手轻轻拍了拍徐有月的后背安慰。车速慢了下来，徐有燕缓缓地降下车窗。小情侣两人腻腻歪歪被他撞见，徐有燕却淡定地交代：“你们继续，当我没看见。”升上车窗前又问道：“有月，12点前要回到家里，没忘记吧？”徐有月红着脸点头：“没忘，待会就回去。”看着徐有燕的车子开进去后，徐有月仰头看向温舒泽，八卦的道：“舒泽，我跟你说，我大哥有喜欢的女孩子了。”温舒泽抬手捏脸，捏女孩子白嫩的脸，笑道：“这不是很正常吗？我大哥跟徐大哥同年，现在我大哥都结婚了。”身旁的徐有月垂下脸来，雀跃的神情淡了许多。温舒泽明白过来，他是想跟他分享，便问：“
那你怎么发现徐大哥有了喜欢的女孩子？果然，一听到温书泽的问话，徐有月立即抬眼兴奋地说：“我大哥房间藏了女明星的海报，是追星还是喜欢那个女明星？”温书泽觉得不可思议，这么闷骚吗？徐大哥跟他大哥一样，以前都是一副清心寡欲，恨不得去寺庙当和尚的样子。徐大哥还好，大学还谈过一段恋爱。大哥在跟大嫂结婚前，连女孩子的手都没牵过。之前带过一个女同学回来，还是为了安慰奶奶。肯定不是追星，那是明熙的海报，他藏得可好了。要不是我去他房间找东西，无意间发现，都不知道他还藏了这东西。很多张呢。这边，容烟带着温景初急匆匆地往家里赶去。温景初刚将黑色宾利停在别墅门口，容烟便开门下车。老婆，等我一下。温景初干脆就把车停在这里，跟着解开安全带下车，大步流星地追上去，委屈巴巴的道：“怎么把我丢下了？”容烟伸手牵着某个粘人精的大手，不回答他的话，问他：“你说嘟嘟怎么突然不愿意吃东西了？又不是生病。”男人反握他的手，捏了捏柔软的手指，安慰：“我猜是一天没看到我们，他伤心了。”容烟慢下脚步，抬眼不太相信地看着温景初，嘟囔道：“会吗？”温景初点了点头，若有所思的道：“会。要是我一天不见你，估计也没什么食欲。”容烟，他又不是开胃菜。容烟抬眸，目光落在男人轮廓分明的侧脸上，思忖片刻，他说了一个事实：“我发现你变了，结婚前你可含蓄多了，不像现在满嘴骚话，动不动就聊他。”温景初牵着他的手往嘟嘟的小窝走去，闻言漫不经心的道：“你都说是结婚前，老婆都拐回家了，还装什么？”容烟，他的母语是无语，装的。容烟掀唇，缓缓吐出2个字：闷骚。男人挑眉，并没有否认他的话，弯身给他拿了拖鞋换上。两人来到嘟嘟的小窝前，果然看到他蔫蔫的趴在里边，没有一点的精神劲。而嘟嘟在看到温景初与容烟时，如黑曜石一般的眼睛顿时亮晶晶的，起身走到他们身边，围着两人转圈圈。容烟心疼了，松开温景初的手，蹲下将嘟嘟抱了起来。“对不起，是干妈不好，把你独自留在家里。”这一刻，容烟彻底信了温景初的话，真的是因为太想他们了。感受到妻子情绪低落，温景初伸手将嘟嘟抱了下来，让他吃点东西，并揽着他的肩膀站在旁边。温景初轻声哄他：“没事了，老婆。”容烟觉得此时此刻，他跟温景初就像是一对不称职的父母。现在养一只小狗狗都挺难，要是日后生了小孩子，以他跟温景初工作的忙碌程度，可怎么办？虽然温景初说过明年接任他父亲的职位，估计也不轻松，只是相对而言比现在这种状态好一些。怎么了？容烟脱嘴而出：“我在思考人生。”温景初，他低低的笑了声，看到嘟嘟吃完了东西，摇着尾巴过来，便弯身将东西收拾好，随后牵起容烟的手走去客厅。嘟嘟跟在他们的身后走着，挨到沙发边缘，温景初手臂轻轻一圈，便将容烟抱在腿上，在沙发坐下。嘟嘟在蹭他的裤脚，玩得不亦乐乎，而他怀里的妻子显然还沉浸在低落的情绪里。他抬手，骨感分明的长指从容烟秀丽的眉眼、高挺的鼻梁、红唇轻抚而过，她的美丽毋庸置疑，一颦一笑都在他的心尖上。沉静的水面泛起涟漪，波澜不平，犹如他的心。最后与他额头相抵，声音低沉地问他：“你思考的人生里有没有我？你是我的丈夫，当然有你。”他轻轻咬了咬容烟的唇，似惩罚，松开，两唇相触，一吸一张。只是因为我是你的丈夫。虽然被咬得不算疼，但容烟有些不开心。他怎么动不动就咬他？他这句话也没有说错啊。容烟不高兴地嘟囔了一句：“你干嘛又咬我？”只要一说话，就会触碰到男人的薄唇，呼吸缠绕，暧昧的因子不断的扩散。他的呼吸没有温景初的深，而且不同频。容烟想侧开头，我都吸你呼出的二氧化碳。闻言，温景初喉间发出一声低沉的闷笑。温太太不愧是理科生，破坏氛围的能力也是1等1的厉害。关他是理科生什么事？说的是事实。你还没回答我。温景初闷闷的道：“回答你什么？”因为呼吸一事岔开了话题，容烟忘了他刚刚问什么了。就在男人又要咬他之际，容烟想了起来，阻止道：“别咬，我想起来了。”容烟偏头躲开他温热的呼吸，终于可以透了透气。忽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又或者说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问。沉默片刻，忽然的脑袋里灵光乍现。容烟伸手捧住男人的俊脸，鼓起勇气不安地问他：“温景初，你是不是喜欢我？”第86章，老婆，你终于开窍了。闻言，温景初黑眸中止不住的晕开笑意，像一滴墨晕进清水中，不断的散开。他眉梢扬起，脸上挂着不值钱的笑意，连声音也含着愉悦：“老婆，
你终于开窍了。他敢问，他就敢承认，不再顾虑其他。在听到他的问话时，温景初已然猜到，他太了解容嫣这傻丫头，既然敢问，就代表着他对她也是喜欢。双手紧紧地抱着她细软的腰肢，掌心轻轻摩挲着。这下子用不上谢恒给的文档了。容嫣觉得身体的温度逐渐滚烫，便伸手按住他的手背，别乱动。这次温景初倒是听他的话，黝黑的眼眸与他对视，眸色中情意翻滚。即使猜到他的心意，温景初还是想听到他承认。声音暗哑的开口问他：嫣嫣，喜欢我吗？容嫣娇羞的点头，但温景初还觉得不够，哄求他：跟我说你喜欢我。他的眼神太过灼热烫人，容嫣不敢与他对视，想要逃脱，但腰间被禁锢住。还是面对面拥抱你姿势，容嫣感受到什么，压根不敢乱动。他咽了咽喉，身体因为发热沁出一层细汗，憋了半天才缓缓吐出几个字：我跟你一样。这话显然不能让温景初满意。嘟嘟毛茸茸的小肉身在他脚边玩耍，偶尔看向沙发上相拥的二人。而此刻他的干爸干妈压根没空搭理他。跟我一样是哪样？温景初追问道。他躲，他的手臂便圈得更紧。容嫣憋红了脸，抿了抿唇，还是因为害羞不敢说。更何况眼下男人直勾勾地盯着他，不放过他任何细微的神情，无处闪躲。容嫣妥协，给他一个建议：要不等晚上你睡着我再说。闻言，温景初止不住的轻笑，他埋手在他的肩窝，因为笑着，身子轻轻地震动着。随后直起身子，揪了揪他耳朵，笑道：老婆，你怎么这么可爱？容嫣扶额，好吧，他这个建议很蠢，他也不知道为何会说出这样蠢笨的话来。容嫣转头，眼神恳切地望着嘟嘟。嘟嘟，救救干妈。温景初将他的脸掰了回来，眼眸含笑地问他为什么不敢说。容嫣气恼了，这男人不是明知故问吗？但还是放软声音跟他商量：你等我改天酝酿好情绪再说，行不行？哪料狗男人却不留余地地拒绝他的请求：不行。改天是哪天？要是今晚给他躲过去了，再想让他开口可就难于上青天了。让他叫一声老公都很难，更何况是表白的话。温景初也改变策略，低头亲吻，一下一下地亲准着他的红唇，卖惨道：老婆，你就说一下，可怜我30岁了还没听过被表白的话。怎么可能？容嫣一点也不相信男人这鬼话，她轻哼一声：温书泽以前经常在外面说有很多女孩子追你，初中、高中都一堆人给你送礼物、写情书，那些礼物家里都快堆不下了。温景初，他这个主角怎么不知道？虽然是有，但他都拒绝了。转念一想，温景初明白过来，说不定是书泽经不住那些女孩子央求，自己偷偷给收了。我从来没在家看到过，也没收过。至于表白的话，不是我老婆说的，我没听到。容嫣抬眸，便见男人深情的面容，眸色中酝酿着可怜兮兮的期待，全不见平日里的凌厉与沉稳。他长睫垂下，尽量不去看他的双眼。这男人惯会装的，老狐狸一只，不能心软。正在他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被丢在沙发上的手机屏幕亮了一下，他要伸手去拿，被温景初捉住了手，握在他温热的掌心里。我要看一下信息，说不定是工作上的事。这是你的私人手机。容嫣狡辩道：那我更要看了，万一找我是很重要的事情，不能让人家等急了。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温景初也不拦着他，将丢在沙发角落的手机捞了过来递给他。容嫣看完信息后，首先是惊讶，她抬眼看向温景初：是你爸爸的信息，他要我推荐一家清静的寺院给他，说是去清修。闻言，温景初并无任何波澜，伸手拿过手机看了眼温云生发来的信息，随后语气平静的道：就按照你知道的给他一个推荐。今晚孟秋的言行举止是惹了父亲与爷爷的不快。温家最重和气团结，他装了这么多年的温柔善解人意，因为书泽态度强硬的不肯辞职去集团工作而被逼狠，都要去寺庙清修了，估计父亲是要跟孟秋解除婚姻关系。虽然他不喜欢孟秋，但怎么说他也陪伴父亲多年，又是书泽的母亲，温景初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感觉，也猜到会有这么一日。要是孟秋懂得收敛，父亲也不会狠下这个心。20多年的相处，就算开始不是因为感情，现在也会有不舍。容嫣心里隐隐有猜测，她看了眼温景初的神色，已经没了方才的温柔缱绻，转而沉静如水盘。她开口问道：你要不要劝一劝你父亲？温景初抬手摸了摸他的头发，语气转温：这是他们的事情，我没有什么立场去说，而且都这个年纪了，做出这个决定也是经过深思熟虑，就算要去劝也是书泽去劝。稍顿，温景初继续道：我去打个电话给书泽，问问他清不清楚。容嫣嗯了声，麻溜的从他腿上下来：那我先去洗澡，嘟嘟就交给你了。温景初低头看了眼正精力旺盛、调皮的爬起来要抓沙发的小家伙，
蔫了一天，现在倒有精神。他弯身单手将嘟嘟抱了起来，跟容颜一起上了2楼，带着嘟嘟回了书房。电话响了2声便被接了，温景初开口问他：舒泽，爸爸最近有没有找过你，说过什么？温舒泽刚回到老宅，本来打算回自己的公寓，想了下还是决定回老宅。他跨过门槛，回答温景初的话：找过。他问我，如果他跟我妈妈离婚，我同不同意？我只说了这是他们之间的事情，不用问我意见。什么时候？是在你跟嫂子的婚礼前，我妈又让我从医院辞职，跟我吵架的时候被爸爸听到了。温舒泽无奈，我肯定想自己的父母感情和顺，但既然一起生活的不开心，分开生活也好，免得互相折磨。第87章，又剩下我们落寞为伴了。书房里，温景初坐在书桌后，底下嘟嘟又在抓着书桌。思索片刻，他起身带着嘟嘟往别墅外走去，语气波澜不惊地问温舒泽：那你怎么想？大哥，说实话，我也厌倦了，离了也好，这样我妈也能放下心里的执着，虽然是被迫，安静一段时间想通就好了。我看着他们这样都觉得累得慌。温舒泽轻叹了一声，以后逢年过节我2头跑一下，对我没有任何影响，就是不知道我妈能不能想开。这时温景初就不关心了，主要是担心自己弟弟不开心。他嗯了声，晚了，好好睡一觉，有什么明天起来再说。挂了电话，温景初带着嘟嘟在庄园里溜了一圈，回去后把他带去他的小窝，才回了房间。床上，容颜一头乌发散在枕头上，肌肤如雪，双臂枕在真丝薄被上，手机落在掌心旁。他走了过去，将卧室亮得刺眼的灯关了，打算帮他将手机收好。才将手机拿起来，便收到几条信息，有来自仙女群的，也有备注韩父师兄的人发来的信息。温景初瞥了一眼，将屏幕摁灭，放到了床头柜上，弯身替他掖好被子。温景初在床边坐下，借着卧室柔和的光，仔细欣赏容颜姣好的面容。她是难得的骨相与皮相都极好，山眉水眼，五官精致，古典的柔婉的长相，烟雨江南走出的清丽美人。温景初屈指轻轻地刮了刮她的鼻子，将卧室的小夜灯也关了，才进了浴室洗澡。翌日，容颜准备晚点去赴约，她穿戴整齐从楼梯走下，客厅里正在逗着嘟嘟的温景初抬眼看了过去，看到容颜身上是比较简单温柔清纯的学院风格，黑色百褶半身长裙搭配暖白色印花短袖 T 恤。温景初还是第一次见她穿这种风格的服装，仿佛看到了她读研时的样子。可惜当时只在暗处看过几次。她眸色一暗，酸溜溜的讲话：嘟嘟，问问你干妈穿得这么漂亮是去哪里？容颜，我穿旗袍更漂亮，要不我换一下？容颜在他身旁的位置坐下。行呐，小嘴挺能气人。温景初抬手捏住他的下巴，将他刚涂上去的口红全都吞进嘴里，发泄醋一般咬了咬他。容颜伸手推了推男人肩膀，纹丝不动，又被他掐着腰提到腿上，用力的吻他。被吻得狠了，容颜快要承受不住，推又推不开，后脖梗给他按着，身体渐渐软了下来，杏眸泛起雾气。容颜快要哭了，他的舌头都快要发麻，被迫与他纠缠。感受到他身子轻颤，温景初回过神来，良心发现的放开了他，指腹擦掉他眼角要滴未滴的晶莹泪珠，仍旧一副意犹未尽，低头轻碰被他吻得微微红肿的唇瓣，声音沙哑的开口道：怎么还不会换气？容颜带着哭腔控诉：不会怎么了？你属狗的吗？怎么老是咬我？他擦了擦眼泪，委屈极了，没见过你这样吻人的，还说什么喜欢我，我看就是骗我的鬼话。男人的嘴，骗人的鬼，看来这句话一点都没有说错。温景初低头带着怜惜的亲吻他眼角，却声音带笑的道：老婆，正是因为喜欢，才一时控制不住，我就见不得你为了去见别的男人打扮的这么好看。容颜，我哪里特意打扮过？这套衣服是我翻遍衣柜找的最合适不过的一套了。他轻哼一声：你小气就小气，别乱把锅丢我身上，难道还让我蓬头垢面去见人？两人都说开了，互相喜欢，容颜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刻意藏着自己的小性子，他就委屈巴巴地瞪着他。温景初抱着他往后靠去，双臂圈住他的细腰，与自己贴近，丝毫不掩饰，直接承认道：我是小妾。他也没有很用力的吻，只不过比平时狠了那么一丢丢，伸手帮他将身上的衣物整理好，轻声问他：还生气？难道我不应该生气吗？容颜声音闷闷地反问他，头发也被弄乱了。出去吃顿饭而已，我都提前跟你说了，出去谈点事情，正常社交，你自己在酒局沾上女人香水味，回家我都没怪你。容颜想从他腿上下来，瞥了眼他脖子上被他抓出的浅浅血痕，有些心虚，越说底气越不足。我不是生气，也不是怪你。温景初低头安抚般亲吻，声音里带着淡淡郁闷：嫣嫣，我是觉得遗憾，你去西北读书多少年，我就多少年没参与过你的生活。而在之前，他抗拒与他的接近，多少次偷偷的去看他，他一点儿也不知道。没人知道
他躲在图书馆角落，看着韩父辅导他功课。他带着感激的眼神对那个男人笑着小声说话。若不是了解容烟，知道他对他那个师兄只是普通朋友的情谊，否则他大概率会忍不住冲动。他抬手将容烟的长发捋顺，薄唇印在他光洁的额头上，轻哄道：“我错了，别生气了好吗？”容烟觉得他有些不对劲。温景初也不像是单纯吃醋，便问他：“你到底怎么了？”吃醋？容烟？他悠悠地盯着他，粘人精，醋精。容烟看着温景初的样子，也有些许狼狈。衬衣被他手指攥着皱巴巴的，脖子上还有浅淡的血痕，顿时心里泄了气。你放我下来，我去拿消毒水给你处理一下脖子。闻言，温景初松开了圈在他腰上的手。容烟拿了医药箱过来，动作利索地打开，找出消毒水与棉签。虽然是我抓伤的，但开始是你的不对，不能怪我。嘴上讲着理，却小心翼翼地帮他处理伤口。沾着消毒水的棉签落在伤口上时，轻轻地吹着气，动作轻柔。清浅的气息拂过颈侧，温柔似水。察觉到容烟这些小动作，温景初不禁弯唇，心里那点醋意瞬间消散。他嗯了声：“是我的错，不怪你，你应该再抓深一点。”容烟，他轻拍他肩膀，教训道：“没点正经，幸好没抓到你大动脉，想想都后怕。”容烟将东西收拾好，看了眼时间，也差不多了，回了房间整理好头发与衣服，跟温景初交代：“我先过去了，你跟嘟嘟在家好好玩。”温景初，嘟嘟听到这话时，还特意跑到他脚边蹭了蹭。他都快怀疑这小家伙是不是准备成精了。望着容烟潇洒离开的窈窕身影，温景初郁闷地抱起嘟嘟，顺了顺毛，声音低沉的道：“好了，又剩下我们落寞为伴了。温景初，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第88章，我们是互相喜欢，不是因为其他。原本已经走出别墅的人又折了回来，看到他的身影，温景初眼里闪过诧异。温景初，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男人目光沉沉地落在他的身上，黑眸里盛着的笑意一点点晕开，扯唇轻笑：“温太太这是盛情邀请我共同赴约。”容颜眸光微动，眼神躲闪，不与他对视，强装淡定道：“我只是怕你们在家无聊，让你跟着过去找个地方等我。要是不愿意就算了。”“愿意？怎么不愿意？只要你开口，赴汤蹈火都愿意。”温景初站起身，抬手整理身上的黑色衬衣，勾着唇无声笑着，得意洋洋的样子无法直视。容颜懒得看他这副做作的样子，转身去拿嘟嘟的牵引绳。他把牵引绳给他：“你自己在附近找个地方吃饭，要是无聊了，去电影院看场电影。我吃完饭把事情解决，就尽快去找你们。”温景初弯身将嘟嘟从地上拎起来，弯着的唇角怎么也压不下。“不用管我们，安心去谈事。你们在这等我，我去把车开过来。”“好。”容烟带着嘟嘟站在别墅门口，他也说不明白自己为何要突然折回来，叫温景初跟他出去。想起他淡淡失落的模样，心里隐隐的跟着会有不开心，大概就是喜欢一个人的感觉，会被他的情绪牵引。想起温景初说因为没有参与过他在西北那些年的生活而感到遗憾，可是以前他在洛江时，两人也很少见面，很少说话，有区别吗？容颜摇头，想不通。正想着，黑色轿车在他面前停下，温景初下车，从容烟手上接过嘟嘟，将他塞到车后座，再给容烟打开副驾驶的车门。车上，容烟侧眸，男人线条冷硬的侧脸此刻多了一丝柔和感，眉宇间晕着笑意。他也止不住的跟着心情舒畅，弯唇：“值得这么高兴吗？”启动车子前，温景初侧身看向他，抬手轻轻捏了捏他鼻子，声音温柔宠溺：“能被温太太记挂在心里，别说找个地方坐着等你，就算让我跑个几公里都值得。”容烟：“那倒也不必。好了，快点开车，快要迟到了。”温景初双手搭在方向盘上，闻言转头看了眼后座的嘟嘟，看到他安静地趴在座位上，缓缓启动车子。而容烟则侧头看向车窗外，夕阳灿烂美好，他撑着手对着漫天夕阳无声微笑。走进约好的中式餐厅，容烟在角落的位置看到了一抹已经不算熟悉的身影。他看了好一会，好几年不见，靠着侧影，容烟有些不敢确认。正犹豫的时候，韩父转过身朝他招手。走到餐桌旁，容烟在韩父对面落座，浅浅弯唇：“师兄，好久不见，我都快认不出你了。”韩父师兄戴上了那种无框眼镜，斯文优雅，身上书香气浓郁，光看他的外表，容烟实在觉得他不像是从事医疗行业，倒像是大学文学院的教授。韩父温柔地笑着：“师妹，好久不见，还是一如既往的光彩照人。”容烟客气地笑了笑：“师兄还是一如既往的会说话。”两人客套来了几句，韩父将菜单拿到容烟面前：“师妹，你看看喜欢吃什么？”容烟将菜单推回去：“还是你点吧，我在国内经常吃，你出国这么久，应该很想国内的美食吧？”韩父轻笑：“这确实还是国内的美食比较符合我们的胃口，不过以后我也可以经常吃了。
而且我久了没回来，也不知道什么菜式好吃，还是你来点吧。闻言，容颜也不再推脱，拿过菜单翻开。就在这时，放在包包里的手机轻轻震动，容颜只好拿出手机看了眼。温先生，我们在商场外面的咖啡店等你。容颜回复他的信息，好，饿了就自己找家餐馆吃饭，我现在在点菜，不方便跟你聊天了。温景初秒回，好，你就按照自己的打算，不用顾虑我。容颜，对面，韩复注意到容颜左手无名指的钻戒，眸光流转，目光在他的脸上与无名指的婚戒辗转。方才他的左手一直垂在桌子下，没有发现他手上戴着戒指。等他回完信息，不可置信地问他，师妹，你结婚了？听到韩复的问话，容颜红唇微弯，脸上挂着笑意地看向自己左手佩戴的戒指，随后与韩复直视。他点头，浅笑着道，前段时间结婚了。韩复收回目光，眼里闪过失落，依然笑着问他，怎么不告诉我一声，我好回国参加你的婚礼？因为结婚决定的比较突然，就没请同学朋友参加。而且师兄你这么忙的好几年都没回家了，我怎么好意思打搅你？突然，是因为家里吗？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越界了，韩复带着歉意道，抱歉，我不该这样问你。容颜笑着摇了摇头，没关系，不是因为家里，我跟我先生从小就认识了，起码现在不是，以前是，但现在。容颜想起温景初与他的表白，眼里都是笑意，我们是互相喜欢，不是因为其他。虽然不知道温景初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或许是像他一样，在决定结婚后的相处中慢慢动心，就算是因为互相喜欢而决定结婚吧，因为这个人是温景初，他愿意鼓起勇气对他付出自己的感情。韩复黑睫垂下，脸下眼中的情绪翻涌，那恭喜师妹，过些天我给你补一份结婚礼物，虽然迟到，但要到。好，那就谢谢师兄了，等你以后结婚了，我跟我先生也送一份大礼祝贺。韩复点头回应，轻轻地嗯了声，不再跟他继续这个话题。几分钟后，容颜点了几份菜式，师兄，我点了一些平常吃过觉得味道不错的，你再看看需不需要再加点什么。韩复接过菜单，随便看了一会，道，我觉得你点的这些就挺好，也足够，不需要再加。趁着上菜前的空档，容颜问他，师兄，工作上有什么打算吗？韩复轻轻推了推眼镜，双手交叉握着放在桌面上。我才到洛江不久，说实话还没有确定要去哪家，师妹今天约我可是受人之托。被人看破心思，容颜心里有些许心虚，垂下长睫遮住那一闪而过的尴尬之意。他轻笑道，既然瞒不过师兄，我也就直说了，我们副院长让我向你介绍介绍我们医院，还说了如果你有这个意愿，不管是什么条件，我们医院都会满足。不过师兄，不管副院长有没有找我，你来洛江，我肯定要请你吃顿饭，你以前帮我这么多，还没来得及表示感谢。听罢，韩复开玩笑般问他，师妹是希望我去吗？第89章，我是想来当他爹的。容颜听到这话时微微愣了愣，他拿起水杯轻抿了一口，放下水杯后轻笑道，站在医院的角度，我当然是希望师兄能加入我们一起奋斗。站在个人角度呢，那我希望师兄能找到最合适自己的医院。容颜得体且不越界地回答道。闻言，韩复无声地笑了下，点头，好，我会认真考虑一下你们的医院，不管去与不去，我都会主动跟你们医院联系，师妹也不用夹在中间为难。谢谢师兄。容颜弯眉甜甜地笑了下。韩复师兄还是以前那个对大家都很好的暖心师兄。不用谢，小师妹。饭后，两人一起走到商场外，容颜目光寻索了一圈，最终定格在温景初所说的那间咖啡厅上。来时的夕阳已然褪去，夜幕低垂，温景初没有在咖啡厅里边，而是在外摆角落的位置坐着。柔和的暖色灯光将他身上清绝淡漠的气质调和的恰当。他手上拿着一本杂志在看，偶尔低头逗逗趴在一旁的嘟嘟，沉稳金贵，温润如玉的气质一绝。身上的黑衬衣又让他身上增添了几分慵懒不羁的味道，引得不少女孩子纷纷侧目看他，而男人却全然不顾，一副坦然自若的样子。这男人一向如此，不管在何处都能做到从容自若，仿佛周遭的一切与他无关，似一棵独立于高峰之巅的孤松，独立于喧闹的凡尘之外。似乎是察觉到容颜落在他身上的视线，温景初抬眼望了过来，与他对视。容颜跟韩复道别，师兄，我先生在那边等我，我先过去。韩复也看了过去，两个男人隔着一段距离微微颔首，算是打了个招呼。好，韩复应道。他在原地站了会儿，看着眼前这抹清冷决然的身影离他越来越远，往她的丈夫的方向奔赴而去。看到容颜丈夫冷峻的面庞时，总感觉是在哪里见过。回想了一番，韩复想起是在西北医科大学时擦身而过，有缘见过一面。他气质出众，即使是6、7年前见过一次，现在也能回想起来。韩复释然的轻笑一声，
收回目光，便转身往相反的方向离开。这边，容颜迎着甜甜的笑意，朝着温景初走去，在他身旁停下，伸出手：“走吧，回家了。”温景初挑眉，拿起牵引绳后，大手握在细白小巧的手上。容颜领着一大一小往商场车库走去，侧眸问他：“吃饭了吗？”街灯下，男人高挑的身影遮住了落在容颜身侧的灯光，温热的大手包裹着他的，声音透着慵懒感：“买了个汉堡，就着咖啡吃了。”容颜，这男人爱喝茶，对咖啡、饮料这类东西几乎不碰。汉堡、炸鸡这类食物在他看来更是垃圾食品。容颜好笑的道：“这么敷衍，不喜欢喝咖啡还跑到咖啡店去。”没办法，温太太不在身边，食不甘味。温景初声音含笑的道：“这人怎么找到个空子就逗他？”容颜低眸看了眼走在温景初左侧的嘟嘟，秀眉轻挑：“哦，是吗？看来嘟嘟见不到人就不吃饭的行为也不是无迹可循。”温景初表示这个锅他不背，淡然道：“明明是我学他。”容颜听他的语气还挺为之自豪。翌日上午，温氏集团顶层员工窃窃私语：“温总今天上班带了只小萨摩耶来，现在在他办公室里。”众人早知道我今天就早点来了，还能见一下这场面。我猜这狗是温太太的，一般都是女孩子比较喜欢养萨摩耶。那还用说吗？我们温总这么冷酷，一看就知道是不会养这些小动物的人，更何况是带来公司，必须是因为是温太太养的，所以特别照顾。方静走过来，刚好听到这句话，调侃道：“你这么懂，怎么还单身找不到女朋友？我这是不将就，寻求一个灵魂伴侣，这不是缘分还没到吗？”这员工勾上方静的肩膀，笑道：“还没恭喜我们方总监成功脱单，什么时候请我们搓一顿？少不了你们的，等我有空。”方静推开他横在肩膀上的手：“我先去给温总送文件。”有人问道：“方总监怎么变成你在温总身边了？陈特助呢？这几日怎么不见他的身影？高升了？”因为某些原因，陈特助接手我手上的项目，我来暂代他的职位。什么原因？心里也痒痒的，想跟同事八卦八卦。总不能说是温总为了避嫌，特地派陈芳去应付严董事长的千金吧？他还想多干几年，在洛江市中心买套房子。方静意味深长的笑了下：“那我就不清楚了，我先过去，温总在等着。”从总裁办公室出来后，电梯开门，上来的是徐有燕。方静往旁边站去，恭敬的打招呼：“徐总。”徐有燕颔首回应，从电梯出来后，在方静身旁停下脚步，问道：“你们温总有没有在开会？”“没，在办公室。”徐有燕往温景初办公室走去，方静看着他的背影，有些不解。这个时候，徐总怎么跑来这边了？又不是因为工作的事情，两家的合作事宜已经处理妥当。这边，徐有燕随便意思一下敲了敲，不等回应便推门进去。温景初听到动静，抬眼看了过去，便见徐有燕双眼发光似的，直勾勾盯着在办公室玩耍的嘟嘟，恨不得抱起嘟嘟啃几口。嘟嘟汪汪叫了几声，害怕的跑到温景初身边。别说是狗了，就连温景初看到徐有燕这眼神，都觉得这厮是脑子有病。顾不得多年兄弟情谊，温景初弯身抱起嘟嘟，冷声道：“发什么神经？狗肉不兴吃，还是条宠物狗。”徐有燕，这么多年兄弟，你当我是什么人？脑子有坑的人。徐有燕再次无语，想要到温景初办公桌椅坐下，刚走2步便被温景初拒绝：“你就站那，别动，别吓坏我干儿子。”感受到怀里的嘟嘟在发抖，温景初顺了顺毛安慰：“没事，有干爹在，坏人近不了身。”徐有燕轻嗤一声：“又不是人，叫什么干儿子？”温景初淡定道：“明小姐认的儿子，我老婆的干儿子。”闻言，徐有燕缓缓上前，温和的笑道：“赶巧了，以后都是一家人，我是想来当他爹的。”温景初第90章，虽然我也很想帮你，但我也得跟我老婆好交代才行。这次轮到温景初无语的看着他：“我这边给你的建议是，出门左拐下电梯，去找舒泽，帮你到神经内科插个队检查一下脑子。”徐有燕拉开椅子坐下，逆着窝在温景初怀里躲他的小萨摩耶，对他这么疏离，简直是跟他妈一样。他无奈的轻叹一声，对某个睡完就不认人的人没有任何办法。我在追求明熙。闻言，温景初撩起眼皮瞥了他一眼，神态淡淡：“明小姐不在我这。”徐有燕，要不是还有事求他帮忙，真想断绝兄弟情。帮个忙，结婚不要你的份子钱，等你跟嫂子生了孩子，我再封个大红包，够诚意了吧？真稀罕。温景初一手抚在嘟嘟身上，一手翻到文件最后一页，在签名处笔走龙蛇的签下自己的名字，抬了抬下巴：“你说要我怎么帮？”徐有燕看向他怀里的小狗狗，把明熙的小狗狗给我。温景初垂眸，轻轻拍了拍嘟嘟：“别怕。”他看向自己的好兄弟，被他气笑：“我把嘟嘟给你，回去怎么跟我老婆交代？”而后慢悠悠地补了一句：“你把我领走得了？下季度的合作，我让利30%给你。”
诱惑确实很大。温景初低眸瞧了瞧窝在他怀里的小家伙，小家伙，你还挺值钱，抓坏了我几本书还没赔，出去打份工赚钱赔我也很应该。想着，他揪了揪嘟嘟的小耳朵，转头看向徐有燕，问他：“你要嘟嘟做什么？”闻言，徐有燕轻咳一声，清了清嗓子，模棱两可的道：“我跟明熙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他现在不太愿意见我，我带嘟嘟过去找他。有嘟嘟在手，不信他不肯见。”温景初算是听出来了，你这是要拿嘟嘟当人质，逼明小姐见你？没门，想也别想，我现在给了你，今晚就得睡客房。纵使是出了名的好脾气，徐有燕也快要顾不得修养，想直接上手抢。吓到嘟嘟，明熙会生气。他尽量语气温和的道：“多年兄弟，你还不了解我为人吗？我怎么可能会拿一只小狗狗去当要挟？可不可能的，你自己心里清楚。”温景初慵懒优雅的往后靠了靠，也松了松态度：“不是我不想给你，我给了你，真的没法跟我老婆交代，除非你征得明小姐的同意，否则免谈。见色忘友，能让明熙里人也不会到这来受气了。”徐有燕睨了眼他：“我发现你自从结婚后是越来越重色轻友，藏都不藏了是吧？你没有老婆，我能理解你的不懂，不怪你。”温景初漫不经心的道：“徐有燕。”他松了松领带透气，忽然想起自家妹子跟温书泽在门外亲嘴的事，扯了扯唇道：“不过呢，要是我娶不到老婆，我也不会让某人的弟弟顺利娶到老婆。”温景初握着钢笔的手顿了顿，轻斥道：“就没见过当人大哥的这么自私，自己没本事娶老婆就耽误妹妹。”徐有燕丝毫不在意：“我现在是除了违法犯纪的事情，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思忖片刻，徐有燕从另一方面入手劝说：“你不是要送你爷爷与荣老去西南吗？嫂子医院的工作也挺忙的，五一假期我有空，我带嘟嘟去南城找明熙，一举两得。对我家的事摸得挺清楚。”徐有燕不在乎温景初的暗讽，继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说道：“嫂子跟明熙关系亲密，她自然是希望明熙过得幸福，而且明熙过得幸福，嫂子也会开心，你说是吧？谁知道你会不会伤害明小姐？真到那天，你说我是继续跟你当兄弟，还是随我老婆跟你疏远？”温景初把笔放下，看了眼腕表，差不多要过去开会，也不想继续跟徐有燕浪费时间讲话。虽然我也很想帮你，但我也得跟我老婆好交代才行。闻言，徐有燕若有所思的点头，唇角微勾道：“懂，放心，不会让你为难，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温景初拿过鼠标，骨节分明的长指轻点了几下。几分钟后，徐有燕微信收到了温景初发来的 Word 文档：“恋爱宝典之99招。”徐有燕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这么骚的操作，他轻点进去，快速的浏览了一下，便听到温景初懒懒的道：“前些天谢恒整理给我的，我现在也用不上了，便宜你了。别说兄弟不仗义，这宝典可是用了我好几瓶珍藏版红酒换回来的，不便宜。”闻言，徐有燕嘴角抽了下，就这玩意还要用几瓶珍藏版红酒换？他也明白温景初的话里话外的意思，西城郊外那块地给你，以后还要劳烦嫂子帮忙在明熙面前多说几句好话。不料却被温景初拒绝：“我老婆不是为金钱折腰的人，你要是真心对明小姐，就算你不提，她也会为你说几句好话。那你想要什么？直说吧，我还要赶路。以后舒泽跟你妹妹结婚，你这当大哥的别为难她。”徐有燕点头：“我不为难，只要你弟能征求得我爸妈同意就行。”温景初把嘟嘟抱过去给徐有燕，奈何嘟嘟汪汪叫着挣扎不肯。两个大男人无奈了：“谁让你一过来就凶神恶煞的看着他？现在好了，他排斥你，我现在不能就这样交给你，除非你想办法让他愿意跟你亲近。”徐有眉头一皱，轻叹道：“哪里有凶神恶煞那么严重？只不过是饿了10天突然看到肉的眼神。他也不想的。”想起明熙无情的把他丢在酒店，穿起衣服就不认人，徐有燕就头疼，想破脑袋，只好把主意打到他的小狗狗身上。两个叱咤商界的人物，此刻一脸无助的半蹲在地上，拿一只小萨摩耶，没有办法，愁苦了脸。那怎么办？我没养过狗，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它亲近。闻言，温景初丝毫不给面子的向徐有燕炫耀道：“可能是你面相太凶，嘟嘟刚见我就特别黏我，我老婆还为这事跟我吃过醋。”徐有燕第91章，谁亲谁疏你要分清楚。圈里谁人不知徐家公子徐有燕君子作风，谦逊温和，待人有礼，被他说成面相凶，真是可笑。对比一下，谁面相凶还不一定。但此刻还有求于温景初，徐有燕只好忍下这口气，虚心问道：“你跟他相处久了，怎么也比我有办法？想想。”嘟嘟太过抗拒，许是真的被吓到了，不肯靠近徐有燕。温景初也头疼，掌心轻轻顺毛，安抚：“嘟嘟，别怕，那位叔叔不是坏人。”他朝徐有燕抬了抬下巴：“去拿那个球过来，别那么笨。”哦。
徐有燕站起身子往沙发区走去，将放在沙发上一个花里胡哨的足球拿了过来。而嘟嘟看到他的玩具球，有过犹豫，但最后还是窝在温景初身边不肯过去。温景初看到好兄弟笨拙僵硬的拿着足球半蹲着，扯了扯唇角，哼笑一声：“如果我是你，就不会这样放不下身段。要是这小狗能帮我取得了老婆，别说当他爹，当他孙子都肯。”徐有燕，这是一向在商圈杀伐果断、沉稳自若的温景初说出的话吗？真不是被什么东西夺舍了吗？也听得出来，这话里有嘲笑他的成分，不过有几分道理。徐有燕酝酿了一番，脸上挂起无比善良的笑意，拿着足球拼命地向嘟嘟说好话。待嘟嘟肯跟徐有燕靠近，温景初适当地往旁边退去，而后男人面不改色，十分淡定地掏出手机，将这些画面录了下来，发到他们的兄弟群里。视频里，徐有燕一口一个小乖乖的对着一只小萨摩耶叫得欢快，蹲在地上跟他玩得不亦乐乎，丝毫没有了往日沉着冷静的霸总气质。那副狗腿的模样，仿佛让他说这小狗拉出来的狗屎是香喷喷的，他都肯昧着良心说。见嘟嘟已经放下戒心，与徐有燕亲近，活泼调皮的玩耍，温景初拿了放在办公桌上的笔记本电脑，便往外走去。嘟嘟看着温景初的背影，欲要追过去，被徐有燕阻止。他将小狗抱起，拿着其他玩具逗他：“乖嘟嘟，我们才是最亲的。那厮只是你干爹，我以后是你爹，谁亲谁属你要分清楚。”嘟嘟吵着他叫了几声，硬是转头看温景初，奈何他已经开门出去。这边床头柜手机震了几下，唐木川眯着眼将手机捞了过来，点进去一看，直接将他从床上炸了起来。见鬼了，这是！他伸手拍了拍自己的脸，疼的。操！不是在做梦。徐有燕这厮是见鬼了吗？他在群里发了语音：“徐大少，你怎么给一只狗当孙子？这不是我景哥家里的小狗吗？你哄他做什么？温景初给你什么好处了？”一连发了10几条语音，石沉大海。那俩人不知道去干啥了，都不回应他。正当唐木川将手机放好，他大哥的电话猝不及防地打了过来。他不情不愿地接了电话，刚起床，声音沙哑地问：“喂，什么事？”唐木文顾不得斯文，冷着声音问他：“几点了？还不起床？怎么不来上班？”唐木川烦闷地抓了抓头发，又不敢跟大哥犟：“我手还没好呢，在家休息。”“还没好？石膏都拆了，你跟我说还没好？伤筋动骨100天。”唐木川漫不经心道：“就算没好，让你舒舒服服地坐在办公室，不用你搬搬抬抬，有什么关系？”唐木川重新躺了下去，打着哈欠道：“我昨晚俱乐部有事处理，半夜才回来，困得要死，怎么去上班？”唐木文按了按被气疼的太阳穴，退了一步道：“你要么给我滚过来工作，要么去找个女朋友，省得爸妈两头逼他，让木川这小子先脱单，缓解一下压力，免得天天骂他带坏了弟弟。”唐木川掀开被子下床，平静的道：“哥，等我半小时，我一定会出现在你面前。”唐木文话音刚落，唐木川听到手机里嘟的一声，通话被无情的挂断。唐木川啧了一声，合着打电话给他的目的是逼他找女朋友。夜里，容颜加班回到家后，客厅里开着明灯，但静悄悄的。上了2楼，书房的门关着，门缝无光。容颜回了卧室，灯开着，卧室里传来淅淅沥沥的水声。今天加班加的比较晚，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容颜累极，在沙发上坐下，便不想起来。5分钟后，温景初擦着头发从浴室出来，看到原本关着的门被打开，便听到容颜虚弱无力的声音：“我在这呢。”闻言，温景初转头看向窝在沙发不想动弹的容颜，走了过去：“什么时候回来的？”容颜坐了起来，待温景初坐下后，便整个人趴在他身上，抱着他的手臂：“刚回来没几分钟。吃晚饭了吗？”问话时，他将人提到自己腿上，帮他松松筋骨。“吃了，下班时跟赵暖去那家瓦罐汤饭吃的。”男人刚洗完澡，身上都是清爽干净的气息，穿着一身深灰色居家服睡衣，绸缎面料，慵懒放松。容颜侧着身，抬起手臂环在他脖子上，深深吸了一口气，把脸埋在他胸膛处。想起一件事，想要跟他分享一下。今天下午听到同事说，韩副师兄已经跟医院签约，被我们医院特聘，而且听说我们医院想要跟国外一家知名医院合作，主要是新外那边。韩副师兄之前就在那家医院工作，刘院长不惜一切把他请回医院，就是想让他带队进行这次的合作。不知道你弟有没有被选中？要是被选中，估计以后有的忙了。温景初任由他抱着自己，非常享受容颜依赖他的行为，滚烫的掌心轻轻拍着他的后背。喂，事情还没确定，你们怎么就这么清楚？容颜闷闷的声音从他怀抱里传出，别小看我们医院传播八卦的能力。他直起身子与温景初对视，我告诉你，但凡有点风吹草动，不出1天就可以传遍整个医院，并且可以有多个版本。不过这个应该是比较准的。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本来是想问问韩副师兄的。
闻言，温景初拍着他后背的手顿了下，声音低沉好听，却多了一丝酸溜溜的味道。那你怎么没问？容颜再次趴下，在他颈窝处蹭了蹭，这是他个人的事情，而且我已经结婚了，跟男性朋友还是要保持适当的距离比较好。再说了，如果是真的，医院迟早也会公布，没必要为这事去打扰人家。听罢，温景初唇角挑起一抹愉悦的弧度，夸赞道：“不错，我老婆就是聪明细腻，沉得住气。你要是从商，说不定都没我什么位置了。”容烟，此刻他严重怀疑这男人是吃错了药。他懒得搭理温景初这话，问他：“嘟嘟呢？”第92章，我有责任，所以现在用服务跟老婆大人你赔罪。容烟才反应过来，家里比昨日安静了许多，原来是少了嘟嘟。他就说：“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平日他下班回到家，小家伙都会跑过来黏在他身边，今天却不见他身影。容烟直起身子，与温景初面对面的，再次问他：“嘟嘟呢？”闻言，温景初轻咳了声，面不改色的道：“被有燕接走了。”容烟，他为什么要接走嘟嘟？温景初如实告诉他，那厮说要到五一节假日了，他带嘟嘟与明小姐团聚。容烟沉默，带着狐疑的目光审视着他。明熙没跟我说过，你老实说，要是明熙的意思，那他肯定会提前告知一声，说不定明熙都不知情。原本已经跟徐有燕商量好借口，但此刻被容烟盯着，温景初不敢有任何的不诚实。他往后靠了靠，斟酌再三，缓缓起唇：“我也不清楚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他突然过来我办公室，说要带嘟嘟去南城找明小姐，说他正在追求她。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么多。”这男人把自己摘得这么干净。容颜敛起神色，语气严肃地说道：“温景初，你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你有问过明熙的意见吗？都没有征得他同意，就把嘟嘟给徐有燕。要是明熙对徐有燕没有发展关系的想法，你这不是给人麻烦了吗？”他说的对。温景初也没有反驳，他心虚地躲开容颜的视线。老婆，怎么说有燕跟我也是多年兄弟，我架不住他苦苦哀求，我不给他就抢，他发疯，我招架不住。容烟沉默片刻，容颜瞪了他一眼：“你就装吧。”他掰开男人圈在他腰上的手，拿出手机给明熙打了电话过去。明熙的助理接听：“容烟姐，明熙姐还在拍戏。”“好，那等他结束，你让他打给我吧。”助理看了眼正在对戏的明熙，应道：“没问题，不过可能还要1个小时左右。”两人坐得近，温景初清晰听到容烟与明熙助理的通话内容。等他挂了电话，温景初提议道：“要不你先洗澡，估摸一下时间，1个小时左右完全足够舒舒服服的泡个澡，把手机拿进去也行。”他点头：“我先去洗澡。”刚想从温景初腿上下来，不料却被他打横抱起。“哎，你要干嘛呀？”手机掉落在沙发上，而他已经被男人抱着往浴室走去。闻言，温景初挑唇，面不改色道：“带你去洗澡。”容烟，我自己可以走，你放。话音未落，温景初伸脚将浴室的门轻轻踢开，随后动作利落的关上。容烟紧张的咽了咽喉，才意识到这男人不是单纯抱她进浴室。温景初将她放在洗漱台坐下，大理石带着凉意，蓦地接触，容烟心间轻颤，不安的抬头与他对视。男人黑眸沉沉如深潭，一望无底。他抬手捏了捏她精致小巧的下巴，问她想要泡澡还是淋浴。容烟今天穿的是杏色不规则吊带小衣，搭配同色系的轻薄外衫，宽松如裙的长裤慵懒清冷。可此刻她的外衫已滑落，松松垮垮的落在臂窝处，露出大片如雪般的肌肤。乌黑亮丽的长发披在肩下，身姿曼妙，惹人采撷。温景初抬手带着凉意的指尖轻轻挑开她身上的小衣肩带，声音带着沙哑的：“那就淋浴与泡澡都试一下。”容烟已经明白他要做什么，但听到这话时还是被吓到了。不行，他捉住他的手指，带着恳求的意味问他：“等我洗完澡行吗？”温景初低头去寻他的唇，温热的掌心抚在他腰上，轻轻摩挲，似有若无的点火，惹得他身子忍不住轻颤，有一下没一下的亲准他的红唇。“你不是说累了？我帮你洗。”杏色外衫掉落在地上，容颜情不自禁抬手攀在男人肩膀上，承接男人的深吻。那件不规则的吊带小衣被蹂躏成一团，丢在了深色大理石台面上。他低眸便见圣雪般的饱满，只一眼再也控制不住。黑睫垂下，男人声音暗哑地征求他的意见：“老婆，我带你去淋浴。”容颜不敢抬眸看他，他身上深灰色的居家服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落在地上了，纤细匀称的长腿被他勾缠在肌肉紧绷的腰腹上。虽是问他，但还未等他回话，便已经将他抱着往淋浴间走去。容颜闭着眼，懒得再回话，在他关上淋浴间的玻璃门时提醒他道：“明熙助理说了，大概1个小时就会给我回电话。”男人低头在他唇上轻咬一下：“我估摸着有燕已经到南城了，他自己做的事情他承担。”容颜没好气地说他：“
反正你就没一丁点的责任。花洒被打开，温热的水淅淅沥沥的流下，打湿了他的长发。淋着水，容颜闭着眼睛没有睁开。书店，他被转了个方向，后背靠在玻璃上，听到男人声音低沉沙哑的说道：“我有责任，所以现在用服务跟老婆大人你赔罪。”容颜，他卷翘纤长的眼睫轻颤，被迫仰着头与他亲吻，乌黑的长发湿漉漉的粘在后背上，水珠一滴一滴的从头上滴落在脸上。淋浴间雾气氤氲，温水的水流哗啦啦的落着。好在开了通风机，否则非要晕在这不可。意乱情迷之时，温景初才想起没带某个必需品。他哑着声音问容烟：“老婆，安全期不怕的吧？”容烟咬着他的肩膀，闻言松开牙齿，声音微颤：“哪有绝对的安全期？我不管你，你自己选择。”温景初想起之前在浴室外间有放过一盒，随后便抱着容烟走出淋浴间，瞥了眼浴缸，他嘴角微勾，看样子是淋浴跟泡澡都要试一遍了。容烟没眼看，条纹磨砂的玻璃门挡住了满是旖旎艳色。泡在装满温水的浴缸里，温景初的手撑在浴缸两侧，手臂、胸膛肌肉结实，富有力量感。容颜感觉自己被男人散发的荷尔蒙气息紧紧包裹着，动作不停。温景初低眸看着窝在他怀里的妻子，面上潮红，娇艳欲滴，忍不住亲了亲她白净透红的脸，夸赞道：“嫣嫣真美，又软又漂亮。”容颜，要是这里有手术线，他恨不得立刻将这个满嘴骚话的男人的嘴巴缝了。此时此刻，掉落在卧室沙发的手机震动了许久，也无人理会。这边，明熙看了眼手机屏幕，通话因为无人接听被自动挂断。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往酒店房间走去，收起手机，抬眸便见站在走廊尽头的一人一狗。第93章，我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合不来。望着清风朗月般的男人牵着嘟嘟在走廊尽头站着，明熙漂亮的眼眸中机不可察的闪过诧异之色。嘟嘟见到明熙熟悉的身影，撒开腿想要跑去他的身边，徐有燕只好弯身将他抱起。身后不远处传来剧组其他人员回来的谈话声，明熙加快步伐走了过去。他从包包里掏出房卡，打开房间，转头对站在他身旁的男人道：“先进去，别让人看到。”明熙此刻已经明白容颜为什么要打电话给他。嘟嘟汪汪的叫着，跟徐有燕大眼瞪小眼。进了房间，徐有燕也不管他了，把他放到了地上。刚松开牵引绳，嘟嘟立即窜到明熙脚下。明熙弯身掂了掂他，明艳的脸上划过一抹笑：“看来你干妈家伙食不错，才一小段时间不见，重了这么多。”他摸了摸头安抚，随后轻拍了下：“好了，自己去玩。”等嘟嘟走开，明熙才敛起笑意，语气严肃地跟徐有燕说道：“徐总，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我们两个人之间是不可能的。”虽然已经料到他会是这样的态度，但徐有燕还是失落，甚至羡慕起嘟嘟来。他会对着嘟嘟温柔宠溺的笑，而对他，自那晚酒后干柴烈火发生关系后，一直态度冷淡，连之前的客套都没了。徐有燕头疼的叹了叹气：“我们谈谈好吗？不要这么干脆拒绝我，我也不问你要名分，就让我做个挥之即来招之即去的床伴行不行？”明熙蹙眉：“徐总，我没你想象中的好，而且依照你的身份，也不用对我这般卑微。这关身份什么事？我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对你爱而不得的人。”劝他不听，明熙懒得理他，从他身边走了过去，拿瓶红酒与2个高脚杯出来，给他也倒了小半杯。这时敲门声响起：“你去开一下吧，是我的助理送吃的过来。”徐有燕离得近，走了2步便到了门口。他缓下神色，打开门，温和有礼地对助理说道：“你好，东西给我就行。”助理突然见到是徐有燕开门，那一瞬间惊讶的神情来不及敛下，他木讷地将东西递了过去：“你好，麻烦徐总跟明熙姐说一下，烧鹅卖光了，只有烧鸭。”慌张之下，他甚至将自己那份也递了过去，不好意思问徐有燕要回，只能收住已经到嘴边的话。而徐有燕跟他道了声谢谢后，已经把门关上。妈呀，怎么徐总会在明熙姐的房间？难道之前早上明熙姐不在自己的房间，是去了徐总那里？他自言自语地嘟囔道：“看来是了。”房间里，明熙见徐有燕提着2份晚饭缓缓走了过来，便明白过来，这傻丫头。他拿起手机给助理赚了3000块钱，倩，自己去外面吃个宵夜，明天早上没有早戏，你可以睡个懒觉。助理秒回，给明熙发了个可爱鞠躬的表情包，并回复道：“谢谢明熙姐。”不客气。明熙将手机放回原来的位置。你突然带嘟嘟过来，有没有把他平时用的东西拿来？没，但我已经按照温景初给的清单下了单，晚点送到，酒店工作人员会送上来。话音刚落，敲门声再次响起。徐有燕刚想过去开门，便听到明熙冷淡无温的声音：“我去开吧，可能是剧组的人找我，你开不方便。”他无奈地嗯了声，转眸便见嘟嘟2只黑溜溜的眼睛盯着桌上的食盒在看。
饿了，再等会，你的狗粮还没到。刚说完，便看到明熙提着一大袋东西走着过来，是外卖。徐有燕走了过去，从明熙手上接了过来。你先吃饭吧，现在都11点多了，还没吃晚饭。他是知道明熙经常不按时吃饭，也经常喝酒，导致年纪轻轻就胃不好。想到这，徐有燕又想起盛哲，恨不得再去揍他一顿。能得到明熙的喜欢是何般幸运的事情，他竟然不懂得珍惜，也不好好保护他，还要让他沦落到在酒桌上被人欺负，拼命的喝醉。明熙打开餐食，转头看了一眼弯着腰给嘟嘟布置小窝的男人，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他怎么感觉对比几分钟前徐有燕周身的气场好像冷了许多。他一直给人的感觉都是温文尔雅、谦逊有礼、翩翩君子般的人，而在容颜婚宴外看到他揍盛哲时，才发现这个男人的另一面。也是，毕竟是混迹商界多年的人，所谓的温文尔雅也只不过是人家的修养而已，能让别人看出来的也只不过是他想让别人看到的一面。明熙抿了抿唇，那时徐有燕揍盛哲是下了死手的，他那时就该想到徐有燕的小心思，心里担忧着会给容颜惹麻烦，又被徐有燕几句话圆了过去。心机男人，信了他的鬼话。看到嘟嘟已经在吃着东西，他朝着徐有燕问道：你也没吃晚饭吧？这多了一份。徐有燕在他对面坐下，说实话，这还是他从小到大第一次吃这种盒饭。明熙抬眸看到他优雅的坐着，并没有动筷，拍完戏都累了，没有去餐馆打包，我们剧组的伙食就是这种标准，你吃不惯就算了。知道他多想，徐有燕轻笑道：我没有嫌弃的意思，你给我倒了红酒，我在想怎么吃才配得起你给我倒的这杯红酒。明熙弯唇，徐总出身豪门世家，自然是吃不惯这种盒饭，不像我，吃饭只是为了填饱肚子，再贵的红酒也不懂品尝。你不是我，怎知我吃不惯？徐有燕抬眼，目光定定地与他直视，一时新鲜是觉得可以接受，日子久了呢，还是吃回山珍海味好一点，适合你的身份。明熙不退让地说道。徐有燕假装听不懂他的暗示，捧起盒饭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味道不错，对于我来说，这比山珍海味更珍贵。明熙，他干脆不拐弯抹角了，也没了吃饭的心情，蹙眉道：徐有燕，我知道你懂我的意思，我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一下，我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合不来。第94章，是不是心里也是喜欢我？不叫我徐总了。徐有燕勾唇，声音愉悦的道：还是生气的你比较真实，在我面前你可以不要戴着假面具，只需要做真实的自己。你是选择性耳聋是吗？明熙低头吃自己的饭，懒得再跟他说话。吃完饭，他刚将饭盒收拾好，便听到有人敲门。他下意识地抬头看向对面正品红酒的男人：你没有点外卖吧？没有。明熙起身去开门，看到的是剧组的人。来人是前些年选秀出身的流量小生，在剧里面出演男2号。说起来，他只比自己小2岁，也算是他的老乡。他手里拿着剧本，温柔地笑道：明熙姐，不知道你有没有空，我想跟你探讨一下接下来的剧情。明熙淡淡地直视他的双眼，语气无温：这部剧我也不是女主角，跟你也没什么对手戏，恐怕帮不了你。我知道。他失落地垂下眼眸：明熙姐，你也知道我家境不好，他们不怎么看得起我，在这个剧组里也只有你对大家都是同等对待，而且我们都是从一个地方出来的，我觉得你很亲切，所以才过来找你。明熙不为所动，娱乐圈里谁都是天生会演戏的人，在进入娱乐圈的这些年，被所谓的朋友在背后刺一刀已不是1次2次。他收回目光，总感觉此刻正有人在偷拍。陈莹，你想火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希望你能够脚踏实地，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而不是搞些有的没的走捷径。他尴尬地笑了笑，正要开口解释，便看到从里面走出来的徐有燕。徐总，你怎么？刹那之间，他明白过来，恭敬地对明熙道：明熙姐，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跟徐总的关系，放心，我不会乱说的，打扰了。看着陈莹慌不择路地跑掉，明熙利落地关上门。明熙倒不怕他会将徐有燕在他房里的事情说出去，毕竟徐有燕是资本，除非他不想再在娱乐圈混。关上门，刚转身便被徐有燕攥住手腕抵在墙上，后背蓦地接触冰凉的墙面，明熙下意识地往前直起身子。你发什么疯？明熙生气地看着眼前的男人，也只不过是戴着一张温和面具的狐狸。徐有燕也没用力攥他，只是困住没让他逃掉。他目光暗下，问他那小子是谁？居心不良，我帮你出面教训。闻言，明熙好笑地回问：教训？怎么教训？再打一架？别把我想得这么粗鲁，我自有办法。借着暖色灯光，徐有燕眸光落在他娇艳的红唇上，低头靠近。其实我有个好办法可以帮你永绝这些麻烦。明熙偏头拒绝道：谢谢，我自己可以，不需要麻烦别人。沉默片刻，
徐有燕缓下语气问他：“明熙，你这样怕跟我沾上关系，是不是心里也是喜欢我的？”明熙见过自恋的，但没见过像你这般自恋的。既然不是，我们各取所需，你考虑我的建议怎么样？明熙抬眼看他，男人俊逸的脸庞近在眼前，儒雅金贵的徐家大公子与他实在是天壤之别。盛家比起徐家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就盛家这样的豪门都看不起他，更何况是徐家。刚从一个坑里爬起来，现在眼前又遇到了类似的，且更加深不可测。我不觉得我对你有什么需要，你对我那天晚上的表现不满意？徐有燕一本正经地问道。明熙咬牙切齿，别提那天晚上的事。为什么不可以提？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我也不要你给我名分，别狠心拒绝我就行。明熙蹙眉，实在是有些不懂为何徐有燕对他这般执着。两人相识也不深，而此刻嘟嘟见到明熙被徐有燕困在墙边，飞快地跑了过来，对着徐有燕疯狂地叫着，咬他的裤脚。小家伙情绪比较激动，徐有燕不得不松开明熙的手。明熙松了口气，随后弯身抱起嘟嘟轻哄：“好了，妈妈没事。”哄完小的，明熙转头认真地看着面带忧愁的男人道：“既然你这么坚持，等我几天，我让我律师起草一份协议，这几天你再认真考虑一下，若是反悔，随时可以叫停。”闻言，徐有燕笑得柔和：“行，我不会反悔。”明熙转身抱着嘟嘟去他的窝，不再看他：“但我要提前跟你说清楚，我不会对你动感情，也不需要你对我付出什么。你想要终止协议也随时可以，我的协议只是保障我日后不被你纠缠。”这话说得够无情，要不是提前看了温景初给的文档，做足了功课，听到这话他会止不住伤心失落。看来谢恒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也不枉他让出一块地皮给温景初。明熙以为他听到这样无情的话会犹豫，不料徐有燕不但不退缩，反而勾唇轻笑，爽快应下：“行，一切按照你说的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名不名分不重要，死皮赖脸的留在他身边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下一步就是打入敌人内部。明熙刚把嘟嘟放到他的小窝，便接到容烟打来的电话。这边容烟气呼呼地背对着某只大尾巴狼。电话接通时，他清了清嗓子，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像正常的一样。但明熙还是听出来容烟声音里带着一丝沙哑。明熙明白过来之前容烟不接他电话的缘故，长话短说，不想打扰人家夫妻休息。嘟嘟已经在我这里了，就让他在我这住几天吧，5一过后再送回去。挂了电话，容烟顺手将台灯关了，闭着眼睛睡觉，不再理会身边的人。把人欺负过头了，温景初心虚，跟他道歉：“老婆，我错了，别生气了好吗？”容烟闭着眼睛不为所动：“你道歉的话就像白菜一样，不值钱。温景初，我过2天就要送外公跟爷爷去西南，要好几天不能见你。”温景初刚想过去抱他，便听到他冷淡无温的话：“别过线。”闻言，温景初伸出的手僵在半空，瞥了眼月白色被子上隔在两人之间的领带。活了30年，第一次觉得领带是如此碍眼的东西。第95章，难道是他误会了？翌日上午，医院通知中午休息时间临时开一个大会，不少人已经大概猜到是因为何事。容烟与科室的同事吃完饭后一起过去，在相应的位置坐下。讲台上方红底黄字写着：“欢迎韩副教授加入洛江医科大学第1附属医院。”容烟心里说不出的感觉，有激动，有高兴，也有向往。他一直都知道韩副的优秀，读大学时他就是学校神一般的存在。在医学这个领域，韩副对他有过帮助，虽然关系不是很深，但在他心里，韩副是亦师亦友的存在。说起来，韩副算是第2个让他非常敬佩的人。第一个是温景初，他们2个都是极其优秀的人，在不同的领域发光发热。在他们面前，自己曾经心底有过小小的自卑，也是因为他们的感染，让他努力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容颜扬唇浅笑，嘴角的笑意很浅很淡，如果不细看，很难让人发觉。秦桧刚好余光瞥了一眼，便问：“跟韩副认识？”两人是同事，也是性格极像的竞争对手，对彼此的了解比其他同事更深。没等容颜回话，秦桧又说道：“我记得你大学与读研都是在西北医科大，跟韩副同校。”容颜笑了笑，不在意的道：“秦医生对我挺了解，是认识。大学时跟其他同学有幸得到韩副学长的指导，我对科室的同事都一样了解，只是今天难得看到容医生对产妇、病人之外的人笑，多嘴问一句而已。”容颜转眸看他一眼：“秦医生日后要是结婚怀孕，可以选择在我们医院生产，我做你的管床医生，也可以天天对你笑。这话应该我对你说，毕竟我现在连男朋友都没有。”容烟忘了这一茬，秦桧难得舒心一次，弯唇笑了下。医院的人基本都到齐了，院领导与韩副走了进来。刘院长拿起话筒试音，随后与大家讲道：“今天召集大家开会，主要是欢迎韩副教授加入我们医院，
以及近日会有国外医院的考察团要到我们医院进行为期1个星期的考察，具体事宜接下来由李主任来跟大家讲解一下。现在大家欢迎韩副教授发言。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会议将近1个小时，韩副想着不耽误大家休息时间，选择了长话短说。不料他空出来的时间全部被李主任慷慨激昂演讲了许久。他看了一圈，除去一部分年轻女孩子双眼发光地盯着他看外，其他人似乎对开会已经麻木，甚至有人在犯困。容颜拿出手机，偷偷跟温景初在闲聊，偶尔抬头，不跟他同排的人便以为他是在记笔记。他刚抬头，便触碰到韩副投过来的目光。韩副对他微微笑了下。容颜为了不引人注意，假装没看到，立即垂下眸看向自己的手机屏幕。刚好温景初发来信息：老公，今晚你要是早下班，我们回荣家老宅吃饭，爷爷也在。容颜稳定心绪，回复温景初的信息：好，今晚就在那边睡一晚吧。明天我陪外公他们吃个早饭再回医院，晚点我跟孙主任提一下，明天晚一点过来。温景初订的是明天上午11点的机票回西南，他亲自送2个老人回西南老家。而方才那一幕被温书泽尽收眼底。当韩副不经意扫过来他这边时，温书泽目光定定地直视着韩副，这个眼神实在说不上是友好的。韩副抬头摸了摸蓦地间发凉的后脖梗，他侧了侧头问身旁的刘院长：刘院，坐在第6排第1个的医生是？那是跟你一个科室的温医生。稍顿，刘院长特地补了句：他是温家2公子，温氏集团每年给我们医院不少的资助，温医生能力也不错，先前也是从国外留学回来进了我们医院。韩副已经听出刘院长的暗示，他笑了笑，不置可否。周日远远见到容颜的丈夫后，偶然间在一篇财经报道上又见到了他的身影。温氏集团的总裁温景初，也是温氏集团董事长温云生的大公子，刚及而立之年，已在商界拥有不低声望与地位。在读大学时，他一直都知道容颜对找男朋友眼光很高，从小身边就有这么优秀的人，也难怪。韩副转头再看过去，发现温书泽依旧在盯着他看，他朝温书泽友善地笑了笑，这下让温书泽摸不着头脑了。难道是他误会了？但看韩副刚才冲嫂子那个笑容，就感觉像是看喜欢的女孩子。他抓了抓头发，要不要跟大哥提一下？要是误会了，又让大哥知道，那岂不是徒增烦恼？真愁人。他拿出手机，已经点进了与温景初的聊天界面，还在犹豫。就思索的时候，温景初突然给他发来了信息，手机震动的声音吓得他心尖都颤了颤。大哥，书泽，晚上不加班的话，回荣家跟我们一起吃饭。如果不加班，我带有月一起过去，加班我就提前跟你说。会议结束，容嫣跟秦慧先回到了科室，才坐下不到2分钟，便看到护士面色焦急地推开门。秦医生，容医生，18床的病人家属在闹事。闻言，容嫣跟秦慧跑了过去，远远便见那间病房门前站了不少人。秦慧拨开人群，提高声音问道：怎么回事？容嫣紧随他身后进去。1.8米的一个男人，身材壮硕，面红耳赤。这人是18床孕妇的丈夫，平时跟他们管床医生护士说话就很大声粗鲁。孕妇身体有比较严重的基础病，早早进了医院保胎。容嫣是18床的管床医生，他上前一步，跟秦慧一起分别将2个护士拉到自己身后。莫先生，有话好好说，我知道你担心你的妻子，但这是医院，还是要听医生的话。男人拿着单子指着容嫣的鼻子大声道：把你们主任叫过来，叫2个新手医生敷衍我们算怎么回事？我们主任现在不在，我是18床的管床医生，有什么意见可以跟我说，我会反馈给我们主任，或者你等我们主任回来。容嫣声音平静地说道。正值午休时间，很多产妇或病人的家属都在，围在他们身后帮忙劝解，也不怕这个男人对他们动手。男人却更加动气，他朝着围观的人提高声音讲话：这家破医院，怕我老婆出事担责任，让我们早早的剖腹产，不顾我老婆死活，这么黑心肠的人也配当医生？第96章，真是大新闻。闻言，秦慧没有控制自己的态度，冷冷地说道：你作为她的丈夫，难道不知道她的身体条件吗？胎儿在她肚子里多待1天，她就多1分危险。而且我们已经给她做过各项检查，我们主任评估过，现在进行剖腹产是对孕妇与胎儿最好的选择。她的身体原本就不具有比较好的条件妊娠。这男人满嘴为老婆孩子着想，实则却不是。科室里的医生护士都知道这个男人去算了所谓的好时辰，硬是不给医生为他老婆剖腹产。孕妇性子也软，医生的话她愿意听，可是只要她老公说不，她就听她老公的话，也不表达自己的意见。你这话什么意思？信不信我投诉你？在家都好好的，就是来了你们医院后说他这不好那不好，要我们住院，花了这么多钱。男人把一叠单据甩到秦慧脸上，你看看这些花费，这不明摆着坑钱吗？大家来给我们评评理了，现在他们
又逼着让我老婆剖腹产，还没到瓜熟蒂落的时候呢。甩完收费单还不解气，想要动手，被旁边其他家属及时制止。干什么呢？对2个女孩子动手算什么男人？有话好好说。秦桧最不屑这种男人，也不怕被投诉，被甩了一下，火气也上来了。看他要动手，更是气不过。他冷笑一下，刚想回怼，被容烟扯了一下手。容烟冲他摇了摇头，示意秦桧不要再跟孕妇家属吵架，而后对这男人冷静地说道：莫先生，你要是对住院或者收费有什么意见的话，我们可以给你解释，等我们医院领导过来，现在午休时间也不要打扰到他们休息。别拿你们领导来吓唬我，你年纪轻轻的，糊弄人的功夫倒是不浅啊。他的话音刚落，容烟便听到门外一阵脚步声。孙主任带着妇产科其他的医生刚回到科室，也是听到消息就往这里赶来，他们身边带着医院的保安。进到病房，孙主任把容烟与秦桧护在身后，一路跑着过来，微微喘着气。我是妇产科的主任，姓孙，有什么事去办公室跟我谈。看到他们是带着保安过来，男人不再像刚才那般火焰十足，他脸下神色，行，我就跟你们去，我看你们能给我什么交代。容烟跟秦桧没有跟着过去，他给秦桧倒了杯温水，喝杯水消消气。秦桧接了后跟容烟道了声谢谢。这家属是故意找茬，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不要跟他硬杠，投诉是小，万一动手怎么办？容烟在秦桧身边找了个位置坐下，听到秦桧声音冷淡的道：真不懂为什么要嫁一个这样的男人，老婆冒着生命危险生孩子，他却为了所谓的好时辰不顾他的安全，又不想出那医药费，跟医生闹，还有脸骂我们是黑心肠，我看他才是心肠最黑的那个。秦桧看了眼容烟，缓下语气道：看不出来你倒是沉得住气。容烟抬眼看他，笑了笑：你跟他生气也不能改变什么，我们做到对他们做到问心无愧就行，至于其他的，见多了也见怪不怪。以前他在西北也遇到不少类似的事情，妇产科可以说是医院里奇葩事情最多的科室之一，当然也是欢声笑语最多的科室，迎接新生命，带来希望，也有忧愁伤心，在他看来是最特别的一个科室。秦桧点头认可容烟的话，感慨道：难怪我们2个人能力相当，而孙主任看着你跟他脾性相似，都是沉得住气情绪稳定的人，我脾气比较冲一点，这点确实不好，我是承认。孙主任跟我说，秦医生是我们这批新医生里经验最丰富的，只需要提点1、2遍能领会，让我向你学习。我倒是觉得是因为我比较笨，孙主任才把我带在他身边。秦桧难得的笑了下，你就瞎说吧，好了，不跟你说这些虚的了，估计等会主任就要训我一顿。果然10来分钟后，孙主任让容烟跟秦桧去一趟他的办公室。容烟关心事情处理结果，他问道：主任，他们同意剖腹产了吗？孙主任头疼的摇了摇头，软硬不吃。闻言，容烟心里无奈，但又没有办法。主任，我们再劝劝18床的孕妇吧，只要她同意就行。我知道，我已经让陈医生跟进，她的管床医生也改为陈医生。做孕妇的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拿她丈夫为难医生这事来说，她全程不说一个字，任凭她丈夫闹下去。孙主任心里也犯愁，越拖下去只会对产妇身体不利。叹了叹气，他语重心长地对容烟与秦桧道：你们年纪还小，遇到这种事情要是处理不当，严重的就变成医闹事件。秦桧，这事我还是要批评你一下，我知道发生这种事情，医生心里有委屈，但是跟家属吵架是下策，希望你以后要引以为戒。秦桧垂下眼眸，他点了点头：主任，我明白，我回去写一份自我检讨。你们都出去忙吧，也不用把这事太记在心里，我们的职业道路还很长，会遇到很多突发状况，要做到对病人问心无愧，也要好好保护自己。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首先要保护好自己，明白吗？容烟跟秦桧齐声应道：明白。2人刚从孙主任办公室出来，便看到赵暖、温书泽以及后面匆匆赶来的韩父。3人看到容烟便急切问道：没事吧？容烟摇头道：没什么事，这么快你们科室就知道了？赵暖上去将容烟仔仔细细看了一遍，看到她毫发无损后才放下心，医院传播八卦的能力你又不是不知道。温书泽差点就将嫂子2字脱口而出，硬生生的吞进嘴里。韩父也松了口气，温柔的笑了下：师妹没事就好，以后遇到冲突要好好保护自己。容烟点头，身旁的秦桧站了会儿，跟容烟说道：那我先去忙，你们聊。赵暖觉得奇怪，我怎么感觉你们2个的磁场变了？容烟跟秦医生竟然能和谐相处了，真是大新闻。秦医生也挺好的。赵暖真的变了，他错过了什么？韩父瞧了眼四周，他一时担心跑了过来。此刻其他的医生护士都带着探究的眼神在看着他，不宜久留。师妹，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谢谢师兄。待韩父走后，
温书泽才小声说话：“嫂子，以后要是遇到这样的事，第一时间要叫其他医生一起。”随后，他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发：“我刚刚不小心把这事告诉大哥了。”容烟，第97章，哄他。开完会回到办公室后，就把私人手机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了。容烟匆匆小跑回去，看了眼，果然温景初给他打了10几通电话。容烟看了眼办公室，有不少同事都在，思忖片刻，他拿着手机走了出去，找了个相对安静一点的地方，才跟温景初回了电话。才嘟的响了一声，温景初便接了电话，声音里明显的带着几分慌乱。书泽说：“你们科室有人闹事，你怎么样？”听着温景初低沉好听的声音，他语气里的急切，容烟却莫名觉得很安心。上次发生类似的事情是在西北，那时候是外公这样子给他打电话，这次是温景初。他缓缓开口：“温景初，我没事，小事情而已，不用担心。”此刻听到容烟的声音，温景初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他深深的松了口气，紧握在方向盘的长指缓缓的松开。“你是不是在开车过来？”容烟心里隐隐的猜测。他只听到温景初沉沉的嗯了声，知道他是真的害怕了，便笑着跟他讲道：“你别听你弟乱讲，医院有保安，不用担心。”温景初还是只嗯了声。他现在急切的想去找他，但知道容烟工作忙，又已经过了休息时间。他找了个地方将车子停下，调整好心情，缓缓启唇：“老婆，下班我去接你回家。”容烟弯唇温柔的笑着，尽量的哄他：“好，那你现在乖乖回公司，不要过来了，我要去忙了，路上注意安全，小心开车。”闻言，温景初握着手机的手顿了顿，他沉默了片刻，轻咳了声：“换他。”嫣嫣，怎么了？他清了清嗓子：“我有个不情之请。”你说。他轻轻的吐了吐气，声音染着一丝沙哑：“今晚在床上也这样跟我说话。”容烟，他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将电话挂断。这人怎么没点正经？还是没结婚前好，温润清冷，克制有礼，哪像现在满嘴骚话，动不动就说些让他不好意思面对的话。容颜想起沈清然教过的话，能让男人真的害怕不做某件事，用不给进房睡这个威胁百试百灵。想了想，他给温景初发了信息：“认真工作，以后再说这样的话，不给你进房间睡。”温景初几乎是秒回：“老婆要这么狠心吗？明天我就要回西南了，要好几天才能回家。上了2天班，都快忘了明天就是5·1了。5·1他要值班，这个假期对于他们这些要值班的人来说一点也不快乐。”他回复温景初的信息：“才几天而已，不说了，有事要忙。”看着容颜发来的信息，温景初心里被堵住似的，闷闷的。才几天而已。心外科这边，温书泽快步追上了韩父，走到他身后时喊道：“韩教授。”韩父停下脚步，回头看温医生：“是有什么事吗？”“也没什么事，就想跟你聊聊八卦。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容医生已经结婚了？”他凑到韩父身旁，放轻声音：“而且她老公不仅一表人才，还很优秀，放眼整个。”韩父笑着打断温书泽的话：“温医生，我有幸与令兄见过一面，不用再夸了。”温书泽眨眨眼，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说。“是吗？我大嫂跟你说过？你知道？”“师妹没跟我说过，我闲下来的时候偶尔会看财经报道。”“这样啊。”温书泽尴尬的笑了下：“那没什么事了。韩教授，我还有手术要做，下次再聊。”韩父笑着点头：“下次再聊。”温书泽回到办公室，坐下来时想起还没跟他大哥说后续，他懊恼地拍了拍自己的头，榆木脑袋，这么重要的事情都给忘了。他赶紧拿出手机，直接打了个电话过去。温景初瞥了眼来电人，看了眼路况后，才慢悠悠地接了电话：“什么事？”“哥，刚刚我去看了，已经解决了，你放心吧。”温景初低低地嗯了声：“我知道。”温书泽从他大哥冷淡无温的语气中感受不对劲，问道：“哥，怎么感觉你情绪好像有点低落？嫂子说你了？”“没有。”温景初想起不久前被亲老婆狠心挂断电话的事情，心情更加郁闷。“你好好工作，我在开车。”温书泽哦了声，眼看着通话被挂断，还说不是被嫂子训了。温氏集团大楼，方静看了眼时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陈芳从会议室走了出来，拽住在门口团团转的方静：“别走了，晃得我眼晕。温总到底去哪里了？”“你问我，我问谁去？”陈芳睨了他一眼，取笑道：“你现在顶着温总特助的位置，不问你，那问谁？”他指了指后面会议室，小声的说道：“那严家大小姐脾气真不是谁能顶得住的，我都想回到温总身边了。”方静朝会议室看过去，严大小姐没发脾气吧？原本商定要开会，温总突然焦急的从办公室走了出去。到了开会时间，严氏这边的人到了，可温总却不在，离开的时候又没有任何的交代。他离开时脸色铁青，冷若冰霜，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也没人敢问他。
陈芳摇摇头，温氏的地盘，他敢发什么脾气？不过下午我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你要不要打电话问问温总还回不回来参加会议？方静拒绝道：要打你打，我明天还要陪温总去西南，今天撞枪口，我明天可怎么活？话音刚落，便见陈芳站直了身子，姿态端正，看向前方。陈芳朝方静使了个眼色，随后恭敬地喊了声温总。方静转过身来，看到温景初沉稳金贵的身影，神情依旧冷晶晶的。这出去一趟，好像淡漠之中又多了一丝郁闷惆怅的意味。温总，严氏这边的人已经在会议室等着了。温景初微微颔首，没有说话。陈芳与方静跟在他身后走进会议室，两人偷偷对视一眼。老板的心思猜不透。会议室里，温景初从容淡定，面色冷峻地坐在最上方，听着两边的代表在讨论项目下一季度的各项决策，看似陈肃认真，但严真看出他的心思根本不在会议内容上面。第98章，就算一天不在家，他肯定都会想我。两边的人讨论声不小，你一言我一语，渐渐的便有些不可控。这个时候，严真希望温景初能说几句话来控制一下场面。他刚接手项目不久，说话没有威严，那些老油条心里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尊敬他只是因为他是严董事长的千金。这些人开始看到温景初沉默不语，心里猜不准他在想什么，还有所忌惮。可会议进行到一半，他还是保持沉默。渐渐的，大家也愈发放开了来。就在温景初抬眼之际，严真给他使眼色，示意他控制一下场面。他却只是懒洋洋地瞥了一眼，根本没有理会他的意思。严真着实被温景初的行为气到，两家合作的项目让他身边的助理过来敷衍也就算了，难得两边的人一起开会，他还这般敷衍，吵得也差不多了。温景初长腿交叠，目光淡淡的扫了一圈，指骨分明的手指微曲，轻轻敲了几下桌面。原本吵闹的会议室顿时安静下来，就连严氏这边的几个老总也瞬间不敢再言语。严真心里感叹，这些老狐狸就是欺软怕硬。他无语的白了一眼，懒得再管。而温景初也不打算发言，他抬眼朝方静看了一眼，把会议交给方静主持。而他漫不经心的看了眼手机，当着众人的面给谢恒发信息，有事问你，方不方便？谢恒，现在可以，1个小时后要去开会，1个小时足够了。温景初，你平时出差要出去几天的状况下，你老婆会不会舍不得你？谢恒也猜到温景初是来询问夫妻感情的事情，也不知道最近怎么回事，前有温景初，后有徐有燕，都跑来问他这些事，俨然他当成感情军师。谢恒很快回复，现在我跟我老婆如胶似漆，我出差她都是跟着我一起，你情况不一样，听我老婆说容颜工作很忙，不能陪你去吧？你不是要送容老先生跟你爷爷去西南吗？怎么又去出差？看完信息，温景初被谢恒如胶似漆这4个字刺痛了双眼。得，就不该问他。他面无表情地回复谢恒，替别人问的。我跟我老婆正在蜜月期，别说出去几天，就算1天不在家，她肯定都会想我。谢恒看到温景初这2条信息后，忍不住轻嗤一声。要是不说最后一句，他都信了温景初第一句话。外面传闻温景初是妻管严，怕老婆，可同时认识温景初跟容嫣的人都不相信这无聊的传言。容嫣的性子大家都了解，她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人？还蜜月期，1天不见就想他，编也要编点符合实际的，才会有人信。退出与谢恒的聊天界面，温景初瞥见徐有燕的名字，思索1、2，决定从徐有燕这里找找安慰。他给徐有燕发去信息，准备什么时候把我干儿子送回来。这边徐有燕看到信息，低头瞧了眼咬着他裤脚的嘟嘟，他伸出手拍了拍他的头，乖点，别咬了，我也想带你去找你妈妈，但他不让，我也没办法。他靠在沙发上环视一眼陌生的房间，无奈的叹了叹气。刚好这时明熙给他发来信息，酒店订好了吗？我晚上8点左右下班过去。订好了，要我去接你吗？他顺手给明熙发了个定位。不用，小心一点，免得狗仔看到。剧组的人都住在明熙之前住的那家酒店，徐有燕跟嘟嘟来了就有些不方便，他干脆让徐有燕出去找一家新的酒店。徐有燕跟明熙聊完，这才回复温景初的信息，他直接拍了一张嘟嘟咬着他裤脚的照片。这种情况怎么搞？1日不见，还真的挺想这小家伙的。温景初瞅着照片许久，要不是因为在开会，他一定打个电话去骂一顿。顾不得下面员工投来异样的目光，温景初拿着手机，长指快速的打字。做人要有点良心，需要嘟嘟的时候求爷爷告奶奶的，用完就丢。从昨天到现在，你有没有带他出去走走？苟同人性，你要是对他不好，他能知道你这样的行为已经对他的心灵造成严重创伤。我看你还是尽早给我送回来，真不懂有些人良心被狼吃了。徐有燕看着他发来的一连串信息，沉默不语。温景初这厮是不是吃错药了？发什么神经？温氏破产了？说这么多，
你意思是要我带他出去溜溜？等了1分钟没收到回复，就在徐有燕准备退出聊天界面时，收到了温景初发过来的一大堆有关于温氏集团的报道及链接。徐有燕选择忽略不看，直接看到温景初后面那一句话：如果你不介意他夜里拆家，可以选择不带他出去。看了眼窗外火辣辣的太阳，徐有燕低头与嘟嘟商量：小乖乖，等傍晚再出去遛弯，您看行吗？还咬着他裤脚不愿松开。徐有燕叹了叹气，认命的站起身去拿了牵引绳，过来，你父亲大人带你出去。刚给嘟嘟套好牵引绳，又收到温景初发来的信息：你跟明小姐的事情解决的如何？还行，你们可以先准备好份子钱。温景初吹牛也不怕把牛皮吹破，他懒得再理徐有燕，叮嘱徐有燕平时要带嘟嘟出去走走后，便把手机丢到桌面。会议结束后，温景初回自己的办公室，半路颜真喊住了他：温景初，我有工作上的事情需要单独跟你谈谈。井号34。温景初点了点头，没有拒绝。走进办公室，就在颜真要关上办公室的门时，温景初回头，声音冷淡的道：开着就行。明白他这是要避嫌，但颜真还是忍不住抽了抽嘴角。别把你自己想成是香饽饽，我颜真还没无耻到要去破坏别人家庭。温景初走到办公桌后坐下，低眸看了眼腕表，还有2个半小时容颜就要下班了。而后他抬眼淡淡的瞥了颜真一眼：如果你说的别人是指我跟我老婆的话，你可以把话收回去。他一字一字沉稳道：我跟我老婆之间无人能破坏。颜真。第99章，信不信我咬你？他现在算是发现了温景初这人表面温润沉稳，实则嘴毒，还是个恋爱脑。不，老婆脑。颜真无语的看了他一眼，直接开门见山道：我知道你们温家、徐家还有唐家合作开发东城郊区，我们颜氏想要加入，我父亲让我问问你们意见。闻言，温景初并没有立即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此刻颜真望着对面冷峻清贵的男人，心里也没底。他继续道：多一方加入，分担一份风险，我们是真诚要跟你们一起合作这个项目。温景初却不急，他缓缓开口：这事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你的建议我会考虑。就在颜真想要再次开口劝说时，温景初端起茶杯轻抿一口，淡淡道：一下子吃得太撑不是一件好事。颜真抿唇不语，他明白温景初的意思。行，你们好好考虑一下。颜真站起身走了几步后，又回过头看着温景初道：之前在拍卖会上的事，我跟你说声抱歉，对不起，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温景初目光懒懒地看了过去：什么事？颜真。他忍了下去，挤出一抹生硬的笑容：没什么事，祝你跟容嫣长长久久，幸福恩爱。谢谢。稍顿，温景初冲着颜真离开的背影说道：麻烦把门关一下。从温景初办公室出来，颜真的脸彻底黑了下来。他的助理见状大气不敢出。顶层的员工看到颜真这个样子后，纷纷好奇心起。恰好陈芳跟方静要去温景初的办公室，路过时被人叫住问话：陈柱，你跟了颜氏的项目这么久，到底知不知道这位颜总跟我们温总到底是什么关系？正常来说，有合作方来谈事都不会是开着门，而且看着方才颜真脸色铁青的从里边出来，实在是让人好奇。上班时间聊八卦，还是跟温总有关？怎么不想在这里干了？问问而已，耽误不了什么功夫。我不知道，要不你进去问问温总。员工摆摆手：别，我不问了。方静还是第一次看到陈芳这般严肃的语气，开玩笑跟他说道：员工都喜欢八卦，也没有恶意。陈芳把方静带到一个没人走动的地方，看了眼四周，看到没人才放心的跟他讲话：你是不知道这颜大小姐以前对温总的心思，而且你估计也不了解我们温总，只要跟温太太沾上一丁点关系的事情都格外上心。5·1过后就是公司周年庆宴会，到时候温太太随温总一起出席。作为合作方，估计颜大小姐也会来。要是让温太太听到有人八卦她跟温总的事情，你觉得这是小事吗？他语重心长的跟方静继续说道：温太太不开心，就是我们温总不开心。现在你顶着我的位置做事，要是真让这事发生了，我估计你今年升职的事情也没忘了。听陈芳这么一讲，方静也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虽然在他顶替陈芳位置的这段时间里没见过温总的太太，但从温总带着温太太的小萨摩耶来上班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来看，温总确实是个老婆奴。方静拍了拍陈芳的手臂，感激的道：兄弟，多谢提醒，5·1陪温总去西南有10万块奖金，要不我把这差事让给你。陈芳摇头拒绝：你去吧，你着急买房结婚，而且我最近应付颜大小姐，身心疲惫，还想5·1休息几天。两人并排往总裁办公室走去。行，以后有帮忙的地方尽管提，能帮我一定帮。下班时，温景初去了医院接容嫣回容家吃晚饭。饭后不久，他送温老爷子回温家老宅，而容嫣则陪容老爷子在书房闲聊。外公年纪大了，容嫣心里总是担忧，
如今要分离两地，叮嘱的话总觉得不够。荣老爷子听着他念叨1个多小时，耳朵都快要起茧子了。他摆摆手，宽解容嫣：“小小，只要你跟景初好好的，外公就心满意足了，就不用担心我们2个老的，安心过自己的日子。”语罢，荣老爷子嘟囔了一句：“你这唠叨的功夫都快要比上你外婆了。”容嫣：“景浩3、4，哪有这么夸张？”他从书房出来，回房间的途中，远远的看到坐在庭院长木椅上冷玉金贵的身影。回想起从前读书时，温景初偶尔来家中拜访外公，他跟他都是在这个庭院见面。那时的他对温景初疏远，2人见面也很少聊天，也只生疏的打声招呼。容颜弯唇，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到温景初身旁坐下。温景初一直低着头在看手上的东西，容颜刚才还很好奇他手上拿着的是什么东西，此刻看清楚了，他伸手要去抢，结果却被温景初轻而易举躲开了。容颜蹙着眉问他：“这相册是谁给你的？”温景初淡定的回他：“林婶刚刚拿过来，说是在阁楼翻出来的，没什么好看的，你还给我。”男人勾唇轻笑：“怎么不好看？从这本相册可以看出来，我老婆从小就是美人胚子，可惜你9岁时我们才见面，现在有这本相册弥补了一些遗憾。”容颜清醒得很，没有被他的花言巧语哄骗，他站起身去抢相册。这本相册里有他小时候还穿着纸尿裤的照片，也不知道妈妈怎么想的，净拍些让他现在觉得社死的照片。之前跟林婶一起收拾旧物时，他特意将这本相册藏在阁楼里，怎么林婶这么有空把它给翻出来了？他来抢，温景初便把相册拿得远远的，一手揽着他的细腰。容颜整个人靠在了他身上，抢不到照片，他有些气急败坏地喊他的名字：“温景初，你快把相册还给我！”男人漆黑如墨的眼眸中漾着笑意，低沉地开口道：“温太太，这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我有权看它。”屁话！容颜差点忍不住说些不雅的话来。你要这样说的话，这是我的婚前财产，跟你有什么关系？怎么跟我没关系？你是我老婆，你是我的，所以这相册也是我的。容嫣，他懒得跟温景初掰扯，扯不过。容嫣再次伸手要去抢，温景初手腿修长，每次都被他轻轻松松的躲开，他整个人还跌坐在他怀里。容嫣恼羞成怒，抓起他的右手威胁道：“再不把相册还给我，信不信我咬你？”第100章夫妻间的情趣。夏日燥热的夜里，一阵清风拂过，将庭院弥漫着花草的清香味吹散。夜空中圆月高挂，整个庭院就他跟温景初2个人。容嫣坐在他腿上，抓着他的手威胁。他抬眸，视线里首先是男人黑色衬衣的衣领，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一丝不苟。容嫣扫过他修长脖颈上凹凸的喉结，一路往上，对上温景初凝着柔软笑意的眉眼。这个姿势有些暧昧，而容嫣的这句话对于温景初来说也不是威胁，而是夫妻间的情趣，也根本不怕他咬。男人声音温润低沉，他轻笑道：“温太太要是舍得，我倒是不怕你咬。”容嫣低头，张嘴咬在他手掌的虎口上，留下一排浅浅的牙印。“你再不还给我，我还咬，咬得一点也不痛，痒痒的，手痒，心也痒。”温景初低头，额头轻轻碰着他的，轻声跟他说了句话。听完他的话后，容嫣精致的脸上闪过一丝慌张，伸手推了推他：“不行，林婶还没睡，说不定还会过来这边。”温景初伸手揽着他的腰肢，安抚道：“不会，他知道我在这坐着，不会来打扰。”容嫣还是不放心，环视一圈后与他对视：“你说话要算数，给你亲一会就把相册还给我。”“老婆，你说错了，要你主动亲我才算。”“我不会。”容嫣犯难，他是真的不会。一直以来亲吻都是温景初主动，他跟着他的节奏，现在让他主动，害羞不说，还不会。温景初低着头，薄唇碰触到怀里人潋滟的红唇上：“没关系，我平时怎么亲你的，你就怎么亲我。”两唇相碰，说话时一吸一张，两人的呼吸一深一浅，气氛逐渐变得暧昧。这又是在外头，林婶跟陈叔随时都有可能会过来，他们是看着他长大的人，在他心里两人跟长辈没什么区别，要是被撞见，说不出的尴尬。察觉到容嫣的紧张，温景初轻准着她红唇的唇瓣，逐步的引导她：“老婆，别分心。”容嫣还是不敢完全放开，耳朵细细听着有没有脚步声传来。她双手勾着男人的脖子，白皙的脸蛋因为害羞泛起红晕。换做以前，打死她也不敢想象会有一日，她跟温景初会在这里接吻。容嫣吻的生涩，碰到他舌尖便退缩，浅尝辄止，对温景初来说无疑是折磨。他也顾不得跟他做的协议，大手按在他后脑勺上，便化为主动。温。后面的话被吞没，容嫣被他吻得脑袋晕乎乎，连什么时候被他打横抱起都不知道。进了房间，温景初将相册丢到沙发上，他没有开灯，
房间里只有玻璃窗外透过窗纱落入房内的浅淡光亮。容颜才适应房内的黑暗，反应过来时已经被压在柔软的大床上，身前是男人坚硬滚烫的胸膛，灼热的吻落在他细腻的颈侧，容颜止不住轻颤一下。听着温景初越来越重的呼吸，容颜有些害怕地提醒他道：“我还痛着。”闻言，温景初停下动作，蜻蜓点水般亲了亲他的唇，问道：“很难受吗？”他的嗓音沙哑低沉，容颜被蛊惑，他稍顿了下，磕巴道：“有一点。”男人侧头在他耳尖上轻咬了一下，跟他商量道：“老婆，我温柔一点。”容颜咽了咽喉，做最后的挣扎，这里也没有。话还没说完，便听到温景初的声音：“我买了。”话落，他从西装外侧口袋掏出一个方方正正的小盒子，看清楚物品后，容颜久久没有说出话来。“你怎么整天就想着这事？”闻言，温景初闷笑一声：“这是夫妻间的乐趣，你不喜欢？”容颜喜欢也不代表能这样没节制，昨晚已经要了他半条命。他愣神片刻，男人已经将黑色西装外套脱下，抓起他的手放到他衬衣领口处，声音沙哑的道：“帮我解开扣子。”容颜指尖触碰到扣子边缘，卧室昏暗，他也看不清，胡乱的帮他解着衬衣衣扣。黑夜中，昏暗的卧室里空调开着，可容颜还是出了一身薄汗。结束时，他抬起手臂的力气也没有。想起明天还要上班，心情变得无比沉重。洗完澡重新躺到床上后，容颜眼皮沉重，睡意袭来，也没管温景初便睡了过去。迷糊中，腰上突然重了许多，随后身后便触碰到男人温热的胸膛。他嫌弃地推了推温景初搭在他腰上的手臂。翌日，容颜陪着容老爷子吃了早饭才回医院。温景初叫了司机开车，容颜以为只是司机送他去上班而已，哪料温景初也随他坐到了后座里。“你要去哪？”温景初将西装外套放到一旁，淡然道：“送你去上班，这不是多此一举吗？”他伸出手，容颜会意，挪到他身旁后，靠在他的胸膛上闭眼睡觉。他的声音里还染着睡意，提醒他道：“到了西南，要记得买些礼品给左邻右舍。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虽然老家也有人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但我们不在身边，有什么事情说不定要邻居帮忙。你陪他们住几天，等爷爷适应了再回来。”温景初抬手轻轻拍着他的后背：“你已经叮嘱很多遍了，我都记着。想起昨晚外公说他唠叨的功夫快比上外婆了。”此刻听到温景初这句话，容颜有些不高兴，他抬起头，闷闷地看着温景初：“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唠叨，烦我了？”温景初，他勾唇轻笑一声：“老婆，我哪句话让你误会了？”他抬手怜惜地捏了捏他的脸：“我只是想让你多睡一会。再说了，你再唠叨我都喜欢，所以你还是觉得我唠叨？”他轻轻地哼了一声，撇开眼不看他：“我不是这个意思。”温景初伸手揽着他的肩膀：“先睡觉，有空再讨论这个问题，行吧？”容颜靠了过去，想起昨晚吃饭时温爷爷好像有些不高兴，他又抬起头跟温景初讲话：“你回了西南多陪陪爷爷，不用惦记我。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爸跟秋姨在闹离婚，爷爷有些不开心。”